第22章玩具总动员，巴斯和胡迪救场。杰弗里·卡曾伯格，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乐无穷。沃尔特·迪士尼曾经这样说，这种处事态度很合乔布斯的口味。他赞赏迪士尼对细节和设计的执着，感觉皮克斯跟迪士尼创建的电影制片厂是天生的一对儿。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已经获得了皮克斯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的使用授权，并由此成为皮克斯公司计算机的最大用户。有一天，迪士尼电影部的负责人杰弗里·卡曾伯格邀请乔布斯到伯班克的工作室观看制作技术。当迪士尼的一行人陪同参观时，乔布斯突然转身问卡曾伯格：“迪士尼对皮克斯满意吗？”卡曾伯格兴高采烈地说：“满意。”接着乔布斯又问：“那你认为我们皮克斯对迪士尼满意吗？”卡曾伯格说：“他觉得应该满意吧。”“错，我们不满意。”乔布斯说，“我们想跟你们合作一部电影，那样我们才会满意。”卡曾伯格很愿意，他很欣赏约翰·拉瑟特制作的动画短片，也曾经想诱惑他回迪士尼，但没有成功。于是卡曾伯格邀请皮克斯团队来讨论合拍电影的事宜。卡特穆尔、乔布斯和拉塞特在会议室一落座，卡曾伯格就看着拉塞特，开门见山地说：“约翰，既然你不愿意来为我工作，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合作吧。”不仅迪士尼公司跟皮克斯彼此之间有一些共同点，卡曾伯格跟乔布斯也是如此。两人都善于施展魅力，当兴之所至或情绪高涨时，也都富有攻击性，甚至更糟。即将离开皮克斯的阿尔维雷·史密斯当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卡曾伯格跟乔布斯之间的很多共同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说：“我们都是具有惊人口才的暴君。”卡曾伯格对此自鸣得意，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个暴君。他告诉皮克斯团队：“我也确实是个暴君，但我通常是正确的。”可以想象，乔布斯也会这么说。同样富有激情的卡曾伯格和乔布斯，两人之间光是谈判就用了好几个月。卡曾伯格坚持要皮克斯授权迪士尼使用其专利技术制作 3D 动画，乔布斯说不行，最终他胜利了。乔布斯也有他自己的要求，皮克斯要对制作的电影及其角色拥有部分所有权，并要和迪士尼共同控制影片版权和续集。如果那是你想要的，卡曾伯格说，我们就不用谈了，你现在就可以走。乔布斯没走，而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两位同样受削的公司首脑剑拔弩张，针锋相对，这给拉塞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单单看着史蒂夫和杰弗里那个架势，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回忆说，那就像是一场击剑比赛，他们都是高手，但是当时卡曾伯格拿的是重剑，而乔布斯拿的只是把花剑。当时皮克斯濒临破产，远远比迪士尼更需要这次合作机会。另外，迪士尼资金雄厚，可以负担整个项目，而皮克斯不能。1991年5月达成的协议是，迪士尼将完全拥有影片及其角色的版权，并控制创作权，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很少的违约金为代价停掉这部影片，有权利而无义务制作皮克斯接下来的2部电影，也有权不一定跟皮克斯一起使用该影片的角色制作续集，而皮克斯则获得票房分成的大约 12.5%。 约翰·拉塞特的创意被称为玩具总动员，灵感来自他和乔布斯共有的一个理念，产品是有灵魂的，是为了一个使命才被生产出来的。如果物体也有情感，它的情感应该是基于它渴望实现自己的价值。例如，杯子的使命在于盛水，如果它有情感，那么它会杯满则喜，杯空则悲。计算机屏幕的使命是跟人互动，独轮车的使命是在马戏团供人骑行，而玩具他们的使命就是供孩子们玩耍。因此他们的恐惧就是被抛弃或被新的玩具取代。所以一个最受喜爱的旧玩具和一个闪闪发亮的新玩具联袂出演的兄弟电影极富戏剧效果，尤其是所有活动都围绕着同孩子们分离的玩具展开。如卷脚本开篇时所说，每个人都有在童年时失去玩具的痛苦经历，
我们的故事从一个玩具的视角展开，他一度失去并努力尝试寻回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跟孩子们玩耍。这是所有玩具存在的意义，也是他们存在的情感基础。经过反复讨论，两个主角的名字最终定为巴斯光年和胡迪。每隔2周，拉塞特和他的团队就会把最新的脚本或片段给迪士尼的合作伙伴看。在早期试镜时，皮克斯制作的动画显示出了惊人的技术水平。例如有一幕，胡迪在一个梳妆台上，光透过百叶窗洒进来，影子投在他的格子衬衫上。这个效果几乎是不可能通过手工渲染来实现的，但是要让迪士尼对情节方面满意就难上加难了。对于皮克斯每次的演示，卡曾伯格都会推翻大部分情节，大声道出他的具体评论和意见。旁边总有一群手捧记事本的随从，确保卡曾伯格说的每个建议和奇思怪想都能得到后续落实。卡曾伯格着力推动的一点是要让两个主角的个性更尖锐。他说，虽然这是部叫《玩具总动员》的动画电影，但是它不应该只以儿童为目标观众。开始的时候没有情节，没有真正的故事，没有矛盾冲突。卡曾伯格回忆说，他建议拉塞特看一些经典的兄弟电影，例如《逃狱惊魂》或《48小时》，其中都有2个迥然不同的角色不得不同舟共济的故事。另外，他一直强调他所说的尖锐，这意味着胡迪这个角色要对巴斯这个游戏箱里新来的入侵者更充满嫉妒，更刻薄尖酸，更带有挑衅性。这是个玩具吃玩具的世界。在一处情节中，胡迪把巴斯推出窗外后说，经过卡曾伯格和其他迪士尼负责人的多轮修改，胡迪几乎被去掉了所有的魅力。有一幕，他把其他玩具扔下床，还命令弹簧狗来帮忙。正当弹簧狗犹豫不决的时候，胡迪吼道，谁说你的工作是思考，弹簧香肠？然后弹簧狗问了一个不久以后皮克斯团队总会自问的问题，这牛仔为什么这么可怕？正如给胡迪配音的汤姆汉克斯有一次感叹的，这家伙实在太讨厌了。停。1993年11月，拉塞特和他的皮克斯团队做好了电影的前半部分，并到伯班克给卡曾伯格和其他迪士尼管理层看。动画长片部门的总监彼得·施耐德对卡曾伯格让外人为迪士尼做动画的想法一直不满，他当场宣布这个电影简直一团糟，命令停止制作。卡曾伯格也同意了。为什么会这么糟糕呢？他问同事汤姆·舒马赫，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他们的电影了。舒马赫直言不讳地说，他后来解释说，他们遵从了杰弗里·卡曾伯格的所有修改意见，因此这个项目也就完全走样了。拉塞特意识到舒马赫说的没错。我坐在那儿，屏幕上放映的东西令我感觉很尴尬。他回忆说，那个故事里充斥着一群我见过的最不开心、最尖刻的角色。他请迪士尼给他一次机会，回皮克斯去反攻。卡曾伯格同意了。乔布斯跟埃德·卡特穆尔承担了该片联合执行制片人的角色，但他自己没有过多参与这次创作过程。对照他的控制欲，尤其是在审美和设计方面，在这件事上，他的自我克制显示了他对拉塞特和皮克斯其他艺术家的尊重，也显示了拉塞特和卡特穆尔让乔布斯保持距离的能力。但是乔布斯还是帮忙协调跟迪士尼的关系，皮克斯团队也对此很感激。当卡曾伯格和施耐德叫停《玩具总动员》的制作后，乔布斯用个人资金支持工作继续进行，他也站在拉塞特他们一边，反对卡曾伯格。他把《玩具总动员》都搞乱了。乔布斯后来说，我想把胡迪写成一个坏人，当他叫停这个项目时，我们就把他踢了出去。我们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按照我们一直希望的去做。3个月之后，皮克斯团队拿出了一个新版本，胡迪的形象从统领安迪其他玩具的暴君式老板转变成了英明的领导者。他在巴斯光年到来后表现出的嫉妒被描绘得更值得同情。配乐用了兰迪·纽曼的歌《奇怪的事儿》。胡迪把巴斯推出窗外的那一幕被改写成是胡迪发起的一个小把戏引起的一场意外，其中还出现了顽皮跳跳灯。
向拉塞特的第一部获奖动画短片致敬。卡森伯格和迪士尼公司通过了这个新版本。1994年2月，电影恢复制作。卡森伯格对乔布斯的成本控制意识印象深刻，即使是在早期的预算过程中，史蒂夫对成本都非常关注，希望尽量可以低成本高效率。他说，后来迪士尼批准的1700万美元的预算不够用了，尤其是在卡森伯格要求将胡迪的个性尖锐化以后，必须要做很多重大改动，所以乔布斯只能申请更多经费来完成这部电影。听着，我们是说好了的，卡森伯格对他说，我们把运营控制权给了你，你也同意了我们提出的资金规模。乔布斯大发雷霆，他给卡森伯格打电话，或干脆飞去找他。用卡森伯格的话说，只有乔布斯能那么疯狂的没完没了。乔布斯坚持迪士尼应该对成本超出预算负责，是卡森伯格把最初的构想搅得一团糟，因此才需要额外返工。等一等，卡森伯格反击道，我们是在帮你，你得益于我们富有创造性的帮助，而你现在却要让我们付钱给你。两个控制狂互不相让，争论到底谁帮了谁的忙。埃德·卡特穆尔比乔布斯要圆滑得多，他能够解决问题。我对杰弗里的看法比其他一些做这部电影的同事要正面得多。他说，但是这件事确实促使乔布斯开始策划如何在未来对迪士尼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不想仅仅做个承包商，他喜欢控制局面。这意味着皮克斯未来必须把自己的资金带进项目，并且跟迪士尼重新谈判。随着电影制作的进展，乔布斯越来越为之兴奋。他跟很多公司谈过出售皮克斯，从赫曼赫卡公司到微软，但是看到胡迪和巴斯的诞生，他意识到他可能即将改变电影业。当电影一幕幕完成后，他会反复观看，并邀请朋友到他家分享他的新爱好。我都没法跟你说我在《玩具总动员》出品前总共看了多少个版本，拉里·埃利森说。到最后，这就变成了一种折磨。我还得去他家看最新的那10%改进的内容。史蒂夫执迷于把一切都做好，无论是情节还是技术，任何不完美的东西他都不会满意。1995年1月，迪士尼在曼哈顿中央公园一处帐篷里举行了电影《风中奇缘》的新闻发布会，乔布斯受邀参加。这次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乔布斯认为对皮克斯的投资会有所回报的想法。在现场，迪士尼的 CEO 迈克尔·艾斯纳宣布，《风中奇缘》的首映式将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举行，采用80英尺高的巨幅屏幕，观众多达10万人。乔布斯本身就是表演大师，知道如何举办一场成功的首映式，但即使是他都被这个计划震惊了。巴斯光年的那句口号“飞向太空，宇宙无限”突然看似值得留意了。乔布斯决定，当年11月发布《玩具总动员》的时候，就是皮克斯上市的最佳时机。然而，即使那些一贯非常积极的投资银行家也都觉得不靠谱，认为那根本不可能。皮克斯烧钱已经烧了5年，但是乔布斯决心已定。我有些紧张，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到第2部电影推出之后，拉塞特回忆说。史蒂夫否定了我的建议，他说我们需要钱，我们可以用1半资金做电影，然后跟迪士尼重新谈合同。飞向太空。1995年11月，《玩具总动员》共举行了2场首映式。迪士尼在洛杉矶历史悠久的埃尔卡皮坦大剧院举办了1场，还在隔壁建了一个游乐屋，用来展示所有的电影角色。皮克斯也有一些入场券，但是当晚的活动和邀请嘉宾的名单基本都是迪士尼决定的，乔布斯甚至都没去参加。第2天晚上，乔布斯在旧金山租了与前者不相上下的雷根西剧院，举办了他自己的首映式。到场嘉宾不再是汤姆·汉克斯和史蒂夫·马丁这些影星，而是硅谷的那些大腕儿，拉里·埃利森、安迪·格鲁夫，当然还有史蒂夫·乔布斯。很显然，这是一场史蒂夫的演出，他而不是拉塞特占据了舞台，向观众介绍影片。这种双首映式的安排凸显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玩具总动员到底是一部迪士尼电影，还是一部皮克斯电影？皮克斯只是帮助迪士尼制作电影的动画承包商吗？亦或是迪士尼只是帮助皮克斯出品电影的发行商和营销商？正确的答案在某个折中位置，
问题是其中牵涉到的大腕们，主要是迈克尔·艾斯纳和史蒂夫·乔布斯能否达成这样的合作关系。当《玩具总动员》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和业界认可后，抉择变得更为艰难。影片上映第1周就收回了成本，美国国内公映的票房达到3000万美元。接下来，该影片打败了《永远的蝙蝠侠》和《阿波罗13号》，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美国国内收入 1.92 亿美元，全球总收入 3.62 亿美元。根据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的统计，接受调查的全部73个影评家100%都给出了好评。时代杂志的理查德·克里斯称其为本年度最具想象力的喜剧。新闻周刊的戴维·安森赞叹其不可思议。纽约时报的珍妮特·马斯林认为该影片孩子和成人都要看，是一部难以置信的智慧之作，体现了迪士尼最好的双层次作品的传统。对乔布斯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像马斯林这样的评论家谈论的是迪士尼传统，而不是皮克斯的出现。事实上，他的影评里根本没提及皮克斯。乔布斯很清楚，就是必须要加以改变的一个观念。当他和约翰·拉塞特参加查理·罗斯秀时，乔布斯强调《玩具总动员》是一部皮克斯出品的电影。他甚至想说明这个新制片厂的诞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自从白雪公主出品以来，每一家主要的电影制片厂都在试图打入动画产业，而到目前为止，迪士尼是唯一一家制作出动画长片而且大获成功的。他对罗斯说，皮克斯现在成了第2家。乔布斯立场鲜明地把迪士尼说成只是皮克斯电影的发行商。他一直说，我们皮克斯的人是干实事的，你们迪士尼的人都是笨蛋。迈克尔·艾斯纳回忆说，但正是我们让《玩具总动员》成功的，我们帮着塑造了这部电影，我们集各部门之力，从市场部到迪士尼频道，才让这部电影一炮走红。乔布斯得出结论，这是谁的电影这个根本问题必须通过合同解决，打口水仗没有意义。《玩具总动员》大获成功后，他说，我意识到我们必须跟迪士尼重新签合同，这样我们才能建一个电影公司，而不是只当个供应商。但是为了能和迪士尼平等谈判，皮克斯必须有资金，这就需要一次成功的 IPO。 股票公开发行在《玩具总动员》上映整1周后进行。之前乔布斯打赌电影定会成功，这个冒险的赌局有了巨大回报。和之前苹果公司的 IPO 一样，早上7点，主承销商在旧金山办公室开庆祝会，届时股票发售开始。原计划股票发行价格是14美元，以确保可以卖掉。乔布斯坚持定价22美元，这样一来，如果发行成功，公司可以获得更多资金。然而事实证明，发行之成功甚至超出了他最大胆的想象，一举超过网景，成为当年最大的 IPO。开盘半小时，股票价格就飙升至45美元，因为买盘太多，交易不得不延迟进行。接下来价格继续上升至49美元，并在当天以39美元收盘。当年早些时候，乔布斯还曾经希望把皮克斯卖掉，收回他投资的5000万美元。而股票公开发行第1天结束时，他持有的公司 80% 的股票价值就已经涨到原来的20多倍，达到惊人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80年苹果上市时他获得收益的5倍。但是乔布斯告诉《纽约时报》的约翰·马尔科夫，钱对他来说意义不大，我的未来不需要游艇，他说，我做这个从来都不是为了钱。IPO 的成功意味着皮克斯不再需要依靠迪士尼的资助才能完成电影，这正是乔布斯想要的砝码。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承担电影一半的成本了，我就可以要求一半的利润，他回忆说。但更重要的是，我想要品牌联合，这些电影将既是皮克斯的，也是迪士尼的。乔布斯飞去跟艾斯纳共进午餐，艾斯纳被他的大胆惊呆了。他们之前签的是3部电影的合同，皮克斯刚刚制作了1部，双方都有自己的杀手锏。当时卡曾伯格在跟艾斯纳决裂后已经离开了迪士尼，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大卫·格芬一起创立了梦工厂。
乔布斯说，如果艾斯纳不同意跟皮克斯重签合同，原定的3部影片一旦完成，皮克斯就会去跟另一家电影公司合作，比如卡曾伯格的新公司。而艾斯纳手里的砝码则是，一旦那样，迪士尼就会自己制作《玩具总动员》的续集，并使用胡迪、巴斯以及所有拉塞特创造的角色。那就像是要猥亵我们的孩子。乔布斯后来回忆说，约翰一想到那种可能性就哭了。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方案，艾斯纳同意皮克斯为将来制作的电影注入1半资金，并享有1半利润。他不认为我们会制作出很多大片，所以他认为他给自己省了些钱。乔布斯说，这个安排最终对我们非常好，因为皮克斯接下来会连续制作出10部大片，他们也就品牌联合达成协议。虽然经历了很多次讨价还价，我最初的立场是，这是迪士尼的电影，由迪士尼出品，但是后来我让步了。艾斯纳回忆道，我们开始谈判迪士尼的字号多大，皮克斯的字号多大，就像4岁孩子一样。到1997年初，他们签订了合同，未来10年制作5部影片，甚至还成了朋友，至少在当时是这样。那时候艾斯纳还是很讲道理的，对我也还公平。乔布斯后来说，但是经过10年的时间，我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个阴暗的人。在给皮克斯股东的一封信里，乔布斯说明，所有电影都赢得跟迪士尼平等共享品牌的权利，包括广告和玩具，是这一项合作里最重要的方面。我们希望皮克斯成长为一个跟迪士尼享有同等信誉的品牌，他写道。但为了让皮克斯赢得这种信誉，消费者必须要知道是皮克斯在创作这些电影。在职业生涯中，乔布斯因创造伟大的产品而闻名于世，然而他创造伟大的公司和品牌价值的能力同样不凡。他创造了他的时代中最好的2个品牌，苹果和皮克斯。第23章，再度降临，何等野兽终于等到他的时辰。万物解体。乔布斯1988年首度推出 Next 计算机时，引起了热烈反响。可是到第2年计算机最终上市时，市场的热情却冷却了。乔布斯那种让媒体眼花缭乱、心生敬畏、趋之若鹜的才华开始失效，负面新闻也层出不穷。Next 跟其他计算机不兼容，而当时这个行业正向操作系统可更换的方向发展。美联社记者巴特·齐格勒报道说，因为相对来说可以在 Next 上使用的现有软件很少，所以它很难吸引消费者。Next 试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新产品类型，个人工作站的领跑者。目标用户是那些希望兼顾工作站的强大功能与个人计算机的易用性的人。但是这群消费者当时已经从快速发展的Sun公司买到了这样的产品。Next 在1990年的收入是2800万美元，而同年Sun公司的收入是25亿美元。IBM 放弃了接受 Next 授权软件的协议，所以乔布斯被迫做了一件违背他本性的事情。虽然他根深蒂固地认为硬件和软件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在1992年1月，他同意授权 Next Step 操作系统在其他品牌的计算机上运行。出乎意料的是，乔布斯当时的一个拥护者竟是让·路易·加西，他曾经取代了乔布斯在苹果的职务，后来也被逐出苹果。他写了一篇文章称赞 Next 的产品是多么具有创造性。Next 也许不是苹果，加西说，但史蒂夫仍然是史蒂夫。几天之后，加西家来了一位访客，加西的妻子跑上楼去告诉他，史蒂夫在楼下。乔布斯感谢加西写了那篇文章，并邀请他参加一个活动。届时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将和乔布斯一同宣布 Next Step 将被移植到 IBM 英特尔平台上。我当时坐在史蒂夫的父亲保罗·乔布斯旁边，他备受尊重。加西回忆说，他带大儿子很不容易，看到史蒂夫跟安迪·格鲁夫站在台上，他是那么自豪和高兴。1年以后，乔布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策略，彻底放弃硬件的制造。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一如他当年在皮克斯放弃硬件制造那样。他关注产品的方方面面，但硬件才是他的情之所钟。他为出色的设计心潮澎湃，痴迷于生产细节，
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注视着他的机器人为他制造完美的产品。但现在他不得不解雇1半以上的人力，把他钟爱的工厂卖给佳能。佳能拍卖掉了那些时尚的家具，留得一家聊以慰藉的公司，把操作系统授权给那些生产死板机器的制造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乔布斯在新的家庭生活和电影产业的惊人成功中找到了一些快乐，但是却对个人计算机产业倍感失望。创新实际上已经停止。1995年底，他对《连线》杂志的加里·沃尔夫这样说：微软占据了市场，但几乎没有创新。苹果输了，台式电脑市场进入了黑暗时代。同一时期，他在接受安东尼·帕金斯和红飞鱼杂志的几位编辑采访时，也表现得阴郁沮丧。一开始，他就展示出坏脾气史蒂夫的那一面。帕金斯和他的同事们刚到不久，乔布斯就从后门溜出去散步，45分钟都没有回来。杂志的摄影师开始拍照时，他又嚷嚷着讽刺挖苦，迫使他停下来。帕金斯后来写道：操纵欲、自私自利、毫不掩饰的粗鲁，我们搞不明白他这些疯狂举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等他终于坐下来接受采访时，他说，即使是网络的出现，也难以阻挡微软的主导地位。Windows 赢了，他说，很不幸，他打败了 Mac， 打败了 Unix， 打败了 OS2， 一个低劣产品胜出了。Next 在销售软硬件一体化产品方面的失败，带来了对乔布斯整个理念的质疑。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复制苹果的模式，制造整个设备。他在1995年说，我想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正在改变，应该马上转型为一家软件公司。虽然他努力尝试，但他总是无法为此而感到兴奋。他本来想制造出色的端到端一体化的产品，让消费者喜爱。可是现在却陷入了这样一个企业软件销售业务里，目标客户是那些会把 Next 的软件安装到各种不同硬件平台上的公司。我的心不在这儿，他后来悲哀地说，不能直接向个人销售产品，让我很沮丧。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卖企业产品，不是为了把软件授权给别人，将之装在那些蹩脚的硬件里。我从来都不喜欢这样。苹果坠落。在乔布斯出局后的几年，苹果公司由于暂时统领桌面排版系统，还可以轻松获取高额利润。当时自我感觉犹如天才的约翰斯卡利于1987年发表了一系列今天看起来颇为尴尬的宣言。乔布斯希望苹果成为一家出色的消费品公司。斯卡利写道，这是个愚蠢的计划，苹果永远不会是一家消费品公司。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改变世界的梦想就扭曲现实。高科技不能作为消费品去设计和销售。乔布斯对此惊愕不已。20世纪90年代初，苹果在斯卡利的领导下，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他对斯卡利的愤怒和蔑视也与日俱增。斯卡利引进下三滥的人和下三滥的价值观，把苹果给毁了。乔布斯后来悲叹，他们只在乎如何赚钱，主要为他们自己，同时也为苹果，而不在乎如何制造出色的产品。乔布斯感觉斯卡利对利润的追逐是以牺牲市场份额为代价的。麦克之所以输给微软，是因为斯卡利坚持尽可能地榨取每一分利润，而不是努力改进产品和降低价格。结果是利润最终消失。微软用了几年时间模仿 Mac 的图形用户界面，到1990年就已经推出了 Windows 3.0 系统，从此走上了统领台式电脑市场的征途。1995年8月发布的 Windows 95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操作系统，而 Mac 的销售量开始暴跌。微软只是剽窃他人的成果，然后坚持下去，利用他对 IBM 兼容机的控制。乔布斯后来说，苹果也是活该，我离开后他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麦克几乎没有改进，面对微软他只能坐以待毙。乔布斯对苹果的沮丧是显而易见的。有一次他在一个学生家里给斯坦福商学院俱乐部成员演讲，那个学生请他在一个麦克键盘上签名。乔布斯说，如果他能把自己离开苹果后被加到麦克上的键都拿掉，就可以签名。
他拿出汽车钥匙，抠掉了他曾经禁止使用的4个箭头光标按键，还有最上面一行的 F1、F2、F3 等功能键。我在一个一个键盘的改变世界。他面无表情地说，然后在残缺不全的键盘上签了名。1995年圣诞节，在夏威夷的康纳度假村休假时，乔布斯跟他的朋友甲骨文强势的董事长拉里·埃利森在海滩散步。他们讨论收购苹果，然后让乔布斯回去重掌大局。埃利森说他可以安排30亿美元的融资。我会买下苹果，你作为 CEO 会立即获得 25% 的股份，我们可以重现他过去的辉煌。但是乔布斯却表示反对。我认为我不是那种能做恶意收购的人，他解释说，如果他们请我回去，那就不一样了。到1996年，苹果的市场份额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末 16% 的最高点下降到 4%。1993年取代斯卡利担任苹果 CEO 的迈克尔·斯平德勒试图把公司卖给 Sun、IBM 和惠普。失败后，斯平德勒在1996年2月被吉尔·阿梅里奥取代。阿梅里奥是一位研发工程师，曾任国家半导体公司 CEO。在他任期第1年，苹果公司亏损了10亿美元，股票价格从1991年时的70美元暴跌到14美元。而当时高科技泡沫正把其他股票的价格推向史无前例的高点。阿梅里奥没那么喜欢乔布斯，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当时阿梅里奥刚刚被选入苹果的董事会，乔布斯给他打电话说，我想过去见你。阿梅里奥于是邀请他到国家半导体公司的办公室。后来阿梅里奥回忆了当时透过办公室的玻璃墙看着乔布斯到来的情景。他看起来像个拳击手，富有攻击性，又带着难以捉摸的优雅，或者说像一只高贵的丛林猫，时刻准备扑向猎物。阿梅里奥后来记述道，他们寒暄了几分钟，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乔布斯习惯的长度。然后乔布斯突然宣布了他的来意，他想让阿梅里奥帮助他回到苹果担任 CEO。 只有一个人可以重整苹果大军，乔布斯说，只有一个人可以带领公司走出困境。乔布斯认为麦克的时代已经过去，是时候创造一些新的并具有创新性的东西了。如果麦克已死，什么会替代他？阿梅里奥问。乔布斯的回答没能打动他，史蒂夫似乎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阿梅里奥后来说，他好像只是有一些零散的想法。阿梅里奥认为他正在目睹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并且很自豪没有受其影响。他不客气地把乔布斯请出了办公室。到1996年夏天，阿梅里奥认识到他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苹果公司把希望寄托在创造一个叫 Copland 的新操作系统上。但是阿梅里奥成为 CEO 后不久就发现，这个系统只是一纸空谈，既不能实现苹果所需要的更好的网络连接和内存保护功能，也无法如期在1997年交货。阿梅里奥公开承诺，他将很快找到一个替代品，但问题是他没有替代品。所以苹果需要一个合作伙伴提供稳定的操作系统，最好还是像 Unix 那样的操作系统，以及具备面向对象的应用程序层。当时有一家公司显然可以提供这样的软件 Next， 但是还要过一段时间苹果才会关注到这一点。苹果先是锁定了一家由让·路易·加西创建的公司 B， 加西开始商谈把 B 卖给苹果。但是1996年8月在夏威夷跟阿梅里奥开会时，他过于自以为是了。他说他想带50人的团队加入苹果，并要公司 15% 的股权，价值大约5亿美元。阿梅里奥听罢目瞪口呆，苹果当时对 B 的估值只有5000万美元。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加西无法接受低于 2.75 亿美元的报价，他以为苹果没有其他选择了。加西对别人说，我拿住了他们的要害，我要一直捏到他们疼为止。这话传到阿梅里奥耳朵里，那感觉可不太好。苹果的首席技术官埃伦·汉考克赞成采用Sun公司基于 Unix 的 Solaris 操作系统，尽管它还没有一个友好的用户界面，而阿梅里奥居然开始倾向于使用微软的 Windows NT 操作系统。他认为可以做一些外观上的改动，使之看起来感觉就像个 Mac， 又能跟 Windows 用户可以使用的大量软件相兼容。比尔·盖茨非常渴望达成这项合作，
开始亲自给阿梅里奥打电话。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2年前 Macworld 杂志的专栏作家、前苹果软件布道者盖伊·川崎曾经发表了一篇模拟新闻通稿，开玩笑说苹果即将收购 Next， 然后让乔布斯担任 CEO。 文中模仿麦克·马库拉问乔布斯，你想把下半辈子用来卖裹着层糖衣的 Unix， 还是用来改变世界？乔布斯回应说，我现在是个父亲了，我需要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文章评论说，由于他在 Next 的经历，人们期待他会把一种从未有过的谦卑感带回苹果。文章还拟引了比尔盖茨的话说，现在会有更多乔布斯的创新可以供微软抄袭了。当然，这篇新闻稿里所有的话都是玩笑，但是现实总有一个奇怪的习惯，要追上嘲讽的步伐，向库比蒂诺蹒跚前进。谁跟史蒂夫的关系够好，能给他打个电话？阿梅里奥问他的员工们。由于跟乔布斯2年前的会面不欢而散，阿梅里奥不想亲自打这个电话，但是结果表明他的确不必。Next 已经开始向苹果伸出了橄榄枝。Next 公司的一位中级产品推销员加勒特赖斯，在没有请示乔布斯的情况下，就直接拿起电话打给了艾伦·汉考克，问他是否有兴趣看一下 Next 的软件。汉考克派人去跟他见面。到1996年感恩节，两家公司已经开始了中层级别的磋商。乔布斯直接给阿梅里奥打了个电话，我要去日本，但是我1周内就回来，我一回来就见你。乔布斯说，我们见面前你不要做任何决定。虽然与乔布斯有段不愉快的过去，但阿梅里奥接到这个电话还是很振奋，为可能与他合作感到惊喜。对我来说，接到史蒂夫的电话，那感觉就像是在闻一瓶极品葡萄酒的醇香。他回忆说，他答应在他们俩见面之前，他不会跟 B 或任何人敲定交易。对于乔布斯来说，跟 B 的竞争一公一私， Next 已在走下坡路，能被苹果收购是一根救命稻草。另外，乔布斯有时十分记仇，加西在他的仇人名单中位列前茅。尽管乔布斯在 Next 的工作时，两人的关系貌似得到了和解。加西真是个邪恶的家伙，乔布斯后来坚持说，他是我这辈子认为真正邪恶的少数几个人之一。1985年，他还在背后捅了我一刀。这番话并不十分公正，而在乔布斯看来，斯卡利至少还算是个绅士，是从前面捅他刀子的。1996年12月2日，史蒂夫·乔布斯在时隔11年后，再次踏上了苹果位于库比蒂诺的土地。在高管会议室，他见到了阿梅里奥和汉考克，并展示了 Next。 又一次，他在那块白板上狂写乱画。这一次，他是在讲计算机系统的4次浪潮，以及 Next 的发布如何将此次浪潮推至顶点。他尽其所能吸引着听众，尽管事实上他面对的是他并不尊重的2个人，他尤其擅长伪装谦逊。可能这是个完全疯狂的想法，他说，但是如果他们感兴趣，我愿意采用任何一种你们想要的合作方式，授权软件，把公司卖给你们，或者别的方式都行。事实上，他是渴望把公司全部卖掉，因此他着力推荐这个方式。如果你们了解的更多，你们会决定想要的不仅仅是我的软件。他对他们说，你们会想收购整个公司并收编所有员工。几周以后，乔布斯和家人去夏威夷度圣诞假期，拉里·埃里森也在那里。他去年这时候也在那里度假。你看，拉里，我想我找到了一种方式重回苹果并获得控制权，而且你也不用去收购它。沿着海滨散步时，乔布斯这样对埃里森说。埃里森回忆说，他解释了他的策略，即促成苹果收购 Next， 然后他就可以进入董事会，离 CEO 的位子仅1步之遥。埃里森认为乔布斯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史蒂夫，有件事我不明白，他说，如果我们不收购公司股权，我们怎么赚钱呢？这再次显示了他们的欲求是多么不同。乔布斯把手搭在埃里森的左肩上，把他拉到自己跟前，他们的鼻尖几乎要碰上了。他说，拉里，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你的朋友非常重要，你已经不缺钱了。
艾丽森还记得自己当时嘀咕着回答：我可能是不需要这些钱了，但为什么要让富达的那些基金经理赚到这些钱呢？为什么要让别人赚？为什么不应该是我们？我想，如果我回到苹果，而我不持有苹果的股份，你也不持有苹果的股份，我就会占据道德高地。乔布斯回答说。史蒂夫，这块道德高地可真是块昂贵的地产。艾丽森说，你瞧，史蒂夫，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而苹果是你的公司，我会听你的。虽然乔布斯接下来说他不打算靠恶意收购来夺回苹果，但是艾丽森觉得那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只要跟阿梅里奥聊上半个小时，就会认识到他除了自我毁灭干不了别的。他后来说，奈克斯特和 B 的终极对决于12月10日在帕洛奥图的花园庭院酒店举行，评委包括阿梅里奥、汉考克和另外6位苹果高管。奈克斯特先上，由阿维·泰瓦尼安展示软件，而乔布斯则尽情发挥他那催眠术般的销售技巧。他们展示了这套软件如何在屏幕上同时播放4段录像，如何制作多媒体文件，如何连接互联网。史蒂夫推销起奈克斯的操作系统来，让人眼花缭乱。阿梅里奥说，他赞美着那些优点和长处，就好像他在描述奥利弗·斯通饰演麦克白是如何出色。之后加西上场，他的表现就像是胜券在握一样。他没有做新的演示，只是说苹果团队知道 BOS 的性能，问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整个过程很短，在加西做推介时，乔布斯和泰瓦尼安在帕洛奥图的街上散步。过了一会儿，他们碰上了之前在评选现场的一位苹果高管。你们会赢的，他告诉他们。泰瓦尼安后来说，那并不出乎意料。我们有更好的技术，我们有完整的解决方案，而且我们有史蒂夫。阿梅里奥知道，让乔布斯重回苹果是把双刃剑，但是让加西回来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位早年间麦克团队的老员工拉里·特斯勒向阿梅里奥建议选择 Next， 但是他加了一句，无论你选择哪家公司，你都会面临着自己的地位被人取代，史蒂夫或让路易。阿梅里奥选择了乔布斯，他给他打电话说，自己计划向苹果董事会提请授权他谈判 Next 的收购事宜。他问乔布斯是否愿意参加会议，乔布斯说愿意。当乔布斯走进会议室，看到麦克马库拉那一刻，场面很是动情。马库拉曾经是他的导师，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但自从他1985年站在斯卡利一边之后，他们就再也没讲过话。乔布斯走过去跟他握手，然后乔布斯在没有泰瓦尼安和其他任何后援的情况下，自己做了 Next 的演示。最终整个董事会完全被征服了。乔布斯邀请阿梅里奥去他在帕洛奥图的家里谈判，这样可以有个友好的环境。阿梅里奥开着经典的1973年款奔驰车出现，乔布斯对此印象深刻，他喜欢这部车。在刚刚装修一新的厨房里，乔布斯烧水泡茶，然后他们在披萨炉前的木头餐桌边落座。财务部分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乔布斯想避免加西所犯的狮子大开口的错误。他建议苹果以每股12美元的价格收购 Next， 总价值将达5亿美元。阿梅里奥说价格太高了，他还价到每股10美元，总价4亿美元。跟 B 不同的是， Next 有实际的产品、确实的收入以及出色的团队。尽管如此，乔布斯还是对这个报价感到惊喜，他立即接受了。谈判的一个焦灼点是，乔布斯希望苹果付给他现金。阿梅里奥坚持说他应该与公司共存亡，只能付给他股票，而且他要同意持股至少1年。乔布斯不愿意，最后双方都做出了让步。乔布斯将拿到 1.2 亿美元的现金和价值3700万美元的股票，并承诺持有这些股票最少6个月。一如既往，乔布斯喜欢在散步时进行一些谈话。当他们在帕洛奥图闲逛时，他提出希望被纳入苹果的董事会。阿梅里奥试图劝阻他，说有太多历史问题，这样做为时尚早。吉尔，这太伤人了，乔布斯说，这曾是我的公司，而自从跟斯卡利交恶，我就被驱逐至今。阿梅里奥说他能理解，但是他不敢肯定董事会是什么态度。在跟乔布斯谈判之前，阿梅里奥已经暗下决心，我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往前推进。
并且要回避他的人格魅力。但是在散步过程中，跟其他很多人一样，他完全陷入了乔布斯的立场。我被史蒂夫的旺盛精力和热情吸引住了，他回忆说。在长长的街区里转了几圈之后，他们回到乔布斯家，正赶上劳伦和孩子们回来，他们一起庆祝谈判顺利，然后阿梅里奥开着奔驰离开了。他让我觉得就像是个交了一辈子的朋友，阿梅里奥回忆说。乔布斯的确很擅长这一手。后来当乔布斯把他赶出苹果后，阿梅里奥回忆起乔布斯那天的友善，伤感地说，我痛苦地发现那只是一个极端复杂人格的一个侧面。在通知加西苹果要收购 Next 之后，阿梅里奥还有一个更难完成的任务，通知比尔盖茨。结果证明的确如此，他勃然大怒。阿梅里奥回忆说，乔布斯把这单生意做得这么漂亮，盖茨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可能并不惊讶。你真的认为史蒂夫·乔布斯有什么真家伙吗？盖茨问阿梅里奥。我了解他的技术，只不过是炒 Unix 的冷饭，根本不可能运行在你们的机器上。盖茨跟乔布斯一样，会越说情绪越激动。阿梅里奥回忆说，盖茨这样咆哮了2-3分钟。难道你不明白乔布斯根本不懂技术吗？他只是一个超级销售员，我真无法相信你会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他根本不懂工程，他说的想的里面99%都是错误的。你们买下那堆垃圾到底是为了什么？多年以后，当我向盖茨问起这件事时，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有那么沮丧了。他认为收购 Next 没有真正给苹果带来一个新的操作系统。阿梅里奥为 Next 支付了一大笔钱，坦率说 Next OS 系统从来就没有真正运行过。不过这次收购倒是让阿维·泰瓦尼安加盟进来，他能够帮助改进现有的苹果操作系统，并最终融入了 Next 的核心技术。盖茨知道这次交易注定会使乔布斯重掌大权，但这就是命运无常，他说。他们最后买来的是一个大多数人认为做不好 CEO 的人，因为他对此没什么经验，但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家伙，有出色的设计品味和技术品味。他适当地掩饰了疯狂，就被任命为临时 CEO 了。虽然艾利森和盖茨都认为乔布斯是要夺回苹果，但是乔布斯自己却感觉很矛盾。他犹豫当阿梅里奥还在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回苹果，担任一个重要角色。在宣布收购 Next 的几天前，阿梅里奥邀请乔布斯全职加入苹果，负责操作系统的开发。然而乔布斯一直不让阿梅里奥做出任何任命。最后在要做出这个重大宣布的当天，阿梅里奥把乔布斯请到了办公室，他需要一个答复。史蒂夫，你是想拿了钱就走人吗？阿梅里奥问。如果那是你想要的也没问题。乔布斯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阿梅里奥。你想成为正式员工还是做一个顾问？乔布斯还是一言不发。阿梅里奥出去找到乔布斯的律师拉里·松西尼，问他乔布斯到底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松西尼说。阿梅里奥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又试了一次。史蒂夫，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感觉？拜托，我现在需要一个决定。我昨晚一夜没睡，乔布斯回答。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儿？我在思考所有要做的事情，还有我们这个交易，都压在了一起。我现在真的很累，想不清楚。不要再问我任何问题了。阿梅里奥说，那不可能，他总得说点什么。最后乔布斯回答说，好吧，如果你必须要对外说点什么，就说是董事长顾问吧。阿梅里奥照做了。当晚1996年12月20日，在苹果总部250名欢呼雀跃的员工面前，阿梅里奥宣布了这个消息。阿梅里奥按乔布斯的要求，把他的新角色描述为仅仅是兼职顾问。乔布斯没有从侧面上台，而是从礼堂后面走进来，穿过走道登上舞台。阿梅里奥之前告诉大家，乔布斯可能太累了不会讲话，但是到那时乔布斯已经被掌声振奋了。我非常激动，他说，我期待着重新认识一些老同事。金融时报的路易斯·基欧之后上台向乔布斯提问，听起来几乎是指责一般，问他是否最终会接管苹果。哦，不会的，路易斯，他说，现在我的生活中有其他很多事情，我有家庭，我要参与皮克斯的业务，
我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希望可以贡献一些想法。第二天，乔布斯开车去皮克斯，他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他想让员工们知道他会继续担任总裁，并深度参与工作。但是皮克斯的员工很高兴看到他要回苹果做兼职工作。乔布斯的关注少一些，可能反而会是件好事儿。当有重要谈判时，他作用巨大，但是如果他有太多空闲时间，就可能是危险的。那天到了皮克斯以后，他去拉塞特的办公室，解释说即使仅仅作为苹果的顾问，也会占用他很多时间。他说他想得到拉塞特的祝福。我一直在想，这将导致我有很多时间不能陪伴家人，也有很多时间不能陪在另一个家皮克斯。乔布斯说，但我想做这件事儿的唯一原因是，这个世界如果有苹果，就会变得更好。拉塞特温和地微笑着，我祝福你，他说。第24章，付出，此刻的失败者终将胜利。在幕后彷徨，你很少能见到一个艺术家在30-40岁时还能有令人惊叹的作品。乔布斯即将30岁的时候这样说。乔布斯30多岁的时候，即自他1985年离开苹果后的10年间，确实少有建树，但是从他1995年步入40岁以后，却成就卓著。那一年《玩具总动员》发行上映，第二年苹果收购 Next， 使他一举重返他当年创建的公司。回到苹果，乔布斯将证明，即使超过40岁的人也可以是最好的创新者。20几岁他就改变了个人电脑，现在他将同样改变音乐播放器、唱片产业的商业模式、移动电话、应用软件、平板电脑、书籍以及新闻业。他之前告诉拉里·埃利森，他的回归策略是把 Next 卖给苹果，借此进入董事会，然后在那儿等着阿梅里奥出错。当乔布斯坚持说他的动机不是钱时，埃利森可能感到迷惑不解，但那的确部分属实。他既没有埃利森那种明显的消费需求，也没有比尔盖茨那种投身慈善事业的内在冲动，亦没有那种想看看自己在福布斯排行榜上能爬多高的竞争意识。在他那自我意识的需求和个人动力的驱使下，他要通过创造足以令世人敬畏的传奇来获得满足。这实际上包括2个方面：制造不断革新、不断变化的伟大产品，以及建立一家有持久生命力的公司。他希望跟埃德温·兰德、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这些人一起在万神殿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比他们还要高一级。要实现这些，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苹果，夺回他的王朝。然而当回归的时机真的到来时，他却有一种奇怪的游移不定的感觉。削弱吉尔·阿梅里奥的力量，他倒不会觉得不好意思，那是他的本性。而且一旦他认定阿梅里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就别无选择。但是当权力之杯到了嘴边，他会奇怪地开始迟疑，甚至不愿接受，也许是故作姿态。1997年1月，他作为一位非正式的兼职顾问入职苹果。如他之前告诉阿梅里奥的那样，他开始介入一些人事问题，尤其是会保护他从 Next 带过来的员工。但是在其他大多数方面，他都异乎寻常的被动。他对不让他加入董事会的决定感觉不快，而让他管理公司的操作系统部门的建议，也让他觉得是贬低了他的价值。阿梅里奥得以创造了这样一种局面，乔布斯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这可不是和睦之道。乔布斯后来回忆，吉尔不希望我在，而我认为他是个笨蛋，这在我把公司卖给他之前就知道。我想我现在就是做形象大使，在类似 Macworld 这样的活动上露一小脸，主要是为了作秀。这没问题，因为我还在皮克斯工作。我在帕洛奥图市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可以每周在那儿工作几天，再开车去皮克斯待个1-2天。这日子不错，我可以慢下脚步，多陪陪家人。事实上，在1月初的 Macworld 活动上，乔布斯就做起了形象大使，而这一次的经历让他更坚定地认为，阿梅里奥就是个笨蛋。将近4000位忠实苹果迷争先恐后地汇集到旧金山万豪酒店的大宴会厅，聆听阿梅里奥的主题演讲。
介绍他上台的是演员杰夫·高布伦。在《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里，我饰演了一位混沌理论专家。他说，我想这使我有资格在苹果的活动上讲话。然后他把舞台交给了阿梅里奥。阿梅里奥走上台来，穿着件俗丽的西装，里面是件立领衬衫，领子紧紧地贴着脖子，看起来像拉斯维加斯的滑稽演员。《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吉姆·卡尔顿后来写道，或用另一位科技作家迈克尔·马龙的话说，看着就像是你刚离婚的舅舅第一次出来约会。更大的问题是，阿梅里奥之前去度假了，又跟他的演讲稿作者大吵一架，而且拒绝彩排。当乔布斯到达后台时，对现场的混乱局面倍感沮丧。看着阿梅里奥站在讲台那儿，笨拙地做着前后脱节的没完没了的演讲，乔布斯气愤不已。阿梅里奥对讲词提示器上蹦出来的那些讲点并不熟悉，很快就开始忘词儿，思路也断断续续。就这样过了1个多小时，观众们面面相觑，中间倒是有几次让大家松口气的间歇，诸如他把歌手彼得·加布里埃尔请上台演示一个新的音乐软件的时候，他还指出了坐在第一排的穆罕默德·阿里。这位拳王按计划是要上台推荐一个关于帕金森综合征的网站，可是阿梅里奥一直没请他上台，也没解释他为什么在场。阿梅里奥啰嗦了2个多小时，最后终于把所有人都等着为之欢呼的人请上了台。乔布斯大步跨上舞台，自信而有型，魅力四射，跟阿梅里奥的笨手笨脚形成了鲜明对比。卡尔顿写道，即使是猫王归来，也不会引起比这更大的轰动。观众纷纷起立，震耳欲聋的掌声持续了超过1分钟，杂乱无章的10年就此终结。最后他挥手请大家安静，直入主题。我们要再创辉煌，他说。Mac 10年来没有什么进步，所以 Windows 赶上来了，我们必须拿出一个更好的操作系统。乔布斯鼓舞人心的演讲本可以作为结束语，弥补阿梅里奥的可怕表现。不幸的是，阿梅里奥又回到舞台上，继续嘟嘟囔囔了1个小时。最后活动开始后过了3个多小时，阿梅里奥终于准备结尾，再次请乔布斯上台。然而出乎意料的把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也请了上来，现场又是一阵骚动。但是乔布斯显然反感这样的安排，他不想参与这样3个人举起手臂庆祝胜利的一幕，于是他慢慢地躲到了后排。他无情地破坏了我策划的落幕式，阿梅里奥后来抱怨，他个人的感觉比苹果的媒体形象更重要。这是苹果刚刚进入新纪元的第7天，一切就已经很显然，权力的中心再也难以保持不变了。乔布斯立即开始把他信任的人安排到苹果的高层位置。我想确保来自 Next 的真正优秀的人不会被当时在苹果担任高级职位的没那么优秀的人从背后捅刀子。他回忆说，曾经赞同苹果选择散公司 Solaris 系统而不是 Next 的埃伦·汉考克，在乔布斯的笨蛋名单上位列前茅，尤其是他仍然想在苹果的新操作系统中采用 Solaris 的核心技术。当一个记者问他在这一抉择中乔布斯将扮演什么角色时，他草率地回答，没有角色。他错了，乔布斯的第一步动作就是确保用他从 Next 带来的2个朋友接替他的职责。他指定他的好朋友阿维·泰瓦尼安负责软件工程，硬件方面他找来了乔恩·鲁宾斯坦。当年 Next 还有硬件部门时，鲁宾斯坦担任同样的职务。当乔布斯直接给他打电话时，他正在英国的斯凯岛度假。苹果需要帮助，乔布斯说，你想加入吗？鲁宾斯坦的确很想，他及时赶回来参加麦克沃特大会，也看到了阿梅里奥在台上的出丑表现，形势比他预想的还糟。他和泰瓦尼安常常在会议中交流眼神，感觉仿佛是误入了精神病院。大家都在说着疯话，而阿梅里奥坐在桌子那头，一副神志不清的模样。乔布斯不经常来办公室，但是他经常给阿梅里奥打电话，
一旦他成功的把泰瓦尼安、鲁宾斯坦等他信任的人安插在高管位置上后，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杂七杂八的产品线。他的眼中钉之一就是牛顿，这是一款手持个人电子设备，宣称有很好的手写识别率。其实它也并非如大家玩笑中的以及杜斯别里家族连环画里说的那么糟糕，但是乔布斯讨厌它。他很鄙视用手写笔在屏幕上写字的想法。上帝给了我们10支手写笔，他会挥舞着他的手指说，我们不要再多发明一个了。再加上乔布斯把牛顿看作约翰斯卡利的主要发明，是斯卡利最喜爱的项目，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在乔布斯的眼里永无出头之日。你应该把牛顿砍掉。一天他打电话给阿梅里奥说，这是个毫无来由的建议。阿梅里奥难以接受，什么意思砍掉？他说，史蒂夫，你有没有概念，那得要花多少钱？停产核销处理掉。乔布斯说，花多少钱不重要，如果你把它处理掉，人们会为你喝彩。我仔细研究了牛顿，他是能赚钱的。阿梅里奥说，我不支持把它处理掉。然而到5月份，他宣布了分拆牛顿部门的计划，之后经过长达1年磕磕绊绊的跋涉，他的生命走向终结。泰瓦尼安和鲁宾斯坦会到乔布斯家里向他汇报公司的情况。很快，硅谷的大部分人都知道了乔布斯在暗中削弱阿梅里奥的权利。这倒并不是场处心积虑的权谋之战，只是乔布斯的自然之举。控制欲是他骨子里的本性。路易斯·基欧就是阿梅里奥在12月宣布乔布斯回归时便有此预见。向他们2人提问的那位《金融时报》记者，率先就此写了文章。乔布斯先生已经开始垂帘听政。他在2月底如实报道，据说他正在指导苹果决定哪些业务应该砍掉。他们说，乔布斯先生已经催促一些前苹果员工回到公司，并强烈暗示说他在计划掌管大局。根据与乔布斯先生关系密切的一位人士所说，他已经认定阿梅里奥先生和他任命的人无法让苹果重现辉煌，他打算把他们替换掉，以确保他的公司得以生存。当月，阿梅里奥必须面对1年1度的股东大会，并解释为什么1996财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销售量比上年同期暴跌了 30%。 股东们在麦克风前排着队发泄他们的愤怒。阿梅里奥完全不知道自己把会议开得多么糟糕，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一次演讲。他后来得意洋洋地说。然而苹果董事长、杜邦公司前 CEO 埃德·伍拉德却听得大惊失色，这真是场灾难。他妻子听到一半时在他耳边说，伍拉德也这么认为。吉尔穿得很酷，可他看起来很蠢，说话也像个傻瓜。他回忆说，他答不上问题，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激发不了大家的信心。伍拉德拿起电话打给乔布斯，他们还从未见过面。他借口说想邀请他去特拉华州给杜邦公司的高管演讲，乔布斯婉拒了。但是据伍拉德回忆，那次邀请是个小伎俩，是为了能跟他讨论吉尔的问题。他把谈话引向那个方向，然后直截了当地问乔布斯对阿梅里奥是什么印象。伍拉德记得乔布斯当时比较谨慎，只是说阿梅里奥不适合现在的工作。而据乔布斯自己回忆，他当时更是直言不讳。我对自己说，我要不就告诉他实话，吉尔是个笨蛋，要不就避而不谈。他是董事会成员，我有义务告诉他我的看法。另一方面，如果我告诉他，他会告诉吉尔，那样吉尔就再也不会听我的了，而且还会把我带进苹果的那些人都灭掉。不到30秒钟，所有这些想法在我脑子里一一闪过。我最后觉得我应该告诉他真相，我非常在乎苹果，所以我就给他真相。于是我说，这家伙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 CEO。我想，假如做 CEO 也需要拿执照的话，他根本拿不到。等我挂上电话，我想，我可能刚刚做了件非常愚蠢的事儿。那年春天，甲骨文的拉里·埃利森在一次聚会上见到阿梅里奥，把他介绍给了科技记者吉娜·史密斯。他问苹果情况如何。你知道吉娜，苹果就像一条船，
阿梅里奥回答。船上满载着宝藏，但是船身有个洞，我的工作就是让所有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划船。史密斯看起来很迷惑地问，是的，但是那个洞怎么办？从那时起，艾利森和乔布斯就一直拿这个关于船的比喻开玩笑。拉里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吃寿司，我真是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乔布斯回忆说，他就是那样一个小丑，还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他坚持让所有人称呼他为阿梅里奥博士，以此提醒别人尊重他。财富杂志消息灵通的科技记者布伦特·施伦德认识乔布斯，并且熟悉他的想法。3月，他写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苹果的混乱局面。苹果计算机公司正步入危机，面对销售巨减、科技战略错乱、品牌价值流失等一系列问题，行动迟缓，手足无措。他已成为硅谷管理失控、说着科技呓语的典型代表。他写道，从权谋家的角度看，似乎乔布斯可能会策划接管苹果，尽管有好莱坞的诱惑。最近他在管理皮克斯，制作玩具总动员和其他电脑动画影片。又一次，艾利森公开表示想要对苹果进行恶意收购，然后让他最好的朋友乔布斯做 CEO。 乔布斯是唯一可以拯救苹果的人，他告诉记者们，只要他开口，我随时准备助他一臂之力。跟狼来了的故事一样，艾利森又一次发表的收购之语没有得到多少人关注，所以当月晚些时候，他告诉圣何塞水星报的丹·吉尔摩，他正在组建一个投资团，将融资10亿美元收购苹果的多数股票。苹果公司当时的市值约为23亿美元。这条消息公布当天，苹果的股票价格就飙升了11%，交易量巨大。更搞笑的是，艾利森还设立了一个电子邮箱 saveapple@us.oracle.com， 请公众投票，他是否应该将此举进行下去。艾利森最开始拟定的邮箱地址是 Save Apple， 拯救苹果，但是之后发现他们公司的邮件系统要求名称不能超过8个字母，只能改为 Save Apple。 乔布斯被艾利森给自己揽的活逗乐了，由于他还没想好如何回应这种做法，便对此避而不谈。拉里时不时会提起这个想法，他告诉一位记者，我试图解释过我在苹果的角色是个顾问。而另一方面，阿梅里奥却勃然大怒，他给艾利森打电话想斥责他，可是艾利森不接电话，所以阿梅里奥就给乔布斯打电话。乔布斯给他的答复模棱两可，但也半真半假。我确实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阿梅里奥，我认为这一切都疯了。然后他又说了句连半真都算不上的安慰话，你跟我交情很好。他说乔布斯本可以发表一个声明拒绝艾利森的想法，就能停止外界的猜测，但是让阿梅里奥非常烦恼的是，乔布斯没有这样做，他一直冷眼旁观，那既符合他的利益，也符合他的本性。阿梅里奥更大的麻烦在于，他失去了董事长埃德·伍拉德的支持。伍拉德是一位直率而明智的工程师，他懂得如何聆听。乔布斯不是唯一一个跟他谈到阿梅里奥缺点的人。苹果首席财务官弗雷德·安德森警告伍拉德，公司马上会违反与银行签订的保证条款。他还谈到了士气低落的问题。在3月的董事会上，其他董事变得焦躁不安，否决了阿梅里奥提出的广告预算。另外，媒体也不再支持阿梅里奥。商业周刊的封面标题以问句开场，苹果一盘散沙。红飞鱼杂志刊登了一篇编者案，大标题是吉尔·阿梅里奥请辞职。而连线杂志的封面上，苹果的标识变成了一颗神圣之心，带着金冠被钉在十字架上，标题是祈祷。波士顿环球报的麦克·巴尼克尔抱怨苹果多年来经营不善，写道，这些笨蛋怎么还在拿薪水？他们手里有着举世无双的让人亲近的电脑，却把它变成了1997年波士顿红袜队替补队员的技术水准。5月底，阿梅里奥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吉米·卡尔顿的采访，对方问他能否扭转外界认为苹果已陷入死亡螺旋的看法。阿梅里奥直视着卡尔顿的眼睛说，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乔布斯和阿梅里奥在2月份签订最终协议后，兴高采烈、蹦蹦跳跳地宣布：“你跟我要出去喝瓶好酒庆祝一下。”阿梅里奥提议从他的酒窖拿酒，带上夫人们一起庆祝。直到6月份，他们才敲定这个时间。尽管气氛日益紧张，他们还是过得很愉快。食物和酒恰如共进晚餐的人一样不搭。阿梅里奥带了一瓶1964年的白马庄和一瓶蒙哈谢，每瓶价值均在$300左右。而乔布斯选择了雷德伍德的一家素食餐厅，餐费总共$72。阿梅里奥的妻子后来评价说：“他真是有魅力，他夫人也是。”乔布斯可以随意地吸引别人，让人倾倒，而且他喜欢这样做。像阿梅里奥和斯卡利这样的人都愿意相信，既然乔布斯在向他们施展魅力，就意味着他喜欢和尊重他们。这会给人一种印象，有时对那些渴望奉承的人，他会给予不真诚的奉承。乔布斯可以轻易吸引他讨厌的人，而他伤害起他喜欢的人来，也同样是驾轻就熟。阿梅里奥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他和斯卡利一样渴望得到乔布斯的认可。的确，他连描述自己如何渴望与乔布斯搞好关系的用词都几乎跟斯卡利一样。当我为一个问题困扰时，我会跟他一起讨论。阿梅里奥回忆说，十有八九我们是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他情愿相信乔布斯真的尊重他。我敬佩乔布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感觉到我们正在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就在他们共进晚餐后不久，阿梅里奥的梦想就破灭了。他们谈判期间，阿梅里奥曾坚持乔布斯要持有他得到的苹果股票至少6个月，越长越好。这6个月的时限在6月份到期。当一笔150万股的大宗交易发生时，阿梅里奥给乔布斯打了电话：“我要告诉人们，那些出手的股票不是你的。”他说：“记住，你我之间有个共识，你要出手之前会先通知我们。”没错，乔布斯回答。阿梅里奥把这个答复理解为乔布斯没有卖出他的股票，于是发表了一个声明予以否认。可是直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申报文件时，才发现乔布斯确实卖掉了他的股票。该死，史蒂夫，我直接问过你，你说不是你。乔布斯告诉阿梅里奥说，他卖股票是因为一时对苹果该往何处去感到沮丧，而他不想承认是因为他有点尴尬。多年以后，当我问起他时，他只是说，我不觉得我需要通知吉尔。为什么乔布斯要在他是否卖了股票的问题上误导阿梅里奥呢？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乔布斯有时候会回避事实。哈特穆特·索南菲尔德曾经这样描述亨利·基辛格，他撒谎不是因为那符合他的利益，而是出于天性。乔布斯生性就喜欢误导人，或者有时候故作神秘，只要他觉得有理由。而另一方面，他有时也会诚实的近乎残忍，讲出那些我们大多会粉饰或隐瞒的事实。撒谎和实话实说都只是他那尼采式的人生态度的2个侧面，一般规律对他不适用。阿梅里奥出局，乔布斯拒绝澄清拉里·埃利森的收购说法，又秘密地卖掉了他的股票，而且还不认账。阿梅里奥终于开始相信乔布斯是冲着他来的了。我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我太愿意、太渴望相信他是跟我站在一起的。阿梅里奥后来回忆说，史蒂夫操纵我出局的计划在一步步向前推进。乔布斯确实是一有机会就说阿梅里奥的坏话，他无法控制自己，而且他的批评还是实话。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让整个董事会开始反对阿梅里奥。弗雷德·安德森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苹果岌岌可危的状况告知埃德·伍拉德和董事会。是弗雷德告诉我现金短缺，员工在流失，还有更多的重要员工在考虑离开。伍拉德说，他讲得很清楚，这艘船很快就要搁浅，甚至他自己都在考虑离开。伍拉德看到阿梅里奥在股东大会上的拙劣表现后，本来就已经在担心，听了弗雷德的话之后就更加忧心忡忡。伍拉德请高盛研究出售苹果公司的可能性，但是这家投行说不太可能找到一家合适的战略投资者，因为苹果的市场份额已经降得太低了。在6月的一次董事会执行会议上，
阿梅里奥不在场时，伍拉德对当时的董事讲述了他对形势的判断。如果我们继续让吉尔担任 CEO， 我想只有 10% 的机会可以避免破产。他说，如果我们解雇他并说服史蒂夫接任，我们有 60% 的机会生存下去。如果我们解雇吉尔而史蒂夫又不来，就必须找一个新的 CEO， 那我们有 40% 的机会幸存。董事会授权他去问乔布斯是否愿意回来，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要在7月4日国庆假期召开董事会紧急电话会议。伍拉德和妻子飞去伦敦，计划在那儿观看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白天他看看网球，晚上就在公园酒店他的套房里给美国的相关人士打电话，因为那正是美国的白天时间。到他离开时，他的电话费账单高达$2000。他首先给乔布斯打了电话，告诉他董事会将解雇阿梅里奥，并希望乔布斯回来担任 CEO。 乔布斯虽然一直百般嘲弄阿梅里奥，并在苹果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上努力推行自己的想法，但是当这个职位突然摆在眼前时，他却变得扭捏起来。我会帮忙的，他回答说。作为 CEO？ 伍拉德问。乔布斯说不是。伍拉德力劝他至少担任执行 CEO， 乔布斯又拒绝了。我会当顾问，他说，不拿工资。他还同意成为董事会成员，这是他曾经渴望的，但是婉拒了做董事长的要求。现在我只能付出这么多，他说。谣言流传开以后，他通过邮件给皮克斯员工发了一份备忘录，安慰他们说他没有抛弃他们。3周前，我接到苹果董事会的电话，让我回苹果去做 CEO， 他写道。我拒绝了。然后他们又让我做董事长，我也拒绝了。所以别担心，那些疯狂的谣言只是谣言，我没有离开皮克斯的计划，你们甩不掉我。为什么乔布斯不抓住这个机会？为什么他会不想接受这个他似乎已渴望了20年的岗位？当我问他这些问题时，他说，我们刚刚把皮克斯做上市，我很高兴在那儿做 CEO。 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同时做2家上市公司的 CEO， 即使是临时的。我甚至不确定那是否合法，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或我想怎么做。我很喜欢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我左右为难。我知道苹果的情况一团糟，所以我想，我愿意放弃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方式吗？皮克斯的股东们会怎么想？我跟一些我尊重的人进行讨论，最后在一个周6的早晨给安迪·格鲁夫打电话，实在太早了。我给他列举好处和坏处，说到一半，他打断我说，史蒂夫，我才不在乎苹果会怎么样。我愣住了。就是在那个时刻，我认识到我是在乎苹果的。我创建了它，它的存在对世界是件好事儿。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暂时回去帮他们招聘 CEO。 实际上，皮克斯的员工们很高兴乔布斯可以少一点时间在公司。他们私下有时甚至公开表示，他们很兴奋现在苹果要占用乔布斯的时间了。埃德·卡特穆尔曾是个不错的 CEO， 他很容易就可以重操旧业，正式或非正式地接管公司。至于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乔布斯是注定永远不可能获得年度最佳父亲奖的。哪怕在他有大把空闲时间的时候，他在给予孩子关注方面有所进步，尤其是对李德。但是他主要的关注点还是他的工作。他对2个小女儿经常表现冷淡，跟 Lisa 又再度疏远。作为一个丈夫，也常常是脾气暴躁。那么他在接管苹果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尽管他非常固执，并且永远有强烈的控制欲，但是当他对某件事感觉不确定时，他也会迟疑并有所保留。他苛求完美，并不太善于退而求其次或适应可行的方案。他不喜欢处理复杂的事物，也不想委曲求全。无论是产品设计还是房子装修，都是如此。在涉及个人承诺时也是这样。如果他明确知道一个行动是正确的，没人能阻止他。但如果他有怀疑，他有时就会退缩，倾向于不去想那些并非完全适合他的事情。就像当初阿梅里奥问他想担任什么角色时那样，乔布斯会一言不发，对那些让他不舒服的状况视而不见。这种处事态度的部分缘起是他倾向于认为所有事都是非黑即白的。
一个人不是英雄就是蠢材，一个产品不是奇迹就是垃圾。但是他可能会对更加复杂、不清晰或差别不明显的事情表现出困惑，结婚、买沙发，亦或是承诺经营一家公司。另外，他也不想做注定失败的事情。我想史蒂夫是想评估一下苹果是否可以被挽救，弗雷德·安德森说。伍拉德和董事会决定继续向前推进，解雇阿梅里奥，即使乔布斯还不确定作为顾问他将承担多少职责。当伍拉德从伦敦打来电话时，阿梅里奥正要跟妻儿以及孙子孙女们一起去野餐。我们需要你退位，伍拉德简单地说。阿梅里奥回答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合适时间，但是伍拉德认为他必须要坚持。我们将会宣布要把你换掉。阿梅里奥还想反抗。记得吗，埃德？我当初告诉董事会需要3年时间让这家公司重新站起来。他说，现在我连一半还没走到。董事会认为我们不想再继续讨论了，伍拉德回答。阿梅里奥问，都有谁知道这个决定？伍拉德实话实说，董事会其他成员加上乔布斯。史蒂夫是我们讨论这件事的人之一，伍拉德说。他的观点是你是个好人，但是你对计算机行业了解的不多。你们怎么会在做这样的决定时把史蒂夫扯进来？阿梅里奥生气地说。史蒂夫连董事会成员都不是，他到底为什么会参与这样的讨论？但是伍拉德没有让步，阿梅里奥挂上电话，继续跟家人去野餐，之后才告诉他妻子。乔布斯时常会有一种奇怪的表现，一会儿浑身是刺儿，一会儿又渴望交流。对此，他常常完全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他可以跟人绝交，再也不想跟他们讲话，但是有时他也会有自我辩白的冲动。所以那天晚上，阿梅里奥接到乔布斯的电话，很惊讶。吉尔，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今天跟埃德谈了这件事儿，我真的感觉很糟糕。他说，我想让你知道，我跟局势的这些变化完全没有关系，那是董事会做出的决定，但是他们问了我的意见。他告诉阿梅里奥，他尊重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正直的人，然后又主动给出了一些建议。休6个月的假，乔布斯告诉他，当年我被踢出苹果时，立即开始了新的工作，后来很后悔，我真应该好好享受那段时间。他说任何时候阿梅里奥如果需要建议都可以来找他。阿梅里奥非常惊讶，稀里糊涂地表达了谢意，便挂掉了电话。阿梅里奥跟妻子转述了乔布斯的话，很大程度上我还是喜欢这个人，但是我不信任他。他告诉他，我以前完全被史蒂夫给骗了。他说，我真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不光你一个人这么想，他说。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当时是公司的非正式顾问，知道乔布斯要回来，他很兴奋，他轻易地宽恕了他。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因为不管你对史蒂夫怎么看，他就是知道如何重现魔力。乔布斯战胜了阿梅里奥，他毫不奇怪。正如不久以后他对连线杂志所说的，吉尔·阿梅里奥遇到史蒂夫·乔布斯，比赛就已经有了胜负了。周一，苹果的高级雇员被召集到礼堂，阿梅里奥看起来很平静，甚至很放松。很遗憾地通知大家，我离开的时间到了。他说，接下来轮到接受了临时 CEO 职务的弗雷德·安德森讲话。他明确表示，他会在乔布斯的指导下工作。这样，自从整整12年前7月4日那个周末丧失大权后，乔布斯重新登上了苹果的前台。事实很明显，无论是否愿意公开承认，或甚至向他自己承认，乔布斯都即将控制大局，而不仅仅是当个顾问。那一天他一登上舞台，穿着短裤、运动鞋和他标志性的黑色高领衫，就开始努力让他热爱的这家公司重现活力。好了，告诉我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下面有人窃窃私语，乔布斯打断了他们。是产品出了问题，他回答。那么产品出了什么问题？下面又有些人尝试回答。乔布斯给出了正确答案。产品糟透了，他嚷道。他们不再性感了。伍拉德成功地说服乔布斯同意，他担任的这个顾问将是个很活跃的角色。
乔布斯批准了一个声明，说他已经同意在苹果深度工作90天，帮助他们直到他们找到新的 CEO。 而伍拉德在这个声明里用了个巧妙的说法，乔布斯回来做一个统领团队的顾问。乔布斯搬进了行政楼层董事会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明显地避开阿梅里奥在角落里的大办公室。他参与到公司业务的所有方面，产品设计、业务整合、供应商谈判以及广告代理商评估。他还认为必须止住苹果高层员工的流失，所以他决定要给他们的股票期权重新定价。苹果股票已经跌了太多，期权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乔布斯想降低行权价格，这样期权就又有价值了。当时在法律上行得通，但是不被认为是良好的公司行为。在回到苹果的第一个周四，乔布斯召集了董事会电话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董事们犹豫不决，他们要求用点时间做一下法律和财务研究，看看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这事儿必须要尽快做。乔布斯告诉他们，我们的人才正在流失。即使是他的支持者，时任薪酬委员会主席的埃德伍拉德也表示反对。在杜邦公司，我们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儿，他说。你们是让我来解决问题的，而人才是问题的关键，乔布斯争论道。当董事会建议进行一项可能会耗时2个月的调研时，乔布斯爆发了。你们疯了吗？他问。他默默地停顿了很久，然后继续说，诸位，如果你们不愿这样做，我下周一就不回来上班了，因为我将面临成千上万个比这困难得多的决定要做。如果你们在这样的决定上都不支持我，我注定会失败。所以如果你们不批准，我就辞职。你们可以怪到我头上，你们可以说史蒂夫没准备好做这份工作。第二天，经过与董事会磋商，伍拉德给乔布斯打电话，我们准备批准这项计划，他说。但是一些董事会成员并不喜欢他，我们感觉好像你在拿枪顶着我们的脑袋。最高层员工的期权被重新定价为 13.25 美元，乔布斯一份期权也没有。这是阿梅里奥被解雇当天的股票价格。本应宣告胜利并感谢董事会，乔布斯却继续不满于必须向一个自己并不敬佩的董事会汇报。停车吧，这样下去不行。他告诉伍拉德，这家公司岌岌可危，我没时间哄董事会开心，所以我需要你们全都辞职，要不然我就辞职，下周一不回来上班了。只有一个人可以留下，他说，那就是伍拉德。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大吃一惊，乔布斯还没承诺回来全职工作，或是承担比顾问更多的角色，居然就觉得自己有权逼迫他们离开。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他的确有这个权利。他们无法忍受乔布斯愤然离开，况且继续做苹果董事会成员的前景，当时对他们来说也不是那么诱人。在他们经历了那一切后，大多数人都很高兴终于得以解脱，伍拉德回忆说。董事会又一次默许了，他们只提了一个要求，可否除了伍拉德之外再多留一位董事，那样看起来好一些。乔布斯同意了。那是个糟糕的董事会，是个可怕的董事会，他后来说。我同意留下埃德伍拉德和一个叫张振中的家伙，那家伙没什么作为，他不算太差，就是个普通人。但是伍拉德是我见过的最棒的董事会成员，他是个杰出的人，是我遇到过的最可信赖的、最明智的人之一。在被要求辞职的人中，还有麦克马库拉。1976年，作为一个年轻的风险投资家，他造访了乔布斯的车库，爱上了工作台上那台新生的计算机，提供了25万美元的贷款，成为第3个合伙人以及新公司1/3股权的所有者。在之后的20年间，他一直是董事会成员，迎来送往了很多位 CEO。他曾经是乔布斯的支持者，但是也跟他爆发过冲突。最显著的一次就是1985年的紧要关头，他站在了斯卡利一边。现在乔布斯回归，他知道自己离开的时间到了。乔布斯可以很尖刻冷漠，尤其是对惹怒他的人，但他对那些早年跟他并肩作战的人也会很有感情。沃兹尼亚克当然就属于这一类，虽然他们后来各奔东西，
还有安迪·赫兹菲尔德和麦克团队的其他一些人。最终，麦克马库拉也被归到了这一类。我曾深感遭到背叛，但是他就像我的父亲，我一直都很在乎他。乔布斯后来回忆说，因此当要让马库拉从苹果董事会辞职时，乔布斯一个人开车去他在伍德塞德山间城堡一样的豪宅，亲自向他说明。如往常一样，他建议出去散步，他们带着野餐桌踱步到一片红杉林。他告诉我，他想要一个新的董事会，因为他想从头开始。马库拉说，他担心我会难以接受，我没有，他才松了口气。接下来的时间，他们探讨了苹果未来的发展重点。乔布斯雄心勃勃地想建立一家可以长盛不衰的公司。他问马库拉如何实现，马库拉回答说，长盛不衰的公司都知道如何重塑自我，惠普就是在不断这样做。他以生产小仪器起家，后来成为生产计算器的公司，再后来成为生产计算机的公司。苹果在个人电脑领域被微软挤出了局。马库拉说，你必须重塑公司，做点其他东西，比如其他消费品或电子设备，你必须化蛹成蝶，完全彻底的蜕变。乔布斯没多说什么，但是他同意这一观点。原董事会在7月底开会批准换届。绅士风范的伍拉德看到乔布斯穿着牛仔裤运动鞋来参加会议，不禁略微吃惊，而且他担心乔布斯会责怪原董事会成员把事情搞砸了。但是乔布斯只愉快地说了声嗨，大家好，他们就开始投票接受辞职，把乔布斯选入董事会，还授权伍拉德和乔布斯寻找新的董事会成员。不出所料，乔布斯的第一个人选是拉里·埃利森。埃利森说他愿意加入，但他讨厌参加会议。乔布斯说他只要来参加一半的会议就行。过了一阵子，埃利森就只参加1/3的会议了。乔布斯找来一张埃利森被《商业周刊》登在封面的照片，放大到真人大小，贴在一块硬纸板上，放在他的椅子上。乔布斯还找来了比尔·坎贝尔，他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负责苹果的市场部，然后卷入了斯卡利和乔布斯的斗争，最后站在了斯卡利一边。但是后来他变得特别讨厌斯卡利，因而乔布斯原谅了他。他现在是 Intuit 公司的 CEO， 也是经常跟乔布斯一起散步的朋友。我们坐在他家后院，坎贝尔回忆说，他就住在离乔布斯在帕洛奥图的家5个街区远的地方。他说他要回苹果了，希望我加入董事会。我说天哪，我当然愿意。坎贝尔曾在哥伦比亚做过橄榄球教练。据乔布斯说，他的伟大天才就是可以让2流球员发挥出1流水平。乔布斯告诉他，在苹果他可以跟1流球员一起工作。伍拉德帮忙请来了杰里·约克。约克曾经先后在克莱斯勒公司和 IBM 担任首席财务官。其他人选乔布斯考虑后都否决掉了，其中包括梅格·惠特曼，当时是孩斯堡公司的儿乐堡事业部总经理，还曾经担任迪士尼的战略规划师。1998年，他成为eBay的 CEO， 后来竞选加州州长，但并未成功。他们出去共进午餐，乔布斯又施展了他惯用的阅人即时2分法，不是天才就是笨蛋。惠特曼最后没有被他归到天才那一类，我觉得他就像根电线杆子一样木。他后来说，当然这并不准确。这些年来，乔布斯请到很多优秀的领导者加入苹果董事会，包括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基因泰克的亚瑟·莱文森、GEP 的 GQ 公司的米奇·德雷克斯勒，以及雅芳的钟斌贤。他一直确保他们是忠诚的，即使是对错误的忠诚。虽然他们都身居要职，但是有时他们似乎对乔布斯满心敬畏，而且很渴望取悦他。他一度邀请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加入苹果董事会。莱维特很激动，他在1984年就买了他的第1台 Mac 电脑，沉迷于苹果电脑，并以此为荣。他兴奋地造访库比蒂诺，跟乔布斯讨论他的角色。可是之后，乔布斯看到了一篇莱维特关于公司治理的演讲，其中的观点是董事会应该承担强势而独立的角色。乔布斯因此给他打电话，收回了邀请。亚瑟，
我想你在我们董事会里不会快乐，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邀请你了。莱维特说，乔布斯当时这样告诉他。坦率地讲，我认为你提出的那些观点虽然对有些公司合适，但确实不适合苹果的文化。莱维特后来写道，我很受打击。很显然，苹果的董事会不是为了独立于 CEO 形式而设计的。波士顿麦克沃尔大会1997年8月，员工们收到了宣布苹果股票期权重新定价的备忘录，上面是这样签署的：史蒂夫和管理层。很快，众人皆知他在主持公司所有的产品评估会议，再加上其他一些乔布斯在深度参与苹果业务的迹象，7月份苹果的股票价格就被从13美元推升到20美元。1997年8月，苹果的忠实拥护者聚集在波士顿的麦克沃尔的大会，现场极其火爆，超过5000人早来了好几个小时，涌进公园广场酒店的城堡会议厅，等待乔布斯的主题演讲。他们要亲眼见证他们的英雄归来，也要看看他是否真的准备好再次成为他们的引路人。当乔布斯1984年的照片出现在头顶的大屏幕上时，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史蒂夫，史蒂夫，史蒂夫！甚至是主持人还在介绍他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呼喊。当他最终跨上舞台，穿着黑色背心、无领白衬衫、牛仔裤，带着顽皮的微笑，现场的尖叫声和闪光灯组成的场景堪比任何摇滚明星的出场。他首先提醒了观众他的正式职务：我是史蒂夫·乔布斯，皮克斯的主席和 CEO。 他这样自我介绍，大屏幕上还播放了一页幻灯片予以展示说明。现场稍微安静了下来，然后他解释了自己在苹果的角色：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在一起努力帮助苹果更新健康起来。但当乔布斯在舞台上走来走去，用手中的遥控器播放着头顶屏幕上的幻灯片时，显而易见，他现在掌管着苹果的大权，而且很可能会一直如此。他的演讲细致入微，不用讲稿，并解释了为什么苹果的销售额在过去的2年间下滑了 30%。 苹果有很多出色的人才，但是他们在做错误的事情，因为计划本身就错了。他说，我发现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想去支持一个好的发展战略，但这样的战略没有出现。观众又爆发出尖叫、口哨和欢呼声。在演讲的过程中，他的热情越来越强烈地奔涌而出。当说到苹果应该怎么做时，他开始说我们和我，而不是他们。我认为你们要买苹果电脑时要用独特的思维方式，他说。买苹果电脑的人就是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代表了这个世界的创新精神，他们要去改变世界，我们为这种人制造工具。当他强调那个句子中的我们时，双手环成杯形，手指点着自己的胸脯。然后在结束语中，当他谈到苹果的未来时，也一直在强调我们这个词。我们也要用不同的思维方式为那些从开始就购买我们产品的人服务，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们是疯子，但是在那种疯狂中，我们看到了天才。全场掌声雷动，人们都站起来，满怀敬畏地互相看着，有人还在擦拭脸上的泪水。乔布斯清楚地表明，他和苹果的我们是一体的。微软合约。1997年8月，乔布斯在麦克沃尔的大会上演讲的高潮部分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公告，并同时登上了《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在演讲即将结束时，他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用平缓些的语气说：苹果生存在一个生态系统里，它需要其他伙伴的帮助。在这个行业里，破坏性的关系对谁都没有好处。为了渲染效果，他又停顿了一下，然后解释道：我要宣布，我们今天新的合作伙伴之一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合作伙伴，它就是微软。微软和苹果的标识同时出现在屏幕上，观众们顿时惊呆了。苹果和微软已经在各种版权和专利问题上争斗了10年。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微软是否剽窃了苹果图形用户界面的外观和感觉。1985年，乔布斯刚被苹果解职，约翰斯卡利就签订了一个投降条约。
微软可以在 Windows 1.0 上使用苹果的图形用户界面。作为回报，微软保证2年内 Excel 只用于 Mac。1988年，微软推出 Windows 2.0 之后，苹果提起诉讼。斯卡利声称1985年的合约不适用于 Windows 2.0。而且后来微软对 Windows 所做的改进，例如抄袭比尔·阿特金森发明的窗口截取算法，更是赤裸裸的侵权。到1997年，苹果已经输掉了那场官司及若干上诉，但是旧诉讼的余波和新诉讼的威胁一直存在。另外，克林顿总统的司法部也正准备对微软发起大规模的反垄断诉讼。乔布斯把首席检察官乔尔·克莱因请到帕洛奥图，喝咖啡的时候，乔布斯告诉他，不要急着从微软收取巨额罚款，只要让他们陷在官司里就行，那样就会给苹果一个机会绕过微软，迂回进攻，开始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乔布斯解释说，在阿梅里奥时期，微软跟苹果已经全面摊牌，微软拒绝给未来的 Mac 操作系统开发 Word 和 Excel， 这可能会毁了苹果。替比尔盖茨说句话，他并不只是简单的小心眼儿，可以理解他会犹豫要不要投入的为未来的 Mac 操作系统做开发，因为似乎没有人，包括处于变化中的苹果领导层在内，知道那个新的操作系统会是什么样子。就在苹果收购 Next 以后，阿梅里奥和乔布斯一起飞去拜访微软，但是盖茨当时难以判断他们两个谁做主。几天以后，他私下给乔布斯打电话，嗨，这他妈是怎么回事？我是要把我的应用软件放在 Next 的操作系统上吗？盖茨回忆当时自己这样问道。乔布斯说了些吉尔是自以为是的话，盖茨回忆道。然后乔布斯暗示说，局面很快就会明朗起来。阿梅里奥的革职让领导权的问题得以部分解决，这时乔布斯首先打电话给盖茨。乔布斯回忆说，我给比尔打电话说我会扭转这个局面，比尔一直都对苹果很不起来，是我们让他进入了应用软件领域。微软的第一批应用软件就是为 Mac 开发的 Excel 和 Word， 所以我给他打电话说帮个忙。微软当时在侵犯苹果的专利，我说如果我们继续打官司，几年以后我们可以赢得10亿美元的专利罚金，这一点你知我知。但是如果那样的话，苹果反而撑不到那个时候，所以让我们想想如何立即解决这个争端。我所需要的就是微软承诺继续为 Mac 开发软件，并且微软要向苹果投资，这样微软也能从苹果的成功中获益。当我向盖茨复述乔布斯的话时，他确认内容非常准确。我们有一群人愿意做 Mac 的东西，而且我们喜欢 Mac。盖茨回忆说，他已经跟阿梅里奥谈判了6个月，而提案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这时史蒂夫进来说，嗨，那个交易太复杂了，我想要一个简单的，我想要个承诺，我想要笔投资。于是我们4个星期就搞定了。盖茨和他的首席财务官格雷格·马菲一起到帕洛奥图去设计合作框架。之后的下一个周日，马菲自己来处理细节。当他来到乔布斯家时，乔布斯从冰箱里拿了2瓶水，然后带马菲出去在帕洛奥图周围散步。他们都穿着短裤，乔布斯还光着脚。当他们在一座浸礼会教堂前坐下时，乔布斯直入主题。我们只关心2件事儿，他说，一个为 Mac 开发软件的承诺和一笔投资。虽然谈判进展很快，但是直到乔布斯在波士顿的 Macworld 大会做演讲前几个小时，合同的最终细节才得以确定。他在公园广场酒店城堡会议厅彩排时，手机响了。嗨，比尔，他说，他的声音在古老的礼堂回响。然后他走到一个角落里，小声说话，以防别人听见。这通电话打了1个小时，最后剩下的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比尔，感谢你对这家公司的支持。穿着短裤的乔布斯蹲在那儿说，我想世界因为有他会变得更好。在 Macworld 大会的主题演讲中，乔布斯介绍了跟微软合作的细节。一开始，那些忠实的苹果拥护者还发出叹息和嘘声。尤其让他们伤心的是，乔布斯宣布，作为和平条约的一部分，苹果决定把 IE 作为 Mac 的默认浏览器。全场嘘声一片。乔布斯迅速补充道，由于我们提倡选择自由，
我们也会提供其他浏览器。用户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改默认设置。台下爆发出一些笑声和零星的掌声，观众的反应开始转变，特别是当他宣布微软将向苹果投资 1.5 亿美元换取无投票权的股份。然而现场舒畅的气氛一下子被打乱了，因为乔布斯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在他的舞台生涯中很少出现的视觉效果和公共关系方面的错误。今天我恰巧有位卫星连线的特殊客人，他说，然后突然间比尔盖茨的脸出现在巨幅屏幕上，赫然耸现在乔布斯和整个礼堂面前。盖茨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亦或是傻笑，观众全都惊得目瞪口呆，紧接着嘘声和倒彩声响成一片。那个场景真是1984老大哥广告的残酷再现，你甚至会预计或希望一个女运动员会突然从过道跑出来，扔出锤子正中目标，让那画面消失掉。但那的确不是广告。对现场的嘲讽毫不知情的盖茨在位于西雅图的微软总部开始连线讲话。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做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一些工作，就是跟史蒂夫在 Mac 上的合作。他缓慢而庄重地说，声音尖细而单调。当他接下去开始兜售为 Mac 开发的新版微软 Office 软件时，观众安静下来，之后似乎开始慢慢地接受了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当盖茨说到新的 Mac 版 Word 和 Excel 在很多方面会比我们给 Windows 平台开发的版本更先进时，甚至还得到了一些掌声。乔布斯意识到盖茨的脸笼罩在他和观众们的头顶是个错误。我本来让他来波士顿，乔布斯后来说，那是我有史以来最糟糕最愚蠢的舞台设计。说他糟糕是因为那让我看起来很渺小，让苹果看起来很渺小，而似乎一切都掌握在比尔的手中。当盖茨看到此次活动的录像时，同样也觉得很尴尬。我并不知道我的脸在屏幕上会显得那么夸张，他说。乔布斯试图用一段即兴演讲来安抚观众。如果我们想进步并看到苹果好起来，我们必须放弃一些东西。他对观众说，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如果微软赢，苹果就必须输的观念。我想，如果我们想在 Mac 上使用微软 Office， 我们最好还是对开发它的公司表达一点谢意。微软的公告加上乔布斯的激情回归，给苹果打了一剂强心针。当天的交易日结束时，苹果股价飙升 6.56 美元，涨幅 33%， 收盘于 26.3 亿美元，是阿梅里奥辞职当天股价的2倍。这一天的暴涨让苹果的市值增加了 8.3 亿美元，公司从死亡边缘走了出来。第25章，非同凡响，爱 CEO 乔布斯，致疯狂的人。李克劳是 Charterday 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正是他为 Mac 电脑上市打造了震撼的广告片1984。1997年7月初的一天，他正驾车行驶于洛杉矶，这时车载电话响了，是乔布斯打来的。嗨，丽，我是史蒂夫。乔布斯说，你猜怎么着？阿梅里奥刚刚辞职了，你能过来一趟吗？苹果当时正在挑选新的广告代理商，而乔布斯还没有看到满意的，所以他希望克劳和他的公司，当时已经更名为 TBWA Charterday 来参与竞争。我们必须证明苹果仍然生机勃勃，乔布斯说，而且它仍然代表着与众不同。克劳说他不参与广告比稿。你知道我们的水平，他说。然而乔布斯开始恳求，他说很难拒绝其他参与比稿的广告代理，包括 BBDO 和阿诺国际传播，而直接启用老关系。克劳于是同意带一些创意脚本飞到库比蒂诺。回忆当年的那一幕，乔布斯潸然泪下，想到这件事儿就会让我哽咽，真的让我哽咽。显然李还是那么爱苹果，他不愧是最棒的广告人。当时他已经10年没有比过稿了，可他来了，他把他的心都掏出来了，因为他和我们一样爱苹果，是他和他的团队带来了这个无与伦比的创意，非同凡响，比其他人的要好上10倍。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现在一想到这个，我还是忍不住流泪。李那么在乎苹果，还有他那个棒极了的非同凡响。每当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种纯粹、一种精神与爱的纯粹之中，我就会忍不住掉眼泪。
这感觉就这么撞进了我的心，一下子抓住了我。当时就是这样，那种纯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给我看那些创意，我就忍不住哭了。每次一想到这个，我还是忍不住要哭。乔布斯和克劳一致认为苹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品牌之一，如果加上感情因素，可能排进前5名。但是需要让大家意识到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所以他们想要一个品牌形象宣传，而不是一系列突出产品的广告。其创意目的并不是赞美计算机可以做什么，而是赞美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在计算机的辅助下可以做什么。这不是在说处理器速度或者内存，乔布斯回忆说，而是在说创造力。他的目标受众不仅仅是潜在的客户，还包括苹果自己的员工。我们的苹果的员工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要回想起你是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想起你的偶像是谁。这就是那次宣传活动的缘起。克劳和他的团队尝试了很多种方式去赞美那些非同凡响的狂人。他们用希尔的歌曲《疯狂》，若不疯狂便会灭亡，做了一段视频，但是没能拿到这首歌的版权。之后他们又尝试了各种版本，用过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朗诵《未选之路》的录音，也用过罗宾·威廉姆斯在死亡诗社中的演讲录音。最终他们决定需要撰写原创的广告词，于是他们开始写初稿，开头就是致疯狂的人。乔布斯一如既往的要求严格，当克劳的团队飞过去给他看一个版本的广告词时，乔布斯冲着年轻的广告撰稿人爆发了。这是狗屎，他咆哮着，这是广告公司制造出来的垃圾，我恨他。这是那位年轻的撰稿人第一次见乔布斯，他站在那儿哑口无言，后来再也没有回去。但是那些能勇敢面对乔布斯的人，包括克劳和他的同事肯西格尔以及格雷格古本，成功地跟他一起创作了一段朗朗上口的广告词。在最初的60秒版本中，读起来是这样的：致疯狂的人，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认同他们，反对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寻常事物，他们推动人类向前迈进。或许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但他们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乔布斯认同其中的全部情绪，还亲自撰写了包括他们推动人类向前迈进的几句话。到8月初，麦克沃特大会在波士顿召开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版本。他向自己的团队进行了展示，他们都认为他还不够完善。但乔布斯在他的主题演讲中用上了这些概念以及非同凡响这个短语。一个绝妙的理念正在萌芽，他说，苹果品牌代表的是那些跳出固有模式进行思考的人，那些想用计算机帮助自己改变世界的人。他们争论了语法问题，如果非同是修饰词想，那应该以副词的形式出现，即想的不同。但乔布斯坚持说，他想要把非同当成名词来用，就像 think victory 思考胜利或 think beauty 思考美丽里的用法一样。同时这也体现了一种口语用法，诸如 think big 野心勃勃这类短语。乔布斯后来解释说，我们在推出它之前讨论了它的正确性。如果你想想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就知道它是合乎语法的，不是想同样的事，而是想不同的事。想一点不同的事，想很多不同的事，非同凡响。而想的不同，就表达不出我想要的意思。为了让人们联想到死亡诗社的精神，克劳和乔布斯想让罗宾·威廉姆斯朗读这段旁白。威廉姆斯的经纪人说威廉姆斯不做广告，于是乔布斯尝试直接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上了威廉姆斯的妻子，但他不让他直接和威廉姆斯通话，因为他知道乔布斯多么擅长说服别人。他们还考虑了玛雅·安吉洛和汤姆·汉克斯。那年秋天，在一场比尔·克林顿出席的筹款晚宴上，乔布斯把总统拉到一边，请求他打电话给汉克斯，说服汉克斯来做这件事儿。但是总统搁置否决了这个请求。最终他们选定了理查德·德莱福斯，
他是位忠实的苹果迷。除了电视广告，他们还创造了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系列平面广告，每则广告都有一个标志性历史人物的黑白肖像。除此之外，只有角落里的苹果标识和广告语非同凡响。更酷的是，这些肖像都没有说明文字。其中有些人，爱因斯坦、甘地、列侬、迪伦、毕加索、爱迪生、卓别林、马丁·路德·金很容易辨认，但是另一些就不那么容易叫出名字，需要加以猜测或询问别人那是谁。玛莎·格莱姆、安塞尔·亚当斯、理查德·费曼、玛利亚·卡拉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詹姆斯、沃森、阿梅利亚·埃尔哈特，这些人大都是乔布斯心目中的偶像，他们都富有创造性，敢于冒险，不惧失败，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与众不同的事情。作为一个摄影迷，乔布斯亲自参与照片筛选，确保为偶像们选到完美的肖像。这张甘地的照片不对劲儿，有一次他对克劳发火，克劳解释说，那张由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拍摄的甘地在纺车边的著名照片，肖像版权归时代与生活图片社所有，不能被用于商业用途。于是乔布斯给时代公司的主编诺曼·珀尔斯坦打电话，软磨硬泡的让他破了一次例。他打电话给尤尼斯·施赖弗，说服他的家族同意公开一张他哥哥鲍比·肯尼迪在阿巴拉契亚山间旅行的照片，他很喜欢那一张。他还亲自跟吉姆·汉森的孩子们沟通，拿到了这位已故提线木偶剧演员的最合适的照片。他同样给小野洋子打电话，要一张他已故丈夫约翰·列侬的照片，他给他寄了一张，但那不是乔布斯最喜欢的。在广告投放之前，我在纽约去了一家我喜欢的日本小餐馆，并告诉他我会在那里。他回忆说，当他到达时，小野洋子来到他面前，这张好一些，他说着递给他一张信封。我想我会见到你，所以我就随身带着这个。这就是那张他和约翰拿着花一起坐在床上的经典照片。苹果最终使用的也正是这张照片。我能看出来约翰为什么会爱上他，乔布斯回忆说。理查德·德莱福斯朗读旁白的效果很好，但是里克劳有了另一个想法，如果乔布斯自己读这段话外音会怎么样？你得明白，克劳对他说，你应该这样做。于是乔布斯坐进录音室，试录了几次，很快就完成了一条录音，大家都很喜欢。当时的想法是，如果用它，他们不会告诉大家是谁在说这些话，就像他们不给偶像们的肖像配说明文字一样。最终人们会猜出那是乔布斯。使用你的声音效果会非常强烈，克劳说，这是一种表明你再次拥有这个品牌的方式。乔布斯无法决定用自己的声音还是仍然用德莱福斯的版本。最后到了广告必须提交给电视台的那晚，他将在《玩具总动员》的电视首映式上播出。这是个合适的时机。一如既往，乔布斯不喜欢被强迫做出决定。最后他告诉克劳，2个版本都发出去，这样他就可以思考到早上再决定。到了早上，乔布斯打电话告诉他们用德莱福斯的版本。如果用我的声音，人们发现后会觉得那是关于我的广告。他告诉克劳，可能不是，那是关于苹果的。自从离开了苹果农场之后，乔布斯就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反主流文化的孩子。这个定义也延伸到了苹果公司。在非同凡响和1984等广告中，他利用对苹果品牌的定位，重申了自己的叛逆性格。尽管当时他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了，这也让婴儿潮一代的其他人和他们的孩子纷纷效仿。从他年轻时，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有无比强烈的直觉，知道他想让他的品牌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克劳说，极少有其他公司或领导者，可能根本没有，敢于把他们的品牌跟甘地、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毕加索联系在一起。乔布斯能够鼓励人们定义自己，作为反企业的、富有创造性的、敢于创新的叛逆者，而且只通过使用什么电脑就实现了这种定义。史蒂夫创造了科技行业唯一一个时尚生活品牌。拉里·艾利森说，人们会因为拥有某些品牌的汽车而骄傲，
保时捷、法拉利、普锐斯，因为我开什么车能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是什么样的人。人们对苹果的产品有同样的感受。从非同凡响宣传活动开始，乔布斯会在每周三下午跟他的主要代理商、营销部门和公关部门开3个小时的自由讨论会，探讨广告战略。这个惯例在乔布斯与苹果公司的岁月里一直延续了下去。地球上再没有哪个 CEO 像史蒂夫一样对待市场营销，克劳说。每周三，他都在审定新的电视广告、平面广告和广告牌。会议结束时，乔布斯常常带克劳和他的2个同事邓肯·米尔纳和詹姆斯·文森特一起去苹果戒备森严的设计工作室看开发中的产品。当他向我们展示正在开发的东西时，会变得激情澎湃。文森特说，乔布斯在产品创作过程中就和营销专家们分享他的激情，可以确保他们制作的每一个广告中都灌输了他的情感。ICEO。 当非同凡响广告的制作接近尾声时，乔布斯自己想了些不同的事儿。他决定正式接手公司经营，至少是暂时性的。自从10周前阿梅里奥离职后，他一直都是头顶顾问名号的实际领导者。弗雷德·安德森只是名义上的临时 CEO。1997年9月16日，乔布斯宣布他将接手这个职务。临时 CEO 这一名称也自然被缩写成了 ICEO。 他的承诺显得没什么把握，不领薪水也不签合同，但是他的行动却没有丝毫踌躇，他掌管一切，唯我独尊。那个星期，他把高层管理人员和员工召集到苹果的礼堂开会，会后给他们提供啤酒和速食野餐，庆祝他的新角色和公司的新广告。他穿着短裤，光着脚在园区走来走去，满脸胡茬。我回来差不多10个星期了，工作非常辛苦，他说，看起来疲惫，但很坚定。我们做的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是在努力回到好产品、好营销和好分销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上来。苹果已经忘了怎么把最基本的东西真正做好。接下来几个星期，乔布斯和董事会一直在寻找一位正式的 CEO， 有很多人选浮出水面，柯达的乔治 ·MC 费希尔， IBM 的萨姆·帕尔米萨诺，Sun 公司的埃德赞德。但是可以理解，如果乔布斯一直是个活跃的董事会成员，大多数人选都会对这份差事犹豫不决。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赞德拒绝做候选人，因为他不想让史蒂夫总是窥探他，质疑他的每一个决定。有一次，乔布斯和艾利森捉弄了一个应聘该职位的愚蠢的计算机顾问，他们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说他被选中了。后来这事儿登在报纸上，而他们只是在戏弄他，搞得既好笑又尴尬。到12月，很明显乔布斯的 ICEO 地位已经从过渡性的转变为无限期的。随着乔布斯继续管理公司，董事会悄悄搁置了 CEO 的遴选。我回到苹果，在招聘机构的帮助下，花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想要聘请一位 CEO。 他回忆说，但是他们没找到合适的人，所以我最终留了下来。苹果当时的糟糕状况无法吸引任何人才加盟。乔布斯面临的问题是，同时管理2家公司是极其艰难的。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健康问题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很艰苦，非常艰苦，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段时间。我的家庭生活刚刚开始，我还有皮克斯。我早上7点上班，晚上9点回家，孩子们都已经睡了。我不能说话，是真的不能，我精疲力竭，我无法跟劳伦说话。我能做的事情只有看半个小时电视，浑身瘫软的坐在那里，什么也干不了。我开着辆黑色的保时捷敞篷车，在皮克斯和苹果之间奔忙，那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开始有肾结石，我会匆匆忙忙地赶去医院，医生给我屁股上打1针杜冷丁，我才能熬过去。尽管这样的日程安排让乔布斯饱受折磨，但是他在苹果工作的越深入，就越发意识到自己无法离开。在1997年10月的一次计算机展销会上，迈克尔·戴尔被问到，如果他是史蒂夫·乔布斯并接管了苹果，会怎么做？戴尔回答说，我会关闭公司，把钱还给股东。
乔布斯怒气冲冲地给戴尔发了封邮件。CEO 应该是有些档次的。邮件中写道：我能看得出你不那么想。乔布斯喜欢通过树敌来鼓舞他的团队，他对 IBM 和微软都这样做过，对戴尔也是如此。他召集管理层启动一个为制造和销售设计的按订单生产系统时，把迈克尔·戴尔的照片放大放在屏幕上，还在他脸上画了个靶子。我们来找你麻烦了，老兄，他说道。他的队伍一阵欢呼。他的动力源泉之一就是要打造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12岁那年，他在惠普公司做暑期兼职时就学习到，一家妥善经营的公司能够大量催生创新，远胜于任何一个有创造性的个人。我发现有时最好的创新就是你组织一家公司的方式。他回忆说，如何建设一家公司，这整个概念都让人着迷。当我有机会回到苹果时，我意识到如果没有这家公司，我就毫无价值。因此我决定留下来重新建设它。消灭兼容机。关于苹果的激烈争论之一，就是它是否应该更积极地把操作系统授权给其他电脑厂商，就像微软授权 Windows 那样。沃兹尼亚克从一开始就赞成这种做法。我们有最漂亮的操作系统，他说，但是要想拥有这个系统，你必须花双倍的钱来购买我们的硬件，那是个错误。我们本应做的是计算一个合适的价格来授权这个操作系统。艾伦·凯是施勒帕克中心的明星，他1984年加入苹果，也致力于实现 Mac 操作系统软件的开放授权。软件人员总是要在多平台上工作的，因为你想让软件在各种机器上运行。他回忆说，同时那也是一场重大的战役，很可能也是我在苹果输掉的最大一场战役。比尔·盖茨通过授权微软的操作系统，正在建立起巨大的财富。1985年，就在乔布斯被排挤出局的时候，盖茨敦促苹果也实现操作系统的对外授权。盖茨相信，即使苹果抢走一些微软操作系统用户，微软还是可以通过为 Mac 及其兼容机的用户制作不同版本的应用软件来赚钱，例如 Word 和 Excel。 我绞尽脑汁让他们更积极的授权，他回忆说。于是他给斯卡利发了一份正式的备忘录，提出自己的理由。这个产业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如果没有其他个人电脑制造商的支持和信任，苹果已经不可能靠自己的创新技术去创造一个标准。他在备忘录中提出，苹果应该把 Mac 技术授权给3到5家主要的制造商，以推动 Mac 兼容机的发展。盖茨没有得到回复，因此他又写了第2份备忘录，推荐了一些适合制造 Mac 兼容机的公司，还加了一句，我将尽我所能帮助推进授权工作，请给我打电话。苹果一直拒绝把 Mac 的操作系统授权出去，直到1994年 CEO 迈克尔·斯平德勒允许了2家小公司 Power Computing 和 Radius 生产 Mac 兼容机。1996年吉尔阿梅里奥接管公司后，又增加了摩托罗拉。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商业战略。每卖出1台兼容机，苹果收取$80的授权费，但是这些兼容机并没有让苹果扩大市场，反而挤压了苹果自己的高端计算机销售，而卖出1台苹果电脑的利润能达到$500。然而乔布斯反对兼容机项目还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打心眼里反感这种做法。他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硬件和软件应该紧密结合。他喜欢控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对计算机来说，唯一的方式就是制造全套设备，全方面负责用户体验。因此一回到苹果，乔布斯就把消灭兼容机作为首要任务之一。1997年7月，就在他协助解聘阿梅里奥几个星期后，新版的 Mac 操作系统发布。乔布斯不允许兼容机制造商升级到新系统。8月，当乔布斯出现在波士顿 Macworld 大会现场时， Power Computing 总裁国王斯蒂芬·卡恩组织了支持兼容机的抗议活动，并公开警告说，如果乔布斯不继续授权 Mac 操作系统，只有死路一条。如果平台关闭，这个系统就完了。卡恩说，彻底毁灭，这是死亡之吻。但乔布斯并不这么认为。
他给伍拉德打电话，说他要把苹果从授权业务中解脱出来。董事会默许了这个决议。9月，他就跟 Power Computing 达成协议，付给对方1亿美元收回授权，而苹果可以使用对方的用户数据库。很快，他也终止了对其他兼容机制造商的授权，让其他公司在垃圾一样的硬件上使用我们的操作系统，蚕食我们的销售额。这简直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他后来说。产品线评估。乔布斯的一个过人之处是知道如何做到专注，决定不做什么跟决定做什么同样重要。他说，对公司来说是这样，对产品来说也是这样。一回到苹果，乔布斯就开始在工作中应用他的专注原则。有一天，他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年轻的沃顿商学院毕业生，他曾是阿梅里奥的助手，说他正在收尾以前的工作。很好，因为我们正需要人干点繁琐的工作。乔布斯对他说，这个人的新任务是在乔布斯跟苹果的几十个产品团队开会时做记录，让各个团队介绍正在进行的工作，促使他们证明产品或项目有理由继续进行下去。他还征用了一个朋友菲尔·席勒。席勒曾在苹果工作，但当时是在图形软件公司 Macromedia。史蒂夫会把团队叫到只有20个座位的会议室，但他们会来30个人，想要用 PowerPoint 展示一些史蒂夫根本不想看的东西。席勒回忆说，因此乔布斯在产品评估过程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使用 PowerPoint。 我讨厌人们用幻灯片而不用脑子。乔布斯后来回忆说，每次遇到一个问题，他们就做幻灯片。我想让他们投入进去，当场拿出方案，而不是放一堆幻灯片。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不需要 PowerPoint。 产品评估显示出苹果的产品线十分不集中，这个公司在官僚作风的驱动下，对每个产品炮制出若干版本，去满足零售商的奇思怪想，真是荒谬。希勒回忆说，无数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垃圾，由稀里糊涂的开发团队制造，光是 Mac 就有很多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让人困惑的编号，从1400到9600。我让他们给我解释了3个星期，乔布斯说，我还是搞不明白。最后他干脆开始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我应该让我的朋友们买哪些。当无法得到简单的回答时，他就开始大刀阔斧地砍掉不同的型号和产品，很快他就砍掉了70%。你们是聪明人，他对一个小组说，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垃圾产品上。很多工程师被他这种粗暴严苛的手段激怒了，因为这样会导致大规模的裁员。但是乔布斯后来宣称，优秀的员工，包括有些项目被毙掉的员工，都赞成这种做法。工程团队无比兴奋。他在1997年9月的一次员工会议上说，开完会，有一些产品刚被砍掉的人激动得一跳3尺高，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了我们在朝哪个方向前进。几个星期过去了，乔布斯终于受够了，停。他在一次大型产品战略会议上喊道，这真是疯了。他抓起神奇的记号笔走向白板，在上面画了一根横线一根竖线，做成一个方形四格表。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他继续说，在2列的顶端他写上消费级和专业级，在2行的标题处他写上台式和便携。他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做4个伟大的产品，每格一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希勒回忆说。在9月的董事会上，乔布斯介绍这个计划时，现场同样鸦雀无声。吉尔曾在每次会议上追着我们批准越来越多的产品。乌拉德回忆说，他一直在说我们需要更多产品，而史蒂夫来了以后说我们需要更少的产品。他给我们画了个4格矩阵，说这就是我们应该专注做的。一开始董事会并不接受，他们告诉乔布斯这是在冒险。我能成功，他回答。董事会从来都没有投票赞成过这个新战略，但乔布斯说了算，他勇往直前。结果是，苹果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突然高度集中在4个领域：专业级台式电脑，他们开发出了 Power Macintosh G3； 专业级便携电脑，开发出了 PowerBook G3； 消费级台式电脑后来发展成了 iMac；
消费级便携电脑就是后来的 iBook。乔布斯后来解释说，字母 I 就是为了强调设备要和 Internet 结合的天衣无缝。这意味着公司要退出其他业务领域，例如打印机和服务器。1997年，苹果在销售 Stylewriter 彩色打印机，基本上就是惠普 DeskJet 的另一个版本。惠普通过卖墨盒赚走了大部分钱。我不明白，乔布斯在这个产品的评估会上说，你们准备卖100万台却赚不到钱吗？真是疯了。他站起来离开会议室，给惠普的总裁打电话，咱们解除合约吧。乔布斯建议，我们会退出打印机业务，让你们自己做。然后他回到会议室宣布他们这一决定。史蒂夫审视一番情况后，会立即知道我们需要从中脱身。希勒回忆说，乔布斯做的最高调的决定就是彻底扼杀牛顿项目，就是那个带有不错的手写识别系统的个人数字助理。乔布斯讨厌他，因为他是斯卡利最喜欢的项目，因为他不完美，也因为他讨厌手写设备。早在1997年初，他就试图让阿梅里奥砍掉他，但只成功地说服他解散了这个部门。到1997年末，乔布斯做产品评估时发现他还在。他后来这样描述这个决定，如果苹果当时的处境没有那么危险，我可能会钻进去研究怎么改进它。我不信任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强烈地感觉到他有真正优秀的技术，但是因为管理不善搞砸了，停掉它，我就解放了一些优秀的工程师，他们可以去开发新的移动设备。最终我们走对了路，做出了 iPhone 和 iPad。 这种专注力拯救了苹果。在乔布斯回归的第1年，他裁掉了3000多人，扭转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到1997年9月，乔布斯成为临时 CEO 时，之前的一个财政年度，苹果已经亏损了 10.4亿美元，我们离破产不到90天。他回忆说，在1998年1月旧金山的 Macworld 大会上，乔布斯登上了1年前阿梅里奥当众出丑的舞台。他留着络腮胡子，穿着皮夹克，讲述着新的产品战略。在结束演讲时，他第一次使用了后来变成他标志性结束语的那句话，还有一件事儿。这一次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考虑利润。当他说出这句话时，观众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在经历了2年的巨额亏损后，苹果终于在该季度盈利，获得了4500万美元利润。1998年整个财年，苹果实现了 3.09 亿美元的盈利。乔布斯归来，苹果归来。第26章设计原则，乔布斯和艾夫的工作室。乔尼·艾夫1997年9月，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出任 ICEO， 他将高管层召集在一起进行动员讲话。在听众席上有一位细腻又充满热情的英国人，乔纳森·艾夫，30岁，是苹果公司设计团队的主管，大家都叫他乔尼。他当时正打算辞职，他受够了公司一心想要把利润最大化而属于产品设计的做法，而乔布斯的讲话动摇了他辞职的念头。我记得非常清楚，史蒂夫宣布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赚钱，而是制造出伟大的产品。艾夫回忆道，基于这一理念所做出的决策会与从前有本质的不同。艾夫和乔布斯很快就一拍即合，成为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工业设计搭档。艾夫在伦敦东北部的清福德镇长大，父亲是一名银匠，在当地的大学教授传统技艺。他是一名极其出色的工匠，艾夫回忆道。他给我的圣诞礼物就是带我到学校工作坊里度过一天。圣诞节假期时学校里没有人，他会帮我做我想要的任何东西。前提是乔尼必须把想要做的东西亲手画出来。我一直都很欣赏手工制作的美，我开始意识到对产品付出的心血至关重要。我最无法忍受的就是从产品中感觉出草率的态度。艾夫进入了纽卡斯尔理工学院学习，并利用业余时间和暑假在一家设计顾问公司工作。他曾经设计了一支钢笔，笔帽上有一个可以拨弄的小球，让使用者和钢笔建立有趣的情感互动。他的毕业设计是一套麦克风和听筒，由单一的白色塑料制成，用于和有听力缺陷的儿童交流。
艾夫的公寓里摆满了泡沫模型，这些模型帮助他获得了更完美的设计。此外，他还设计过一台自动取款机和一款流线型电话机，这2个作品都曾获得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奖。和其他设计师不同，他不仅能勾画出精美的草图，还关注工程学以及内部元件的工作原理。大学时期，乔尼在使用 Mac 做设计时突然开窍了。我开始了解 Mac， 并且觉得我和制造这个产品的那群人在冥冥之中有种联系。他回忆道，我突然理解了公司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毕业之后，艾夫和人合伙在伦敦成立了一家名叫橘子的设计公司，并和苹果公司签订了咨询合同。1992年，乔尼移居到加州的库比蒂诺，开始在苹果公司的设计部门工作。1996年，这一年恰好是乔布斯回归前夕，乔尼成为设计部门的主管，却很不开心。阿梅里奥并不看重设计，没有那种为产品付出心血的感觉，因为我们都在努力扩大利润。艾夫说，这些高管只要求我们这些设计师设计产品应有的外观，然后工程师再把成本压到最低。我准备辞职了。直到乔布斯重新接管苹果之后，讲了那一番鼓舞人心的话，艾夫才决定留下来。但起初，乔布斯打算从外面招聘一个世界级的设计师。他找过 IBM ThinkPad 笔记本的设计师理查德·萨珀，还有曾设计过法拉利250和玛莎拉蒂 Ghibli 1代跑车的乔治亚罗。后来他去苹果的设计工作室走了一圈，决定跟和蔼热情、为人诚实的艾夫成为搭档。我们讨论了产品在形式和材料方面的种种可能。艾夫回忆道，我们的看法一致，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爱上这家公司。最初，艾夫是向乔恩·鲁宾斯坦汇报的。鲁宾斯坦是乔布斯指派的硬件部门主管，但是艾夫后来和乔布斯发展成了一种直接的、异常牢固的伙伴关系。他们开始定期一起吃午餐，而乔布斯每天下班之前都要去艾夫的设计工作室聊一聊。乔尼的身份很特殊，乔布斯的妻子鲍威尔说，他常来我们家玩，2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亲密。史蒂夫从来不会故意伤害他，在史蒂夫的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被替代的，但乔尼不可替代。乔布斯随后向我表达了他对乔尼的尊敬。乔尼给苹果公司乃至全世界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在各方面他都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懂得商业概念和营销概念，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很快，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理解苹果公司的核心理念。乔尼是我在公司里的精神伴侣，大多数产品都是我们一起构想出来的，然后我们会再把其他人拉进来，问他们，嘿，你们觉得怎么样？对每一个产品，他既有宏观见解，又能考虑到细枝末节。他明白，苹果是一家注重产品的公司，他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向我直接汇报工作的原因。他是整个公司里除我之外最有运营权力的人，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也是我的意图。和大多数设计师一样，艾夫喜欢分析某个特定设计背后的理念，以及如何一步步地构思出这个设计。对于乔布斯来说，他的判断更注重直觉，他会明确地指出自己喜欢的模型和草图，放弃那些不喜欢的。而艾夫接下来会按照乔布斯的思路和喜好，进一步完善设计理念。艾夫的偶像是为勃朗电气公司工作的德国工业设计大师迪特尔·拉姆斯。拉姆斯崇尚的设计理念是少而优。同样，乔布斯和艾夫也在为如何能让每一个新设计变得简洁而绞尽脑汁。自从在第一本苹果手册里宣称至繁归于至简以来，乔布斯就以追求简洁为目标。追求简洁不是要忽视复杂性，而是要化繁为简，要把一件东西变得简单，还要真正地认识到潜在的挑战，并找出漂亮的解决方案。他说，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在艾夫这里，乔布斯终于找到了灵魂伴侣，他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简洁，而不是表面功夫。有一次，艾夫坐在他的设计工作室里，表达了他对简洁的看法。为什么我们认为简单就是好？因为对于一个有形的产品来说，我们喜欢那种控制它们的感觉。如果在复杂中有规律可循，你也可以让产品听从于你。
简洁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也不仅仅是把杂乱无章的东西变少或抹掉，而是要挖掘复杂性的深度。要想获得简洁，你就必须要挖得足够深。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为了在产品上布装螺丝钉，那你最后可能会造出一个极其繁琐复杂的东西。更好的方式是更深刻地理解简洁一词，理解它的每一个部分，以及它是如何制造的。你必须深刻地把握产品的精髓，从而判断出哪些不重要的部件是可以拿掉的。这就是乔布斯和艾夫所一致认同的基本原则。设计不仅是关于产品的外观，而且必须要反映出产品的精髓。在大多数人看来，设计就和镶嵌工艺差不多。乔布斯在重新接管苹果后对《财富》杂志说，但是对于我而言，设计一词绝无任何引申含义。设计是一个人工作品的核心灵魂，并最终不断地由外壳表达出来。这样一来，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过程就和工程及制造结合到了一起。艾夫这样描述苹果 Power Mac 的一个系列：只要不是绝对必须的部件，我们都会想办法去掉。他说，为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设计师、产品开发人员、工程师以及制作团队的通力合作。我们一次次地返回到最初，不断问自己，我们需要那个部分吗？我们能用它实现其他4部分的功能吗？乔布斯和艾夫在法国的一家厨具店闲逛时，悟出了产品设计、产品本质和产品制造这3者之间的联系。艾夫看中了一把刀，把它拿起来，但很快就失望地放下了。乔布斯也是同样。我们都发现了刀把和刀片之间有一丝交粘的痕迹。艾夫回忆道，他们后来讨论了好的设计是怎么被制造给毁了的。我们都不愿去想自家的刀是被粘接起来的。艾夫说，史蒂夫和我都很看重这种问题。这种设计会破坏作为一件厨具应有的纯粹和本质。我们的想法很一致，就是如何让我们的产品看起来纯粹且浑然天成。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设计是被工程技术引领的。工程师们制定产品的规格和要求，然后设计师们再据此设计模型和外壳。但对于乔布斯来说，这个过程截然不同。在苹果公司创立之初，乔布斯首先确定了 Mac 电脑的外壳之后，工程师们才依次制造合适的主板和元件。在乔布斯被迫退出之后，这一过程又变成了以工程师为主导。在史蒂夫回来之前，工程师们会指着处理器硬盘说，这些是内部元件，然后设计师们会想办法把这些部件装进外壳。苹果公司的营销副总裁菲尔希勒说，按这种方式来做，你只会得到糟糕的产品。但是当乔布斯回来与艾夫成为搭档之后，天平又向设计师这一端倾斜了。史蒂夫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设计是我们的成功之道，希勒说。设计师再次主导工程师了，而不是反之。双方偶尔也会出现争执，比如乔布斯和艾夫坚持在 iPhone 4的边缘使用拉丝铝材料，而工程师担心这会造成天线信号不佳，详见第39章。但在通常情况下，苹果产品包括 iMac、iPod、iPhone 和 iPad 的独特设计让苹果与众不同，并在乔布斯回归后的几年里走上了巅峰。工作室探奇，乔尼·艾夫所在的设计工作室位于苹果公司园区无线循环路2号楼的1层，掩映在染色玻璃窗和厚重的钢制大门之后。门口处有一张玻璃接待台和2名前台，除非特殊许可，否则即使公司高层也不被允许入内。我为完成本书与乔尼所做的大部分采访都是在别处进行的。不过在2010年的一个下午，他邀请我去他的工作室参观，并谈到了他和乔布斯是如何在这里合作的。大门入口的左边是一组年轻设计师的工位，右边是一个类似洞穴的大房间，里面有6张长条钢桌，用来展示和试验设计中的产品。大房间的旁边是一间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作室，里面全都是工作站。再往里走的一个房间有几台铸型机，可以把电脑屏幕上的设计制成泡沫模型。另外还有一台机器人控制的喷漆机器，可以让模型看起来更逼真。银色的金属装潢让整个房间看上去空旷又富有工业气息。
外面的树叶透过染色玻璃投下移动的光影，电子乐和爵士乐回荡在空气中。当乔布斯身体状况上佳而且不外出时，几乎每天他都会和艾夫一起吃午餐，然后下午去工作室看一看。他一进门就会查看几张桌子上那些正在设计的产品，看看他们是否符合苹果公司的发展战略，并亲手检查每一个产品的演进设计。通常都是他们两人单独相处，其他设计师见到了也会礼貌地和他们保持距离。如果乔布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他就会把负责机械设计的主管或者艾夫的助手叫过来。如果某些想法让他感到兴奋，擦出了有关企业战略的思想火花，他就会让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或者营销副总裁菲尔·席勒加入他们的讨论。按照艾夫的描述，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常态。在这间伟大的屋子里，你可以看到所有我们正在研发的所有产品。史蒂夫一进来就会坐在其中一张桌子前。举例来说，假如我们正在设计一款新的 iPhone， 他就会搬个凳子坐在那儿，把玩桌上不同的模型，用手去感受它们，评价哪一个才是他最喜欢的。然后我俩再一起去看其他桌子上的产品，看看那些产品设计的情况。他能够把握公司的全局，包括 iPhone、iPad、iMac 和笔记本电脑，以及其他我们正在考虑的产品。这可以让他看清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及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他会问，有意义吗？它是否会让我们快速成长？或者类似的问题。他能够看出事物之间的联系，这对于一个大公司的管理者来说绝非易事。单凭桌上的模型，他就能看出公司在未来3年的发展。在我们的设计过程中，对话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当我们在桌旁把玩模型的时候，有些对话是反复进行的。他不喜欢看复杂的图纸，他需要亲眼见到并感受这些模型。他是对的。当我发现我们做出的模型只是一堆垃圾时，我惊讶极了。虽然他们从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他喜欢来这里，因为这里安静而温馨。如果你是一个注重视觉感受的人，你一定会觉得这里是天堂。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设计评价，所以也没有各种繁琐的表决。我们会顺利地做出决定，正因为我们每天都保持沟通，而且从来也没有死气沉沉的汇报，所以我们也没有大的分歧。我前去拜访的那天，艾夫正在监督2款模型的制作，其中一个是为欧洲市场设计的新插头，另一个是为Mac电脑设计的连接线。几十个彼此之间只有细微差异的泡沫模型在喷漆之后被展示出来，等待检查。有些人会觉得奇怪，设计主管竟然会为这种工作操心烦恼，而乔布斯竟然也会如此。自从有了为 Apple II 特制的电源，乔布斯就不仅仅关注工程部分，还关注此类部件的设计。他被列为 MacBook 配套的白色变压器及磁性连接器的专利人。事实上，截至2011年初，乔布斯已成为美国212项专利的发明人之一。艾夫和乔布斯对苹果产品的包装也相当痴迷，并申请了多项专利。比如2008年1月1日，美国将第558572号专利授予了 Apple 的 Nano 包装盒。一打开盒子，你就会看到4张图片，说明 iPod 是如何被放置进像摇篮一样的盒子里的。2009年7月21日，第596485号专利授予了 iPhone 的包装盒，配有坚固的上盖以及内部光滑的塑料小托盘。早些时候，麦克马库拉就教过乔布斯灌输这一招。要知道，人们会根据封面来评判一本书的好坏。同理，苹果产品漂亮的外部装饰和包装也能说明里面是个好产品。无论是 iPad mini 还是 MacBook Pro， 苹果用户都很享受这种感觉。打开精致的盒子，看到里面放置着迷人的产品。史蒂夫和我在包装上花了很多时间。艾夫说，我很享受打开包装的过程。一旦拆包被设计成一种仪式般的程序，产品也就变得特殊起来。包装就像一座剧场，它能够制造故事。艾夫也有着艺术家的敏感天性，有时也会因为乔布斯抢了他太多风头而懊恼。
多年来，乔布斯的这个习惯也让其他同事感到很不舒服。艾弗对乔布斯的个人情感有时过于强烈，所以很容易受伤。他在得知我的一些想法之后说，不好，这个想法不怎么好，我更喜欢另一个。艾弗说，然后我坐在听众席上听他阐述刚才的想法，说的就像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我格外注重一个点子的出处，甚至会用笔记本记满我的各种点子。所以当他把设计的功劳归于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很受伤害。当外面的人把乔布斯奉为苹果公司唯一的创意之源时，艾弗也会很生气，这让公司显得很脆弱。艾弗诚恳地说，不过语气变得缓和多了。随后他话锋一转，肯定了乔布斯在公司里的真正角色。在其他很多公司里，创意和杰出的设计常常会淹没在流程中。他说，如果不是史蒂夫在这里催促着我们，和我们一起工作，并且排除万难把我们的想法变成产品，我和我的团队想出来的点子肯定也早就灰飞烟灭了。第27章 iMac， 你好，又见面了。回到未来，乔布斯和艾弗搭档之后的第一个成功之作就是 iMac， 面向家用电子市场的台式计算机。它于1998年5月问世。此前，乔布斯对这个产品有明确的说明，它应该是一个一体化的产品，键盘、显示器和主机被组合到一个简单的装置中，从箱子里面拿出来就能用，而且设计要独特，要能体现品牌文化，价格定在$1200左右。当时苹果公司没有标价在$2000以下的计算机。他告诉我们，要回到1984年第一台 Mac 电脑那个设计理念，设计成一体式的消费电子产品。希勒回忆道，这就意味着设计部门和工程部门必须要通力合作。最初的计划是开发一款网络计算机，这一概念得到了甲骨文公司的拉里·艾利森的支持。它特指一种廉价的没有硬盘驱动器的终端，主要用来连接互联网和其他网络。但是苹果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弗雷德·安德森认为，为了使产品更加动力强劲，还是要增设一个磁盘驱动器，这样它就可以成为一台正式的家用台式计算机。乔布斯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负责硬件的部门主管乔恩·鲁宾斯坦决定给计划中的新机器采用苹果高端专业版电脑 Power Mac G3 的微处理器和内核，并安装了一个硬盘驱动器和一个光盘托盘。但是乔布斯和鲁宾斯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新机器不再配备普遍使用的软盘驱动器。乔布斯引用了冰球明星维恩·格雷茨基的名言，要向着冰球运动的方向滑，而不是他现在的位置。在当时，他这个做法非常前卫，但是最终大多数计算机都取消了软盘驱动器。艾弗和他的第一助理丹尼斯科斯特开始计划这种未来主义的设计。乔布斯不客气地否决了他们最初设计的几十个模型，然而艾弗知道怎么去温和地引导他。艾弗认同所有的模型都不完美，但是他指出了其中一个有希望的曲线型的有趣外观，看上去也不像是一块钉在桌子上挪不走的板子。它带着一种刚刚来到你桌上又随时可能会飞到其他地方的感觉。他这样告诉乔布斯。在下一次展示之前，艾弗又完善了这个模型。这一次，乔布斯带着他那不是杰作就是狗屎的评判标准喊着说他喜欢。他带着泡沫模型在总部到处游走，充满信心地向他信赖的中层和董事会成员们展示。苹果公司一直在广告中宣传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非同凡响。然而直到那时，也没有人提出过什么东西让苹果计算机与市面上的其他计算机相比多么与众不同。这一次，乔布斯终于有了新玩意儿。艾夫和科斯特提出要把机箱塑料外壳设计成海蓝色，之后这种颜色被命名为邦迪蓝，灵感来自澳大利亚的邦迪海滩，而且外壳是半透明的，你可以看到机器内部。我们想要传递一种感觉，就是计算机能够根据我们的需求而改变，就像变色龙那样，艾夫说。这就是我们喜欢半透明的原因，虽然有固定的颜色，却又不呆板，可以一眼看到里面，有种调皮的感觉。无论是比喻还是现实，这种半透明都把内部的工程学构造和外壳设计联系在了一起。
乔布斯一直坚持要让芯片整齐地排列在电路板上，即使他们不会被人们看到，也要这么做。但现在，他们能被人看见了。通过这个半透明外壳，人们将能够看到乔布斯对产品的用心，而这种用心贯穿于所有元件的制造以及组装过程中。这种有趣的设计将传达简约的理念，同时也体现出真正达到简约所需要的深度。在这如此简约的塑料外壳中，也蕴含着十足的复杂性。艾夫和他的团队与苹果公司在韩国的制造商合作，力求完善外壳的制作过程。他们甚至去了一家生产糖豆的工厂，学习如何把半透明色彩做得更富活力。每个外壳的成本超过$60，是普通计算机外壳成本的3倍。换作其他公司可能会就此进行专门论证，讨论半透明外壳是否能帮助提升销量，并证明额外的成本是值得的。但乔布斯不需要这种论证。他们还为 iMac 外壳的顶部设计了一个内嵌的提手，它的趣味性和象征意义要大于其功能性。这是一台台式计算机，不会有什么人真会提着它到处走，但艾夫是这样想的。当时人们对科技产品还比较陌生，当你畏惧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不会去触碰它。我就看到我妈妈不敢碰计算机，所以我想，如果它上面有个提手，就能使一种关系变为可能。它是易于接近的，是与生俱来的，它允许你去触摸它，它使你觉得它与众不同。糟糕的是，要制造一个凹陷的提手要花费很多钱。这要是在以前的苹果公司，我的想法肯定会被否决。但让人惊喜的是，乔布斯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这太酷了。”我没向他仔细解释为何要这样做，但他就是自然而然地领会了。他认为这就是 iMac 友好及有趣的方面之一。乔布斯还要面对制造工程部门的反对，这些反对者得到了鲁宾斯坦的支持。面对艾夫对美学的需求和异想天开，鲁宾斯坦提出了现实的关于成本的考虑。当我们把做提手的建议提交给工程部门时，乔布斯说，他们提出了38种不能这么做的理由。然后我说，不，我就是要这么做。然后他们问，那么为什么？我回答道，这是因为我是 CEO， 我认为这么做没问题。结果他们就这么不情愿地照做了。乔布斯还邀请 TBWA Chair Today 广告公司的里克劳和肯西格尔一行人来到苹果，看看这里正在做的事情。他把他们带进戒备森严的设计工作室，并戏剧性地展示了艾夫设计的半透明的泪滴形外壳，看起来很像20世纪80年代一部电影动画片《杰森一家》里关于未来的场景。在那一瞬间，他们惊呆了。我们非常震惊，但没人敢说出来。西格尔回忆道，我们的真实想法是，天哪，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简直太出格了。乔布斯请他们给这台计算机起个名字，西格尔给出了5个，其中一个就是 iMac。起初乔布斯哪个都不喜欢，所以西格尔在1周后又拿出了一张列表，但是他说他的公司还是更倾向于 iMac。乔布斯回答说，现在我倒觉得这个名字不那么讨厌了，不过也算不上喜欢。随后他试着把这些名字印在一些模型上，然后接受了它。iMac 的名字由此诞生。离 iMac 完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乔布斯那传说中的坏脾气又冒了出来，尤其是遇到生产方面的问题时。在一次产品测评会上，他发现制造的进度变慢了。他表现出令人恐惧的愤怒，而且是绝对纯粹的愤怒。艾夫回忆道。乔布斯围着桌子走了一圈，从鲁宾斯坦开始，把在座的人都挨个骂了一顿。知道吗？我们是在努力拯救公司，他大喊，而你们却要把它毁了。和当年的麦克团队一样，iMac 团队也是跌跌撞撞的赶在发布会的前一刻完工了，但还是没能逃过最后一劫。在一次发布会预演中，鲁宾斯坦拿来2台赶制出的样机。在此之前，包括乔布斯在内，这里的所有人都没有见过最后的成品。乔布斯在台上看到，在机器的前方显示屏的下方有一个按钮，他按了下按钮， CD 托盘弹了出来。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
他一点也不客气，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希勒回忆说，因为他当时知道那是 CD 托盘。乔布斯继续责骂，他坚持说，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干净利落的 CD 插槽，就像高档汽车里用的那种优雅的吸入式光盘。盛怒之下，他把希勒赶出了演讲厅。希勒于是向鲁宾斯坦求救。史蒂夫，这就是当时我们讨论组件时我向你展示的光驱。鲁宾斯坦解释道。不，从来就没有什么 CD 托盘，只是一个 CD 插槽。乔布斯坚持着。鲁宾斯坦也没有让步。乔布斯的愤怒一点都没有减弱。我当时几乎要哭出来了，因为要做任何改变都为时已晚。乔布斯后来回忆道。他们停止了预演，接下来的那一刻，大家认为乔布斯似乎要取消整个产品发布会。卢比看着我，就好像在说，我疯了吗？希勒回忆道。这是我和乔布斯合作的第一个产品发布会，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他的心态。如果有什么不对劲儿，就干脆取消。最终他们达成了共识，在下一代 iMac 中把托盘式光驱变成带插槽的吸入式光驱。只有确定了我们将尽快生产带插槽的光驱，我才可以放心地筹备发布会。说到这里，乔布斯已经眼含泪水。此外，他计划展示的一段视频也出现了问题。在这段视频中，乔尼·艾夫向大家讲解他的设计理念，并问大家，你们认为杰森一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计算机？这在昨天看来遥不可及。这时会出现一个2秒钟的卡通片段，简·杰森正看着一个屏幕，接下来的2秒钟片段是杰森一家在圣诞树前咯咯的笑。在预演中，一个制作助理告诉乔布斯，他们必须要删掉这4秒钟的画面，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哈纳巴贝拉制作公司的许可。我就要放在这儿，乔布斯冲他喊道。那个助理向他解释，这样做会违反相关法规。我才不在乎，乔布斯说，我们就要用它。最后这段视频被保留了。里克劳正在准备一系列彩色的杂志广告，他给乔布斯发了一些排版后的打样，很快便接到了乔布斯怒气冲冲的电话。乔布斯坚持说，广告中的蓝色和他们挑出来的 iMac 照片上的蓝色不一致。你们这帮家伙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乔布斯嚷道，我要另找别人做这个广告，因为你们把它给毁了。克劳反驳道，你再去比比看。乔布斯根本不在办公室里，却一直坚称自己是对的，而且不停地喊叫。最后克劳让他冷静地坐下来，再对比一下原始的照片。我最终向他证明了，这个蓝色就是他要的那个蓝色。几年之后，在 Grok 网的史蒂夫·乔布斯讨论区里冒出来一个帖子，发帖人曾经在加州帕洛奥图的全食超市工作，这家超市离乔布斯的住宅只隔几个街区。帖子写道，一天下午，我正在整理购物车，看到一辆银色的奔驰停在残疾人停车位上，史蒂夫·乔布斯正在车里对着他的车载电话大喊大叫。当时正值第一代 iMac 发布前夕，所以我非常肯定我没有听错，他在大喊，去他妈的，不够蓝。一直以来，乔布斯都会绞尽脑汁准备揭幕时那戏剧性的一刻。就在上次的预演因为 CD 托盘事件而终止之后，他又预演了好几次，以确保他在正式发布会上令人瞩目。他一次次地演练那个高潮时刻，他走到舞台另一边，揭开遮布，然后宣布，向新的 iMac 问好吧。他要求灯光恰到好处，把 iMac 的半透明效果衬托得栩栩如生。但是在几次预演之后，他仍然不满意。这也让人想起了1984年 Mac 电脑发布会预演时的那一幕。当时斯卡利目睹了他在舞台灯光上的纠结，他要求把灯光再调亮一些，而且要早点开，但是他始终不满意。最后他走下舞台，坐在观众席正中央的位子上，把2条腿搭在前排的椅背上。咱们调吧，直到调好为止，他说。工作人员又尝试了一次。不对，乔布斯抱怨道，这根本不行。又试了一次，这次灯光的亮度够了，但出现得太晚。我已经懒得再说你们了，乔布斯喊道。最后 iMac 终于在灯光下闪亮登场。对了，就是这样，非常好，乔布斯兴奋地大叫。1年之前，乔布斯把他早期的导师兼合作者麦克马库拉从董事会开除，
但是出于对 iMac 的自豪之情，以及 iMac 与 Mac 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乔布斯私下把马库拉邀请到苹果总部，让他提前看一下产品。马库拉觉得 iMac 棒极了，但他唯一反对的就是艾夫设计的鼠标。他说他看起来太像一个冰球了，人们不会喜欢的。乔布斯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后来事实证明马库拉是对的。除此之外， iMac 像他的老前辈 Mac 电脑一样无与伦比。iMac 发布会1998年5月6日，在1984年的 Mac 电脑发布会上，乔布斯就创造了一套新的舞台效果。产品发布就像一场划时代的盛会，整场盛会以耀有光的神圣时刻为高潮，天地分开，一束光射下来，天使歌唱，唱诗班合唱哈利路亚。而对此次产品发布的盛会，乔布斯有2个希望：一是使苹果公司起死回生，二是再次颠覆个人计算机的形象。因此，乔布斯特意为这次发布会选择了库比蒂诺市迪安扎社区学院的碎石礼堂，这也是举办1984年发布会的地点。为了消除疑虑，重整旗鼓，在开发者社区获得支持，并快速启动 iMac 营销，他愿意全力以赴。不过他这么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很喜欢做发布会总指挥。和酝酿新产品一样，准备一场盛会也能大大激发他的热情。他还不忘显示自己多愁善感的一面。作为开场白，他首先对着第一排观众席上他邀请的3位嘉宾礼貌地喊话。他曾经和这3个人渐行渐远，但是现在他需要他们重新加入他的团队。我曾经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在我父母家的车库里成立了苹果公司，现在他就在这里。他说着，用手指向沃兹，观众爆发出一阵掌声。后来麦克马库拉加入了我们，不久之后我们还迎来了我们的第1任总裁麦克斯科特。他接着说，他们今天都来到了这里，如果没有他们3个人，今天我们谁也不会来到这里。掌声又响了起来，他的眼眶湿润了。观众席中还有安迪·赫茨菲尔德以及当年麦克团队的大部分成员。乔布斯向他们微笑致意，他相信自己会让他们感到骄傲。在用幻灯片展示了苹果公司新的产品策略和新计算机的性能之后，乔布斯准备公开他的新宝贝了。现在的计算机是这副样子的，他说着，身后的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套米色的方方正正的计算机配件和显示器。而我要荣幸地向你们展示，从今天起计算机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揭开了舞台中央桌子上的遮布，灯光洒下，崭新的 iMac 闪现在大家面前，熠熠生辉。他按了一下鼠标，就像在 Mac 电脑的发布会上那样，屏幕上快速闪现着介绍计算机各种奇妙用途的图片。最后，你好的字样出现了，用的还是1984年 Mac 电脑上的有趣的字体，但是这一次在你好下面还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着又见面了。这一刻，雷鸣般的掌声再次响起。乔布斯站在那儿，自豪地看着他的 iMac。他看起来像是从外星来的，他说。观众大笑，显然是来自一个不错的星球，那儿的设计师更棒。乔布斯又一次推出了标志性的新产品，这也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他履行了非同凡响的承诺。计算机不再是米色的方形主机和显示器，缠得一团糟的电线和厚厚的安装手册。在你面前的是一部友好的、生机勃勃的装置，手感顺滑，赏心悦目，就像一只知更鸟的蛋。你可以拎着那可爱的小提手，把它从典雅的白色盒子里面提出来，然后通上电源。那些以前害怕碰计算机的人，现在也想拥有一台，而且他们还想把它摆在房间中最显眼的地方，好让人羡慕，甚至是嫉妒。这是一台结合了科幻之光和奇思妙想的机器。史蒂芬·列维在新闻周刊中这样写道，这不仅是近几年来推出的外观最酷的计算机，同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宣告，硅谷这家最初的梦想公司终于不再梦游了。
福布斯将 iMac 称为一个产业的华丽转身。已被驱逐的约翰斯卡利也表示，他采用的是和15年前一样的简单策略，制造大受欢迎的产品。他发动无比强大的营销攻势，这个策略让当时的苹果公司大获成功。唯一吹毛求疵的声音来自于一个熟悉的角落。iMac 屡获殊荣之际，比尔盖茨确信这只是一时的潮流而已。他对一群拜访微软公司的财务分析师说，苹果公司现在唯一胜出的就是颜色方面。盖茨指了指一台他故意漆成红色的 Windows 计算机，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做到，我认为不会很久。乔布斯气坏了，他告诉一个记者说，盖茨这个曾被他公开嘲笑完全没有品位的人，根本没搞清楚是什么让 iMac 比其他计算机更有吸引力。我们的竞争对手大错特错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认为这只是时尚，只是表面功夫而已。他说，他们会说，我们也要在这破机器上喷点漆，不就是这么回事吗？1998年8月 iMac 正式发售，售价1299美元，上市6个星期就售出 27.8 万台，到年底售出了80万台，成为苹果公司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计算机。最值得注意的是 32% 的购买者是首次购买计算机， 12% 的购买者曾经使用的是 Windows 计算机。除邦迪蓝之外，艾弗很快就为 iMac 设计出了4款看起来非常诱人的新颜色。为同一款电脑提供5种颜色，必定会为制造、库存、分销带来巨大挑战。对大多数公司来说，包括曾经的苹果公司，都会有专门的研究和会议来讨论成本和利润。而乔布斯看到新颜色时非常激动，并马上召集其他高管到设计工作室。我们要使用所有这些颜色，他兴奋地对他们说。在众人离开之后，艾弗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团队。在其他公司做这样的决定要花上好几个月，艾弗回忆道，而史蒂夫只用了半个小时。乔布斯还希望对 iMac 做出一个重大改进，去掉讨厌的 CD 托盘。我看过一套非常高端的索尼立体声音响，用的就是吸入式光驱，他说。所以我去找了光驱制造商，让他们为9个月之后上市的新版 iMac 制造吸入式光驱。鲁宾斯坦试图劝乔布斯不要做这个改动，他预计今后的趋势是光驱不仅能播放音乐，还能刻录音乐光盘，而且这种新功能将先在托盘式光驱上实现，然后才是吸入式光驱。如果你要做吸入式光驱，那你就会永远在技术上落后一步，鲁宾斯坦坚持道。我不在乎，我就是要这么做。乔布斯毫不让步，他们当时正在旧金山的一家寿司店吃午餐，直到饭后散步时，他们的对话仍在继续。就算是我以个人名义，请你帮个忙，帮我做吸入式光驱吧，乔布斯请求道。鲁宾斯坦当然不能拒绝，但是后来事实证明，鲁宾斯坦是正确的。松下推出了一款读写兼备且能刻录的 CD 光驱，而且是先装在那些使用过时的 CD 托盘的计算机上。这件事的影响在之后的几年中以非常有趣的方式逐渐扩散开来，它导致了苹果公司无法满足用户想要自己刻录音乐光盘的需求。但是这也恰恰促使苹果公司发挥想象力，大胆地寻找一条越级攀升的道路。直到后来，乔布斯意识到他必须进军音乐市场。第28章 CEO 多年之后疯狂依旧。蒂姆·库克在重返苹果公司之后的第1年，史蒂夫·乔布斯推出了非同凡响广告和 iMac， 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创意和远见。这一点他在苹果公司的第1阶段就表现出来了，但对于他是否能运营好一家公司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把握。在此之前，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未曾表现出来。乔布斯开始投入到一些以细节为导向的很现实的工作里，这让曾经与他共事的人很惊讶。之前他充满了奇思妙想，世间的条条框框似乎在他身上毫无约束作用。他成为了一个经理人，而非之前的身份，行政官或空想家。他的改变确实让我又惊又喜。董事长埃德伍拉德回忆道，
是他诱使乔布斯回来的。他的管理准则是专注，他取消了多余的生产线，去除了正在开发的新的操作系统软件中无关紧要的功能。他还放下了对产品制造过程的控制欲，把从电路板到成品计算机的制造全部外包了出去。他对供应商的要求极其严苛。当他开始接管苹果公司的时候，产品的库存期已超过2个月，这比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要长，就像鸡蛋和牛奶一样。计算机的贮存期限也很短，这么长的库存周期对利润造成的潜在损失威胁高达5亿美元。到1998年初，乔布斯把库存期缩短为1个月。乔布斯的成功来之不易，因为怀柔政策仍然不在他的原则之内。当他断定安邦快运下属的一家分公司运送零件的速度不够快时，他让苹果公司的一个经理去终止合约。这位经理反对，说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法律诉讼。乔布斯回答：你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糊弄我们，那他们永远别想再从我们这儿拿到1分钱，永远。结果那位经理辞职了，案子闹上了法庭，用了1年的时间才解决。如果我们能继续待下去，我的股票期权现在会值1000万美元，那位经理说。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坚持得住，无论如何他都会把我炒了。新的经销商被规定把库存减少 75%， 最终也做到了。乔布斯丝毫不能容忍差错，这家公司的 CEO 说。另一个例子是，当 VLSI 公司出现问题无法按时送来足够的芯片时，乔布斯在会议上大发雷霆，大骂他们是没有生殖器的混蛋。最终 VLSI 还是把芯片准时送到了苹果公司。该公司的高管们还专门做了背后印有 FDA 团队的夹克衫。在乔布斯手下工作了3个月之后，苹果公司的运营主管因为不堪压力而辞职。在之后将近1年的时间里，乔布斯亲自负责运营，因为他认为来面试的人都是些在生产制造方面观念陈旧的家伙。他回忆道，他想找一个能够建立准时制工厂和供应链的人，就像迈克尔·戴尔做的那样。1998年，他遇到了蒂姆·库克。当时蒂姆·库克37岁，彬彬有礼，是康柏计算机公司的采购和供应链经理。后来他不仅成为了苹果公司的运营经理，又逐渐成为乔布斯运营苹果公司不可或缺的幕后搭档。乔布斯回忆道，蒂姆·库克从前是做采购的，这恰好是我们所需要的背景。我发现他和我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一样的。我在日本参观过很多采用准时制生产的工厂，也曾为 Mac 和 Next 见过这样的工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我遇到了蒂姆，他和我想的一样，于是我们开始合作。不久之后，我越发确信他十分清楚自己该做什么。我们的设想差不多，我们也可以在高级战略的层面上进行互动。我很健忘，而他总能提醒我。库克在亚拉巴马州的罗伯茨戴尔长大，这是一个位于莫比尔市和彭萨克拉市之间的小镇，距离墨西哥湾大约半小时的路程。他的父亲是一家造船厂的工人。库克先是在奥本大学学习工业工程，随后又在杜克大学取得商业学位。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员为 IBM 工作。乔布斯面试他的时候，库克刚到康柏公司工作，他一直是位逻辑严谨的工程师。康柏公司的职位似乎是一个更加理性的选择，但是他被乔布斯释放出的光芒吸引了。在乔布斯首次面试我的5分钟之内，我就决定把谨慎和逻辑都抛在脑后，我要加入苹果。他后来说，我的直觉告诉我，加入苹果，为一个创意天才工作，这是我这一生唯一的机会。于是他从康柏辞职加入苹果。工程师应该是通过理性的分析去做出决定，但是难免会出现依赖本能和直觉的时刻。在苹果公司，库克成了贯彻乔布斯直觉的角色。他默默耕耘，全心投入工作，至今未娶。大多数日子里，他都会在凌晨4点半起床，收发邮件，然后去健身房运动1个小时，6点刚过就到达办公室。他在每周日的晚上都要安排电话会议，为下一周的工作做准备。在一个易怒暴躁的老板手下，库克总是用冷静的态度以及亚拉巴马州人特有的那种镇静的口音和沉着的目光来控制局面。
尽管库克也会感到开心，但他一贯的表情就是皱眉，他的幽默感也是一本正经的，不露声色的。财富杂志的亚当·拉辛斯基这样写道，在会议上，他以让人不适的长时间停顿而出名。每到这时，你听到的都是他在撕他常吃的能量棒包装纸的声音。在任职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库克听说苹果公司的某一家中国供应商出了问题，这太糟糕了，他说，应该有人马上去中国处理这件事儿。30分钟后，他看着还在桌前坐着的一位运营主管，面无表情地说，你怎么还没走？那位主管站起来，没带任何行李，直接开车去了旧金山机场，买了机票飞往中国。他后来成了库克的第一副手。库克把苹果的主要供应商从100家减少到24家，并要求他们减少其他公司的订单，还说服许多家供应商迁到苹果工厂旁边。此外，他还把公司的19个库房关闭了10个，库房减少了，存货就无处堆放，于是他又减少了库存。到1998年初，乔布斯把2个月的库存期缩短到1个月，然而到了同年9月底，库克已经把库存期缩短到6天。第2年的9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惊人的2天，有时仅仅是15个小时。另外，库克还把制造苹果计算机的生产周期从4个月压缩到2个月。所有这些改革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也保证了每一台新计算机都安装了最新的组件。高岭山和团队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乔布斯在日本拜访时曾问索尼公司的主席盛田昭夫，为什么公司里的所有人都穿着制服？他看起来非常惭愧地告诉我，在战后人们都没有衣服穿，所以像索尼这样的公司必须要给员工提供每天的衣物。乔布斯回忆道，几年之后，制服成为了他们标志性的穿着，尤其是在索尼这样的公司，而且这也成为了一种凝聚员工的方式。我也想让苹果这样做，乔布斯回忆道。作为一家注重时尚风格的公司，索尼聘请了著名设计师三宅一生为他们设计制服。这是一款防撕裂尼龙面料的外套，袖子可以拆卸下来变成一件背心。所以我给三宅一生打电话，请他给苹果公司的员工设计一件背心。乔布斯回忆道，我带回来一些样品，然后对大家说，如果我们都穿这种背心那该多好。但是天哪，我被喝了倒彩，所有人都不赞成这个建议。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乔布斯和三宅一生成了朋友，也会定期去看他。乔布斯又有了新的想法，他想给自己设计一套制服，一是为了日常方便穿着，这是他的基本原则；二是传达一种标志性的风格。我很喜欢三宅穿的黑色高领衫，让他帮我做几件，结果他帮我做了上百件。乔布斯看出了我的惊讶，所以他指了指衣柜里面成堆的衣服，我穿的就是这种，他说，这些够我穿一辈子了。虽然乔布斯天性独裁专制，从不信奉共识，但他却着力于在公司内部营造出一种合作的文化。很多公司都为会议很少而自豪，乔布斯却独独相反，每周一是高管会议，每周三下午要开营销战略会议，此外还有无数的产品评论会。他不喜欢用 PPT， 也不喜欢正式的讲话。他坚持让所有参会者一起讨论问题，利用各方优势，听取不同部门的观点。因为他坚信，苹果公司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各类资源的整合，从设计、硬件、软件直到内容。他希望公司的所有部门都能够并行合作，他把这称为深度合作和并行工程。所以一个产品的开发过程并不是像流水线一样，先从工程到设计，再到营销，最后分销。相反，这些部门是同时进行工作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开发高度整合的产品，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产过程也必须是通过整合和协作完成的，乔布斯说。这一政策也应用到了重要职位的招聘上，他会安排候选人直接面见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库克、泰瓦尼安、席勒、鲁宾斯坦还有艾夫，而不是只见一些应聘部门的部门经理，然后我们就会一起讨论他们能不能入选。乔布斯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笨蛋大爆炸，免得公司上下充斥着二流人才。对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来说，最佳和一般之间大约相差30%。
无论是品质一流的飞机，还是最棒的美食，他们可能也只是比平均水准高30%。但是当我见到沃兹尼亚克时，我认为他比普通工程师要优秀50倍。很多要开会解决的事儿，在他的脑子里就能完成了。麦克团队就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部是他这样的一流选手的团队。人们总是说他们和别人合不来，他们不喜欢团队合作。但是我发现一流选手喜欢和一流选手共事，他们只是不喜欢和三流选手在一起罢了。在皮克斯公司，整个公司的人都是一流选手。当我回到苹果，我决定也这么试一下。首先就需要一个协作式的招聘过程。当我们招聘时，即使那个人是要去营销部门，我也会让他和设计部门的人以及工程师们聊聊。我一直把罗伯特·奥本海默视为榜样，我知道他在建立原子弹项目小组时的招聘要求。我没有他那么优秀，但这是我渴望达到的目标。招聘过程很严苛，但是乔布斯能够慧眼识人。当他们想找人设计新的苹果操作系统的图形界面时，乔布斯收到了一个年轻人的邮件，于是就叫他到公司来。面试进展的并不顺利，年轻人显得太紧张。那天晚些时候，乔布斯碰见了他，他正沮丧地坐在大厅里。年轻人问乔布斯可不可以向他展示一个作品。乔布斯在他身后不以为然地看着。他看到了一段用 Adobe Direct 制作的视频，所有图标都在屏幕的下方排成一排。当年轻人把鼠标停在某一个图标上时，鼠标就会像放大镜一样把那个图标膨胀变大。我说我的天哪，然后当场就雇了他。乔布斯回忆道，这一界面特征成为了苹果操作系统 Mac OS X 中一个非常受人喜爱的部分。这个设计师又接着设计出了多点触控屏幕的惯性翻页功能，是指在手指停止滑动之后，页面仍能够自动翻页一段时间，真让人喜欢。乔布斯在 Next 公司的经历使他成熟，却没有使他更圆熟。他依然还没有给他的奔驰车挂牌照，而且仍旧把车停在前门旁边的残疾人停车区，有时候还要占2个车位。这辆奔驰车的笑话流传开来，员工们做了一个标志：非凡泊车。更有甚者，把残疾人车位标志上的轮椅也改成了奔驰的标志。在大多数会议结束的时候，乔布斯都会宣布下一步要做的决定或是战略，通常用他简单粗暴的方式。他会说，我有个绝妙的点子，即便这个主意是刚刚有人提出过的。或者他会说，这简直烂透了，我一点都不想这么做。偶然遇到尚未准备好处理的事物，他就会暂时放在一边。员工们能够甚至是被鼓励去挑战他，有时他还会因此而尊敬你。但是在他处理你的意见时，你必须要准备好迎接他的回击，他甚至会把你骂个狗血淋头。你永远不可能当时就赢得这场辩论，不过有时你会在最后胜出。和里克劳一起工作的创意广告人詹姆斯·文森特说，你提出一些观点，他说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之后他又回来说我们就这么做吧。你会忍不住想说，我2个星期前提出来的时候，你说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但是你不能这么说，而只能说这点子很棒，我们就这么做吧。人们还要忍受乔布斯偶尔提出的无理要求或错误主张，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同事，他都经常会非常坚决地去宣称一些跟现实没什么关系的科学或历史事实。这世界上一定有什么事儿是他完全不了解的，但是他会利用他疯狂的表现力和坚信不疑去说服人们相信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艾弗说，并认为乔布斯的行为古怪的可爱。乔布斯有时火眼金睛，能够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里克劳回忆起，有一次他给乔布斯看一段广告片，是按照乔布斯的意见做过小改动的，但他还是被乔布斯长篇大论地批评了一顿，说他把这个广告给彻底毁了。于是克劳只好给乔布斯看之前的那些版本，试图证明他是错的。有一次他发现我们多剪掉2个镜头，这2个镜头是一闪而过的，几乎不可能被发现，克劳说。但是他要求每幅画面都要和背景音乐结合得恰到好处。他的想法完全正确。发布会总指挥就在 iMac 发布会大获成功之后，
乔布斯开始精心设计每年4到5次的产品发布会和演讲。他精通演讲艺术，以至于公司的其他主管都不敢和他较量。在乔布斯的魔力演讲一书中，卡梅安·加洛写道，乔布斯的演讲往往会刺激听众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乔布斯最为重视舞台上那戏剧性的揭幕，所以他对事先保密的要求十分严格。苹果公司甚至为此事上过法庭，他们甚至通过起诉关闭了一个名为畅想秘密的个人博客，博主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尼古拉斯·亚西雷利，也是麦克的拥趸。他在这个博客中发表了一些对苹果未来产品的猜测和抢先播报，虽然这种行为受到了批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10年苹果起诉了 Gizmodo 网站关于提前披露 iPhone 4消息的行为，但他们帮助提升了大众对苹果产品的期待，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乔布斯的产品发布会都是精心安排的，他会穿着黑色高领衫和牛仔裤缓步上台，手里拿着一瓶水，听众都带着教徒般的虔诚，整个活动更像是一场宗教复兴大会，而不是公司的产品发布会。记者们被安排在中间的区域，乔布斯会亲自撰写和修改演讲内容的幻灯片和要点，他会给朋友和同事观看并征求意见。妻子劳伦说，每一页幻灯片他都要改上6、7次，在每一次演讲前我都会陪他准备几个晚上。他把每一页内容都做成3种不同风格的幻灯片，然后让劳伦选出最好的一个。他对此十分投入，他会把每句话翻来覆去地说，改变1、2个词，再重新说一遍。发布会的展示方式也体现了苹果产品的简约，贫乏的舞台，几个道具，但是在背后却是真正的精密复杂。苹果的产品工程师麦克·埃万杰利斯特开发了 iDVD 软件，并帮助乔布斯准备这部分的演讲。在发布会的前几周，他和他的团队花了几百个小时，为乔布斯找那些要刻录进 DVD 并要在台上展示的图片、音乐和照片。我号召了公司里所有我们认识的人，让他们交来最好的家庭录像和照片。埃万杰利斯特回忆道，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这些素材中的大部分乔布斯都不喜欢。埃万杰利斯特认为乔布斯不可理喻，不过后来他也承认，不断的敦促带来了更好的效果。下一年，乔布斯让埃万杰利斯特上台演示 Final Cut Pro， 一款视频编辑软件。在预演中，乔布斯坐在观众席中央，这让埃万杰利斯特十分紧张。乔布斯来者不善，他听了1分钟之后就打断他，不耐烦地说，你要是搞不定，我们就要把这段演示从主题演讲中删掉。菲尔·希勒把埃万杰利斯特叫到旁边，教他怎么让自己放松下来。他终于通过了下一轮预演，在正式发布会上也表现得很好。他说，他珍视的不仅是乔布斯最终给他的赞赏，还包括他在预演过程中的苛刻评估。他迫使我要更加努力，而且最终我做得比预期的要好。他回忆说，我相信这是史蒂夫·乔布斯带给苹果的最重要的影响力之一。他无法容忍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从 ICEO 到 CEO，2年多的时间里，乔布斯在苹果董事会的导师埃德·伍拉德一直在催促他把 ICEO 前的 I 临时去掉。乔布斯不仅一直拒绝接受这个职位，更让大家困惑的是，他每年只拿$1年薪，而且也没有领取期权。乔布斯喜欢开玩笑说，$50是出勤，另外$50要看工作表现。自从他1997年7月回归以来，苹果的股价已从将近$14涨到了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的$102以上。1997年，伍拉德恳请乔布斯至少取回一小部分股权，但乔布斯拒绝了。我不希望公司里的同事认为我是为了钱才回来的。如果他当初接受了伍拉德的请求，他的股票价值如今已达到$4亿。但事实上，他这2年多只拿了$2.5的工资。他坚持挂着临时名号的主要原因是他对苹果公司的未来有一种不确定感。但是随着2000年临近，很明显苹果已经东山再起了，而这都归功于乔布斯。他和妻子劳伦一起长途散步时讨论了这件事儿。大多数人现在都认为这是水到渠成的，而他却觉得这仍然是个重大的决定。如果他去掉了临时一词，苹果公司将可能实现他所有的设想，
包括有可能让苹果进军计算机产业以外的市场。他最终做出了决定。伍拉德非常兴奋，他表示董事会愿意给他巨额股份。我直截了当的和你说吧，乔布斯告诉他，我更想要一架私人飞机。我刚刚有了第3个孩子，我不喜欢搭商业航班，我只是想带全家去夏威夷度假。当我飞去东海岸的时候，我更愿意让我认识的飞行员开飞机。他是一个对商业航班和航站楼毫无好感和耐心的人，即便是被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接管之前也是一样。董事会成员拉里·艾利森爽快地答应了乔布斯的要求。乔布斯用过几次他的飞机，为此苹果公司在1999年向艾利森支付了10.2万美元。艾利森还说，看在他做出那么多贡献的份上，给他5架飞机都不为过。他后来又说，这是一个完美的致谢礼物，他拯救了苹果，却不求回报。所以伍拉德愉快地答应了乔布斯的要求，一架湾流微型飞机，此外还赠予他1400万份期权。但是乔布斯的回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想要更多，2000万份。伍拉德既困惑又生气，董事会只有权从股东那里分出1400万份期权。伍拉德说，你说你不要别的，我们给了你一架飞机，你说你只要飞机。乔布斯回答，我从来没有在期权的问题上坚持过，但是你曾建议说，我最多能拿到公司5%的期权，这就是我现在想要的。这个口诀使原本的庆祝场面顿时尴尬起来，最终他们研究出一个复杂的解决方案。2000年1月，以现价授予乔布斯1000万股股票，但是视同已在1997年授予。2001年他还将再获得另一半期权。更糟糕的是，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股价下跌，乔布斯从未行使过这笔期权。到2001年底，乔布斯要求把期权的行权价格调低后再度授予。这场期权之争到后来仍旧会困扰公司。虽然没有从期权当中获利，但乔布斯对飞机还是非常满意的。不出所料，他为飞机内部的设计大费周章，前后共花了1年多的时间。他雇了一名设计师，从艾利森的飞机开始练手，很快设计师就要被他逼疯了。打个比方，在艾利森的 G5 飞机的机舱之间有一扇门，门上有按钮分别控制开与关。乔布斯要求在他的飞机里要换成2合1可以转换的按钮，而且他还不喜欢按钮那光滑的不锈钢材料，而把它们都换成拉丝金属的。最终乔布斯得到了一架他心目中的飞机，他很喜欢它。艾利森说，我对比了一下我们俩的飞机，它的改装确实更好。2000年1月，在旧金山的麦克沃特大会上，乔布斯发布了新的操作系统 macOS X， 其中使用了苹果公司3年以前从 Next 购买的一些软件。这是个恰当的时机，不完全是巧合。就在 Next 的操作系统被合并进苹果计算机时，乔布斯发觉自己也想合并回苹果公司。阿维泰瓦尼安把 Next 的操作系统中基于 Unix 的 Mac 内核转换成了 macOS 内核，也被叫做达尔文。这种内核提供内存保护机制、升级的网络功能以及抢先式多任务处理功能，这正是 Mac 需要的操作系统，而且也为后来的 macOS 系统奠定了基础。包括盖茨在内的一些批评人士发现，苹果并没有完全采用 Next 的操作系统。事实的确如此，因为苹果并不想直接推出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系统，而是想对现有的系统进行更新。老的 Mac 程序中的应用软件都适用于或易于转换到新系统中，而苹果电脑的用户都会发现，升级后的系统多了很多新功能，而不仅仅是全新的界面。自然，麦克沃特大会上的苹果爱好者们对这一消息反应热烈。当乔布斯在展示系统桌面时，鼠标划过使图标依次变大，大家欢呼雀跃。但是掌声最热烈的时刻是他每一次在结尾时的保留节目。还有一件事儿，他谈了关于他在皮克斯公司和苹果公司的工作，并表示这种双重身份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地宣布，我要摘掉临时这个帽子，他说道，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人们激动地起立尖叫，就像是看到披头士乐队在聚首了一样。
乔布斯咬了咬嘴唇，调整了一下金丝框架，换上一副优雅而谦卑的面孔说：你们让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每天都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们一起工作，无论是在苹果还是在皮克斯，但是这些成就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我代表苹果公司的每一个人接受你们的谢意。第29章，苹果零售店，天才吧和西耶纳沙石。顾客体验。乔布斯不喜欢失去对任何事情的控制，尤其是关系到顾客体验的事情。但是他面临着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部分他还没有控制到，那就是在商店里购买苹果产品的体验。Buy Shop 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计算机行业的销售已经从本地的计算机专卖店过渡到了大型连锁商店和量贩店。但是在这些地方，大部分店员既不具备苹果产品的基本知识，也没有意愿去为顾客解释产品的独特性能。乔布斯说，所有的销售员都只关心那$50的销售提成，其他的计算机都很普通，但是苹果计算机有一些创新的功能，价格也更高。他不希望 iMac 被放在戴尔和康柏的旁边，然后不懂行的店员向顾客背诵出每台计算机的配置。除非有办法在商店里就把我们的理念传达给顾客，否则我们就完蛋了。1999年中后期，乔布斯开始极其秘密地面试一些能开发苹果零售店的管理人员。其中一个候选人热爱设计，他就像是天生的零售商一般，拥有孩童般的热情。罗恩·约翰逊当时是塔吉特公司负责销售规划的副总裁，主要工作是发布外观独特的新产品，比如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茶壶。约翰逊回忆起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时说，史蒂夫非常容易沟通，他穿着高领衫和破旧的牛仔裤，开门见山地谈起他为什么想要开零售店。他告诉我，如果苹果想要成功，那一定是通过创新取胜，但如果你无法把创新之处传达给顾客，你就无法通过创新取胜。2000年1月，约翰逊来参加第2轮面试，乔布斯建议他们一起出去走走。早上8点半，他们去了斯坦福购物中心，这是一栋向四处伸展的不规则建筑，里面有140家商铺。当时这些商铺都还没开门，于是他们一边在里面上上下下的走来走去，一边讨论着购物中心的布局，大型购物中心相对于其他商店来说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某些专卖店成功的原因。他们一直走走谈谈到上午10点，商铺纷纷开门了。他们先去了爱迪堡，这家商铺有2个入口，一个直接面对购物中心内部，另一个连着停车场。乔布斯说，苹果零售店只能有1个入口，这样能够更好地控制顾客体验。他们一致认为爱迪堡的商铺过于狭长，而最好的情况是让顾客一进来就能了解店铺的整体布局。在这家购物中心里没有科技类的店铺，约翰逊将原因解释为传统观念认为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一般租金都比较便宜，当消费者要买计算机这种大件的又不经常购买的商品时，还是愿意开车去那里，因为那边的租金会便宜些。乔布斯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苹果零售店应该开在繁华街区的购物中心里，那种区域客流大，无论租金有多贵。他说，我们不能让顾客驱车10英里去看我们的产品，而是要在10步之内，尤其是 Windows 用户，一定要给他们设好埋伏。如果路过这里，他们会出于好奇心走进来。如果我们把店面做得足够吸引人，一旦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产品，我们就赢了。约翰逊认为商铺的面积能够体现品牌的重要性。他问道，苹果有 Gap 那么大牌吗？乔布斯说，比 Gap 大多了。约翰逊一世说，那苹果零售店也应该比 Gap 的大，否则你就是个无关紧要的牌子。乔布斯向他描述了麦克马库拉的名言，一家好的公司要学会灌输，他必须竭尽所能传递它的价值和重要性，从包装到营销。约翰逊很喜欢这个概念，这绝对可以应用到零售店中。他说，零售店将成为品牌最强有力的实体表达。
约翰逊描述了自己年轻时第一次踏进拉尔夫·劳伦开在曼哈顿麦迪逊大道与72街交叉口处的店铺时所看到的四下镶嵌着木板，如大厦般宏伟的店面散发着艺术气息。每当我买了一件 polo 衫，我都会想起那栋大厦，那是对拉尔夫理念的实体表达。他还说，米基·德雷克斯勒对盖普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当你想到盖普品牌时，马上就会联想到它巨大的商铺、洁净的空间、木质地板、白色墙面和整齐叠放的衣物。考察结束之后，他们开车回到公司，坐在会议室里把玩着公司的产品。产品的数量不多，不足以装满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店的货架，但这反而是一个优势。他们决定要建立一个以少为易的商店，简约通透，给人们提供很多适用产品的位置。约翰逊说，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苹果产品，他们认为苹果是一个异类。如果你想要转变形象，从异类变成炫酷有趣，那么建造一个能给人们提供适用空间的商店会很有帮助。商店风格也将沿袭苹果产品的特点，有趣、简单、时髦、有创意，在时尚与令人生畏之间拿捏得刚刚好。苹果样板店。当乔布斯说出打造苹果零售店的设想时，董事会成员并未露出喜悦之情。他们提出，杰威计算机在开了郊区的零售店之后就走向了衰落，但是乔布斯认为他能够做得更好，因为苹果零售店将开在地段更昂贵的购物中心里。不过他的分析似乎并没让董事会放心。非同凡响和致疯狂的人可以拿来做不错的广告词，但是董事会却在犹豫是否该把他们当成公司的战略方针。亚瑟·莱文森在2000年被乔布斯邀请加入董事会，此前他是基因泰克公司的 CEO。 他回忆说，我当时挠着头想，这点子可真够疯狂的。我们是一家小公司，还比较边缘化。我说，我不敢确定自己会支持这种做法。埃德伍拉德当时也对此表示怀疑。杰威就做过这样的尝试，最后失败了，而戴尔并没开零售店，通过直销也取得了成功。乔布斯没有把董事会的阻挠放在心上。最后一次讨论时，乔布斯已经换掉了董事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这一次既是出于个人原因，也是因为不想再和乔布斯玩这种拔河比赛。伍拉德决定辞职，不过在他辞职之前，董事会已经批准了开设4家苹果零售店进行试运营。在董事会里面，倒是有一个人一直都支持乔布斯，他就是盖普的前 CEO 米勒德·米基·德雷克斯勒。这个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出生的零售界大亨，在1999年被乔布斯拉进了苹果的董事会。他曾经把死气沉沉的盖普连锁店变成了美国休闲文化的标志。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的在设计、形象和消费者需求方面与乔布斯同样成功和精明的人。另外，他还强调端到端的控制模式。盖普商店只出售盖普品牌的产品，而且盖普产品几乎只能够在盖普商店里独家销售。德雷克斯勒说，我不再把产品放进百货商店，因为我必须要控制我自己的产品，从生产制作到最终销售。史蒂夫也是这样的人，我想这也是他把我拉进来的原因。德雷克斯勒给了乔布斯一个建议，在苹果园区附近秘密建立一个模拟商店，按照正式的店面进行装潢布置，然后就在那里讨论，直到有完整的想法。于是约翰逊和乔布斯就在库比蒂诺租下了一间空置的库房。接下来的6个月里，每周2上午，他们都在那里进行头脑风暴会议，一边在里面来回走动，一边完善他们的零售理念。这个商店的性质和艾夫的设计工作室很相似，都是乔布斯的避风港。乔布斯用他那可视化的方式，通过触摸和观察里面的变化，不断地想出新点子。乔布斯回忆说，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到这儿来走走，只是随便看看。有时他也会让德雷克斯勒、拉里·艾利森以及其他可以信赖的伙伴过来看看。艾利森说，有很多个周末，只要他没有让我看《玩具总动员2》里的新场景，他就会让我去库房看模拟商店。
他对美学和服务体验的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搞得我不得不和他说，史蒂夫，如果你还要我去看那个商店，我就不去找你了。艾利森的甲骨文公司当时正在开发手持结账系统软件，这样就不必再设一个现金收银台。每一次拜访，乔布斯都会刺激艾利森找到简化付款流程的办法，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步骤，比如出示信用卡和打印凭条。艾利森说，如果你见过苹果零售店和苹果产品，你就会了解到史蒂夫对美学和简约主义的热爱。这种包豪斯设计体系和绝妙的简约主义，从进入商店一直贯穿到付款流程，这意味着对步骤的绝对简化。史蒂夫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他对付款流程的要求。德雷克斯勒看到接近完工的模拟商店之后，提出了一些批评：空间太琐碎了，还不够干净，还有太多让人分心的建筑结构和色彩。他强调要让顾客一步入这个零售区域，只需看一眼就了解这里的流程。乔布斯同意他的观点，简约、减少分心的因素是一家商店成功的关键。对于产品来说也是一样。德雷克斯勒说，在那之后他做了一些修正，并且成功了。他的愿景是能够完全控制产品的全过程，从设计到销售。2000年10月，就在约翰逊觉得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他在周二例会前的半夜醒来，头脑中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们犯了一些根本性的错误。他们围绕着苹果的主要产品线，把商店分成若干个区域，有 Power Mac、iMac、iBook 和 PowerBook。但是乔布斯开始发展出一个新的概念，使计算机成为你所有数字生活的中枢。换句话说，你的计算机能够处理相机里的视频和照片，或许有一天也能用作音乐播放器来听歌，或者阅读书和杂志。黎明时分，约翰逊计上心头，商店内部不能只按照公司的4款计算机产品线进行划分，还应该考虑到顾客想做什么。他说，比如，我想可以有一个电影区，在那里我们可以用几台 Mac 电脑和 PowerBook 运行 iMovie 软件，向顾客展示怎么从摄像机中导入文件并编辑。周二一大早，约翰逊就来到乔布斯的办公室，并陈述了这个临时冒出的关于重新组建商店格局的新想法。他早就听说过他的老板经常会口不择言，极力挖苦，但这次他才算是真正领教了。乔布斯爆发了：你知道这个变化有多大吗？他嚷道：我他妈为这个商店玩命干了6个月，你今天才告诉我全部都要改。然后他突然安静下来：我累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从零开始设计一间商店。约翰逊语塞，乔布斯也没有再让他开口。在开车去模拟商店的路上，大家已经汇合在那里等着开周二会议。乔布斯告诉约翰逊，一会儿不要跟他或团队的任何成员说话。于是这7分钟的车程里，两人一直保持沉默。当他们抵达时，乔布斯已经把刚才的信息过了一遍。我知道罗恩是对的，他回忆道。乔布斯做了这样一个令约翰逊惊讶的开场白。罗恩认为我们错了，他觉得我们不应该按照产品来划分区域，而是应该考虑到顾客的活动。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你们知道他是对的。他说他们将重新设计布局，即使这样会把首次亮相的时间从原定的1月份再拖延3-4个月，我们只能一次成功。乔布斯喜欢向人们讲述他所做的每件漂亮事儿都曾有过反攻的时候，只要他觉得不够完美时就会重来。那天他对团队也讲了这些故事。他讲到了在制作玩具总动员的时候，胡迪这个角色原本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还有麦克的制造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他说，如果你发现有些事做得不对，你不能只是忽略它，然后说以后再处理，这是其他公司的做法。苹果样板店终于在2001年1月完成了改装工作。乔布斯首次邀请董事会前往参观。他先是在白板上向大家讲述了他的设计理念，然后带大家乘面包车前往2英里外的样板店。在了解了乔布斯和约翰逊建好的商店之后，大家一致同意让项目继续进行。董事会认为，苹果零售店将把零售和品牌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能确保消费者不会把苹果电脑看成戴尔或康柏那样的
大众化商品。但大多数外界专家都不看好苹果零售店。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抱歉，史蒂夫，这就是苹果零售店无法成功的原因》的文章，其中写道，也许这次乔布斯不再非同凡响了。苹果的前首席财务官约瑟夫·格拉齐亚诺的话也被引用到文章中。苹果公司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仍然认为成长的秘诀是，当这个世界已经格外满足于奶酪和脆饼时，他们应该去卖鱼子酱。零售顾问戴维·格斯丁也断言道，不出2年，他们就会闭门歇业，并为这个错误付出痛苦而沉重的代价。木材、石头、钢铁、玻璃。2001年5月19日，第一家苹果零售店在弗吉尼亚州的高端购物中心泰森角开业了。亮白色的柜台，浅色的木地板，店内还悬挂着一张印有非同凡响的巨幅海报，上面是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坐在床上。那些怀疑论者估计错了，当初杰威计算机商店每周的平均客流量只有250人左右，截至2004年，苹果零售店每周的平均客流量已经达到了5400人。在这一年，苹果零售店的收入达到12亿美元，并因为突破10亿美元量级而创下了零售业的新纪录。每家零售店的销量每隔4分钟就会由埃利森的软件汇总成电子表格，快速地生成关于如何整合制造、供应和销售渠道的信息。随着零售店越来越受欢迎，乔布斯便开始插手方方面面。里克劳回忆道，零售店刚开业时，在一次营销会议上，乔布斯让我们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决定店内厕所的标识该使用哪一种灰色。波林塞文斯基杰克逊建筑事务所为店面提供设计方案，但是主要方面还是由乔布斯做决定。乔布斯尤其关注楼梯的设计，苹果零售店的楼梯和他以前为 Next 办公楼设计的楼梯如出一辙。他每去一个正在兴建的店铺时，都会对楼梯的设计提出改进建议。为此，楼梯递交的2项专利申请书上都把他作为主要发明者。一个专利是采用了透明玻璃踏板和玻璃混合金属钛的支架，一个专利是采用含有多层玻璃压制而成的整块承重玻璃系统。1985年，在被苹果驱逐之后，乔布斯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人行道上的灰蓝色石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2002年，乔布斯得出一个结论：浅色的木地板有些平庸。你很难想象此种担忧会困扰史蒂夫·鲍尔默这样的人，就决定改用那种石头做的地面。一些同事建议他用混凝土，成本是石头的1/10，而且也可以模仿出石头的颜色和纹路。但是乔布斯坚持必须用真正的石头。灰蓝色的锡耶纳砂石有着清晰的纹理感，来自佛罗伦萨外围费伦佐拉的一个家庭自营采石场 El Casen。约翰逊说，我们只从山上采集的石头中挑选了3%，因为它们必须要有合适的颜色、纹路和纯度。史蒂夫对石头的颜色和完整性非常挑剔，所以佛罗伦萨的设计师千挑万选，再叫人把它们切成尺寸适当的石块，并在每一个石块上面做好标记，以确定哪一块石头和哪一块相邻。约翰逊说，铺在佛罗伦萨人行道上的石头一定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苹果零售店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天才吧，这是约翰逊和他的团队用2天外出集思的时间想出来的。他让每个人描述他们享受过的最好的服务，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在4季酒店和丽兹卡尔顿酒店的一些美好经历。所以约翰逊派出了第一批共5名零售店经理去参加丽兹卡尔顿酒店的培训项目。他还想到一个点子，就是建立一个融礼宾服务台与吧台特色于一体的服务设施。如果我们在吧台都配上些最聪明的麦克专家，你看怎么样？约翰逊对乔布斯说，我们可以叫他天才吧。乔布斯觉得这个点子太离谱了，而且还反对这个名字。他说，你不能叫他们天才，他们是极客，他们没有那种交际能力来贯彻天才吧的宗旨。约翰逊也不知所措了，但是第2天他碰巧遇到苹果公司的法律总顾问，对方告诉他，对了，
史蒂夫刚才让我去给天才吧这个名字注册商标。苹果位于曼哈顿第5大道上的零售店在2006年开业。这一家新开张的店把乔布斯的很多创意激情集结到了一起，立方体、标志性的楼梯、玻璃以及极致的简约主义。约翰逊说，这是真正的乔布斯店，每天营业24小时，全年无休。开业第1年的客流量就达到平均每周5万人。还记得杰威的客流量吗？平均每周250人。这也证明了乔布斯选址在繁华地段的策略是正确的。乔布斯在2010年自豪地说，这家店每平方英尺带来的平均收入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店都多，而且总收入也比纽约的任何一家店，包括萨克斯百货和布鲁明戴尔百货要多。这是实实在在的美元，还不仅仅是每平方英尺的平均收入。乔布斯还把产品发布会上的那种戏剧性的手法用到了零售店的开业典礼上。人们开始奔走于各个开业典礼，并且整夜在门外排队，就是为了能成为首批进店的人。盖瑞·艾伦为苹果零售店的狂热拥护者们开设了一个网站。他说，在我14岁儿子的建议下，我在帕洛奥图第一次熬夜排队，这成了当时一项有趣的社会活动。我们熬过好几次夜，还有5次在其他国家，我们还遇到了很多很棒的人。2011年7月，在第一批苹果零售店开业10年之后，全世界已经有326家苹果零售店。最大的店在伦敦的科芬园，最高的店在东京的银座，每家店的年平均收入是3400万美元。2010财年的净销售总额是98亿美元。但是零售店的贡献还不仅仅是这些，零售店为苹果公司贡献的收入仅占 15%， 但他们在制造话题和提高品牌认知度这方面做出了间接的贡献，提升了整个公司的业务。2011年，即使在与癌症做斗争时，乔布斯也仍然在花时间设想未来的店铺规划。比如，他想在纽约中央车站建一个这样的店铺。一天下午，他向我展示了一张第5大道店的照片。他指着两边各18块玻璃的外墙对我说，这是当时流行的玻璃技术，但我们必须自己制造高压玻璃脱泡器。然后他拿出一张图纸，上面的18块玻璃已经变成了4大块巨大的玻璃。他说，这是他下一步要做的，这是对美学与技术结合的又一次挑战。他说，用现在的技术，我们不得不让这个立方体外形矮1英尺，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所以我们必须在中国造一些新的玻璃脱泡机。罗恩·约翰逊对这个提议并不感兴趣，他认为18块玻璃比4块玻璃要好看些。他说，这些店铺的外观比例刚好和通用汽车大楼的柱廊协调一致，它像一个珠宝盒那样熠熠发光。我认为如果玻璃的透明度太高，也会成为一个错误。他为此和乔布斯争辩，但没有用。约翰逊还说，一旦技术有了新突破，他就要利用起来，而且对史蒂夫来说，少永远意味着多，越简单越好，所以最好就是能用更少的元素搭建起一个玻璃屋，不但更加简约，而且是站在技术的前沿。这就是史蒂夫最喜欢做的，无论是对于他的产品还是他的零售店。第30章，数字中枢，从 iTunes 到 iPad， 连点呈现。每年乔布斯都会带着他最有价值的员工进行一次百节外出集思会。这100名员工的挑选原则很简单，如果你只能带上100人跳上救生船去开创下一家公司，你会带上谁？在每一次秘密会议结束时，乔布斯会站在一块白板前。他非常喜欢白板，因为白板能让他完全掌控现场，而且方便讨论要点。问大家，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10件事情是什么？人们会互相争论，让自己的建议能被采纳。乔布斯会把这些建议写下来，然后再删掉那些他认为愚蠢的。几轮辩论下来，整个小组将最终确定前10大最应该做的事儿。乔布斯会把最后7件全部划掉，然后宣布我们只能做前3件。到2001年，苹果已经为自身的计算机产品做了不少创新，现在是非同凡响的时候了。
那一年，乔布斯白板上的下一步做什么清单中又多了一些新的可能性。那时候，数字领域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互联网泡沫破灭了，纳斯达克指数也比最高时下降了超过 50%。只有3家科技公司在2001年1月的超级碗大赛中上了广告，而上一年这个数字是17。与此同时，通货紧缩也更加严重。自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创立苹果公司以来的这25年中，个人计算机成为了数字革命中的核心产品。但是现在，专家预测它的核心地位即将结束。华尔街日报的沃尔特·莫斯伯格写道，计算机已经衰变成了无聊的东西。杰威的 CEO 杰夫·维特泽恩宣称，我们已经明确的要改变个人计算机作为核心产品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乔布斯宣布了一项新的重大战略，这不仅将改变苹果，也将影响到整个技术产业。个人计算机不会成为边缘化的副线产品，而将成为一个数字中枢，整合各种数字设备，包括音乐播放器、录像机以及相机。你可以用计算机连接并同步所有这些设备，它也可以管理你的音乐、图片、视频信息，以及乔布斯称为数字生活方式中包含的方方面面。苹果公司将不再仅仅是一家计算机公司。事实上，计算机这个词也将从苹果计算机公司的名称中剥离。麦克即将得到重生，至少在下一个10年中成为各种新潮数字产品的中心，包括 iPad、iPhone 和 iPad。乔布斯年近30岁时曾做过一个关于唱片的比喻，他一直在思考为何人在30多岁后就会变得思维僵化，缺乏创新意识。他说，人们被卡在这些固有的形式中，就像唱片中某一段固定的凹槽，他们永远无法摆脱出来。当然，有些人天生就有强烈的好奇心，永远有一颗孩子般的心，可惜这样的人太稀少了。45岁时，乔布斯准备从他的凹槽中跳出来。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能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预见到未来的数字革命，并全身心投入这一潮流之中。一直以来，他都站在人性和科技的交叉点上。他热爱音乐、图片和视频，他也热爱计算机。数字中枢的本质就是把我们对创意艺术的欣赏和伟大的工程技术结合起来。乔布斯在很多次产品介绍的最后都会展示一个简单的页面，上面有一个路标，标示着人文和科技的十字路口。他正处在这个位置，而且也是基于此，他才先人一步，有了对数字中枢的设想。因为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他要求把产品的所有部分都整合在一起，从硬件到软件，从内容到营销。在台式计算机领域，这一策略并未胜过微软 IBM 模式，一家公司的硬件可以向另外一家的软件开放，反之亦然。但如果计算机成为数字中枢，对于苹果这样一个整合了计算机、数字设备和软件的公司来说，乔布斯的策略绝对是一个优势。这将意味着移动设备中的内容可以和计算机无缝连接，受其控制。他对简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追求。2001年以前，就有人发明了便携式音乐播放器、视频编辑软件和其他各类数字时尚产品，但是它们都过于复杂，他们的用户界面甚至比你的录像机更令人困惑，更无法与 iPad 和 iTunes 相提并论。孤注一掷是他最喜欢的词之一，他也愿意把这个词用在他的新构想上。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导致其他科技公司减少了对新产品的投入。他回忆说，当所有人都在削减开支的时候，我们反而决定要在情况低迷时继续投资。我们主要会投资在研发上面，发明出一些新东西。一旦低潮期过去，我们就已经领先于竞争对手了。这种投入造就了苹果公司持续创新最辉煌的10年。火线，乔布斯关于计算机将成为数字中枢这个设想，要追溯到苹果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的火线技术。火线是一条高速的串口，能够将数字文件，比如视频，从一台设备快速转移到另一台设备。日本的摄像机制造商采用了这一技术，
之后，乔布斯决定把火线用在1999年10月上市的新版 iMac 上。他开始预见到火线将成为苹果系统的一部分，用来把视频文件从摄像机中转移到计算机上，然后再进行编辑和发布。为了让这一功能得以实现， iMac 需要有一款出色的视频编辑软件。为此，乔布斯决定去 Adobe 公司找他的老朋友。Adobe 是一家出品数字图像软件的公司。乔布斯请他们制作一款适用于新的 Mac 版本的 Adobe Premiere 软件。当时这一软件在 Windows 系统中很流行，可是 Adobe 公司高层断然拒绝了它，这让乔布斯备受打击。他们说 Mac 的用户太少，要单独为它做一个软件不太划算。乔布斯愤怒了，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他后来跟我说，我让 Adobe 出了名，他们却这样对待我。Adobe 随后又拒绝为 Mac OS X 系统定制其他的流行软件，比如 Photoshop。即使 Mac 电脑在使用这类软件的设计师和创意人士中非常受欢迎，整个局面更加糟糕了。乔布斯永远都不会原谅 Adobe。10年后，他向 Adobe 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争，不允许 Adobe Flash 在 iPad 上面运行。他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而这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要对一个系统中的所有关键元素实施端到端的控制。他说，当1999年 Adobe 背叛了我们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在我们所涉足的任何领域，必须要同时控制硬件和软件，否则我们迟早要受制于人。所以，从1999年开始，苹果为 Mac 操作系统制作应用软件，目标用户就定位在横跨艺术和科技交汇处的人群。这些软件包括数字视频编辑软件 Final Cut Pro， 为入门级用户开发的 iMovie， 制作视频或音乐光碟的 iDVD， 和 Adobe 竞争的照片编辑软件 iPhoto， 用于音乐制作和混音的工具车库乐队，管理歌曲的 iTunes， 以及购买歌曲的 iTunes 商店。数字中枢的创意很快清晰起来。乔布斯说，我是通过摄像机才理解到这一点的。使用 iMovie 软件能让你的摄像机价值增加10倍。你不用再花几百个小时坐在那里看原片，而是在你的计算机上进行编辑，制作漂亮的淡入淡出效果，添加背景音乐，把你的名字加在片尾字幕中，也过一把当制片人的瘾。它激发了人们的创意，让人们表达自己，制作出一些富有情感的作品。在那一刻，我觉得个人计算机正在演变成另一种东西。乔布斯还有一个想法，如果计算机成为一个中心，还可以使便携式设备变得更简单。这些数字设备中的很多功能，比如编辑视频或图片，都不太好用，因为屏幕太小了，很不适合功能太多的菜单。计算机就可以简单地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乔布斯还观察到，如果将设备、计算机、软件、应用程序、火线整合到一起，就能让这些功能发挥得更好。他回忆道，我更加相信端到端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这个方案的绝妙之处在于，苹果是唯一一家提供这种整合方案的公司。微软做软件，戴尔和康柏做硬件，索尼生产数字设备， Adobe 开发应用程序，但是只有苹果把这些整合到了一起。乔布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我们是唯一一家掌握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全部设备的公司，我们能够为用户体验负全部的责任，我们能做到其他公司做不到的事情。苹果在数字中枢战略中的第一个突破是对视频的整合。你可以用火线把视频传到苹果电脑上，然后通过 iMovie 编辑成一个作品，然后呢，你还可以把作品刻录进一些 DVD 里，这样你和你的朋友就能在电视上欣赏。他说，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光驱制造商进行合作，以给用户生产出能刻录 DVD 的光驱。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公司。和往常一样，乔布斯格外关注为用户制造出尽可能简单的产品，这也是成功的关键。麦克·埃万杰利斯特曾在苹果负责软件设计，他回忆起当初为乔布斯展示早期版本的用户界面时的情景。在看了一些界面截屏图之后，乔布斯跳起来，抓起一支记号笔，
在白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长方形。他说，这是新的应用程序，它有一个窗口，你把视频拖拽进这个窗口，然后按下刻录按钮，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埃万·杰利斯特目瞪口呆，然而这一想法却为 iDVD 的简便功能奠定了基础。乔布斯甚至还帮助设计了刻录按钮的图标。乔布斯意识到数码照相也是一个即将爆发的领域，所以苹果也开发了一些让计算机成为照片中心的方法。但是至少在第一年里，他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时惠普和其他一些公司正在制造刻录音乐 CD 的光驱，但是乔布斯意气用事，坚持让苹果专注于视频而不是音乐。另外，乔布斯还坚持让 iMac 装配一种更高雅的吸入式光盘插槽，而不是传统的托盘式光驱。这就意味着 iMac 错过了配备第一代刻录光驱的机会，因为当时只有托盘式光驱才能具备这种功能。他回忆道，我们错过了这班船，所以我们需要迎头赶上。一家创新型的公司不仅仅要做到推陈出新，而且要在落后时知道如何迎头追上。iTunes。 不久，乔布斯就意识到音乐将是一笔大生意。2000年时，人们正热衷于把音乐从 CD 拷贝到计算机上，或者从文件分享服务商那里，比如 Napster 下载音乐，然后把自己挑选的音乐刻录进空白 CD。 那一年，美国的空白 CD 销量达到 3.2 亿张，而美国总人口也只不过 2.81 亿人。这说明有一些人非常喜欢刻录 CD， 但是苹果却无法满足这一人群的需求。乔布斯告诉财富杂志，我就像一个笨蛋，我知道我们错过了，我们必须要努力追上去。乔布斯在 iMac 上加了一个 CD 刻录光驱，但这还不够。他的目标是把这一过程变得更简单，从 CD 上传输音乐到计算机，用计算机管理音乐，然后刻录。其他公司已经在制作一些音乐管理软件了，但这些软件既笨拙又复杂。乔布斯有一个特长是，一眼就能看出市场上充斥着二流产品。他看了市面上所有音乐应用程序，包括 Real、Jukebox、Windows Media Player， 以及惠普推出的和刻录光驱配套的一款软件，然后得出了结论，它们都太复杂了，即使是天才也只能搞明白其中一半的功能。这时比尔·金凯德出现了，他之前是苹果公司的一名软件工程师。有一天，他一边驱车前往加州的威洛斯赛道，准备开着他的福特跑车在赛道上驰骋，一边听着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节目。虽然有点不搭调，他听到一条新闻在介绍一种叫做 Real 的便携式音乐播放器，能够播放一种叫 MP3 的数字音乐格式。当他听到播音员的一句话时，突然兴奋起来。但是别激动，苹果迷们，因为 Real 和苹果电脑不兼容。金凯德自言自语道，哈哈，这个我可以做到。为了给苹果电脑写 Real 的管理程序，金凯德叫来了他的两个朋友，杰夫·罗宾和戴夫·海勒，他们之前也是苹果公司的软件工程师。三人制作的软件叫做 SoundJam， 给苹果电脑用户提供一个专为 Real 设置的界面，一个用来管理计算机上音乐的点唱机，而且在播放音乐时，屏幕上还可以显示那种迷幻的律动。2000年7月，当乔布斯催促他的团队做出音乐管理软件时，苹果公司果断出手，买下了 SoundJam， 还把3个发明人带回了苹果公司。他们3个人一直留在苹果公司。罗宾在接下来的10年里继续管理音乐软件开发团队。乔布斯认为他非常有价值，所以有一次当时代杂志的记者想要采访罗宾时，乔布斯的条件是不要公开他的姓氏。乔布斯亲自上阵和他们3人合作，把 SoundJam 变成了苹果产品，但它的功能太多，导致屏幕显示也很复杂。乔布斯要求他们必须把软件改得更加简单有趣。之前的界面是用户可以按照歌手、歌曲名或是专辑名进行搜索，但是乔布斯坚持把它改成了一个简单的输入框，你可以直接输入任何你想搜索的信息。从 iMovie 开始，团队把这个系列的软件界面改成了统一的拉丝金属风格的外框，并给音乐软件取了个名字 iTunes。 作为数字中枢战略的一部分，乔布斯在2001年1月的 Macworld 大会上发布了 iTunes。 他宣布所有苹果电脑用户都可以免费使用该软件。
和 iTunes 一起加入音乐革命吧，它可以把你的音乐设备的价值增加10倍。他的结束语引发了热烈掌声，随后 iTunes 的广告语也出来了，八哥混制刻录。就在那天下午，乔布斯和纽约时报的约翰·马尔科夫碰巧见了面，采访进行得很不顺利，但是最后乔布斯坐在他的麦克电脑前展示 iTunes。 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年轻时代，当屏幕上出现了迷幻风格的屏保时，他这样说道。这让他想起了曾经服用迷幻药的时候。乔布斯对马尔科夫说，服用迷幻药是他这辈子做过的2-3件最重要的事之一，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它。iPod 数字中枢战略的下一步就是制造一个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乔布斯意识到，苹果可以设计一个和 iTunes 配套的设备，让收听音乐变得更简单，由计算机来完成复杂的任务，而音乐播放器的功能要简单。iPod 因此而诞生了。在接下来的10年里， iPod 使苹果公司从一家计算机生产商转变成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乔布斯对这个项目怀有特殊的热情，因为他非常热爱音乐。他跟同事们说，市场上现有的这些音乐播放器实在是太差劲儿了。菲尔·希勒、乔恩·鲁宾斯坦以及团队的其他成员都表示同意。在开发 iTunes 的时候，他们试用了 Real 和其他音乐播放器，然后高兴地把它们扔在一边。我们坐在一起讨论着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差劲儿。希勒回忆道，他们最多能装16首歌曲，而且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2000年秋天，乔布斯开始敦促设计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但是鲁宾斯坦回应说还缺少一些重要的部件，他让乔布斯再等一阵子。几个月之后，鲁宾斯坦开始选择合适的小液晶屏和可充电的锂电池。不过最大的挑战在于要找到一个尺寸足够小但储存空间大的硬盘。之后2001年2月，他去了日本的苹果供应商那里做例行访问。在和东芝公司开完例会之后，工程师们提到他们正在实验室研发一项新产品，到6月份可以完成。那是一个只有 1.8 英寸见方的硬盘，大约是$1硬币的大小，带有 5G 的容量，大约能存放1000首歌曲。但当时他们不知道可以用它来做什么。当东芝的工程师把这个小硬盘展示给鲁宾斯坦时，他立刻就想到该怎么用它了。把100首歌装进口袋，这主意太棒了，但他当时没露一丝声色。乔布斯当时也在日本，他正在东京的麦克沃德大会上做主旨演讲。他们当晚就在乔布斯下榻的大仓酒店见了面。鲁宾斯坦告诉他，我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了，我只需要一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乔布斯马上就批了。后来鲁宾斯坦开始和东芝谈判，希望买下所有小硬盘的专有权，然后他便开始物色可以领导开发团队的人选。托尼·法德尔是一名傲慢的程序设计师，也是一个创业者。他喜欢打扮成赛博朋克的造型，却总是面带迷人的微笑。当他还是密歇根大学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创立了3家公司。他曾在一家制造手提设备的公司通用魔力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曾经逃出苹果的安迪·赫茨菲尔德和比尔·阿特金森。接着他还在飞利浦电子混迹了一段日子。那时他为了抵制保守古板的文化而留着漂白的短发，打扮成叛逆的造型。后来他想出了一些关于制造更好的数字音乐播放器的点子。他走遍了里尔网络、索尼和飞利浦推销他的创意，但没人买账。一天，他到科罗拉多州的范尔去和他的叔叔滑雪，正坐在升降机上的时候，手机响了。电话是鲁宾斯坦打来的，他说苹果公司正在寻找一个能制造小型电子设备的人。法德尔丝毫没有胆怯，他信心十足地说自己绝对是制造这种设备的天才。鲁宾斯坦便邀请他前往库比蒂诺。法德尔原以为他是去做 PDA 个人数字助理，也许是牛顿苹果之前尝试研发的 PDA 的后继型号。但是当他和鲁宾斯坦见面时，话题很快就转向了已经上市3个月的 iTunes。 鲁宾斯坦告诉他，我们一直在努力将市场上现有的 MP3 播放器连接到 iTunes 上，但是他们太糟糕了，非常糟糕。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做一个自己的播放器。法德尔很高兴，我非常热爱音乐，我以前在里尔网络时就一直想尝试做些和音乐相关的工作，而且我还和 POM 公司提过一个 MP3 播放器的方案。他同意加入团队，至少以顾问的形式参与。几周之后，鲁宾斯坦坚持说，如果法德尔要领导这个团队，那么他必须要成为全职的苹果公司员工。但是法德尔很抗拒，他喜欢自由的状态。鲁宾斯坦认为法德尔在发牢骚，所以感到很愤怒。他告诉法德尔，这是能改变你一生的决定，你永远都不会后悔的。鲁宾斯坦决定来硬的，他召集了一屋子的人，大约有20几个，这些人都是负责 iPad 项目的。当法德尔进来时，鲁宾斯坦告诉他，托尼，如果你不签约成为全职员工，我们就不做这个项目了。你来还是不来，你必须现在就决定。法德尔直视着鲁宾斯坦的眼睛，又看了看其他人，然后说，苹果公司经常发生这种胁迫人签约的事情吗？他停顿了一下说，好吧，然后极不情愿地和鲁宾斯坦握了一下手。法德尔回忆道，这件事让我和乔恩之间在之后的很多年关系一直都不稳定。鲁宾斯坦同意他的说法，我觉得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当年的做法。法德尔和鲁宾斯坦注定要发生冲突，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 iPad 之父。从鲁宾斯坦的角度来看，乔布斯早在项目开始的几个月前就给他布置了任务。他找到了东芝的硬盘，又确定了显示屏、电池和其他重要元件，然后他让法德尔把这些组合起来。他和其他人都很讨厌法德尔那种处处邀功的行为，所以戏称他为夸夸其谈的家伙。但是法德尔认为，在他来到苹果公司以前，自己就已经有了 MP3 的计划，而且他已经在其他公司兜售了一圈，最后才同意加入苹果。关于他们谁对 iPad 的功劳最大，谁能落得 iPad 之父的称号，在此后多年的各类采访、文章、网页，甚至是维基百科中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忙得没有时间吵架。乔布斯希望 iPad 能在圣诞节之前上市，也就是说在10月就要准备好发布。他们研究了其他正在设计 MP3 的公司，想找到一家能够为苹果公司提供基础服务的，最后锁定了一家叫 Portoplayer 的小公司。法德尔告诉 Portoplayer 的团队，这个项目将会改造整个苹果公司，而且10年之后，苹果公司将成为音乐公司，而不再是计算机公司。他说服他们签下了独家协议，然后他们就开始修正 Portoplayer 的一些缺陷，包括复杂的界面、较短的待机时间，以及只能容纳10首歌曲的小播放列表。就这个，总有一些值得铭记的会议，不仅是因为他们标志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还明确了领导者的运作方式。2001年4月，在苹果公司4层的会议室里就有这样一个会议。乔布斯确定了 iPad 的一些基础问题。在会上，法德尔要向乔布斯讲解他的提案。听众有鲁宾斯坦、席勒、艾夫、杰夫罗宾，还有营销总监斯坦吴。1年前，法德尔在安迪赫兹菲尔德家举办的生日聚会上见过乔布斯，他也听说过许多关于乔布斯的故事，其中有很多都堪称骇人听闻。不过由于他并不真正了解乔布斯，所以他那天也不免有些忐忑。当他走进会议室的那一刻，我不由得挺起身，心想，哇，这就是乔布斯。我开始小心翼翼起来，因为我早就听说过他的野蛮无理。整个演讲以介绍潜在市场和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开始。和往常一样，乔布斯显然没有耐心听这些。法德尔说，我能感觉到他没耐心在一张幻灯片上花上1分钟的时间。当翻到市场上的其他播放器这张幻灯片时，他挥手示意法德尔停止。他说，不要担心索尼，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于是会议不再播放幻灯片。乔布斯开始向团队抛出一连串的问题。法德尔学到了一课。史蒂夫关注当下，说话直来直去。有一次他告诉我，如果你一定要用幻灯片来讲，那说明你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乔布斯希望在展示中看到实物，这样他就能够触摸、审视和把玩。
为此，法德尔带来3个不同的模型到会议室。鲁宾斯坦指导他要按照顺序展示它们，这样他的首选也许会被乔布斯看中。他们把最后要展示的模型藏在了桌子中央一个倒扣的木碗里。在这一轮演示中，法德尔先从一个盒子中拿出了 iPad 要使用的各种元件，并把它们摆在了桌上。有 1.8 英寸的硬盘、液晶显示屏、几种主板和几种电池，每一样都标注了成本和重量。在展示的过程中，大家讨论了未来1-2年内这些部件的价格和尺寸会如何降低。有一些元件可以像乐高积木那样拼接，从而产生出不同的组合。接下来，法德尔开始展示他的模型。这些模型都是由泡沫聚苯乙烯制成的，里面嵌入了一些铅，以模拟真实的重量。第一个模型有一个插槽，用来放可拆除的音乐储存卡。乔布斯表示不喜欢，理由是太复杂。第二个模型拥有动态储存器，成本很低，但是断电后所有数据都会消失。乔布斯也不满意。接下来，法德尔把这些乐高元件组合在一起，展示了带有 1.8 英寸硬盘的设备。乔布斯似乎提起了兴趣，随后就到了整个会议的高潮部分。法德尔把木碗接起，一个组装完成的成品模型出现在大家面前。我本来以为要多拼几次乐高元件，但史蒂夫喜欢的硬盘组装方式正是我们已经做好的那样，法德尔回忆道。他甚至有些吃惊。我曾经在飞利浦工作，如果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要经过很多轮 PPT 演示会议和会下研究。接下来轮到菲尔希勒发言，下面来说说我的点子。他走出房间，然后拿来一堆 iPad 的模型，它们的正面都有一个相同的装置，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滚轮设计。他回忆道，我一直在想怎么浏览播放列表，你不可能按几百次按钮，如果有个转盘岂不是很好？通过大拇指旋转转盘，你可以滚动所有的歌曲，而且你转的时间越长，列表下拉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浏览几百首。乔布斯大叫，就这个！他让法德尔和工程师们按照这个构思开工。自从项目开始，乔布斯每天都投入其中。他最主要的要求就是简化。他会浏览用户界面的每一个页面，并且会做严格的测试。如果要找某一首歌或者使用某项功能，按键次数不能超过3次，而且按键的过程要自然。如果他觉得导航不够清楚，或者需要按键3次以上，他就会非常生气。法德尔说，有很多次在用户界面设计的问题上，我们绞尽脑汁去思考和讨论，自认为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但乔布斯还会说，你们想过这个吗？然后我们就心想，真见鬼。他会重新定义这些问题或方法，我们的小麻烦就会迎刃而解。每天晚上，乔布斯都会在电话里讲述他的想法。法德尔和其他人，包括鲁宾斯坦，他们会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乔布斯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抛出的难题。他们会互相通电话，交流乔布斯的最新建议，然后计划怎样把乔布斯引导到他们希望的方向上去。这个方法半数会有效，法德尔说。我们会一起讨论乔布斯最新的想法，同时也在努力预测他会怎么想。每天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要不要有开关，按键用什么颜色，或者是定价策略。在他的管理方式下，我们必须要相互合作，彼此照应。乔布斯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应该把尽可能多的功能集合在 iTunes 软件里，用计算机操作，而不要让 iPad 有太多功能。他后来回忆说，为了让 iPad 真正易于操作，关于这一点，我内心经过了很多挣扎。我们需要限制它本身的功能，相反，我们把这些功能放在了计算机里的 iTunes 上。比如，你不能在 iPad 上制作音乐清单，但你可以用 iTunes 来制作，然后再用 iPad 进行同步。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议性，但是 Real 和其他播放器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太复杂了。它们必须要有制作音乐清单的功能，因为它们不能和计算机上的音乐播放软件整合在一起，所以同时拥有 iTunes 软件和 iPad， 我们就能够让计算机和设备一起工作，同时我们也能把复杂度控制得恰到好处。所有的简洁中最为玄妙的，让同事们大吃一惊的是，乔布斯决定 iPad 上不能有开关键，
这在之后的大部分苹果产品中都实现了。开关键是没有必要的，从美学和神学的角度来看，开关让人不快。如果一段时间不操作，它们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当你触摸任意按键时，它又会自动醒来。但是没有必要专门设定这样一个流程，按下去，等待关机，再见。突然之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一张可以承载1000首歌曲的芯片，一个可以操控1000首歌曲的界面和滚动式转盘，能够在10分钟之内下载1000首歌的火线连接，还有一块能持续播放1000首歌的电池。乔布斯回忆说，我们突然间彼此相视说，这个东西一定会很酷。我们知道它到底有多酷，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多想要拥有一部。而且产品的概念也变得简洁诱人，把1000首歌曲装进你的口袋。有一个广告撰稿人建议把它命名为 Pod， 而乔布斯沿袭了 iMac 和 iTunes 的命名方式，把它改为 iPod。 那么这1000首歌曲从哪儿来？乔布斯知道这些歌曲可以从正规购买的 CD 中拷贝，这是合法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来自非法下载。仅从做生意的角度考虑，乔布斯将得益于非法下载，他使用户以更低廉的成本填满自己的 iPod。 而且以乔布斯的反主流文化传统，他也不会对那些因之受损的唱片公司抱有同情。但是他主张知识产权保护，艺术家们也应当老有所得。所以在开发工作接近尾声时，他决定 iPod 只能单向同步，用户可以从计算机里把歌曲转移到 iPod 上，但是不能把 iPod 上的歌曲转移到计算机里，这样就防止人们把已经同步到 iPod 上的歌曲复制给其他人。他还决定在 iPod 的塑料包装上印一条简明的标语：不要盗版音乐。白鲸的白，乔尼·艾夫一直在摆弄 iPod 的泡沫模型，反复设想成品的样子。一天早上，在他开车从旧金山的家里到库比蒂诺的路上，一个想法突然跳了出来。他在路上打电话告诉他的同事， iPod 的正面要用纯白色外壳，然后与背面光滑的不锈钢壳进行无缝连接。艾夫说，很多小型消费类产品给人的感觉都是用后即弃的，缺少文化内涵。关于 iPod， 我最得意的地方就是其中有一些元素为它赋予了意义，让它历久弥新。白色不是简单的白色，而是纯净的白色。他回忆道，不只是机身、耳机、连接线，甚至是电源适配器也要是白色的，纯净的白色。但其他人都认为耳机当然应该是黑色的，和其他耳机一样。艾夫说，但是史蒂夫立刻就决定要用白色，这给产品增加了纯度。蜿蜒的白色耳塞线使 iPod 成为了一个标志。艾夫是这样描述的， iPod 包含着一些非常有意义且不易被丢弃的元素，但是也有一些非常安静和内敛的部分。它不会搔首弄姿，它是内敛的，但那平滑的耳机又是个疯狂的创意。这就是我喜欢白色的原因。白色并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色彩，它既纯净又安静，醒目出挑，但又不张扬。利克劳所在的 TBWA Charter Day 广告公司的团队希望凸显 iPod 的独特内涵和白色外壳，而不是做一个传统的介绍产品功能的广告。詹姆斯·文森特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英国人，他曾在一个乐队里担任乐手，还做过 DJ。 他是最近刚加入 TBWA Charter Day 广告公司的。出于职业习惯，他在设计苹果广告时，自然而然地将受众集中在新千年一代的音乐发烧友，而不是叛逆的婴儿潮一代身上。在艺术总监苏珊·艾琳·山甘的协助下，他们创作出一系列 iPod 的广告牌和海报，然后弹在乔布斯的会议室桌上供他审阅。他们把最保守的提案放在了桌子的最右边，白色背景中一张 iPod 的特写照片，而最左边的是最有图像感和符号感的设计，一个人边听 iPod 边跳舞的剪影，白色的耳机线也随之舞动。文森特说，这幅图表达了人与音乐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系。他建议创意总监邓肯·米尔纳说，大家都要坚定地站在最左边，看能否把乔布斯引到这款设计上来。乔布斯一走进来，就马上走到了最右边，看着干巴巴的产品图片说，
这个看起来不错，我们来讨论一下。文森特、米尔纳和克劳站在另一头都没有挪动脚步。最后，乔布斯抬起头来，看了看那张符号化的图片，说：“哦，我猜你们喜欢这一张。”他摇了摇头，但他没有展示出产品，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文森特提出，他们想使用这张图片，但是会再加上一句广告词，把1000首歌装进口袋，这样就不言自明了。乔布斯又往桌子的最右边看了一眼，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想法。不出所料，他很快就声称这是他的创意，要推出更多符号化的广告。乔布斯回忆道：“我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这样的广告怎么能真正卖出一台 iPad 呢？”这就到了 CEO 要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我要促成这个创意。乔布斯意识到 iPad 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苹果品牌是一个可以把计算机、软件和设备整合起来的系统。这就意味着 iPad 也能促进 iMac 的销售。反过来说，也就意味着苹果公司可以把原本要为 iMac 广告花费的7500万美元投入到 iPad 广告上，还能获得双倍的成效，其实是3倍，因为这些广告能给整个苹果品牌注入新的光彩和活力。他回忆道：“我当时有了这个疯狂的想法，通过宣传 iPad 来销售更多的苹果电脑。另外 iPad 也能把苹果定位成一个创新和年轻的品牌，所以我把7500万美元转移到 iPad 的广告费用上。虽然从产品类别上来说，连对其投入其中的1%都嫌多，但这意味着我们完全占领了音乐播放器的市场，我们的投入是其他公司的数百倍。”电视广告决定使用乔布斯、克劳和文森特商定的舞者的剪影，配合着背景音乐。克劳说，选择背景音乐成为了我们每周营销会议的主要乐趣。我们会播放一些很前卫的音乐。乔布斯会说，我讨厌这个，然后詹姆斯就会去说服他。苹果广告让很多新乐队流行起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黑眼豆豆那首《嗨妈妈》，就是这一系列广告的经典。当一则新广告进入制作环节时，乔布斯经常会动摇，他会打电话给文森特，坚持说要取消这个广告。他会说，这听起来有些浮夸，或者这有点普通，我们取消吧。詹姆斯会一阵慌乱，但仍努力劝说乔布斯要坚定，这会是一个很棒的广告。乔布斯每次都会妥协，然后广告继续制作，最后他还是会喜欢他。2001年10月23日，乔布斯在一次标志性的产品发布会隆重推出了 iPad。邀请函很调侃，提示这不是一台 Mac。在描述了产品的技术参数之后，到了揭幕产品的时刻。这一次，乔布斯没有像往常那样走到一张桌子前揭开幕布，而是说，我口袋里刚好有一个。他把手伸进牛仔裤口袋，拿出了一个炫目的白色机器。这绝妙的小机器里面装着1000首歌曲，而且刚好能放进我的口袋。说完，他把 iPad 又放回了口袋，在观众的掌声中从容地走下台。最初在技术极客中有一些对于 iPad 的质疑，尤其是关于399美元这个价格。在博客圈里流传着一个笑话，说 iPad 的全称是白痴给我们的产品定的价。不过消费者中还是掀起了 iPad 的热潮。不仅如此， iPad 也代表了苹果品牌的核心价值，诗意与工程紧密相连，艺术创意和科技完美结合，设计风格既醒目又简洁，简便的操作得益于整合的端到端一体化的系统，从计算机到火线、设备、软件，再到内容管理。当你从盒子里拿出一台 iPad， 它美丽的耀眼，让所有其他音乐播放器都黯然失色，看起来都像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设计和制造的一样。自第一代 Mac 电脑诞生以来，还没有哪个产品能够有如此清晰的愿景，并有力地推动了公司的未来发展。乔布斯当时对新闻周刊的史蒂芬·列维这样说，如果有人好奇为什么苹果公司会存在于世，我就要拿这个来解释。当时沃兹尼亚克一直对整合的系统心存怀疑，后来他改变了这个想法。哇，要说这个是苹果公司的产品，那一点都不奇怪。沃兹尼亚克在 iPad 推出后非常兴奋，他说，毕竟苹果公司一直都在做硬件和软件，
现在他把两者整合起来，效果更好。就在列维拿到 iPad 试用样品的那天，他正好要与比尔盖茨共进晚餐，于是他把样品拿给他看。列维问：你看过这个了吗？列维描述当天的情景，盖茨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当外星人看到了一个新奇的物件，就会在自己和这个物体之间建立一条能量通道，这样就能把所有关于这个物体的信息都灌进大脑。盖茨摆弄着 iPad 的转盘，试了试所有的按键组合，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屏幕，最后说：这看起来是个很棒的产品。然后他停顿了一下，露出疑惑的表情问道：这只能在 Mac 上面用吗？第31章 iTunes 商店，我是花衣摩的手。华纳音乐。2002年初，苹果公司遇到了一个挑战。iPad iTunes 软件和计算机之间的无缝连接可以让你更方便地管理音乐，但是如果要得到新的音乐，你必须要离开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外面购买 CD， 或者在网上下载歌曲。如果选择第二种方式，通常就意味着要涉足文件分享和盗版服务的灰色地带。所以乔布斯希望给 iPad 用户提供一个简单、安全且合法的下载音乐的方式。音乐产业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它其实已经受到了一系列盗版的侵害。Napster、Grokster、Nutella、Kazaa， 人们可以从这些服务商那里下载免费歌曲。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样的冲击，2002年正版 CD 的销量下降了 9%。用二流的不专业的水准，仓促制定保护数字音乐版权的通用标准，音乐公司的高层们都陷入了极度混乱。当时华纳音乐的保罗·维迪奇和同属 AOL 时代华纳集团的比尔·拉杜切尔为此正在和索尼公司合作，协同制定规则。他们希望把苹果公司也拉进来，于是一行人在2002年1月飞到库比蒂诺去见乔布斯。会议进行的并不顺利，维迪奇因为感冒喉咙嘶哑，所以他让助理凯文·凯奇来做介绍。乔布斯坐在会议桌的主导位置，不耐烦地晃来晃去，看起来还有些愤怒。凯奇讲了4页幻灯片之后，乔布斯摆手打断了他：你们可以自己解决的，他说道。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维迪奇，维迪奇努力地清了清嗓子：没错。停顿了很久之后，他又说：但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你要帮助我们找到方向。乔布斯后来回忆，他当时确实有点吃惊，不过他最后同意了让苹果公司和华纳及索尼合作。如果音乐公司达成了一致，为了实现音乐文件保护而开发一个标准化的编码解码器，那么各种网上商店就会激增。这样的话，乔布斯要建立一个用来控制网上销售的 iTunes 商店就难了。不过索尼公司给了乔布斯这个机会。在2002年1月的库比蒂诺会议之后，索尼公司决定退出上述计划，因为他希望拥有自己专有的格式，并可以从中获得版税收益。索尼公司的 CEO 出井伸之在接受《红飞鱼》杂志的编辑安东尼·帕金斯采访时说：你知道史蒂夫，他有自己的打算，虽然他是个天才，但是他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一切，大公司很难与他合作，那简直是一场噩梦。索尼公司北美区总裁霍华德·斯金格补充道：说实话，寻求与他合作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后来索尼公司和环球音乐集团合作，创建了一个叫做 Press Play 的订阅服务，同时 AOL 时代华纳、贝塔斯曼及百代唱片和里尔网络合作，推出了 MusicNet。这两个平台都不会把自己的歌曲授权给对方，所以他们各自拥有一半的资源，而且他们仅为用户提供播放功能，不提供下载。所以如果你的订阅过期了，就无法再访问。另外，他们还有诸多复杂的限制条款和笨拙的界面。事实上，这两款软件因为不分伯仲，在计算机世界杂志评选出来的历史上最差的25款科技产品中并列第9。杂志上这样写道：这些产品惊人的愚蠢功能说明唱片公司仍然没有理解用户需求。本来乔布斯完全可以放任盗版的存在，免费音乐意味着能卖掉更多的 iPad，
但是因为他真的热爱音乐，也热爱创作音乐的艺术家，所以他反对这种偷窃创意产品的行为。他后来告诉我，从苹果公司创立之初，我就意识到，我们的成功是来自知识产权。如果人们可以任意复制或偷取我们的软件，我们早就破产了。如果知识产权不受到保护，我们也没有动力再去制作新软件或设计新产品了。如果没有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很多创意公司就会消失，或者根本不会出现。其实说到底，道理很简单，偷窃是不道德的，这样做会伤害其他人，也有损自己的名誉。然而他知道，阻止盗版的最佳办法，其实也是唯一办法，就是提供一个比那些音乐公司推出的愚蠢服务更加吸引人的选择。他告诉《君子》杂志的安迪·兰格，我们相信有 80% 下载盗版音乐的人都是不得已的，只是没有给他们提供合法的选择而已。所以我们说，我们创立一个合法的途径吧，这样大家都会受益。音乐公司能盈利，艺术家能盈利，苹果公司也能盈利，而用户也会有所收获，因为他们既享受到了更好的服务，又不必偷窃。就这样，乔布斯开始创立 iTunes 商店，并争取5大唱片公司的数字音乐的销售权。他回忆道，我从来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说服人们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儿。这些公司都担心定价模式和专辑的拆分。乔布斯回应说，这一项新服务只会在 Mac 上使用，只占有 5% 的市场。虽有小小的风险，但可以尝试。他说，我们把市场份额小作为优势来说服音乐公司，即使 iTunes 商店失败了，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乔布斯建议把每首歌曲的定价定为99美分，这是个简单又容易让人心动的价格。唱片公司将从中抽取70美分。乔布斯坚持认为，这种做法比音乐公司喜欢的月度订阅的模式更有吸引力，因为他认为，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和他们喜欢的歌曲之间有一种情感联系，他们希望拥有给恶魔的同情和暴风雨中的庇护，而不仅仅是租用。当时他对滚石杂志的杰夫·古德尔说，我觉得也可以发起第二波订阅服务模式，但是他恐怕不会成功。乔布斯还坚持在 iTunes 商店出售单首歌曲，而不仅是整张专辑，这就造成了和唱片公司之间最大的分歧。因为唱片公司赚钱的模式是在一张专辑中主打2-3首好歌，另外填充10来首一般的作品，然后一起打包出售。为了获得想要的歌曲，消费者就必须买下整张专辑。一些音乐人也从艺术家的立场反对乔布斯拆分专辑的做法。9寸钉乐队的主唱特伦特·雷泽诺说，一张好的专辑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所有歌曲之间是互相支持的，这也是我喜欢制作音乐的原因。但反对无效，乔布斯回忆道，盗版和网上下载早已将专辑分解了，如果你不能出售单首歌曲，那你也无法和盗版竞争。问题的核心是热爱科技的人和热爱艺术的人之间的分歧。乔布斯两个都爱，这一点在他为皮克斯公司和苹果公司工作时都有所体现，因为他也为二者之间建立了桥梁。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当我去皮克斯公司工作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分歧。科技公司不懂创意，他们也不欣赏依赖直觉的思维方式。比如唱片公司的 A&R 部门，听了100个人演唱之后，就能感觉到哪5个人会成功。他们之所以认为创意人员只是整天窝在沙发里自由散漫，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在皮克斯这样的地方，创意人员是多么富有紧迫感和专业素养。另一方面，音乐公司也对技术完全没概念，他们认为自己总能从外面雇到一些技术人员，但是这就像苹果公司去找人制作音乐一样，我们只能得到2流的 A&R 人员，就像音乐公司只能找到2流技术人员一样。我属于少数人，既懂得发明技术需要直觉和创造力，也知道制作艺术作品需要接受真正的专业训练。乔布斯与时代华纳旗下的 AOL 的 CEO 巴里·舒赫有老交情，于是开始就如何把唱片品牌融入 iTunes 商店寻求他的建议。舒勒告诉他，盗版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而能够与之抗衡的就是把 iTunes 做成一种端到端一体化的服务，
从 iPad 到商店，你就能最好的保护这些音乐。2002年3月的一天，舒勒接到了乔布斯的电话，并决定要维迪奇加入到这个电话会议中。乔布斯问维迪奇，是否可以带上华纳音乐的总裁罗杰·艾姆斯一起来库比蒂诺开会。这一次乔布斯表现得很有亲和力。艾姆斯是个幽默风趣又聪明的英国人，属于乔布斯喜欢的类型，就像詹姆斯·文森特和乔尼·艾夫，所以好脾气的史蒂夫出现了。在会议初期，乔布斯甚至还难得地搞起了外交。当 iTunes 的主管埃迪·库埃和艾姆斯争论起为什么英国的广播没有美国的那么有活力时，乔布斯打断了他们，说：我们虽然懂技术，但不算懂音乐，所以不要争了。会议一开始，艾姆斯请乔布斯支持一种新的带有防复制功能的 CD 格式。乔布斯很快就同意了，然后把话题转向了他想讨论的内容。他说，华纳音乐应该帮助苹果公司建立一个简洁明快的网上 iTunes 商店，然后再向整个业界进行推广。艾姆斯之前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中提出，希望集团的 AOL 部门能够提升他们刚起步的音乐下载服务，但没有获得支持。他回忆道，当我用 AOL 下载了歌曲，我在我那台烂电脑上怎么也找不到这首歌。所以当乔布斯展示了 iTunes 商店的雏形时，艾姆斯大感震撼。他说，对，这正是我们一直期待的模式。他同意华纳音乐加入，并负责聚拢其他的音乐公司。乔布斯飞到美国东部，向时代华纳的其他高层展示 iTunes 服务。维迪奇回忆道，他坐在一台苹果电脑前，就像是一个孩子在玩他心爱的玩具。和其他 CEO 不同，他对自己的产品全心投入。艾姆斯和乔布斯开始敲定 iTunes 商店的一些细节，包括一首歌曲能被下载到不同设备上的次数，以及防复制系统怎么运作。他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并开始集结其他的唱片公司。放养猫，环球音乐集团的 CEO 道格·莫里斯是他们要拉拢的关键人物。他旗下有很多必备艺人，包括 U2 乐队、艾米纳姆以及玛丽亚·凯莉，还有魔城唱片和 Interscope Goffin、A&M 两大巨头。莫里斯很希望能够合作，他比任何人都更担心盗版问题，也受够了唱片公司里那些二流技术人员的水平。莫里斯回忆道，这简直就像当年的荒蛮西部，没有人愿意卖数字音乐，他们宁愿和盗版同流合污。我们在唱片公司里所做的努力全部失败了，音乐人和科技人员之间的技能属性差距太大了。艾姆斯和乔布斯一起徒步前往莫里斯在百老汇的办公室，在路上，艾姆斯向乔布斯简要地提示了一下稍后要谈的内容。这些提示收到了效果，让莫里斯惊叹的是，乔布斯把一切都整合在 iTunes 商店里了，在方便了用户的同时，也保证了唱片公司的利益。莫里斯说，史蒂夫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儿，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iTunes 商店、音乐管理软件和 iPad， 整个过程非常顺畅，他把这些服务都打包了。莫里斯承认乔布斯具有唱片公司普遍缺乏的技术视野，他和自己的技术副总裁说，我们当然要依靠乔布斯来做这些，因为环球音乐集团里没有一个人了解技术方面的知识。但这番话并没有使环球的技术人员愿意与乔布斯合作。莫里斯只能压制住他们的反对意见，并快速促成合作。他们给苹果的数字版权管理系统 Fairplay 又增加了一些限制条款，保证已购买的歌曲不会被下载到太多设备上。但是总的来说，他们都比较认同乔布斯与艾姆斯及其华纳的同事研究出来的 iTunes 商店的概念。莫里斯很欣赏乔布斯，他立刻打电话给音乐集团旗下公司 IGA 的董事长吉米·约维内。约维内是个语速很快又有些急性子的人，和莫里斯是很好的朋友。在过去30年中，他们几乎每天都有交流。莫里斯回忆道，当我遇到史蒂夫，我就感觉到他是我们的救世主，所以我立刻把吉米找来，给我们增加点印象分。乔布斯也可以在自己乐意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好脾气。
在约维内飞到库比蒂诺来会面时，他就展露了这一面。看，多简单，他对约维内说，你们的技术同事永远不会做这个，在唱片公司里没有人可以把它变得足够简单。约维内马上给莫里斯打了电话，他说，这家伙的确与众不同，你说的没错，他有个现成的解决方案。接下来两人又抱怨了他们是如何在过去2年里与索尼公司合作却一无所获的。约维内告诉莫里斯，索尼永远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最终达成一致，终止与索尼的合作，加入苹果阵营。约维内说，索尼错过这个好机会的原因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真是个可以记入史册的大错。如果部门之间合作不利，史蒂夫会解雇有关人员，但是索尼内部一直搞得一团糟，却没人出面解决。实际上，索尼给苹果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反面教材，他们的消费电子产品部门能制造出时髦漂亮的产品，他们的音乐部门也签约了当红的艺人，比如鲍勃迪伦。但是由于每一个部门都在竭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整个公司也无法合作推出端到端的服务。索尼音乐的新总裁安迪·拉克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与乔布斯谈判，争取把索尼的音乐放进 iTunes 商店里出售。拉克是一个精明能干、不服输的人，他曾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制片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总裁，在电视新闻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看人很准，而且很有幽默感。他意识到，对于索尼来说，在 iTunes 商店出售音乐是一个既疯狂又必要的选择。对于唱片行业来说，很多决定都是这样做出的。苹果将采用一种强盗式的做法，不仅要从歌曲中抽取利润，还要连带促进 iPad 的销售。拉克认为，既然是唱片公司促成了 iPad 的成功，那么他们也应该从 iPad 的销售利润中分一杯羹。乔布斯可以和拉克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也对拉克表示自己想要成为音乐公司真正的合作伙伴。史蒂夫，如果我们合作，你要答应每出售一台 iPad 就要给我一些好处。拉克提高了声调对他说，虽然你的机器不错，但是我们的音乐也促进了它的销售，这就是我认为的真正的合作关系。我答应你的条件。乔布斯不止一次说出这样的话，但是之后他就会私自到道格·莫里斯和罗杰·艾姆斯那里去抱怨，说拉克根本没弄明白，他对音乐产业并不在行，而且也没有莫里斯和艾姆斯聪明。拉克说，经典的史蒂夫风格就是他会同意一些事儿，但永远不会实现，他会把你诱进一个局，然后置之不理。他的表现是病态的，但这点在谈判中很有用，他的确是个天才。拉克知道他是最后的抵抗者，除非能获得业内其他人的支持，否则自己无法赢得这场战役。但是乔布斯不惜甜言蜜语，并用苹果公司的营销优势把其他人拉拢得很好。拉克说，如果整个业界结成联盟，我们就可以拿到授权费，这样我们就会有2个收入来源，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帮助提升了 iPad 的销量，所以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当然，这也是乔布斯端到端一体化战略的精妙之处。iTunes 上的歌曲首先促进了 iPad 的销售，从而拉动 Mac 的销售。让拉克更为恼火的是，索尼公司原本也可以采用这种策略，但是它的硬件部门、软件部门以及内容部门永远都无法统一步调。乔布斯也在努力拉拢拉克。一次在纽约出差期间，他邀请拉克来他住的4季酒店顶楼的套房。乔布斯还特意为2人订了一份早餐，燕麦片和鲜梅，而且格外殷勤。拉克回忆道，但是杰克·韦尔奇叫我不要被迷惑，莫里斯和艾姆斯就抵挡不住诱惑，他们会说你不懂的，你应该去投怀送抱。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孤零零一个人。即使后来索尼同意了在 iTunes 商店出售音乐，但双方的关系也仍旧充满争议。每一轮合同续签和条款更改都要经过一番激战。乔布斯说，和安迪共事，你得忍受他的自我过度膨胀，他从来都没有真正懂得音乐行业，他也从来都没做出过什么贡献，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是个侦探。
当我复述了乔布斯的这番话后，拉克回应道：我是在为索尼和整个音乐行业争取利益，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觉得我是个侦探。不过仅仅把唱片公司拉拢进 iTunes 还不够，有很多音乐人在合同中有这样的条款，他们可以自己控制数字歌曲的发行，或者禁止他们的歌曲从专辑中被抽出单独售卖。所以乔布斯又开始拉拢各种顶尖的音乐人，他从中收获了乐趣，同时也发现这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在 iTunes 发布之前，乔布斯约见了至少20位主流歌手，包括波诺、米克·贾格尔以及雪儿·克罗。他会在夜里10点给我家打电话，不管不顾，说他还是需要得到齐柏林飞船乐队和麦当娜的支持。华纳唱片的罗杰·艾姆斯回忆道，他已经下定决心，但是这些歌手中有几位是谁都无法说服的。或许最奇怪的会面就要算德瑞博士去苹果总部拜访乔布斯的那次。乔布斯喜欢披头士乐队和鲍勃迪伦，但是他承认最近流行起来的说唱音乐让他动摇了。现在乔布斯想要艾米纳姆和其他说唱歌手同意将自己的歌曲加入 iTunes 商店里出售，所以要先与德瑞博士套近乎，因为他曾是艾米纳姆的导师。当乔布斯向他展示 iTunes 商店和 iPad 之后的完美结合时，德瑞博士惊呼：天哪，终于有人走对路子了。乔布斯喜欢的另一种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是小号演奏家温顿·马萨里斯。他当时正在西海岸为林肯中心爵士乐队进行募捐巡演，并要会见乔布斯的妻子劳伦。乔布斯坚持让他来到了帕洛奥图的家里，然后给他展示了 iTunes。 他问马萨里斯：你想找什么音乐？贝多芬，小号手答道。看看 iTunes 能做到什么吧。乔布斯努力让马萨里斯不要走神儿。看看 iTunes 的界面是怎么工作的。马萨里斯之后回忆道，我对计算机方面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而且我也一直在向他强调这一点，但是他在那里摆弄了2个小时，就像着了魔一样。过了一会儿，我的视线从计算机转移到他身上，因为我着迷于他的热情。乔布斯在2003年4月28日推出了 iTunes 商店，发布会在旧金山的莫斯康尼会议中心举行。那天他头发修得很短，有点谢顶，脸上特意留着胡须。乔布斯走上台，首先讲了 Napster 是怎样体现出互联网就是为音乐分享而服务的。他说他的下一代比如 Kza 就提供免费的音乐，你怎样和他们竞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开始介绍这些免费服务的示威。下载的内容不可靠，而且质量通常很差，很多歌曲都是7岁小孩编的码，他们做的并不怎么样。此外，也不提供试听和专辑封面。之后他还补充了一句，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偷窃行为会遭报应的。那么为什么这些盗版网站还这么猖獗？乔布斯说，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像 Press Play 和 MusicNet 这样的订阅服务，把你像罪犯一样对待。他一边说，一边展示了一张穿着条纹囚服的囚犯照片。接下来的一页是鲍勃迪伦的照片。人们想要拥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在和一些唱片公司进行了很多轮谈判之后，他说，他们想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改变世界。iTunes 商店起初会有20万首歌曲，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有新增曲目。他还说，有了 iTunes 商店，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歌曲，把它们刻录成 CD， 不用担心质量问题，而且在下载之前试听曲目，还可以用 iMovie 和 iDVD 以这些歌曲为配乐制作你自己的音乐大碟。价格如何？99美分，他说，还不到一杯星巴克拿铁咖啡价格的1/3。为什么花这个钱是值得的？因为要从 Kza 下载一首优质的歌曲需要15分钟，而 iTunes 只需要1分钟。为了省4美元而花费整整1个小时，他说，你赚的比最低时薪还要低。还有，用 iTunes 下载歌曲不再偷窃，你种下的是善因。最热烈的掌声来自观众席的前排，几大唱片公司的老板都坐在那里，包括道格·莫里斯，他旁边是戴着棒球帽的吉米·约维内，还有华纳音乐的所有高层。
负责 iTunes 商店的埃迪·库埃预计，苹果将在未来6个月销售100万首歌曲。但事实上 iTunes 商店在6天内就卖掉了100万首。乔布斯宣告，这将作为音乐行业的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微软公司，我们被干掉了。这是微软公司负责 Windows 系统开发的主管吉姆·阿尔钦发给4个同事的一封直言不讳的邮件。发件时间是下午5点。吉姆刚刚看完 iTunes 商店的发布会，整封邮件只有2句话，除了上面的这一句，还有一句：他们是怎么把音乐公司给拉进来的？那天晚上，负责运营微软在线业务的戴维·科尔回信了。一旦苹果把 iTunes 引入 Windows 系统，我觉得他们不会愚蠢到不进军 Windows， 那我们才是真的有麻烦了。他说 Windows 团队需要把这种解决方案推向市场。他还补充道，我们的关注点和目标要集中在端到端服务上，直接传递用户价值，这是我们现在还没能做到的。即使微软有自己的网络服务，但它并没有像苹果那样提供端到端的服务。比尔盖茨在当晚10点46分发表了评论，标题是还是苹果的乔布斯。他的沮丧表露无遗，他说史蒂夫·乔布斯有种惊人的能力，把关注点放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能找来会做用户界面的人以及革命性的营销手段。他还表达了自己非常惊讶于乔布斯能说服那么多唱片公司加入 iTunes 商店。这在我看来很奇怪，音乐公司提供的服务都太不人性化了，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却决定把这个绝好的机会让给苹果。还有一点让盖茨觉得奇怪，除了苹果之外，没有其他公司推出过购买歌曲的服务，而都是采用按月订购的方式。他写道，我说奇怪并不是指我们搞砸了，至少如果我们搞砸了，那么 Real、Press Play 和 MusicNet 甚至每个公司也都搞砸。既然乔布斯已经做了，那我们就需要赶快去找一些同样好的用户界面，拿到同样好的版权。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些计划来证明，即使乔布斯又一次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也可以迅速行动起来，做出更好的东西。这种私下的说法让人吃惊，无异于承认微软再一次被赶超，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也将再次复制苹果的模式，奋起直追。但是和索尼一样，微软从来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即使乔布斯已经给他们指明了方向。事实上，苹果继续向微软开火，而且还是以科尔预计到的方式。苹果把 iTunes 软件和商店引入到了 Windows 系统，但是这也引起了内部的激烈争论。首先，乔布斯和他的团队需要决定是否要让 iPad 和 Windows 计算机兼容。起初乔布斯是反对的，他回忆道，如果 iPad 只能用在苹果电脑上，就可以促进苹果电脑的销售，而且销量比我们预期的更多。但是4位主要高层席勒、鲁宾斯坦、罗宾和法德尔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的争论主要围绕苹果公司的未来。席勒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立足于音乐播放器市场，而不仅仅是苹果电脑。乔布斯一直希望苹果公司能建立起独立统一的乌托邦，在这个神奇的围墙花园里，软件、硬件和外围设备完美结合，创造一种绝妙的体验。某一个产品的成功也能促进所有关联产品的销售。然而现在他正面临一个压力，让他最热门的新产品和 Windows 计算机配置在一起，这显然违背了他的天性。乔布斯回忆道，这场拉锯战持续了好几个月，所有人都站在我的对立面。有一次他甚至宣称 Windows 用户只能等他死了才可以使用 iPad， 但是他的团队仍在竭力推动这个建议。法德尔说 iPad 的确需要打入个人电脑市场。最终乔布斯决定，除非你们可以证明给我看这具有商业价值，否则我不会同意的。这实际上是他让步的方式。其实抛开情感和教条来说，很容易证明 Windows 用户购买 iPad 所体现的商业价值。他们请来了专家，分析了很多种销售情况，结果每种情况都证明这样做能带来更多利润。希勒说，我们制作了一张数据表，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无论将各种苹果电脑如何搭配，它们的销量都无法超过 iPad 的销量。
有时乔布斯愿意放下身段做出妥协，但他在让步这个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好名声。一次会议上，他们向他展示了分析结果，他说：去他的，我已经厌烦了听你们这群混蛋说话，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但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果苹果允许 iPad 和 Windows 计算机兼容，那么它是否要为 Windows 用户开发一个新版本的 iTunes 音乐管理软件？和往常一样，乔布斯认为硬件和软件应该一体化，用户体验依赖于 iPad 和计算机上的 iTunes 软件的完全同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希勒反对专门制作一个软件，他回忆说：我觉得这样做太荒谬了，因为我们又不是做 Windows 软件的。但是史蒂夫一直坚持说，既然我们要做这件事儿，就应该做得漂亮。希勒的意见起初占了上风，苹果先通过一家外部公司 Music Match 的软件来实现 iPad 和 Windows 系统兼容，但是这个软件太笨拙了，这也证明了乔布斯的观点是对的。之后苹果迅速为制作 Windows 版本的 iTunes 迈出了第一步。乔布斯回忆道，为了让 iPad 在 Windows 计算机上使用，我们起初和一个制作播放器软件的公司合作，并告诉了他们连接 iPad 的秘诀，但是他们做得太差了，这是整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因为这家公司控制了用户体验中的关键部分，所以我们容忍了这个讨厌的外部播放器长达6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写出了 Windows 版的 iTunes 软件。最终你还是不想让其他人去控制用户体验，人们可能对此有非议，但我一直非常坚持这个做法。把 iTunes 装在 Windows 系统里，也意味着要和所有的音乐公司重新谈判，因为此前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保证 iTunes 仅仅是为 Mac 用户这一小众群体服务的。索尼公司尤其反对这个改变，安迪·拉克认为这是乔布斯又一次在合同签订之后修改条款，也确实如此。但是当时其他的唱片公司都对 iTunes 的新举动感到高兴，这样一来索尼公司也不得不停止抵抗。2003年10月，乔布斯在一次产品推介会上发布了 Windows 版本的 iTunes。在我们加上这个功能之前，人们以为我们永远不会这样做。他一边说，一边在大屏幕前挥手，幻灯片上写着冰封地狱。这次展示还包括 HALT 的界面外观，以及米克·贾格尔、德瑞博士和波诺的视频。这对音乐人和音乐来说都是个很新潮的玩意儿。波诺这样评价 iPad 和 iTunes， 所以我才要来拍苹果的马屁。要知道，我可不是到处拍马屁的人。乔布斯从来都不是谦虚保守的人，他对着正在欢呼的人群宣布， Windows 版的 iTunes 很可能是 Windows 系统里最棒的应用程序。微软一点儿也不领情。比尔盖茨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他们现在采取的策略和当初进攻计算机市场是一样，他们要同时控制硬件和软件。我们和苹果的做法一直不太一样，我们会给用户更多选择。直到3年后，即2006年11月，微软终于对 iPad 宣战，推出了 Zoo 播放器，和 iPad 外观类似，但没有 iPad 轻巧。2年过后，它的市场份额还不到 5%。又过了几年，乔布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造成 Zoo 缺乏灵感的设计和市场疲弱的原因。随着年纪增长，我越发懂得动机的重要性。Zoo 是一个败笔，因为微软公司的人并不像我们这样热爱音乐和艺术。我们赢了，是因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热爱音乐。我们做 iPad 是为了自己。当你真正为自己、为好友或家人做一些事时，你就不会轻易放弃。但如果你不热爱这件事儿，那么你就不会多走一步，也不情愿在周末加班，只会安于现状。铃鼓先生，安迪·拉克在索尼参加的第一次年度会议是在2003年4月，和苹果公司推出 iTunes 商店的时间在同一周。他在4个月之前被指派掌管音乐部门，花了很多时间和乔布斯谈判。实际上，他带着最新版本的 iPad 和关于 iTunes 商店的介绍，从库比蒂诺直接飞到了东京。在200位经理面前，他从口袋里拿出了 iPad， 就是这个。
CEO 出井深知和索尼北美区总裁霍华德·斯金格看了看，随身听的大敌来了。这并不是个徒有其表滥竽充数的东西。我们收购一家音乐公司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做出这样的产品，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索尼并没有做到，它拥有前卫的便携式随身听系列，有一家很棒的唱片公司，还有多年制造精致的消费电子产品的经验。它拥有所有能与乔布斯的硬件、软件、设备、内容销售整合战略相匹敌的资本。那它为什么失败了？一部分原因在于索尼是一家像 AOL 时代华纳这样的大公司，旗下有多个分支。分支这个词本身就不吉利，每个分支都有自己的底线。在这样的大公司里，如果让多个分支为了共同目标而协同运作，通常是很难实现的。乔布斯没有把苹果公司分割成多个自主的分支，他紧密地控制着他所有的团队，并促使他们作为一个团结而灵活的整体一起工作。全公司只有一条损益底线。蒂姆·库克说，我们没有财务独立核算的事业部，全公司统一核算。此外，和其他很多公司一样，索尼也很担心内部相残。如果他们推出了一个音乐播放器以及一个方便人们分享数字音乐的服务，那么唱片分支的销售就会受到影响。乔布斯的一个商业原则就是永远不要害怕内部相残。他说，与其被别人取代，不如自己取代自己。所以即使 iPhone 的出现会蚕食 iPad 的销售，或者 iPad 影响了笔记本电脑的销售，都没有阻碍他的想法。这一年7月，索尼聘请了一位唱片业资深人士杰伊·萨米特来制作一款和 iTunes 类似的属于自己的服务软件。这款软件被命名为 Sony Connect， 能够在线销售音乐，并能够在索尼的便携式音乐设备上加以播放。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举动马上就被看作是电子产品和内容领域的结合，虽然有时二者是冲突的。内部纷争是随身听发明者和便携音乐播放器市场第一大巨头索尼被苹果打败的原因。很多人都这么认为。2004年5月 Sony Connect 发布了，但是只维持了3年，索尼就关闭了这项服务。微软愿意把 Windows Media 软件和数字版权授予其他公司，就像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授权操作系统一样。但另一方面，乔布斯不会把苹果的 FairPlay 授权给其他的设备制造商，这个软件只能在 iPad 上运行，而且它也不允许其他网上商店销售供 iPad 播放的歌曲。一些专家认为，这将最终导致苹果损失市场份额，就像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大战时那样。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告诉连线杂志，如果苹果继续依靠这种专有制结构， iPad 很可能变成一个小众产品。虽然这个预言没成真，但克里斯坦森依然是世界上最有预见性、最富洞察力的商业分析师之一。乔布斯深受他的著作《创新者的窘境》的影响。比尔·盖茨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做音乐没什么特别的，这一点在个人电脑方面得到了体现，容许选择是行之有效的方式。2004年7月，里尔网络的创始人罗伯·格拉瑟试图绕开苹果的限制，推出了一项名为 Harmony 的服务。他曾经努力说服乔布斯把苹果的 FairPlay 格式授权给 Harmony， 但是未能如愿。于是格拉瑟就把 FairPlay 格式做了逆向工程，并使用在 Harmony 出售的歌曲上。格拉瑟的策略是让 Harmony 出售的歌曲能够在任何设备上播放，包括 iPad、Zoo 和 Real。之后他还发布了以选择自由为口号的营销活动。乔布斯怒不可遏，发布新闻稿称，苹果非常吃惊里尔网络采用黑客式的不道德手段侵入 iPad。 作为回应，里尔网络发起了一次网络请愿，广为呼吁，嗨苹果，不要毁了我的 iPad。 随后的几个月内，乔布斯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在10月，他发布了一款新版的 iPad 软件，不再支持从 Harmony 购买的任何歌曲。格拉瑟说，史蒂夫是个独一无二的家伙，你和他做生意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乔布斯和他的团队鲁宾斯坦、法德尔、罗宾以及艾夫也在不断地推出新版本的 iPad，
产品大受欢迎之余，更稳固了苹果的领先地位。2004年1月，苹果宣布了第一项重大的改革，推出 iPad mini， 比最初的 iPad 小很多，和一张名片差不多大，但是容量也更小，价格不变。有一段时间，乔布斯曾想过放弃这个想法，因为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花同样的价钱买更小的容量。法德尔说，他平时不怎么运动，所以他也不知道 iPad mini 在跑步或去健身时有多方便。事实上， iPad mini 真正使 iPad 站稳了市场，消灭了其他经营小体积闪存播放器的竞争者。在 iPad mini 发布18个月之后，苹果在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市场中的份额从 31% 增加到了 74%。2005年1月，苹果引入了 iPad Shuffle， 这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创新。乔布斯注意到 iPad 上面的随机播放功能非常受欢迎，它可以让使用者以随机顺序播放歌曲。这是因为人们喜欢遇到惊喜，而且也懒于对播放列表进行设置和改动。有一些用户甚至热衷于观察歌曲的选择是否是真正的随机，因为如果真的是随机播放，那为什么他们的 iPad 总是回到诸如内维尔兄弟乐队这儿来？这个功能引出了 iPad Shuffle。当鲁宾斯坦和法德尔努力制造一款体积更小、价格更低的闪存播放器时，他们一直在尝试把屏幕的面积缩小之类的事情。有一次，乔布斯提出了一个疯狂的建议，干脆把屏幕全部去掉吧。什么？法德尔没有反应过来。去掉屏幕，乔布斯坚持。法德尔担心的是用户怎么找歌曲，而乔布斯的观点是他们根本不需要找歌曲，歌曲可以随机播放，毕竟所有的歌曲都是用户自己挑选的，他们只需要在碰到不想听的歌曲时按下一首跳过去。iPad Shuffle 的广告词是拥抱不确定性。随着竞争者的踌躇不前和苹果的不断创新，音乐日益成为苹果公司的一大块业务。到2007年1月， iPad 的销售收入占到了苹果总收入的一半，同时也为苹果品牌增加了价值。然而更大的成功来自 iTunes 商店。自从在2003年4月发布后的6天内卖出100万首歌曲开始， iTunes 商店在第一年一共卖出7000万首歌曲。2006年2月， iTunes 商店卖出了第10亿首歌曲。买家是来自密歇根州西布鲁菲尔德的16岁男孩阿历克斯·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买的是酷玩乐队的《音速飞行》。乔布斯亲自打电话向他祝贺，并赠送了他10部 iPad、一台 iMac， 还有一张价值1万美元的音乐礼品券。2010年2月，乔治亚州的伍德斯托克，一位71岁的老人路易·舒尔策下载了第100亿首歌曲，约翰尼·卡什的《世事如此》。iTunes 商店的成功还带来了一个微妙的好处。2011年出现了一种重要的全新商业模式， iTunes 商店成了这样一项服务，它能把信任它的用户的在线身份和支付信息收集起来。苹果与亚马逊、威萨信用卡、贝宝在线支付、美国运通银行以及其他一些服务商进行合作，将信任他们的用户收录进数据库，里面包含了用户的邮箱地址和信用卡信息，方便他们以安全和便利的方式进行在线购买。比如，苹果还可通过在线商店提供杂志订阅服务。在订单达成之后，苹果将代替杂志出版商和订阅者建立直接的联系。随着 iTunes 商店开始销售视频、应用程序和订阅服务，截至到2011年6月，该数据库中已有 2.25 亿活跃用户，把苹果带入了数字商业的新时代。第32章，爱音乐的人，他生命中的音乐轨迹。他在 iPad 里面有什么歌？随着 iPad 现象越来越热，从总统候选人、二线明星到初次约会的人、英国女王，只要是戴着白色耳机的人，见面时都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的 iPad 里面有什么歌？这个热门话题开始于《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布米勒在2005年初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是分析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 ·W. 布什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的回答。他写道，布什的 iPad 里面大部分都是传统的乡村音乐，
其中包括范莫里森，他的那首棕色眼睛的女孩是布什的最爱，还有约翰福格迪那首主打曲中外场。他还找来《滚石》杂志的编辑史蒂芬·列维分析布什的歌单。列维评论道，有趣的地方在于总统喜欢的歌手都不喜欢他。史蒂芬·列维在《完美之物》一书中写道，只要把你的 iPad 交给一个朋友，你初次约会的人，或者是飞机上那个坐在你身旁的陌生人，你就像一本书一样被打开了。所有人只需要用转盘浏览一遍你的歌曲库，从音乐角度上说，你就一丝不挂了。暴露的不仅仅是你的喜好，而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有一天，当我和乔布斯坐在他家的客厅里听音乐时，我让乔布斯给我看看他的 iPad。我们坐在那里浏览了他最喜欢的音乐。不出所料，这里面有迪伦的所有6张系列合集，包括多年前在乔布斯刚刚迷上迪伦时，和沃兹尼亚克用磁带录下来的那几首当时尚未正式发行的歌曲。另外还有15张迪伦的其他专辑，从1962年的第一张《鲍勃·迪伦》开始，到1989年的《哦，仁慈》，乔布斯花了很多时间和安迪·赫斯菲尔德及其他人争论迪伦后来的专辑。事实上，自从1975年的《路上的血迹》之后，迪伦的表现就不如从前了。但有一个例外，就是2000年的电影《天才小子》中的插曲《一切都已改变》。不过他的 iPad 里没有1985年的皇帝讽刺剧，这是赫斯菲尔德在乔布斯被赶出苹果的那个周末送给他的专辑。他的那部 iPad 里的另一部分珍藏是披头士，包括7张专辑：一夜狂欢、艾比路、救我、顺其自然、魔法神秘之旅、遇见披头士以及帕珀中式孤星俱乐部乐队。独唱专辑没有收录其中。接下来是滚石乐队的6张专辑：情感救援、闪光点、跳回去精选大碟、一些女孩、手指猫汉以及为你纹身。对于迪伦和披头士的专辑来说，乔布斯放进去的几乎都是整张专辑，但是他也认为专辑可以并且应该被拆分。在他的 iPad 里，滚石乐队和其他歌手都是每张专辑收录了3-4首歌。此外，他的播放列表里还有曾经的女友琼贝兹的歌，是从4张专辑中挑选出来的，其中有2首不同版本的《爱就那么回事儿》。这个 iPad 中的歌曲反映出它的主人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但心里却埋在60年代的孩子。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包括了艾瑞莎、比比金、巴迪霍利、布法罗斯普林菲尔德乐队、唐马克林、多诺万、大门乐队、詹尼斯乔普林、杰弗逊飞船乐队、吉米亨德里克斯、约翰尼卡什、约翰麦文盖博、西蒙和加芬克尔，甚至还有演奏我是一个信徒的门基乐队，以及演奏乌利布利的 Sam the Sham 乐队。只有1/4的歌曲出自当时的流行歌手，比如10000个骗子乐队、阿利西亚吉斯、黑眼豆豆、酷玩乐队、蒂朵、绿日乐队、约翰梅尔，既是乔布斯的朋友，也是苹果的朋友，莫比以及波诺和 U2 乐队、希尔，还有会说话的头朋克乐队。古典音乐方面有一些巴赫的曲目，包括勃兰登堡协奏曲，此外还有3张马友友的专辑。2003年5月，乔布斯告诉雪儿克罗，他正在下载一些艾米纳姆的歌曲，还说他已经开始进入我的生活了。詹姆斯·文森特还带他去看了艾米纳姆的演唱会。即便如此，乔布斯也没有把这个说唱歌手放进他的播放列表里。在演唱会结束后，乔布斯对文森特说，我不知道。他后来告诉我，艾米纳姆是我欣赏的一个艺术家，但我只是不想听他的歌，他不能让我产生像我对迪伦那样的共鸣。所以乔布斯2004年的音乐收藏并不是最新潮的，但却是他生命中的音乐轨迹。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会与之产生共鸣，甚至非常欣赏。在他装满那个 iPad 7年之后，他的喜好并没有太大改变。2011年3月 iPad 2面世时，他把他喜欢的音乐转存到了里面。一天下午，我和他坐在他家的客厅，他的手指在全新的 iPad 上滑动，带着一种怀旧的情绪，点击着他想听的歌曲。
我们先听了一些迪伦和披头士的歌，然后他似乎心事重重，选择了一首格林高利圣咏主的灵，是由本笃会僧侣合唱团演唱的。他恍惚出神了一会儿，喃喃自语着，简直太美了。之后他播放了巴赫的 F 大调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和12平均律曲集中的一段赋格曲。他说巴赫是他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他尤其热衷于比较格伦古尔德弹奏录制的2个版本的哥登堡变奏曲之间的区别。古尔德第一次录制是在1955年，当时他刚22岁，还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小钢琴师。1981年第2次录制时，距离古尔德去世仅1年时间。在一个下午，乔布斯在按顺序播放完2个版本的哥登堡变奏曲后说道，他们就像白天与黑夜，第一版热情洋溢，年轻有活力，弹奏速度很快，像是绅士，而第2个版本更加简洁，主题鲜明，你可以感受到一个经历丰富的灵魂，更加深沉而充满智慧。那天是乔布斯第3次休病假期间，我问他更喜欢哪个版本，他说古尔德本人更喜欢第2版，我以前喜欢早期的版本，有活力的那一版，但是现在我能感受到他在2次演奏之间所经历的一切。然后他从宏伟的古典乐跳到了20世纪60年代，播放了多诺万的捕风。当看到我面露疑惑，他说多诺万真的有些好作品，真的。他切换到了柔美之皇，但他后来也说这首歌也许不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年轻时觉得它更好听。我问他有哪些我们童年时代的歌曲到如今还历久弥新。他浏览了 iPad 的播放列表，找到了感恩而死乐队1969年的歌曲《约翰叔叔的乐队》，他随着旋律点头轻唱起来。当生活看起来很简单时，危险正在你门外。一时间我们回到了那个躁动的，在冲突中戛然而止的60年代。哇哦，我想知道的是你还善良吗？然后他换到了琼尼·米雪儿，他说他把他的女儿送给别人收养了，这首歌就是关于这个女儿的。他播放了小小格林，我们听着那悲伤的旋律和歌词，讲述着一个母亲不得不放弃孩子时的感受。你用你的新姓氏签订所有的文件，你觉得悲伤而遗憾，但是你不必羞愧，小格林。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我问乔布斯是否还会经常想起自己被领养的事情，他说不怎么想，不太常想起。他说那段日子他想的更多的是关于成长，而不是自己的身世。这时他选择了琼尼·米雪儿最著名的一首歌《正反两面》，歌词是关于成长和智慧。现在我看人生，看得到两面，看到得与失，却仍然迷惑。那时以为的人生也许是幻象，人生啊，我真的不知道。就像格伦古尔德先后2次录制巴赫的哥登堡变奏曲一样，米雪儿也在很多年之后重新录制了正反两面。在1969年的第1版之后，他又在2000年录了一个哀伤婉转的版本。他播放了第2版，并说道，人们变老的过程真是有趣。他还补充道，有一些人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成熟。我问他想到了谁，他回答，约翰梅尔是世界上最棒的吉他演奏家之一，但是我觉得他挥霍了大把时间，他的生活失控了。乔布斯很喜欢梅尔，还偶尔请他在帕洛奥图吃晚饭。梅尔在27岁时参加了2004年1月的麦克沃特大会，当时乔布斯介绍了 GarageBand 的录音软件。自那之后，梅尔就成了麦克沃特大会的常客。乔布斯点击了梅尔最重磅的歌曲《地心引力》，歌词是关于一个充满爱的男人梦想着丢掉地心引力的方法。地心引力正在和我作对，地心引力要让我倒下。乔布斯摇着头评价道，我觉得他本质上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他只是失控了。在听歌环节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早就被问烂了的问题，如果披头士和滚石乐队2选1，你会选哪个？他回答，如果地下室着火了，我只能救出1套碟片，我想我会拿披头士的。但是更难的选择是在披头士和迪伦之间，有些人复制了滚石，但是没有人能复制迪伦或披头士。
当他正在沉思我们是何等幸运，能在成长道路上听到这么棒的音乐时，他18岁的儿子走进了房间。乔布斯感叹道：李德是不会理解的。又或许李德能理解一些，他正穿着印有琼贝兹的 T 恤衫，上面写着永远年轻。鲍勃·迪伦在乔布斯的记忆中，唯一让他紧张的舌头打结的时刻就是见到鲍勃·迪伦。2004年10月，迪伦在帕洛奥图附近演出，当时乔布斯正处在第一次癌症手术后的恢复期。迪伦不是一个爱社交的人，不是波诺和鲍伊那样的人，迪伦从来都不能被称为是乔布斯的朋友，而且他也不在乎是或不是。不过他曾邀请乔布斯在演唱会之前在他住的酒店见面。乔布斯回忆道：我们坐在他房间外面的露台上谈了2个小时，我真的非常紧张，因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而且我也怕他本人不像我想象中那么聪明，或者他只是在模仿自己，就像很多人那样。但是我很高兴，因为他说话入木3分，他的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样。他非常开朗和真诚，他和我谈论他的生活，谈论写歌的过程。他说，有时一些旋律就那么来了，我并不是刻意要做出曲子来，那样的事不会再有了，我怎么都不能再那样写曲子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他沙哑的嗓音微笑着对我说，但是我还是会哼出这些调调。迪伦再一次到附近演出时，他邀请乔布斯在演出前到他乘的旅行车上来坐坐。他问乔布斯最喜欢什么歌，乔布斯提到了多余的清晨，于是迪伦当晚就唱了这首歌。演出结束后，乔布斯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辆旅行车驶过他身旁，发出了刺耳的刹车声，车门划开了。喂，你听到我为你唱的歌了吗？依旧是迪伦沙哑的声音，然后车就开走了。当乔布斯讲起这段故事的时候，他表示非常欣赏迪伦的嗓音。他回忆道，他是我心目中经久不衰的英雄之一，我对他的喜爱随着时间而生长，现在已经成熟，我无法想象他在那么年轻时就取得了成功。在演唱会见到迪伦之后的几个月，乔布斯想到了一个伟大的计划。iTunes 商店将推出一套迪伦的打包专辑，里面收录了迪伦的每一首歌曲，总共超过700首，售价$199。乔布斯将成为迪伦进军数字时代的监护人，但是迪伦的唱片公司属于索尼，而索尼的安迪·拉克对这笔生意并不感兴趣，除非 iTunes 做出一些让步。另外，拉克认为$199的价格太低了，贬低了迪伦的价值。拉克说，鲍勃是国宝级的珍宝，而乔布斯要把他的作品以一个低价放进 iTunes， 把它商品化。这就触及了拉克和其他唱片业高层人士与乔布斯争论的核心，是乔布斯成了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他们，所以拉克拒绝了乔布斯的合作建议。乔布斯说，那好吧，我直接给迪伦打电话。但是迪伦也没有处理过类似事件，所以他交给他的助理杰夫·罗森来处理。这真的是个坏主意，拉克对杰森说，并向他展示了一些数字。鲍勃是史蒂夫的偶像，史蒂夫会给他开出更高的价钱，无论是从生意还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拉克都不想让乔布斯得逞，甚至还想借机将他一军。所以他私下里和罗森达成协议，如果你能暂时拖延一下乔布斯，我明天会给你$100万的支票。拉克后来解释说，这笔钱只不过是抵扣后续版税的预付金而已，是很多唱片公司的一项财务处理程序罢了。罗森在45分钟之后回了电话，接受了拉克的提议。他回忆道，安迪和我们一起解决了此事，并请求我们不要和乔布斯合作，我们同意了。我想这是安迪给了我们一笔预付版税。不过到2006年，拉克卸任索尼 BGM 的 CEO， 乔布斯开始了新一轮谈判。他寄给迪伦一台 iPad， 里面装着迪伦所有的歌曲，然后他向罗森介绍了苹果的营销计划。8月，他宣布了这一重大交易，迪伦允许苹果以$199的价格打包出售他录制过的所有歌曲，再额外提供他的最新专辑《摩登时代》的抢先预定。乔布斯宣布说，鲍勃·迪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尊敬的诗人和音乐家之一，而且他也是我个人的偶像。这套773首歌的专辑还收录了42首稀有作品，比如
1961年在明尼苏达州的一间酒店录制的《涉水而行》，1962年格林尼治村煤气灯咖啡馆现场音乐会版本的《英俊的茉莉》，1964年纽波特民谣音乐节上现场弹唱的《铃鼓先生》，这也是乔布斯最喜欢的一个版本。还有1965年的歹徒布鲁斯清唱版本。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迪伦还拍了一部关于 iPad 的电视广告，并推广他的新专辑《摩登时代》。这是汤姆·索菲亚让他的小伙伴帮他给栏杆刷漆的一次惊世骇俗的翻版。在过去，让名人做广告需要支付一大笔钱，但是到了2006年，情况完全变了。很多艺人希望出现在 iPad 广告里，因为这样的曝光更容易走红。詹姆斯·文森特在几年前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当时乔布斯还在想着怎么和一些音乐人联系，并支付给他们拍广告的费用。文森特回答说，不用着急，情况很快就会变化。苹果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品牌，甚至比大多数艺人的品牌更酷。我们应该先着重和他们谈我们给他们创造的机会，不要急于支付。里克劳回忆起当时苹果和广告公司的确有一些年轻员工不愿意让迪伦出面做广告。克劳说，他们都担心他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了。乔布斯对此完全不予理会，能和迪伦合作已经让他激动万分了。乔布斯开始格外关注迪伦广告的每一个细节。罗森飞来库比蒂诺和乔布斯一起挑选广告里使用的歌曲，最后他们选中了《有一天宝贝儿》。克劳先用替身代替迪伦制作了一个样片，乔布斯批准了，然后再派人去纳什维尔让迪伦本人拍摄。但是等正式的片子回来之后，乔布斯又不满意了，他说这不够特别，他想要一个新的风格，所以克劳又请了另一个导演罗森说服迪伦全部重新拍摄。这次沿用了 iPad 平面广告使用过的剪影风格。轻柔的背光下，迪伦戴着牛仔帽，坐在一张高脚凳上，抱着吉他漫不经心地边弹边唱。另一个镜头中，一个嘻哈风格的女子戴着豹童帽，拿着 iPad 翩翩起舞。乔布斯很喜欢。这一则广告体现了 iPad 营销策略的光环效应，它为迪伦赢得了年轻一代的歌迷，就像 iPad 促进了苹果电脑的销售那样。在这则广告的推动下，迪伦的新专辑在发行后的第一周就跃居公告牌排行榜的第1名，超过了当时人气正盛的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和说唱组合 Outkast。自1976年的《渴望》专辑以来，迪伦在30年后再次荣登宝座。广告时代杂志刊登了以苹果对迪伦的推动作用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这一次 iTunes 和迪伦的合作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和明星签协议，不是大品牌斥巨资请一个明星代言那么简单。他们打破了陈规，这一次是强大的苹果品牌为迪伦先生开拓了年轻歌迷的市场，并帮助他把专辑卖到了他们自从福特政府时期以来从没有到过的地方。披头士在乔布斯珍贵的 CD 收藏中有一张是自制的专辑，里面是约翰列侬和披头士的《永远的草莓地》，有10几个版本。它成为印证乔布斯追求完美哲学的一组华彩乐章。安迪·赫斯菲尔德找到了这张 CD， 并在1986年复制了一张送给乔布斯，但乔布斯有时会和同事们说这是小野洋子给他的。一天，我坐在乔布斯在帕洛奥图家中的客厅里，乔布斯在几个带有玻璃门的书架上翻腾了一通，把这张 CD 找了出来，然后播放给我听。他还向我描述了这张 CD 带给他的感悟。这是一首复杂的歌曲，最有趣的是看到整个创意的过程，他们反复的修改，直到几个月后才创作出最满意的作品。列侬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披头士成员。当我们听到第一次录制过程中列侬让乐队暂停，然后重新修改旋律时，乔布斯笑了。你听到刚才他们绕了一小段吗？但是效果不好，所以他们回去从头开始。这一版非常粗糙，听起来也就是普通人的水准。你其实可以想象，普通人也可以这样做到这个水平，不是在写词或构思方面，而是演奏。但是他们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是那么追求完美，精益求精。在我30几岁时，他们的这种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你完全可以看到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少。
他们在每2次录音的中间都会做很多工作，他们不断地倒回修改，直到接近完美。当我们听到第3次录音时，他向我解释曲谱是如何变得更加复杂了。在苹果公司，我们也经常用这种方法对待我们的产品。即使已经做出了一些新的笔记本电脑或 iPad 的样机，我们也会从某一个版本出发，不断地改进再改进，包括设计细节、按键或者是功能操作，这需要大量的工作，但是最终产品会变得更好。很快人们就会说，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有什么绝招？因此我也能够理解乔布斯为何会为 iTunes 里缺了披头士而极度不安了。他和披头士的控股公司苹果唱片公司的恩怨已经超过了30年，很多记者都用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来形容二者之间的关系。矛盾开始于1978年，苹果计算机公司刚成立不久，苹果唱片公司就以商标侵权为由将他告上了法庭。因为披头士之前的唱片公司也叫苹果，官司在3年后了结，苹果计算机公司赔偿了苹果唱片公司8万美元，双方还达成了协定。现在看来，这真是个天真的协定。披头士不得生产任何与计算机有关的产品，而苹果计算机公司也不得推销任何与音乐有关的产品。披头士乐队遵守了约定，没有一个成员参与计算机行业，但是苹果计算机公司却最终进军了音乐领域。于是1991年官司再起，原因是苹果电脑上增加了播放音乐文件的功能。还有一次是在2003年，当时 iTunes 音乐商店刚刚发布，披头士的一名资深律师发现乔布斯是一个为所欲为的人，完全不会顾及法律的约束。2007年官司终于结束，判决苹果公司向苹果唱片公司支付5000万美元，以获得全球范围内对苹果名称的使用权，并且允许披头士在唱片和控股公司中继续使用苹果唱片这一商标。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把披头士的作品拉进 iTunes。为了促成合作，披头士和拥有他们大多数歌曲版权的百代唱片公司必须要针对数字版权的处理方式进行谈判。乔布斯后来回忆道，披头士所有成员都希望把歌曲放进 iTunes， 但是他们和百代就像老夫老妻那样，彼此厌烦却又不能分道扬镳。事实上，我最爱的乐队一直未能进入 iTunes， 是我非常希望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他后来真的做到了。波诺是 U2 乐队的主唱，他非常欣赏苹果的营销策略。这支来自爱尔兰都柏林的乐队曾是世界上最棒的乐队。2004年，在乐队成立将近30年之际，他们希望重整旗鼓。他们制作了一张非常棒的新专辑，其中有一首歌，主音吉他手刀刃宣称这首歌是摇滚乐之母。波诺意识到他需要想办法给这首曲子一些推动力，于是他给乔布斯打了一个电话。波诺回忆道，我需要从苹果那里得到一个具体的帮助。我们有一首歌叫《眩晕》，里面有一段吉他演奏的即兴片段，我认为非常有感染力。但是这种感染力需要人们听很多遍之后才能体现出来。波诺担心通过电台宣传歌曲的方式已经过时了，所以去乔布斯在帕洛奥图的家中找他，借着他们在花园里散步的机会，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推销。多年来 U2 乐队曾拒绝了累计2300万美元的广告邀请，而如今他们将免费为乔布斯拍 iPad 广告，或者至少是进行一次双赢的合作。乔布斯回忆道，他们从来没有拍过广告，但是他们已经深受盗版下载的伤害。他们更喜欢 iTunes 的运作模式，而且他们认为我们能把他们推广到年轻群体中。不仅是歌曲，波诺希望让乐队也出现在广告里。要是换成其他的 CEO， 都会在广告里尽可能多地展示 U2 乐队。但是乔布斯对此持保留态度。苹果从来不会在 iPad 广告里清晰地展现人物的脸孔，而是只有剪影。当时还没有拍迪伦的广告。波诺回答说，你的广告里有苹果迷的剪影，那下一步为什么不做些艺人的剪影？乔布斯认为这值得一试。波诺留下了一张尚未发行的专辑《如何拆除原子弹》给乔布斯听。波诺说，他是乐队之外唯一一个拥有这张专辑的人。一系列会谈就此开始，乔布斯飞来和吉米·约维内进行商谈。
后者所在的环球音乐集团负责发行 U2 乐队的作品。乔布斯来到约维内位于洛杉矶荷尔贝山的家中， U2 乐队的主音吉他手刀刃和经纪人保罗·麦吉尼斯也在场。另一次会谈是在乔布斯家的厨房，麦吉尼斯在日记本背面写下了合作细节。U2 乐队将出现在电视广告片中，苹果要通过多个渠道大力推广 U2 的新专辑，从公告牌排行榜到 iTunes 主页，乐队不会获得直接的报酬，但是可以从 U2 特别版 iPad 的销售中分得版税。和拉克一样，波诺也认为艺人们应该从每一台 iPad 的销售中分成，他坚持这一原则，并用一种特定的方式为乐队做出了努力。约维内回忆道，波诺和我要求史蒂夫为我们制作一批黑色的 iPad， 我们不仅仅是赞助了广告，我们做的是品牌联合推广。我们希望推出自己的 iPad， 和普通的白色版本不同，波诺回忆道。我们想做黑色的，但是史蒂夫说，我们已经尝试过白色以外的其他颜色了，但是行不通。几天以后，乔布斯变得温和起来，暂时接受了这个建议。广告片的设计是 U2 乐队成员各自的近景镜头配合部分剪影，同时也有像往常一样的边听着 iPad 边跳舞的女人剪影。广告已经在伦敦开机了，然而苹果这边又出了状况。乔布斯还是不喜欢黑色的 iPad 特别版，而且版税和推广资金也没有最终决定。他打电话给监管广告公司的詹姆斯·文森特，告诉他把手头的工作暂缓。乔布斯说，我认为这么做不合适，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给了他们多少价值，这样下去真的很糟糕。我们想想其他的广告形式吧。文森特是 U2 乐队的铁杆乐迷，他知道这则广告无论是对乐队还是对苹果来说，影响力会有多大。他请求乔布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打电话给波诺，然后商量一下怎么把事情做好。乔布斯把波诺的手机号码给了他，于是文森特拨通了波诺的电话，他正在都柏林家中的厨房里。波诺也正在仔细考虑，他告诉文森特，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们乐队是不会情愿这么做的。文森特问他出了什么问题，波诺回答说，在都柏林，当我们还是少年时就说过，我们永远不会做蹩脚的事。文森特虽然是一个熟悉摇滚俚语的英国人，但他还是不太明白波诺的意思。波诺解释说，就是不会为了钱而做一些垃圾的事情。我们热爱我们的歌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出现在广告里会伤了他们的心，这种感觉很不好，我们很抱歉耽误了你们的时间。文森特又问，苹果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达成这次合作？波诺说，我们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都给了你们，那就是我们的音乐，但是你们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如果只是拍广告，我们的歌迷会认为我们在为你们服务，我们需要更多。文森特还不知道 iPad U2 特别版的情况，也不清楚版税的安排，所以他把这些作为好处提了出来。文森特对波诺说，这是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回馈。波诺从第一次和乔布斯见面起就在争取这些条件，并一直想办法敲定此事。那就太好了，但是你要让我确信我们是否真的能这么做。文森特马上打电话给乔尼·艾夫，向他说明了情况。艾夫也是一个 U2 迷，他早在1983年就在纽卡斯尔看过他们的演唱会。艾夫说，他已经做好了一个黑色外壳配红色转盘的 iPad， 就像波诺要求的那样，配合如何拆除原子弹专辑封面的颜色。接着文森特打电话给乔布斯，并建议他让艾夫带着黑红配色的 iPad 去趟都柏林。乔布斯同意了。文森特又给波诺打了电话，问他是否认识乔尼·艾夫。没想到他们不仅见过，而且还彼此欣赏。波诺笑道，认识乔尼·艾夫？我简直是爱上这个家伙了，我情愿喝他的洗澡水。那还真有点重口味，文森特回答道。那让他来拜访你，给你看看你们的 iPad 有多酷，怎么样？波诺说，我会开着我的玛莎拉蒂去接他，他还可以住在我家里，我还会带他出去喝酒，保证把他灌得烂醉如泥。第二天，就在艾夫飞往都柏林的途中，文森特马上去做乔布斯的工作，希望他转变心意。乔布斯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不希望为任何人这样做。
他担心的是，一旦为某些艺人在每台 iPad 中抽版税的问题上开了先河，接下来会后患无穷。文森特向他保证，与 U2 的合作模式只此一例。乔尼到了都柏林，我把他安顿在我的客房，很安静，向窗外眺望，还可以看见铁轨和大海。波诺回忆道。他给我看了这款漂亮的黑色 iPad， 上面配着深红色的转盘。我说很好，我们就这么做吧。他们还去了一家当地的酒吧，讨论了一些细节，然后打电话给在库比蒂诺的乔布斯，问他是否同意。乔布斯针对合作的每一项细节和设计都讨价还价了一番，这着实让波诺印象深刻。他说，有这样一位如此注重细节的 CEO， 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当一切都敲定之后，艾夫和波诺痛快地喝了几杯，他们都很喜欢酒吧。几杯下肚之后，他们决定给加州的文森特打电话，但是文森特不在家，所以波诺给他的电话答录机留了言。文森特说他永远不会删除这条留言。我正在和你的朋友乔尼在一起，在美得冒泡的都柏林，我们都有点醉了，而且我们对这个新的 iPad 赞不绝口。我甚至不敢相信它确实存在，而且就拿在我的手里。谢谢你。乔布斯在圣何塞租下了一座古典剧场，作为发布 iPad 电视广告和 iPad 特别版的场地。波诺和刀刃与他一起出现在舞台上。U2 的新专辑在发行第一周就售出了84万张，而且长居公告牌排行榜的第1名。后来波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是免费拍这个广告的，因为 U2 从广告中获得的价值和苹果一样多。吉米·约维内还补充道，这次合作将为乐队争取到更年轻的听众。更为绝妙的一点在于，与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公司合作是摇滚乐队贴近时尚、吸引年轻一族的最佳方式。波诺后来解释道，并不是所有和企业的合作都是与魔鬼做交易。他告诉芝加哥论坛报的乐评人格雷格·科特，我们看一看，魔鬼是一群创意人才，比很多摇滚乐队的人更有创意。如果他们是一个乐队，那主唱就是史蒂夫·乔布斯。这些人设计出了音乐文化中继电吉他之后最美的艺术品，那就是 iPad。 艺术的作用就是驱赶丑陋。2006年，波诺和乔布斯又谈了一笔生意，这一次是请苹果参与到波诺的红计划市场活动中来。这个活动呼吁为非洲的艾滋病预防项目募集资金，提升公众防病意识。乔布斯对慈善活动从来没什么兴趣，但这次他同意为波诺的活动做一款红色的 iPad。 不过他并不是很情愿，比如他不喜欢此次活动的商标设计，把公司名用圆括号括起来，再把 Red 红色一词放在括号的右上角，就像这样，括号 Apple 括号 Red。 乔布斯坚持道，我不希望把苹果放在括号里。波诺回应说，但是史蒂夫，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统一标准。他们的对话进入了白热化，一直到吐出了脏话，最后双方决定暂时搁置争议。最终乔布斯做出了一些妥协，波诺可以照自己的意思设计广告，但是苹果的任何一款产品，任何一家零售店都不能出现把苹果放进括号里的标识。新款 iPad 被标示为 Product Red， 而不是 Apple Red。 波诺回忆道，乔布斯有时很火爆，但是那些时刻也让我们成为更亲密的朋友，因为在你的一生中也不会有几次机会和人进行如此富有激情的讨论。他非常有见解，在我们的活动结束后，我和他谈话，他总是能提出一些想法。乔布斯和家人偶尔会去法国里维埃拉的尼斯拜访波诺夫妇及他们的4个孩子。在2008年的一次假期中，乔布斯租了一条船，把船停泊在波诺家附近，他们一起吃饭。波诺还为乔布斯播放他和 U2 乐队计划放进新专辑《消失的地平线》中的歌曲。不过即使他们是朋友，乔布斯仍然是一个强硬的谈判者。他们又尝试进行一次合作，为穿上你的靴子做广告和特别发行，但没能达成共识。2010年，波诺因背部受伤取消了巡回演唱会。鲍威尔寄给他一个礼品栏，里面有一张弦乐航班搞笑系列剧的 DVD， 一本莫扎特的大脑与战斗机飞行员自家花园采集的蜂蜜，以及一盒止痛膏。
乔布斯在最后一样礼品上附了一张纸条，写道：止痛膏，我喜欢这玩意儿。马友友，有一位古典音乐家，乔布斯既尊敬他的为人，又欣赏他的艺术造诣。这就是马友友，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人就像他的大提琴曲一样和蔼而深邃。他们在1981年相遇，当时乔布斯在参加阿斯彭国际设计大会，而马友友正在参加阿斯彭音乐节。乔布斯被马友友追求纯粹艺术的精神深深打动，并成为了他的乐迷。他曾邀请马友友去他的婚礼上演奏，但是马友友当时去了外地演出。几年之后，马友友来到乔布斯的家，坐在客厅里，拿出了他的1733斯特拉迪瓦里大提琴，演奏了巴赫的曲目。他告诉乔布斯夫妇，这是我本来希望在你们的婚礼上演奏的曲子。乔布斯泪流满面告诉他，你的演奏是我听过的最棒的，有如上帝驾临，因为我不相信一个凡人能做到这样。在后来的一次拜访中，他们围坐在厨房里，马友友让乔布斯的女儿埃琳摸了摸他的大提琴。当乔布斯被确诊癌症后，他请求马友友答应在他的葬礼上演奏。第33章，皮克斯的朋友，当然还有敌人。重重危机。在苹果开发出 iMac 之后，乔布斯和乔尼艾夫开车去了皮克斯，把 iMac 展示给那儿的伙伴们。乔布斯认为这款活力十足的机器能够吸引巴斯光年和胡迪的创造者，而且他很高兴看到艾夫和约翰·拉塞特都具备这种把艺术和科技有趣结合的天赋。皮克斯就像一座避风港，得以让乔布斯排解在库比蒂诺的压力。在苹果，管理人员时而兴奋，时而疲累，乔布斯又情绪多变，经常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在皮克斯，编剧和插画师无论彼此合作还是和乔布斯在一起，都更加平和，举止行为也更加和善。换句话说，领导者的性格奠定了整个公司的风格。就如同苹果带着乔布斯的影子，而皮克斯也深受拉塞特的影响。乔布斯陶醉于电影制作过程的趣味性，并深深着迷于魔法般的计算机特技，比如计算机模拟制作雨滴折射出阳光，或青草叶在微风吹拂下晃动。同时，他也克制自己不要去控制创意过程。在皮克斯，他懂得了要给创意人员天马行空的自由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很欣赏拉塞特这样一位具备绅士气质的艺术家，能像艾夫一样激发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在皮克斯，乔布斯的主要任务是谈生意，他与生俱来的强硬态度绝对是个优势。在《玩具总动员》发行上映后不久，他就和杰弗里·卡曾伯格谈崩了。卡曾伯格在1994年夏天离开迪士尼，加入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大卫·格芬的团队，并成立了新的工作室梦工厂。乔布斯认为，当卡曾伯格还在迪士尼工作时，皮克斯团队曾和他讨论过关于第二部电影《虫虫危机》的内容，但卡曾伯格盗取了这个昆虫卡通动画电影的创意，在梦工厂制作了《小蚁雄兵》。乔布斯说，当杰弗里还在负责迪士尼的动画业务时，我们就和他讲过《虫虫危机》的创意。在过去60年的动画片历史中，还没有人想过以昆虫为角色制作动画电影，拉塞特是第一人，这是他最精彩的创意之一。之后杰弗里离开了迪士尼，加入了梦工厂，他一眨眼就想到了一个动画电影的主题，昆虫。他假装好像从没听过这个创意似的，他是个骗子，满嘴谎话。其实这并不是事实，真实的情况更加有趣。卡曾伯格在迪士尼时并不知道虫虫危机的创意，但是在离开迪士尼去了梦工厂之后，卡曾伯格仍然和拉塞特保持着联系，而且还时不时地给他打电话，不过大都是嗨伙计最近怎样，随便问问之类的对话。所以当拉塞特去环球影业旗下的特艺公司时，路过梦工厂，他打电话给卡曾伯格，约出来见一面。在场的还有拉塞特的几个同事。卡曾伯格问他们下一步有些什么计划，拉塞特告诉了他，我们向他描述了虫虫危机，以一只蚂蚁为主要角色，而且还给他讲了整个故事。
主角组织其他蚂蚁，并在一群昆虫马戏团演员的帮助下，一起打败了蚂蚱。拉塞特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我当时应该警觉一些的。杰弗里还一直在问我打算何时上映。1996年初，拉塞特开始担心了。他听到一些传言说梦工厂正在制作一部关于蚂蚁的动画电影。他打电话给卡曾伯格，直截了当地质问他是怎么回事。卡曾伯格干咳了几声，闪烁其词了几句，然后问他是从哪里听到的。拉塞特再次追问，卡曾伯格才承认确有其事。一向彬彬有礼的拉塞特大喊道：“你怎么能这样？”卡曾伯格说：“我们很久以前就想到这个创意了。”还解释说，这是梦工厂的业务发展总监和他提起的。我才不信呢，拉塞特回答。卡曾伯格承认，他后来加速了小蚁雄兵的制作，是为了和迪士尼的前同事竞争。梦工厂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埃及王子》，计划在1998年感恩节期间上映。后来他听说迪士尼也计划在同一个周末首映皮克斯的《虫虫危机》，所以他加快了小蚁雄兵的进度，以迫使迪士尼改变《虫虫危机》的首映日期。去你妈的！平时几乎没说过脏话的拉塞特彻底愤怒了。之后的13年里，拉塞特再没有和卡曾伯格说过一句话。乔布斯怒不可遏，在发泄情绪这方面，他显然比拉塞特更放得开。他打通了卡曾伯格的电话，破口大骂。卡曾伯格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迪士尼改变《虫虫危机》的首映日期，不和埃及王子竞争的话，他们就可以放慢小蚁雄兵的制作。乔布斯回忆道：“这是个无耻的敲诈，我不接受。”他告诉卡曾伯格，他无能为力，无法让迪士尼改变首映日期。卡曾伯格回答：“你当然做得到，你连大山都可以搬动，你还教过我该怎么做。”他说，当皮克斯濒临破产时，是他给玩具总动员投了钱，才拯救了整个公司。我曾经这样支持你，可如今你却帮他们来反咬我一口。他认为，如果乔布斯愿意，完全可以放缓《虫虫危机》的制作，而不被迪士尼知道。如果这样，卡曾伯格说，他也会暂停小蚁雄兵的制作。我根本不想谈，乔布斯回答道。卡曾伯格的抱怨是有理由的。显然，艾斯纳和迪士尼打算用皮克斯的新电影来报复卡曾伯格离开迪士尼并创办同类动画工作室的行为。埃及王子是我们制作的第一部作品，在我们宣布了首映日期之后，他们的安排很明显是带有挑衅性质的。卡曾伯格说，我的看法和《狮子王》里说的很相似，如果你把爪子伸到我的笼子里来抓我，那咱等着瞧。双方都没有妥协，这场蚂蚁电影之战也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迪士尼希望乔布斯保持安静，因为理论上看，过分夸大对手的不是，反而有益于小蚁雄兵的曝光。但是乔布斯没那么轻易被说服，很少有坏人会赢的，他告诉《洛杉矶时报》。作为反击，梦工厂精明的营销专家特里普莱斯说，史蒂夫·乔布斯该吃药了。小蚁雄兵在1998年10月初首映了，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伍迪·艾伦还为这个生活在英教徒社会、渴望表达个人主义观点的神经质蚂蚁配了音。《时代》杂志报道称，这是伍迪·艾伦以9位制作的伍迪·艾伦式喜剧。该片在美国取得高达9100万美元的票房，全球票房达1.72亿美元。按照计划，《虫虫危机》于6周后上映。这部动画电影更具史诗情节，灵感来自伊索寓言《蚂蚁与蚂蚱》的故事，并加入了更加精彩的电脑特技表现细节，使得荧幕上从昆虫的视角看到的青草让人震撼。《时代》杂志的评论家理查德·科里斯对这些特效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电影的设计做得太精彩了，满银幕的树叶和迷宫如同伊甸园，各种丑陋的毛茸茸的可爱又滑稽的角色。相比之下，梦工厂的电影就像广播那样缺乏表现力。虫虫危机的票房收入是小蚁雄兵的2倍，在美国本土达 1.63 亿美元，全球票房 3.63 亿美元，也一举打败了埃及王子。几年后，卡曾伯格碰到乔布斯，试图重修旧好。
卡曾伯格坚持说自己在迪士尼时从没听过关于重重危机的内容，如果听过的话，按照他和迪士尼的协议，他还能从利润中得到一些分成，所以他没有撒谎。乔布斯笑了，接受了这个说法。卡曾伯格说，我请你更改首映日期，你不同意，所以你也不能反对我保护自己的孩子。他回忆，乔布斯当时变得非常冷静，像个禅师，并表示理解。但是乔布斯事后说，他从来没有真正原谅过卡曾伯格。我们的电影票房胜过了他的，这种感觉好吗？不，我们仍然觉得很糟糕，因为人们开始谈论好莱坞人人都在做昆虫电影。他从约翰那里窃取了天才创意，而这是永远不能被弥补的。这样做太没良心了，所以我永远不再相信他。即使事后他试图补偿也没用。在他的怪物史莱克获得成功后，他来找我，和我说诸如我已经改了，我现在完全平静下来了此类的屁话。我的回应是，得了吧，杰弗里。他工作很努力，但是我不想看到他的道德观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好莱坞的人经常撒谎，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他们撒谎是因为在这一行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零责任，所以他们都可以侥幸过关。卡曾伯格就显得和蔼多了，他把乔布斯看作是世界上真正的天才之一，并且他还学会要尊重乔布斯，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总是起起伏伏。比打败小蚁雄兵更重要的，也是比这场战争更刺激的是，皮克斯证明了自己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奇迹。重重危机赚得的收入和玩具总动员相当，证明了第一次成功并不是偶然。乔布斯之后说，在商业界有个很经典的理论，叫做第二产品综合征，症结在于对第一个产品的成功缺乏理解。我在苹果就对此深有体会，我的感觉是，如果做成了第二部电影，我们就成功了。史蒂夫自己的电影《玩具总动员2》在1999年11月上映，比第一部还要轰动，在美国获得 2.46 亿美元的票房，全球票房达到 4.85 亿美元。既然皮克斯的成功已经得到了认可，那么是时候盖一栋可以展示形象的总部大楼了。乔布斯和皮克斯的设施管理团队在艾莫利维尔市找到了德尔蒙食品公司一个废弃的水果罐头厂。这个位于伯克利和奥克兰之间的工业区就在旧金山海湾大桥的另一端。他们拆除了旧工厂，乔布斯委托苹果零售店的建筑师彼得·柏林为这块16英亩的区域设计一栋新大楼。乔布斯事无巨细地参与到新大楼的设计中，从整体设计理念到建材和建造方式这些最细枝末节的地方。皮克斯总裁埃德·卡特莫尔说，史蒂夫坚信设计对路的建筑物会对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乔布斯控制着大楼的建造，就像导演精心操控电影的每一个场景。拉塞特说，皮克斯大楼是史蒂夫自己的电影。拉塞特最初的想法是建造一个传统样式的好莱坞工作室，为创作团队分别建造不同的背景和房屋。但是迪士尼的同事说，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新园区，仿佛创作团队被隔离开了。乔布斯认同这个看法，实际上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栋庞大的建筑围绕着中庭，为员工们的偶遇制造机会。虽然生活在数字世界里，又或许因为他太了解数字生活带来的孤立感，乔布斯非常推崇面对面的交谈。他说，在我们这个网络时代，有一种想法认为，创意通过邮件和网络 iChat 聊天就可以被开发出来。这是个疯狂的想法，创意产生于自发的谈话和随机的讨论中。比如你偶遇某个人，你问最近在做些什么，然后你说哇，很快你就会蹦出各种想法。所以乔布斯把皮克斯的大楼设计成了一个推崇偶遇和计划外合作的场所。他说，如果一栋大楼没有这样的功能，你就会失去很多由于偶遇而产生的创意和奇想。所以我们设计这栋大楼的目的是希望员工们走出办公室，多到中央中庭来走走，因为他们会遇到一些平时见不到的人。大楼的前门、主楼梯和走廊都能通到中庭，那里有咖啡厅和信箱，几间能透过玻璃窗看到中庭的会议室，还有一座能容纳600人的剧场，以及2个小放映室。拉塞特回忆道，
史蒂夫的理论从第一天起就见效了。我接连遇见一些几个月都没碰见的人，我还从来没见过哪座大楼的设计能如此鼓励合作和激发创意。乔布斯更进一步，决定在整栋大楼里只建造2个大的卫生间，一男一女，和中庭连接在一起。皮克斯的总经理帕姆科尔温回忆道，他一定要坚持这么做，但我们有些人觉得这有点夸张了。有个怀孕的女员工说，她不能为了上厕所还要走上10分钟的路。这件事最后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极少反对乔布斯的拉塞特也表示无法赞同。最后他们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2层中庭的2边各设立男女卫生间。根据设计，由于大楼的钢筋要外露出来，为了挑选出最好的颜色和材质，乔布斯看遍了美国各地所有制造商提供的钢筋样本。他最后选择了阿肯色州的一家工厂，让他们把钢材喷成纯净的颜色，并确保卡车司机在运输中丝毫不能磕碰。他还坚持要把所有的钢筋用螺栓固定，而不是焊接。他回忆道，我们喷砂处理了钢材，并在表面刷了透明涂层，所以人们能看到钢筋的本来面目。建筑工人搭建的时候，他们可以让家人在周末过来参观。整栋建筑最古怪的地方就是爱的酒吧。一个动画制作人在搬进自己的办公室之后，在后墙发现了一扇小门，门外是一条低矮的过道，可以由此爬到一个金属板覆盖的房间，里面是一些中央空调的阀门。这个制作人和他的同事私吞了这个秘密房间，用圣诞彩灯和熔岩灯装饰了一下，摆放了一些动物印花图案的长凳，几个流苏抱枕，一把可折叠的鸡尾酒桌，几瓶烈酒，一套吧台设施，还有印着爱的酒吧的餐巾纸。他们还在走廊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以便查看外面的动静。拉塞特和乔布斯带来一些重要人物，并邀请他们在爱的酒吧的墙上签名。签名者包括迈克尔·艾斯纳、罗伊·迪士尼、蒂姆·艾伦以及兰迪·纽曼。乔布斯很喜欢这里，但是因为他不怎么喝酒，所以他有时也把它叫做禅房。他说，这个房间让他回想起他和丹尼尔·科特基在里德大学时期的经历，但与毒品无关。分道扬镳。2002年2月，在呈给美国参议院的一份声明里，迈克尔·艾斯纳严厉批评了乔布斯为苹果 iTunes 制作的广告。某些计算机公司在整版的广告和广告牌上写着八哥、混制、刻录。换句话说，所有买这款计算机的人可以去盗歌并分享给朋友。这并不是个高明的评论，他误读了八哥的意思，认为广告中有引导大众偷窃他人财物的嫌疑。其实这是指从 CD 上把文件输入计算机。更关键的是，这条消息彻底把乔布斯激怒了。艾斯纳应该预计到这一点，这仍然不高明。皮克斯最近推出了与迪士尼合作的第4部电影《怪物公司》，并一举超过前3部，全球票房达到 5.25 亿美元。到了迪士尼和皮克斯即将续约的日子，艾斯纳并没有把事情变得更简单，还在呈给参议院的声明里公开拆台。乔布斯觉得难以置信，他打电话给迪士尼的一位高层人士发泄不满。你们知道迈克尔对我做了什么吗？艾斯纳和乔布斯分别来自东西海岸，生活背景不同，但是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固执己见，不愿妥协。他们都热衷制造好的产品，而这也通常意味着苛求细节，批评起人来丝毫没有温言软语。为了研究出更方便的路线，艾斯纳曾经一遍一遍地搭乘迪士尼乐园动物王国的野生动物号，以提升游客体验。这和乔布斯不断研究 iPad 界面，希望把界面做得更加简洁的举动极为相似。然而两人在管理人方面的确都不怎么在行，他们两个都擅长逼迫别人，却不喜欢被逼迫。所以当彼此试图去威慑对方时，气氛就变得很不愉快。遇到任何意见不合的情况，两人都倾向于认为对方在撒谎。此外，艾斯纳和乔布斯都不认为自己能从对方那里学到什么，而且他们谁也不可能先低头，哪怕是装作自己不懂而需要讨教。乔布斯把过失全都推到了艾斯纳身上。
我认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皮克斯成功的让迪士尼重现活力。当迪士尼每况愈下时，皮克斯就一部接一部的推出精彩的电影。您可能会想，迪士尼的那位 CEO 会很好奇皮克斯是怎么做到这些的。但是在我们长达20年的合作中，他来皮克斯拜访的时间累计只有2个半小时，只是发表几句祝贺的话，他从来都没好奇过。我十分震惊，好奇心是很重要的。这话说的严苛了一点，艾斯纳拜访皮克斯的时间不止这么短，有几次来的时候乔布斯也不在场，但是艾斯纳的确对皮克斯在艺术或技术方面的造诣没什么好奇心。同样，乔布斯也没有花什么时间学习迪士尼的管理方法。乔布斯和艾斯纳正式开战是在2002年夏天。乔布斯一直都很欣赏沃尔特·迪士尼的创意精神，主要是因为他培育了一家能够沿袭几代人的公司。乔布斯把沃尔特的侄子罗伊看作是这一历史传承和精神的化身。罗伊依然在迪士尼的董事会里，虽然他和艾斯纳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乔布斯对罗伊说，在艾斯纳任职 CEO 期间，皮克斯不会和迪士尼续约。罗伊·迪士尼和他在董事会里的一位亲密同伴斯坦利·高德开始提醒其他董事关于皮克斯拒绝续约的事情，这促使了艾斯纳在2002年8月下旬向董事会所有成员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邮件。他坚信皮克斯最终会同迪士尼续约，一部分原因是迪士尼拥有皮克斯迄今为止制作的电影和动画人物的版权。他还补充，在皮克斯制作完《海底总动员》之后，迪士尼将在谈判中居于更有利的地位。他写道，昨天我们第2次看了皮克斯将在明年5月发布的新电影《海底总动员》，这将是对皮克斯这些工作人员的真实考验。这部电影虽然不错，但是没有他们之前的电影好，当然他们肯定自认为很棒。这封邮件出现了2个主要问题。第一，邮件透露给了《洛杉矶时报》，这让乔布斯暴跳如雷。第二，艾斯纳预测错了，大错特错。海底总动员成为了皮克斯也是迪士尼当时的巅峰之作，一举打败狮子王，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动画电影。美国国内票房达到 3.4 亿美元，全球票房高达 8.68 亿美元。截至2010年，海底总动员的 DVD 也成为史上最畅销的 DVD， 累计售出了4000万张。该片更是成为迪士尼乐园中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此外，海底总动员的画面质感丰富细腻，在艺术方面成就非凡，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乔布斯说，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这是关于冒险以及学会让你爱的人也去冒险的故事。海底总动员的成功为皮克斯的现金储备增加了 1.83 亿美元，并为和迪士尼的最终摊牌准备了 5.21 亿美元的战争资本。就在海底总动员制作完毕后不久，乔布斯向艾斯纳开价，但这种过于一厢情愿的要求显然会被拒绝。相对于现有协议下的55分成，乔布斯提出了一个新的协议，皮克斯将拥有电影和卡通人物的全部版权，而且只分给迪士尼 7.5% 的发行分成。另外，在现有协议下的最后2部电影正在制作的《超人特工队》和《汽车总动员》将被转入新的协议下。不过艾斯纳还握着一张有力的王牌，即使皮克斯不续约，迪士尼也有权制作《玩具总动员》和其他所有皮克斯制作过的动画电影的续集，而且迪士尼还拥有合作产生的所有卡通人物的版权，从胡迪到尼莫，就像拥有米老鼠和唐老鸭一样。艾斯纳已经计划，或者说是威胁，既然皮克斯拒绝再做下去了，那就让迪士尼自己的动画工作室制作《玩具总动员3》。乔布斯说，当你听说有哪家公司要做灰姑娘2时，你肯定会觉得恐怖吧。艾斯纳在2003年11月迫使罗伊·迪士尼离开了董事会，但是这场混乱并未结束。罗伊·迪士尼发布了一封言辞尖刻的公开信，信中写道，公司已经丢失了重点，丢失了创意的能量，也丢失了传统。罗伊对艾斯纳的不满还包括没能让迪士尼与皮克斯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到了这时，乔布斯已经决定不再与艾斯纳合作，
所以在2004年1月，他公开宣布与迪士尼停止谈判。通常情况下，乔布斯能够控制住自己，不会把在家里饭桌上和朋友探讨的过激言论公开化。但是这一次他忍不住了，在一次和记者的电话会议中，他说，当皮克斯在制作精彩的作品时，迪士尼动画正在生产破衣服。他嘲笑了艾斯纳的关于迪士尼为皮克斯的电影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的说法。事实上，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和迪士尼在创意方面进行合作了。你可以比较我们的电影和迪士尼最近推出的3部电影在创意质量上的差别，两家公司的创意能力一目了然。除了建立一支更好的创意团队之外，乔布斯还打赢了一场品牌大战。皮克斯对影迷的吸引力已经不亚于迪士尼。当乔布斯打电话给罗伊·迪士尼帮他打气时，罗伊回答道，我们认为皮克斯已经成为动画界最强有力而且最值得信赖的品牌。等邪恶的巫婆死去，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约翰·拉塞特对乔布斯决定与迪士尼决裂的消息大为震惊。我担心我的孩子们，那些人会怎么对待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些角色呢？他回忆道，就像匕首刺中了我的心。拉塞特在皮克斯的会议室把这一消息告知其他高层人员时流下了眼泪。第二次流泪是在皮克斯大楼的中庭里面向约800名员工讲话时。这种感觉就像你有一群可爱的孩子，而现在不得不放弃他们，而且还把他们交给了被控有虐童罪的人来收养。之后，乔布斯走上中庭的讲台，试图让气氛平缓下来。他向大家解释了不再和迪士尼合作的原因，并保证，皮克斯作为一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公司，一直在向成功的目标迈进。一位在皮克斯任职很久的技术人员奥伦·雅各布说，他有一种绝对的能力让你去相信他。突然之间，我们都有了信心，无论发生什么，皮克斯一定会成功的。迪士尼的首席运营官鲍勃·艾格不得不介入此事，控制损失。当周围的人正惊慌不安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理智和冷静。艾格来自电视行业，曾任美国广播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于1996年被迪士尼收购。他举止大方合宜，善于灵活处理事件，同时也懂得慧眼识人，具有幽默感，善解人意，为人低调不多言，才得以稳坐如今的位子。不同于艾斯纳和乔布斯，艾格有着异乎常人的冷静，并从不自傲。艾格回忆道，史蒂夫通过宣布与我们停止谈判，获得了一些关注。我们启动了危机处理程序，我也制造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契机。从弗兰克·威尔斯任总裁开始，艾斯纳在迪士尼掌权已超过10年。威尔斯为艾斯纳减少了很多管理工作，才使得他能够专心出谋划策，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改进每一个电影项目、主题公园火车、电视节目以及其他产品。但在1994年，威尔斯由于直升机失事不幸去世。之后，艾斯纳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新人选。卡曾伯格提出接替威尔斯的职位，这就是艾斯纳把他挤走的原因。1995年，迈克尔·奥维茨成为新任总裁，但好景不长，干了不到2年就离职了。乔布斯之后做出如下评价：在艾斯纳任职 CEO 的第1个10年中，他干得不错，但是在最后10年里，他真是差劲透了。弗兰克·威尔斯的去世成了分水岭。艾斯纳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他提出了很多精彩的建议，所以当弗兰克负责运营时，艾斯纳像是蜜蜂一样全身心投入到各个项目之间，提升每个项目的品质。但是当艾斯纳全盘接手运营时，他就变成了可怕的管理者。没有人喜欢为他工作，大家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权利。他的战略计划团队就像盖世太保那样，在这里如果没有得到批准，你1分钱都不能动用。不过即使我和他的关系破裂，我依然尊重他在前10年取得的成就，而且我确实很欣赏他的某些性格。他是个有趣的家伙，聪明又机智，但是他也有让人不快的一面。他的自我过于膨胀。起初，艾斯纳对我还算合理公正，但10年来，随着相处的时间增加，我开始看到了他的阴暗面。2004年，艾斯纳最大的麻烦就在于他不知道动画部门已经是一团糟了。
最新推出的2部电影《星引导》和《熊的传说》并未达到迪士尼应有的水准，甚至没有达到收支平衡。动画片是迪士尼的命脉，正是他们衍生了主题公园、玩具和电视节目。一部《玩具总动员》成就了一部电影续集，一部迪士尼冰上表演，一部在迪士尼海上巡游船上表演的《玩具总动员》音乐剧，一部以巴斯光年为主角的电视电影，一本计算机故事书，2款电子游戏，销量达2500万个的电动玩具，一条服装生产线，以及迪士尼主题公园里的9个场景。相比之下，星引导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艾格后来解释道，迈克尔还没有意识到，迪士尼在动画片上出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也反映到了他对待皮克斯的态度。他并不觉得他有多么需要皮克斯。此外，艾斯纳喜欢谈判，痛恨妥协，而这种性格并不适合和乔布斯一起共事，因为乔布斯也是这种人。艾格说，每一次谈判最终都要以妥协来收尾，但是他们2个谁都不愿妥协。僵局在2005年3月的一个周六晚上被打破了。艾格接到了前参议员乔治·米切尔和迪士尼其他董事会成员的电话，他们告诉艾格，再过几个月他将取代艾斯纳成为迪士尼的 CEO。 第二天，艾格起床之后分别给他的女儿乔布斯以及约翰·拉塞特打了电话。他直截了当地说，他非常重视皮克斯，并希望能够达成合作。乔布斯非常兴奋，他喜欢艾格，甚至惊异于他们之间在冥冥之中的联系。他的前女友珍妮弗·伊根和艾格的妻子薇罗贝曾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期的室友。那一年夏天，在艾格正式接任之前，他和乔布斯进行了一次试合作。苹果将推出一款既能播放音乐又能播放视频的 iPad， 艾格想在 iPad 上面播放电视剧，但是在谈判中，乔布斯表示不想做得太公开，因为和往常一样，他希望在产品被正式发布之前保留神秘感。在当时有2部很受欢迎的美剧《绝望主妇》和《迷失》，都是由美国广播公司推出的，而美国广播公司恰好属于艾格的管辖范围。艾格拥有好几部 iPad， 从早上5点晨练一直用到深夜。他早就想着怎么能够把 iPad 和电视剧结合起来，所以立刻就决定植入美国广播公司最热门的电视剧。艾格说，我们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谈这项合同，其中的条款比较复杂。这次合作很重要，因为史蒂夫会看到我是怎么做事的，而且这也会让每一个人看到迪士尼其实能够与史蒂夫合作的。为了发布这款带有视频功能的 iPad， 乔布斯在圣何塞租了一座剧院，还邀请了艾格作为神秘嘉宾。艾格回忆道，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苹果产品的发布会，所以我不知道这会是个多大的场面。对于我们的关系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突破。他认为我是个准技术专家，并且敢于冒险。乔布斯又像往常一样进行了精彩的表演，首先是演示新款 iPad 的所有功能，它为什么能被称为我们做过的最好的产品之一，以及 iTunes 商店将开始销售音乐视频和短片。之后按照他的习惯，他以还有一件事儿作为结束语。新款的 iPad 将开始销售电视剧，全场顿时掌声如雷。他还提到了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的2部最受欢迎的电视剧。谁拥有美国广播公司？是迪士尼，我认识他们，他兴高采烈地说。艾格上台时看起来和乔布斯一样轻松自若。他说，史蒂夫和我最兴奋的一件事儿就是精彩的内容和伟大的科技相结合。他又补充道，今天能在这里宣布我们和苹果的关系又进了一步，我感到非常高兴。在适度的停顿之后，他接着说，不是和皮克斯，而是和苹果。他们友好的拥抱也意味着皮克斯和迪士尼的新一轮合作再一次成为可能。艾格回忆道，这也体现了我的行事方式，化干戈为玉帛。我曾经和罗伊·迪士尼、康卡斯特、苹果和皮克斯都有过战争，我希望改善和他们的关系，尤其是皮克斯。艾格与艾斯纳一起参加了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开幕式，这是艾斯纳在任职 CEO 期间的最后一次大动作。
庆祝活动包括常规的迪士尼队伍在主街上的游行。艾格发现，在游行队伍中，近10年出现的最新的卡通人物都是由皮克斯打造出来的。他回忆道：“我当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站在迈克尔旁边，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因为这就像一场对他这些年在动画业务管理上的控诉。继《狮子王》《美女与野兽》和《阿拉丁》之后的10年，完全是一片空白。”艾格回到博班克之后，做了一些财务分析。他发现在过去10年中，迪士尼在动画方面其实是亏损的，而且对附属产品的营销也没有什么推动作用。在接任 CEO 之后的第一次会议中，他向董事会报告了财务分析的结果。董事会成员也表现出愤怒，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告知过这些。艾格告诉董事会，如果动画片业务没有了，公司也就完了。一部热卖的动画片对拉动全公司的业务有显著的效果，而我们经营的每一个分支却都处于衰落趋势，包括出现在游行中的卡通角色、音乐、主题公园、电子游戏、电视节目、互联网、消费产品。如果我们不能制造出有拉动效应的动画片，公司是不会成功的。之后他又给董事会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沿用现在的动画片管理模式，但他认为这样做不会有成效。第二，重组董事会，但是他不知道该找谁来加入。最后一个方案就是收购皮克斯。他说，问题是我不知道皮克斯愿不愿意出售，如果他们愿意，那也会贵得吓人。董事会准许他去考察一下这笔交易的可能性。这一次艾格用了不同寻常的方式。当他第一次和乔布斯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坦陈了自己在香港的感悟。他认为迪士尼是太需要皮克斯了。乔布斯回忆道，这就是我很喜欢鲍勃·艾格的原因，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在谈判中这么早就泄露底牌是一种最愚蠢的做法，至少按照传统的规则来说是这样。他就那么把他的牌摊在桌面上，说了句，我们完蛋了。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家伙，因为我也是这种人，所以我们就马上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看看他是在哪里摔的跟头。事实上，这并不是乔布斯惯常的操作模式。通常情况下，在谈判最初的阶段，他都会抱怨其他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不好。乔布斯和艾格在帕洛奥图的苹果园区一起走了很久，又到了位于森尼维尔的艾伦公司的度假中心。起初，他们商定了一个新的发行计划，皮克斯将收回所有之前制造的电影和卡通人物的版权，作为回报，迪士尼将掌控皮克斯的一部分股权。对于未来的电影，皮克斯将向迪士尼支付一定的发行费用。但是艾格担心这么做会把皮克斯变成迪士尼的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即使迪士尼拥有一部分股权，也可能会造成不好的结果。所以他开始向乔布斯暗示，也许他们可以做得更大。他说，我想让你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个超出常规的想法。乔布斯似乎很鼓励他把话说出来。他回忆道，没过多久，我们就明确了这场合作将以收购的方式进行。但是首先，乔布斯需要得到约翰·拉塞特和埃德·卡特穆尔的支持，所以他邀请他们来到家中。乔布斯开门见山，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鲍勃·艾格，我们应该和他合作，帮助他重建迪士尼。他是个很不错的人。起初拉塞特和卡特穆尔都对此表示怀疑。拉塞特回忆道，他能看出来，我们当时都很震惊。乔布斯继续说，如果你们不想这么做，完全可以，但是我希望你们在决定之前认识一下艾格。我和你们的感觉一样，但是我越来越喜欢这家伙了。他向他们讲述了当时是如何轻松地把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剧放在 iPad 上面的，然后补充道，这和艾斯纳时期的迪士尼简直有天壤之别。艾格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从来不会变幻无常。拉塞特还记得，他和卡特穆尔坐在那里，听得目瞪口呆。艾格开始了行动，他从洛杉矶飞到拉塞特所在的城市，到拉塞特家共进晚餐，见了他的妻子和家人，和他们聊到深夜。艾格还和卡特穆尔一道晚餐，之后独自拜访了皮克斯工作室，没有任何随行人员，也没有和乔布斯一起。艾格说，我和所有导演1对1交谈，他们都向我推销自己的电影。艾格对拉塞特的团队印象深刻，
这一点令拉塞特很自豪，这也让他对艾格有了兴致。他说，在皮克斯，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自豪过。我们所有的团队和推介演讲都很精彩，让鲍勃大吃一惊。实际上，在看了皮克斯准备在之后几年推出的作品《汽车总动员》《美食总动员》以及《机器人瓦力》之后，艾格对迪士尼的首席财务官说，天哪，他们的产品真不错，我们必须要把这笔生意谈下来，这关系到我们公司的未来。他承认他对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片没有信心。双方最后商定，迪士尼将用74亿美元收购皮克斯的股份，乔布斯也将由此成为迪士尼最大的个人股东，拥有迪士尼近7%的股份。相比之下，艾斯纳所拥有的股份仅为1.7%，罗伊迪士尼的股份为1%。迪士尼动画将归属皮克斯，由拉塞特和卡特穆尔运营。皮克斯可以保留其独立身份，皮克斯的工作室和总部可以继续留在艾莫利维尔市，原有的电子邮件域名也可以继续使用。艾格告知乔布斯，于某个周日的早晨带上拉塞特和卡特穆尔去参加一个在洛杉矶世纪城召开的迪士尼董事会的秘密会议，以示尊重他们在此次巨额交易中的地位。当三人准备从停车场出发时，拉塞特对乔布斯说，如果我一会儿兴奋得忘乎所以或者滔滔不绝，你就拍一下我的腿。结果在会议中，乔布斯还真的拍了一下他的腿。但除此之外，拉塞特的推介演讲堪称完美。他回忆道，我讲了我们怎么制作电影，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我们之间的互信，以及我们是怎么培养创意人才的。董事会问了很多问题，乔布斯让拉塞特回答了其中的大部分。乔布斯自己则谈到了把艺术和科技联系起来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理念，和苹果是一样的。乔布斯说。艾格回忆道，每个人都惊讶于他们是如此引人注目和热情洋溢。然而，在迪士尼董事会通过收购决议之前，迈克尔·艾斯纳有些动摇，并试图阻止这次合作。他打电话给艾格说，这个价格太贵了，你可以自己解决动画片的困境。艾斯纳说。艾格问，怎么解决？我知道你可以的，艾斯纳说。艾格有些生气了，他问道，迈克尔，你自己都解决不了，凭什么认为我能做到？艾斯纳说，他想召开一次董事会来反对这次收购，即使他已经不是董事会成员了，也不算是公司高层。艾格拒绝了，但是艾斯纳给公司的大股东沃伦·巴菲特和董事长乔治·米切尔打了电话。这位前议员说服了艾格，让艾斯纳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告诉董事会，我们不需要买下皮克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皮克斯制作的85%的动画，艾斯纳说道。他指的是对于皮克斯已经推出的电影，迪士尼可以从收入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分成，有权制作所有电影的续集，并拥有所有卡通人物的版权。我对他们说，现在皮克斯只有15%不属于迪士尼，所以你们将得到的也只有这15%，其他的就要看皮克斯接下来的电影如何了。艾斯纳承认皮克斯运营得很好，但他认为好景不会太长。我向大家列出了历史上屡获殊荣却又走向失败的制片人和导演名单，都是斯皮尔伯格、沃尔特·迪士尼之类的人物。他还计算了一下，要让这一笔生意做得值得，皮克斯的每一部新片的收入必须要达到13亿美元。我知道我把乔布斯气疯了，艾斯纳事后回忆道。在艾斯纳离开会议室之后，艾格逐项反驳了他的观点。让我来告诉你们，他刚才的演讲中出现了哪些错误。他开始说道，当董事会成员听完双方的观点之后，他们通过了艾格的提案。艾格飞到艾莫利维尔去见乔布斯，并和乔布斯一起向皮克斯的员工宣布了收购的决定。但是在他们宣布之前，乔布斯和拉塞特还有卡特穆尔单独聊了一会儿。他说，如果你们两个有任何一个人有异议，我可以告诉他们谢谢，不必了，然后取消这个交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很情愿，在当时的形势下，取消这个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乔布斯还是听到了他期待的回应。我觉得可以，拉塞特说，我们就这么做吧。卡特穆尔也同意了，
三人拥抱在了一起，乔布斯流泪了。之后所有人都聚集到了中庭，乔布斯宣布迪士尼要收购皮克斯了。一些员工哭了，但是当乔布斯解释了这次合作的内容之后，员工们开始明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有一些反向收购的意味。卡特穆尔将成为迪士尼动画部门的负责人，而拉塞特将出任首席创意官。讲话的最后，大家都欢呼喝彩。艾格本来站在边上，乔布斯邀请他来到中间的舞台。当他讲到皮克斯特立独行的文化，以及迪士尼是多么需要培养这种文化并向皮克斯学习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直以来，我的目标不仅仅是制作杰出的作品，还要建立卓越的公司，乔布斯之后说道。沃尔特迪士尼做到了，以这样的方式合并之后，皮克斯仍然是一家卓越的公司，同时我们也帮助迪士尼保持着卓越公司的地位。第34章，21世纪的麦克，苹果脱颖而出，革、冰块和向日葵。自从1998年推出 iMac 后，乔布斯和乔尼·艾夫将诱人的设计变成了苹果电脑的招牌。他们推出了橙色革壳式笔记本电脑，以及标榜禅意、外观如冰块般的专业台式电脑。有些产品就好比你从衣柜角落里翻出的喇叭牛仔裤，当时看起来比现在回想起来要更好。这些产品体现出苹果对设计的热爱，这种热爱有时过于强烈，但是苹果因此脱颖而出，并获得了在 Windows 世界中生存所需要的名气。苹果公司于2000年推出的 Power Mac G4 Cube 非常迷人，最终进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该产品是一台边长只有8英寸的完美立方体，跟舒洁面巾纸盒一般大小。它是乔布斯审美观的纯粹表达，它的精密源于极简主义风格。该机器从外部看不到按钮，没有 CD 托盘，只有一个微小的插槽。同早期的 Mac 一样，该款产品也没有风扇，这里表达的是纯粹的禅意。当看到一个外表如此贴心的东西时，你会想，哦哇，这里面也一定超出想象。乔布斯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我们通过简化去除多余的东西取得进步。 G4 Cube 并非虚有其表，其功能也很强大，但是该产品并不成功。它已然被设计成一款高端台式电脑，但是乔布斯想要将其推向大众市场，就像他的几乎所有产品一样。结果 Cube 在2个市场的表现都不好。普通的专业人士并不追求在自己的桌上放一台宝石般的雕塑，而大众市场消费者宁可购买一款平淡无奇的台式机，也不愿花2倍的价钱买这款产品。乔布斯曾预计，苹果公司每季度将卖出20万台 Cube， 但在其销售的第1季度只卖出了预计的一半，第2季度销售低于3万台。乔布斯后来承认 Cube 设计过度且定价过高，就像当年的 Next 电脑一样。但是渐渐的，乔布斯吸取了自己的教训，在制造 iPad 这类设备时，他会控制成本并做出必要的权衡，让产品能够在预算内按照预定时间发布。2000年9月，苹果公司的营收不佳，部分原因是 Cube 的销售业绩太差。当时科技泡沫开始破裂，苹果公司在教育市场正处于衰落状态。苹果公司的股价之前一直处于$60以上，在1天之内下跌 50%， 至同年12月初，其股价已低于$15。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乔布斯继续推动个性鲜明，甚至是喧宾夺主的新设计。当纯屏显示器具备了商业可行性后，他决定用新产品取代 iMac。iMac 是一款半透明的台式电脑，就像杰森一家里的东西。艾弗想出了一个有些传统的模型，将电脑主机和纯屏显示器合而为一。乔布斯不喜欢这个提议，一如在皮克斯和苹果常做的那样，他立即决定重新思考方案。他觉得艾弗提出的设计缺少纯粹性。如果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塞到显示器后面，那干嘛要纯屏的显示器？乔布斯向艾弗发问道，我们应该让每个元素都忠于它本身。当天，乔布斯早早回到家，开始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并把艾弗也叫来。他们漫步至花园，乔布斯的妻子在花园里种了许多向日葵。
每年我都在花园里做些疯狂的事儿，当时就是种了很多向日葵，给孩子们一个满是向日葵的家。他回忆道。乔尼和史蒂夫当时正在思考产品的设计问题，然后乔尼问，把屏幕像向日葵的构造那样和底座分离开来怎样？他感到很兴奋，并开始画起了草图。艾弗很喜欢用自己的设计来表达一个故事，他意识到向日葵造型能传达出纯平显示器的流畅性和出色的响应功能，仿佛随时可以迎着太阳转动。在艾弗的新设计中，Mac 的屏幕连着一个铬合金活动支颈，这样整个显示器不仅看上去像向日葵，也让人联想到顽皮跳跳灯中小台灯的俏皮个性。该动画片是约翰·拉塞特为皮克斯制作的第一部短片，苹果为这一设计申请了许多专利，大多数都记入艾夫名下。但就其中一项设计，平板显示器和底座之间由一个活动组件连接，乔布斯将自己列为主要发明者。现在回想起来，苹果 Mac 的一些设计似乎有点太过可爱了。然而其他电脑制造商处于另一个极端，人们以为计算机行业应该充满创新，但实际上这一行业充斥着设计粗糙的通用型电脑。戴尔、康柏和惠普这些公司曾经贸然地尝试过新造型，并把电脑喷涂成蓝色，后来也都将电脑制造外包出去，并展开价格竞争。苹果凭借大胆的设计和开创性的应用，如 iTunes 和 iMovie， 成为唯一有所创新的企业。英特尔芯片，苹果公司的创新并非流于表面。1994年起，该公司就一直在使用 PowerPC 芯片。该微处理器由 IBM 和摩托罗拉联合生产，在当时几年的时间里，该芯片比英特尔公司生产的芯片更快。苹果公司曾在自己幽默的广告中吹捧过这一点。然而，当乔布斯重回苹果时，摩托罗拉在生产新版本芯片方面已开始落后，这引发了乔布斯和摩托罗拉 CEO 克里斯·高尔文的争吵。1997年，乔布斯回到苹果后，立即决定停止授权同类电脑制造商使用 Mac 操作系统。他打电话向高尔文提议，如果摩托罗拉加速研发可用于笔记本电脑的新版 PowerPC 芯片，那么苹果公司可能会考虑为摩托罗拉破例，授权其 StarMax Mac 兼容机使用 Mac 操作系统。两人的对话越来越激烈。乔布斯对高尔文说，摩托罗拉的芯片烂透了。高尔文也是个有脾气的人，立即反驳。乔布斯挂了他的电话，摩托罗拉停止生产 StarMax 电脑，而乔布斯则开始暗中计划抛弃摩托罗拉 IBM 的 PowerPC 芯片，转而投向英特尔的怀抱。换芯片并不容易，这相当于要重新编写整个操作系统。乔布斯并没有给予董事会任何实质性权利，但他还是秘密地同董事会成员一起从各个角度讨论想法，并仔细思考战略。会议中，他会站在白板前主导自由讨论，就是否应该转移至英特尔框架。董事们讨论了18个月，我们就这个事情进行辩论，提出了很多问题，最终一致决定有必要这么做。董事会成员亚瑟·莱文森回忆道。保罗·欧德宁时任英特尔公司总裁，后来成为该公司 CEO。他开始与乔布斯私下碰头，两人相识于乔布斯努力保全 Next 公司的时候。欧德宁后来回忆，他的傲慢态度那时还算有所收敛。欧德宁性格冷静幽默。2000年过后的最初几年，他和乔布斯谈生意的时候，发现乔布斯暴躁脾气又回来了，不像当初那样谦恭。但欧德宁并不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英特尔公司与其他电脑制造商也有合作，乔布斯希望拿到比那些公司更好的价格。我们必须用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谈拢数字，欧德宁说。两人的大多数谈判都在长距离散步时完成，这是乔布斯喜欢的方式。有时他们会走到斯坦福校园上面架设被称作盘子的电子望远镜的山丘上。散步开始时，乔布斯会以一个故事开头，阐述自己如何看待计算机演进的历史，而散步结束时，已经在就具体数字讨价还价了。人们都觉得英特尔是个难对付的合作伙伴，
这是安迪格鲁夫和克雷格巴雷特掌管英特尔时给人的印象。欧德宁说，而我想要告诉大家，英特尔是一家可以合作的公司。于是英特尔派出一支精干团队与苹果公司合作，在6个月的期限内成功完成了芯片转换。乔布斯邀请欧德宁参加苹果公司百节集思会。欧德宁穿着兔子装一样的英特尔实验室外套，拥抱了乔布斯。2005年，两家公司就合作发表了公开声明。一向矜持的欧德宁又一次做出了同样的举动。大屏幕上闪烁着苹果和英特尔终于走到了一起的字样。比尔盖茨对此感到十分惊奇，他对于设计色彩花哨的电脑机箱并无兴趣，但是秘密换掉电脑内部的 CPU 并能按时无缝完成，这是他真正钦佩的壮举。多年后，我采访盖茨，提起乔布斯的成就，他告诉我，如果你说好，我们现在要换掉微处理器芯片，但是一拍都不能落下，这听起来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基本做到了。期权，乔布斯的怪癖之一便是对于金钱的态度。1997年重回苹果时，他声称自己是这样一种人，可以为$1的年薪工作，为的是公司的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是对于不受常规的董事会审查和业绩考核约束的巨额期权激励政策，及授予大量以一个既定价格购买苹果股票的权利，他却推崇备至。当他于2000年初甩掉了头衔中的临时2字，正式成为 CEO， 他从埃德伍拉德和董事会那里得到了一大笔期权，还有那架飞机，有悖于他一直以来所表现出的那种不贪财的形象。他所要的期权数量甚至比董事会最初的提议还要多，这令伍拉德大跌眼镜。不过就在乔布斯将这些期权收入囊中后没多久，这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受累于库珀令人失望的销量，加之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苹果股价于2000年9月一泻千里，令这些期权变得一钱不值。雪上加霜的是，财富杂志2001年6月刊登了一篇题为《天价 CEO 巧夺豪取》的封面报道，直指 CEO 薪酬过高的问题。那期杂志的封面上就是洋洋得意的乔布斯。虽然他所持有的期权此时并无价值，但在这些期权被授予的当时，技术估值方法被称为布莱克斯科尔斯估值法，给他们的定价高达$8.72亿。财富声称这绝对是有史以来给予 CEO 的最高报酬，真是悲惨至极。用4年的艰辛工作带领苹果起死回生的乔布斯兜里几乎没有1分钱，此时却成了贪婪 CEO 的典型代表，这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伪君子，也损害了他的自我形象。他给编辑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表示自己的期权实际上价值为0。既然财富报道的价值是$8.72亿，他愿意打个5折，把这些期权卖给财富。与此同时，鉴于旧的期权基本上已经一文不值，乔布斯希望董事会能授予他另外一大笔期权。他对董事会坚称，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应有的认可，而不是发大财。也许这也是他内心的一种信念，这跟钱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后来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就这些期权提起的一起诉讼中，乔布斯在作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可，我觉得董事会当时并没有真正的认可我。由于他的期权已经没有价值，他认为董事会应该主动向他提出新的股权激励，而不是等他开口索要。我认为我的工作很出色，期权会让我感觉好一些。事实上，乔布斯亲手选定的董事们并没有亏待他，他们于2001年8月决定授予他另外一大笔期权，当时公司的股权略低于$18。问题在于，乔布斯还担心个人形象问题，特别是在财富发表那篇文章之后，除非董事会同时取消旧的那笔期权，他不想接受这些新的期权。但这样做在财务上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期权的重新定价，会导致冲减当期利润。避免这个可变会计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新期权授予至少6个月后再取消旧的期权。
此外，乔布斯开始就新期权的授予速度问题与董事会讨价还价，直至2001年12月中旬，乔布斯才接受了新的期权，而且又等待了6个月之后才取消了旧的期权。但那个时候，苹果股价经过分股后的调整，已经上涨了3美元，达到了21美元。如果行权价定在这个新的水平，那么每一份期权的价值便会下降3美元。于是苹果的法律顾问南希·海宁在分析了近期的股价之后，帮着选定了10月份的某一天为基准。那一天的股价是 18.30 美元。他还签批了一系列的会议记录，刻意显示董事会是在这一天批准这个期权计划的。对乔布斯来说，这一道签行为可能价值2000万美元。最终，乔布斯又一次在分文未得的情况下遭到了公众的恶评，苹果股价持续下跌。到2003年3月，即使是新的期权都已经一钱不值，乔布斯索性把期权全部卖出，得到了7500万美元。从他1997年返回苹果公司，直到2006年新期权授予完毕，这相当于他每年入账830万美元。如果《华尔街日报》没有在2006年就期权的日期倒签现象刊登那个影响巨大的系列报道，这一切本来算不了什么。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苹果公司的名字，但苹果的董事会委派了一个3人委员会，阿尔戈尔、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以及曾在 IBM 和克莱斯勒任职的杰里约克，对公司的内部行为展开了调查。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如果史蒂夫确实负有责任，我们不会姑息迁就。戈尔回忆说，委员会发现了乔布斯以及其他一些高管的期权激励中的违规之处，并立即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调查结果。报告中说，乔布斯对日期倒签行为是知情的，但他最终并没有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迪士尼公司董事会的一个委员会也发现，皮克斯公司在乔布斯主政期间也曾有过类似的倒签行为。针对这类倒签行为的法律模糊不清，特别是苹果公司最终并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获益。证券交易委员会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调查，并于2007年4月宣布不追究苹果。这部分是基于公司对委员会调查工作迅捷、全面、出色的配合，以及他及时的主动汇报。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现乔布斯对倒签行为确实知情，但撇清了他有任何不当行为的嫌疑，因为他对会计上的影响并不知情。但证券交易委员会控告了当时担任董事的前首席财务官弗雷德·安德森以及公司法律顾问南希·海宁。退役空军上尉安德森长着一个方方的下巴，为人极度正直，曾以他的机智与平和在公司具有影响力，以擅长控制乔布斯的臭脾气而闻名。证券交易委员会仅控之以疏忽责任，无非涉及某些期权政策中的文书工作，不是给乔布斯的那些，而且允许他继续出任企业的董事，但是他最终辞去了苹果董事一职。安德森认为自己成了替罪羊，当他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他的律师发布了一份声明，将某些罪责加到了乔布斯的头上。声明说，安德森已经提醒过乔布斯先生，期权应该按照董事会实际批准的日期定价，或者进行会计定价，而乔布斯回答说，董事会之前已经批准了。海宁最初奋起反击对他的指控，最终同意和解，交了一笔220万美元的罚金了事。类似的，苹果公司本身也同意支付140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金，了结了一起股东诉讼。为了一个人的面子，发生了这么多本可避免的问题，这很罕见。乔·诺塞拉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我们现在说的依然是乔布斯，无视规则与制度，他制造的风气让海宁这样的人难以违背其意愿。有时他有伟大的创新，但其身边的人却因此而付出代价，尤其是在补偿问题上。由于难以违背他一时的怪念头，许多聪明人犯了严重错误。在某些方面，乔布斯在薪酬问题上的立场与他的停车怪癖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拒绝使用 CEO 专有车位，却霸占了残疾人停车位。
他希望被他自己和其他人看成一个愿意为$1年薪工作的人，却又希望得到大笔的期权，从一名反主流文化的叛逆者变为一名商业创业者。他自身充满了矛盾，他希望在心灵上得到的启迪和感悟，与他通过股票和期权获得的财富并无关联。第35章第一回合，死之警示。癌症。乔布斯后来推测，自己之所以会得癌症，是因为1997年辛苦工作了一整年，同时管理着苹果公司和皮克斯公司。由于两头奔忙，他患上了肾结石和其他疾病，甚至到家后会虚脱地说不出话来。癌症可能是那个时候开始生长的，因为当时我的免疫系统非常弱，他说道，并没有证据表明疲劳和免疫系统薄弱会导致癌症。不过乔布斯的肾脏问题确实间接让医生发现了癌症。2003年10月，乔布斯偶然碰到了自己的泌尿科医生，他让乔布斯做一下肾脏和输尿管的 CT 扫描。他之前一次 CT 扫描检查还是在5年前，这一次的扫描显示肾脏没有问题，但却显示出胰脏有一层阴影。于是他叫乔布斯安排一次胰腺检查，但他并未听从。一如既往，乔布斯会刻意忽视自己不想处理的事情，但是医生坚持一定要做检查。史蒂夫，这很重要。几天后，他对乔布斯说，你需要检查一下。他的语气十分迫切，乔布斯不得不听从。他一大早就去了医院，在研究过扫描结果后，医生们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他的胰脏上有个肿瘤，其中一位医生甚至建议他尽快安排好后事。换言之，就是说乔布斯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当天晚上，医生们将内窥镜从乔布斯的喉咙放入肠内，以便将一根探针深入他的胰脏，从而获取一些肿瘤细胞进行活组织切片检查。鲍威尔回忆说，她丈夫的医生在检查完后高兴地哭了，因为那是胰岛细胞或是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很少见，但生长较慢，因而更容易成功治愈。乔布斯很幸运，能及早发现这一肿瘤，这也算是定期肾脏检查的意外发现，这样医生就能够在肿瘤大面积扩散前进行切除手术。拉里·布里连特是乔布斯第一批电话通知的人之一，两人当年在印度进修时相识。你还相信上帝吗？乔布斯问他。布里连特说相信。接着两人开始讨论印度大师尼姆卡罗里巴巴曾教给他们的通向上帝的几条路径。然后布里连特询问乔布斯有什么不妥，乔布斯回答说，我得了癌症。亚瑟·莱文森当时是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他正在主持自己的基因泰克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电话响了，屏幕显示是乔布斯打来的。会议休息时间刚到，他就赶忙回电话给乔布斯，并得知了肿瘤的消息。莱文森有癌症生物学背景，基因泰克公司研制癌症治疗药物，自然而然，莱文森成了乔布斯的顾问。英特尔公司的安迪·格鲁夫也一样，他成功对抗了前列腺癌。乔布斯在那个周日联系了格鲁夫，他一听到消息就立刻驱车赶往乔布斯家，一待就是2个小时。令朋友和妻子感到害怕的是，乔布斯不愿进行肿瘤切除手术，而手术却是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法。那之后几年过去了，乔布斯对我说，我当时真的不想让他们把我的身体切开，因此我努力寻找其他可行的方法。言语中略带一丝遗憾，具体来说，他找的方法就是实行严格的素食，摄入大量新鲜胡萝卜和果汁。除此之外，他还进行针刺疗法，尝试各种草药疗法，有时也会采用在互联网上或在美国各地寻医问药获得的疗法，甚至还请过灵媒。有一阵子，他受到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开设自然疗法诊所的医生影响。这个医生主张使用有机药草，果蔬汁断食，经常洗肠、水疗，并发泄自己所有的负面情绪。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还没准备好要开刀，鲍威尔回忆说，很难强迫一个人这样做，但他还是尝试了。他劝乔布斯说，身体是为精神而存在。乔布斯的朋友也多次劝他接受手术和化疗。有一次，他告诉我，
他尝试通过吃些杂七杂八的草根进行治疗。我说你疯了吧？格鲁夫回忆道。莱文森说自己每天恳求乔布斯进行手术治疗，却发现挫败感非常强烈，因为自己没法与他沟通，这种分歧甚至差点让两人友谊破裂。癌症不是这么治的。当乔布斯谈论自己的饮食疗法时，莱文森坚持说道，不动手术，想依靠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来除掉肿瘤根本不可能。饮食医生迪恩·奥尼什是使用替代疗法和营养疗法的先驱。在一次陪乔布斯长时间散步时，甚至他也坚持认为传统的手术治疗有时是正确的选择。你真的需要动手术？奥尼什对乔布斯说。自2003年10月肿瘤确诊以来，乔布斯顽固地坚持了9个月，这一部分是因为其现实扭曲立场的不良影响。我觉得史蒂夫强烈渴望世界按照自己所设想的那样运行，莱文森推测道。有时这是行不通的，现实是无情的。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乔布斯有着可怕的意志，能够完全忽略自己不想处理的事情，这给他带来了许多重大突破，但也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他能够忽略自己不想面对的东西，他的妻子解释说，他天生就是这样。无论是与家庭和婚姻有关的个人问题，还是涉及工程或业务的专业问题，或是健康和癌症问题，乔布斯有时干脆就置之不理。乔布斯认为自己能把事情变成所希望的样子，他妻子称这为异想天开。以前他也的确能够如愿以偿，然而他的癌症却是个例外。鲍威尔发动了乔布斯所有亲近的人，包括他妹妹莫纳·辛普森，目的是想要让他回心转意。最终2004年7月 CAT 扫描结果显示肿瘤已长大并可能扩散，这令他不得不面对现实。2004年7月31日周六，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了外科手术。他所进行的并非是完整的魏普尔手术，切除大部分胃和肠道及全部胰脏。医生们考虑过实施完整的手术，但最终决定不采用如此彻底的做法，而只是切除了乔布斯的部分胰脏。手术后第二天，乔布斯在医院病房用 PowerBook 连接到 Airport Express 无线基站，给公司员工发送了一封邮件，宣告自己完成了手术。他安慰员工们，自己所患的胰腺癌类型在每年确诊的各种胰腺癌病例中只占 1%。如果发现的及时，我就是可通过手术切除来治愈。他表示自己不需要化疗或放疗，并计划于9月复工。在离开的这段时间，我已让蒂姆·库克负责苹果公司的日常运营，因此我们不应该乱了阵脚，他写道。我敢肯定8月份我会经常联系你们中的一些人，并期待在9月见到你们。手术带来的一个影响对乔布斯来说很成问题，原因在于他近乎强迫的饮食习惯，以及从10几岁起就一直坚持的节食和进食的怪异实践。胰脏会分泌出一种酶，让胃消化食物并吸收营养。部分胰脏被切除后，人体就难以获得足够的蛋白质，因此医生建议患者应该多餐，并保持营养丰富的饮食，使用各种肉类、鱼类蛋白质以及全脂牛奶。但乔布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永远不会这样做。他在医院住了2周后，挣扎着进行力量恢复。我记得回来以后，我坐在那个摇椅上，他边说边指着客厅里的那张摇椅。我没有力气走路，休养了1个星期后，我才能在街区走动。我强迫自己走到几个街区之外的花园，然后再走到更远的地方。不出6个月，我的精力基本都恢复了。不幸的是，癌细胞扩散了。在手术中，医生们发现肝脏上有3处转移。如果不是拖了9个月才手术，医生们也许可以在癌细胞扩散前就把整个肿瘤切除。虽然这也并不确定。乔布斯开始接受化疗，这进一步加剧了他在饮食上面临的挑战。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乔布斯隐瞒了他继续与癌症抗争的实情。他告诉大家，他以为治愈了。这一如他2003年10月癌症确诊后的缄口不言。这样保密并不稀奇，它是乔布斯本性的一部分。更为令人惊奇的是，他决定公开谈论自己的健康问题。除了登台演示产品，乔布斯平时很少做演讲，
但他仍然接受了斯坦福大学2005年毕业典礼的演讲邀请。在癌症确认之后，即将50岁的他处于一种反思状态。为了完成演讲，乔布斯找到了杰出的编剧艾伦·索金，其作品包括电影《好人寥寥》和电视剧《白宫风云》。乔布斯给他发了电子邮件，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当时是2月，他没有回复。于是4月的时候，我又发了一次邮件，他说：“哦，好啊。”然后我又发了些新想法给他。乔布斯回忆道，后来终于电话联系上了，他不停地说但是一直到6月初，他什么都没给我。乔布斯有点不安，以前产品展示的脚本都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毕业典礼上做过演讲。一天晚上，他开始自己撰写演讲稿，除了征求妻子的意见，没有其他任何人的帮助。最终他写出了一篇非常亲切简洁的讲话稿，充满朴实的个人感受，是完美的乔布斯作品。美国作家亚历克斯·黑利曾说过，演讲最好的开场是：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没人愿意听别人说教，但是人人都喜欢听故事，而这正是乔布斯选择的演讲方式。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今天我想向你们讲述我人生中的3个故事，就是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3个故事而已。第一个是从里德学院退学的故事，我不用再去上自己不感兴趣的必修课，可以去听更有趣的课程。第二个故事是被苹果公司解雇，如何变成了自己有益的经历。成功的沉重又重新被初学者的轻松所取代，对所有事情都不再那样确信。尽管现场有架飞机拖着一张敦促乔布斯回收所有电子废物的条幅，不停地在演讲场地上方盘旋，但是学生们都听得异常专注。不过深深吸引他们的是第3个故事，确诊患有癌症及这一事实所带来的想法。记住自己很快就要死了，这是我面对人生重大选择时最重要的工具。因为几乎一切，所有外界的期望，所有骄傲，所有对于困窘和失败的恐惧，这些东西都在死亡面前烟消云散，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记住自己终会死去，是我所知最好的方式。避免陷入认为自己会失去什么的陷阱，你已是一无所有，没理由不追随内心。乔布斯的极简主义令这场讲话简洁纯粹，充满魅力。无论文集里还是 YouTube 上，你都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毕业演讲了。有些演讲可能更重要，如乔治·马歇尔1947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宣布重建欧洲的计划。但是没有哪个演讲比乔布斯的更富魅力。50岁的雄狮。乔布斯的30岁和40岁生日都是在硅谷名人及各界名流共同庆祝。但是2005年，在他做完癌症手术后，妻子为他的50岁生日举办了一个惊喜派对，主要邀请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派对在朋友们位于旧金山的家中举行。著名大厨爱丽丝·沃特斯盛上了来自苏格兰的鲑鱼、北非名菜库斯库斯，还有各种田园食蔬。沃特斯回忆说，场面温馨亲密极了，大人小孩都坐在一起。娱乐活动是一出即兴表演，由对台词的演员表演。乔布斯的好朋友麦克斯莱德也去了，还有来自苹果公司和皮克斯的同事，包括拉塞特、库克、席勒、克劳、鲁宾斯坦和泰瓦尼安。在乔布斯病休期间，库克把公司打理得很好。在他的带领下，苹果公司个性十足的员工们表现良好。同时，库克又避免让自己进入公众视线。在某种程度上，乔布斯喜欢强势的人，但是他从未真正让他人代理自己的工作或分享自己的舞台。做他的替补很难，出风头了该死，不出众也该死。库克成功避开了这些危险。在发号施令时，他冷静果断，但同时他并不追求别人的注意或喝彩。有些人反感什么好处都算在史蒂夫头上，但是我对这些从来都不在乎。库克表示，老实说，我倒希望自己的名字从不出现在报纸上。乔布斯病假结束回到苹果后，库克重新做回了自己以前的工作，紧密地整合苹果公司各个行动部门，也依然平静地面对乔布斯的怒气。我知道
人们会把史蒂夫的一些评论误会成大叫大嚷或干脆反对，但事实上那只是他表达激情的方式。我就是这样面对他的情绪化作风的，我从不觉得他是在针对我。在很多方面，库克都和乔布斯截然相反。他镇定，情绪稳定，正如 Next 机器中安装的词典所解释的那样，属于土星型而非水星型的。我是个谈判高手，但他可能比我更好，因为他大胆又冷静。乔布斯后来表示，又夸赞了库克几句之后，乔布斯不动声色地说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但蒂姆本身不是搞产品的人，他是认真的，但很少这么说。2005年秋，在结束并休之后，乔布斯任命库克为苹果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当时他们共同飞往日本，乔布斯并没有征询库克的意见，直接告诉他说，我决定让你担任首席运营官。那段时间里，乔布斯和老朋友乔纳森·鲁宾斯坦和阿维·泰瓦尼安决定离开苹果，他们分别是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团队管理者。1997年，乔布斯回归苹果后，重新聘用了他们。泰瓦尼安已经赚了很多钱，准备退休。阿维是个出色的家伙，人很好，比卢比更踏实不自大。乔布斯说，阿维的离开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巨大损失，他独一无二，是个天才。鲁宾斯坦的离职略有争议，他对于库克的晋升感到不满，也因为他在乔布斯手下工作了9年，身心俱疲。他们的争吵越发频繁。还有一个实际问题，鲁宾斯坦曾多次与乔尼·艾夫发生冲突。艾夫曾在鲁宾斯坦手下工作，现在直接向乔布斯汇报。艾夫经常挑战工程制造的极限，做出目眩神迷但难以实现的设计。鲁宾斯坦天性谨慎，他的工作则是用一种可行的方式来组建硬件，于是他常常否决艾夫的设计。话说回来，卢比以前在惠普工作，乔布斯说道，他从来不会深入探究，他没什么进取心。有一次，苹果需要为 Power Mac G4 制作用来固定提手的螺丝，艾夫认为这些螺丝也应该进行抛光和塑形，但鲁宾斯坦认为这样做的成本将是天文数字，而且会将项目推延数周，于是否决了这个想法。他的工作是提供产品，也就意味着有权衡决策的权利。艾夫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创新，于是直接越过鲁宾斯坦找到乔布斯，同时还绕过他联系中级工程师。卢比会说不能这么做，会拖延工期，我就说我觉得可以。艾夫回忆说，我也确实知道可以，因为我已经背着他找过产品团队。在这件事和其他事件中，乔布斯都站在艾夫这边。有时艾夫和鲁宾斯坦互不相让，几乎大打出手。最后艾夫跟乔布斯说，选我还是他？乔布斯选择了艾夫。至此，鲁宾斯坦已经准备离开。他和妻子在墨西哥购置了一处地产，他想休息一段时间，在那儿建造一个家。后来他进入奔迈公司工作，该公司想要与苹果公司的 iPhone 竞争。对于奔迈公司聘请自己的前员工，乔布斯十分愤怒，以至于向波诺抱怨。波诺是一家私人股本集团的联合创始人，该集团由苹果公司前首席财务官弗雷德·安德森掌管，并持有奔迈公司的控股权。波诺给乔布斯回信道，你应该淡定点，你这样就好像披头士因为赫尔曼的隐士乐队带走了自己的巡演工作人员而发毛一样。乔布斯后来承认自己反应过度，他们的彻底失败减轻了这件事儿造成的伤害。他说，乔布斯建立起了一支新的管理团队，争议更少，服从更多。除了库克和艾夫，主要成员还包括斯科特·福斯托运营 iPhone 软件，菲尔·席勒负责市场营销，鲍勃·曼斯菲尔德制作 Mac 硬件，埃迪·库埃处理网络服务，以及彼得·奥本海默担任首席财务官。虽然这一顶级管理团队的成员在表面看似一样，都是中年白人男性，但他们风格各异。艾夫情绪化，富有表现力，库克如钢铁般冷静。他们都知道自己应该对乔布斯恭敬有加，但同时也需要反驳他的想法，并乐于与之争论。这个平衡很难拿捏，不过他们都做得很好。库克说，我很早就意识到，
如果你不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就会把你赶走。他会采取对立的立场，以激发更多讨论，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因此，如果你不习惯反对他的想法，那么就无法在苹果待下去。自由发表意见的重要场合是每周一上午的管理团队会议，上午9点开始，持续3-4个小时。讨论的重点常常着眼于未来，每款产品接下来该怎么做，应该开发哪些新东西。乔布斯会利用这个会议加强苹果公司的共同使命意识。这种集中式控制使得苹果公司犹如一个优秀的苹果产品那样紧密整合在一起，并且防止了部门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令分散式管理的企业陷于窘境。乔布斯还利用这个机会强调公司的焦点所在。当年的罗伯特·弗里德兰的农场，他们的工作是给苹果树剪枝，以让他们茁壮成长。这一举动后来成为他精简苹果公司的隐喻。乔布斯不鼓励每个团队出于营销的考虑增加产品线，也不允许主意满天飞。他坚持苹果公司一次只着重于2-3个优先项目，在无视身边噪音这方面，没有人比乔布斯做得更好。库克说道，这样他就能够集中精力在几件事情上，拒绝其他许多事情。很少有人擅长于这一点。为了使他和他的团队新学到的制度化，乔布斯建立了一个被称为苹果大学的内部中心。他雇佣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乔尔·波多尔西来搜集一系列案例，以分析公司做过的重要决定，例如启用英特尔微处理器以及开启 App 商店。上层主管们都要拨出时间把这些案例传授给新员工，以便将苹果特摆的决策风格植入公司文化。在古罗马，当胜利的将军凯旋时，传说会有一个仆人在他身边重复死亡警示，意思是记住你终会死亡。必死的警示有助于英雄们正确地看待事物，培养谦逊的性格。乔布斯的死之警示来自医生，但这并未让他谦逊起来。相反，在手术恢复后，他甚至更富激情。正如他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所说的那样，疾病提醒着自己，已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应该全速向前，锐意进取。他带着一种使命回来了，库克说。虽然他现在是在掌管一家大企业，但他不断采取一些大胆的举措。我觉得除了他，没有人会这么做。有那么一阵子，有迹象或者至少有希望表明，乔布斯的个人风格有所缓和。癌症和50岁的来临让他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少了几分粗野。泰瓦尼安回忆说，手术后刚回到公司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耐心。如果不高兴，他会冲人大吼大叫，或者怒气冲天地咒骂对方，但是不会做出彻底摧毁对方的举动。他那样只是为了让对方做得更好。泰瓦尼安说完沉思了片刻，然后补充警告道，除非他觉得某人真的很差，必须走人，这种情况每过一阵子就会出现。然而不管怎样，坏脾气的人毕竟回来了，大多数同事对此早已习惯，而且他们也知道如何应付。最让他们心烦的地方在于，乔布斯的怒气会惹恼陌生人。艾夫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去全食超市买沙冰，做沙冰的是个年纪较大的女人。乔布斯抱怨他做沙冰的方式，把对方搞得很烦。后来他又很同情那个女人，说她年纪比较大，也不想做这种工作。他根本就没有把这2件事联系起来，一副全然与此无关的样子。在乔布斯的一次伦敦之行中，艾夫负责挑选酒店，这是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最终选择了亨佩尔酒店，这是一家静谧的5星级精品酒店，有着精致的极简主义风格。艾夫觉得乔布斯会喜欢。然而刚一登记入住，艾夫就打起精神，准备迎接乔布斯的责难。果然1分钟后电话响了。我讨厌这房间，乔布斯说道，狗屎一样，我们走。于是艾夫拿上自己的行李来到前台，面对一脸惊愕的服务员，乔布斯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艾夫意识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如果觉得某样东西很拙劣，通常不会直接说出来，因为不愿招人厌恶。这其实是一种虚荣的性格。这种解释过于宽容，不管怎么说，乔布斯没有这种特质。艾夫天性善良，因此很困惑乔布斯这样一个让他深深喜爱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一天傍晚，在旧金山一间酒吧里，他前顾着身子，极度认真地向我分析道：他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这就是他有反社会行为、粗鲁和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之一。我明白脸皮厚和绝情的人为什么会很粗鲁，但是我不明白敏感的人为什么也会这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对一些事情如此生气，他回答说：但是我没有一直生气，他就是有这种非常孩子气的特点，会为某些事情格外较真儿，但又不会一直这样。但是说真的，也有一些时候他非常沮丧的时候，他的宣泄方式就是去伤害别人。我觉得他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自由，社交的正常规则并不适用于他，因为他非常敏感，也清楚地知道如何能够真正的伤害某人。他也确实会这样做，但并不经常如此，只是偶尔。乔布斯失控时，经常会有一个聪明的同事把他拉到一边，让他平静下来。李克劳便是个中高手。史蒂夫，我能跟你谈谈吗？他会在乔布斯公开贬低别人时轻声说道。克劳会走进乔布斯的办公室，向他解释大家是如何努力工作的。有一回克劳说：你羞辱别人只会削弱对方的力量，而起不到激励作用。这时乔布斯就会道歉，说自己明白了，但是之后他还是老样子。我就是这样，他会这样说。然而在对比尔盖茨的态度上，乔布斯确实更加成熟了。1997年，微软曾同意继续为麦克电脑开发优秀的软件，但一直谈判未果。此外，微软一直以来在复制苹果公司的数字中枢战略上都失败了，这也弱化了作为苹果竞争对手的身份。盖茨和乔布斯在产品和创新上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而两人之间的竞争也给彼此带来了惊人的自我意识。2007年5月的数字大会上，《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沃尔特·莫斯伯格和卡拉斯威社努力想让盖茨和乔布斯接受一次联合采访。莫斯伯格先邀请了乔布斯，乔布斯并不经常参加这样的会议，他表示如果盖茨去，自己就会去。这令莫斯伯格感到惊讶。听闻此事后，盖茨也接受了采访邀请，但是新闻周刊对盖茨的采访差点令该计划搁浅。该周刊的记者史蒂芬·列维就苹果公司的麦克对决 PC 电视广告发问时，盖茨爆发了。该系列广告拿 Windows 用户开涮，将其塑造成十足的笨蛋，而将麦克描绘成新潮的产品。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表现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样子，盖茨说道，情绪越来越激动。诚实在这些广告里不重要吗？或者就算你真的很酷，是不是就意味着能随心所欲地撒谎？这里面一丝一毫的事实都没有。列维又火上浇油，询问新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Vista 是否抄袭了 Mac 的许多特性。如果你真的关心事实，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看看到底是谁先展现出这些东西的。盖茨回应道，如果你只是想说史蒂夫·乔布斯创造了世界，我们其他人只是跟着他亦步亦趋，那随便你。乔布斯打电话给莫斯伯格表示，鉴于盖茨在新闻周刊采访中所说的话，进行联合采访没什么意义。但是莫斯伯格成功地将事情搬回正轨，他希望这一晚间联合采访是一次亲切友好的讨论，而不是辩论会。但是当天早些时候，乔布斯单独接受莫斯伯格采访时，对微软进行了猛烈抨击。莫斯伯格的希望似乎要落空了。当提及苹果公司为 Windows 电脑制作的 iTunes 软件非常受欢迎时，乔布斯开玩笑说，这就像是往地狱里的某人身上浇冰水一样。当晚的联合采访开始前，乔布斯和盖茨会在嘉宾休息室里见面。莫斯伯格很担心，盖茨与助手拉里·科恩先到达，科恩之前已经向盖茨简要汇报了乔布斯的评论。几分钟后，乔布斯缓步走了进来，从冰桶里拿出一瓶水坐了下来。片刻沉默之后，盖茨开口了，脸上全无笑意。我猜我就是那个地狱里的人。乔布斯顿了一下，露出了自己招牌式的顽皮微笑，把冰水递给了盖茨。盖茨情绪有所缓和，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这一次联合采访最终成为两人之间的精彩对话。
两位数字时代的天才谨慎进而热情地谈论彼此。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坐在观众席的技术战略家利斯拜尔提问两人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什么时，他们给出了直率的回答。好吧，我愿意放弃很多东西来拥有史蒂夫的品味，盖茨回答道。现场爆发出一阵笑声，气氛有些紧张。10年前，乔布斯曾说过一句话，他不满意微软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品味，但是盖茨坚称自己说这话是认真的。乔布斯的直觉品味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产品。他回忆起自己和乔布斯当年坐在一起检查微软为 Mac 开发的软件，史蒂夫能够根据对人和产品的感觉做出决定，你们懂的。对我来说，这甚至很难解释清楚，他做事的方式非常不同寻常，我认为很神奇。既然如此，我也只能感叹哇了。在盖茨说这些话时，乔布斯盯着地板，他后来对我说，盖茨的诚实和风度让他颇感震动。轮到乔布斯回答时，他也一样诚实，尽管并非像盖茨那样有风度。他描述了苹果和微软的理念鸿沟，苹果欲打造端到端一体化的产品，微软则将自己的软件开放授权给彼此竞争的硬件厂商。他指出，在音乐市场，集成的做法更好，这个已经有 iTunes、iPad 组合可以证明。但是在个人电脑市场，微软的分离政策发展得更好。这番话随即引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在手机市场，哪种方法会更好？接着，他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观点，在设计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他及苹果公司更不善于同其他公司合作。因为沃兹和我创办公司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在做，因此我们不是很善于与人合作。他说道，我认为如果苹果天生能够多一点点合作精神，会非常好。第36章 iPhone 三位一体，可以打电话的 iPad。 至2005年 iPad 销量暴涨，当年销售2000万台，数量惊人，是2004年销量的4倍。该产品对于苹果公司的营收越发重要，占当年收入的 45%。 同时 iPad 还带动了 Mac 系列产品的销售，为苹果公司塑造出时髦的企业形象。而这也是乔布斯担忧的地方，他总是担心有什么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亚瑟·莱文森回忆道，乔布斯得出结论，能抢我们饭碗的设备是手机。他向董事会说明，手机都开始配备摄像头，数码相机市场正急剧萎缩。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 iPad 身上。如果手机制造商开始在手机中内置音乐播放器，每个人都随身带着手机，就没必要买 iPad 了。乔布斯曾当着比尔盖茨的面承认自己天生不善于合作，而此刻他的第一个策略就是与另一家公司合作。摩托罗拉公司新任 CEO 埃德赞德和他是朋友，于是乔布斯开始商议与摩托罗拉的畅销手机刀锋系列合作。该系列手机配有摄像头，双方准备合作，在其中内置 iPad。 摩托罗拉 ROKR 手机就此诞生，但是该系列手机既没有 iPad 迷人的极简风格，也没有刀锋系列便捷的超薄造型，它外观丑陋，下载困难，只能容纳近100首歌曲。这是典型的委员会讨论之下形成的产品，与乔布斯喜欢的工作方式相悖。RAZR 系列手机的硬件、软件和内容并非由同一家公司控制，而是由摩托罗拉公司、苹果公司及无线运营商辛格勒共同拼凑而成。连线杂志在其2005年11月号的封面上嘲讽道，你们管这叫未来的手机？乔布斯怒不可遏，在一次 iPad 产品评述会议上，他对托尼·法德尔及其他人说，我受够了跟摩托罗拉这些愚蠢的公司打交道，我们自己来。他注意到市场上手机的奇怪之处，他们都很烂，就像以前的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一样。我们会坐在一起谈论有多么讨厌自己的手机，他回忆说，他们太复杂，有些功能没人能搞明白，包括通讯部，简直就跟拜占庭一样混乱不堪。外部律师乔治·莱利还记得自己当时坐在会议室里检查法律问题。乔布斯觉得厌烦了，于是拿起莱利的手机，隶属各类缺陷，指出这完全就是脑残设计，
乔布斯及其团队十分兴奋，因为他们看到了打造一款自己想用的手机的前景，这是最好的动力，乔布斯后来说道。另一个动力是潜在的市场。2005年，全球手机销量超过 8.25 亿部，消费者从小学生直至上了年纪的祖母。由于大多数手机都很烂，因此一款优质时髦的手机会有市场空间，就像之前在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市场一样。起初乔布斯把这个项目交给了研发 AirPort 无线基站的团队，理由是该手机是一款无线产品，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款消费类电子设备，和 iPad 一样，于是又将该项目重新分配给法德尔及其团队。他们最初设想在 iPad 的基础上制作一款手机，让使用者用滚轮选择手机功能，并且不用键盘就能输入数字。但这样的设计并不自然，使用滚轮有很多问题，尤其是拨号的时候。法德尔回忆说，会很麻烦。用滚轮浏览通讯簿很方便，但是想输入点什么就很不方便。团队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相信，人们的电话主要是打给已经储存在通讯簿里的人，但是他们知道这样其实是行不通的。当时苹果还有一个项目处于进行中，秘密打造一款平板电脑。2005年，项目组之间互相交流后，平板电脑的理念融入了手机计划之中。换言之， iPad 的想法实际上先于 iPhone 出现，并且帮助塑造和催生了 iPhone。 多点触控。乔布斯夫妇有一位朋友的丈夫是微软的工程师，当时在进行平板电脑的研发。这位工程师50岁生日时举办了一场晚宴，邀请乔布斯夫妇和盖茨夫妇出席。乔布斯有些不情愿地去了。其实史蒂夫那天晚上对我挺友好，盖茨回忆说，但是却对寿星不是特别友好。那位工程师不停地透露微软平板电脑的情况，这让盖茨很恼火。他是我们的员工，掌握着我们的知识产权，盖茨回忆道。乔布斯同样很恼火，盖茨担心会引发自己不想看到的后果。他们的担心成真了，乔布斯回忆道。这个家伙缠着我说，微软这款平板电脑软件将如何彻底改变世界，淘汰所有的笔记本电脑，苹果应该使用他开发的微软软件。但是他设计的这个产品完全是个败笔，就是因为它配有一支手写笔，而只要是有手写笔，这产品就废了。晚宴上他跟我说了近10遍这些玩意儿，我都烦死了。回到家我就说，去他妈的，让我们告诉他真正的平板电脑应该是什么样的。第二天，乔布斯一来到公司就召集自己的团队说，我要做一款平板电脑，不要键盘和手写笔，用户能够通过手指触摸屏幕输入，这意味着平板电脑的屏幕需要使用一种被乔布斯形容为多点触控的技术，能够在同一时间处理多个输入。你们能做出一个多点触控反应灵敏的样品给我吗？他问道。团队成员花了6个月左右时间，做出了一个粗糙但可行的样机。乔布斯把样机交给了苹果公司另一位用户界面设计师。1个月后，这位设计师建议增加卷页功能，让用户能够清扫屏幕移动图像，就像在实际生活中移动一张照片一样。乔布斯回忆说，我很喜欢这个想法。但在乔尼·艾夫的记忆中，多点触控技术的研发却不是这样来的。他说，当时自己的设计团队已经在为苹果 MacBook Pro 的触控板研发多点触控输入技术，他们还多方实验，试图将这种技术移至电脑屏幕。他们还用投影仪在墙上演示了这项技术。艾夫对团队成员说，这将改变一切。但他很谨慎，没有立即展示给乔布斯。由于团队是在业余时间研发的这项技术，因此他不想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因为史蒂夫会很快给出意见，所以我不会在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向他展示东西。艾夫回忆说，他可能会说这就是一堆狗屎，然后打消掉我们的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还很脆弱，还处在孕育之中，需要温柔对待。如果他对此不屑一顾，那就太可惜了，因为我知道这项技术很重要。于是艾夫选择在自己的会议室里私下向乔布斯展示团队的想法。他知道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乔布斯不大会做出草率的判断。幸运的是，他很喜欢这项技术。这就是未来，乔布斯高兴地说。事实上，这个主意非常好。乔布斯意识到可以用它解决手机界面的问题。
由于手机项目更为重要，于是乔布斯暂时搁置了平板电脑的研发，将多点触控界面用于手机大小的屏幕上。如果能用在手机上，他回忆说，那么我就知道我们还能再回过头来把这个技术用在平板电脑上。乔布斯召集法德尔、鲁宾斯坦和席勒前往设计部门的会议室进行秘密会议。艾夫在会上演示了多点触控技术，法德尔不禁惊呼，哇，每个人都喜欢这项技术，但是还不确定能否在手机设备上予以实现。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组人马研发滚轮手机，代号 P1， 另一组人马研发多点触摸屏手机，代号 P2。特拉华州一家小企业 Fingerworks 已经研制出一系列多点触控板。该公司的创始人约翰·埃利亚斯和维恩·维斯特曼是美国特拉华大学的学者。Fingerworks 公司已经研发出具有多点触控功能的平板电脑，并申请专利，保护自己将手指动作转化为有用功能的技术，如触控缩放和滑动浏览。2005年初，苹果公司悄悄收购了该公司及其全部专利，两位创始人也受雇于苹果。Fingerworks 不再将其产品销售给他人，并将新专利归入苹果公司名下。在滚轮 P1 项目和多点触控 P2 项目进行了6个月后，乔布斯把核心圈子成员召至自己的会议室进行最终抉择。法德尔一直以来都在努力研发滚轮模型，但他承认团队还未找出简单的拨号方式。多点触控方案风险更高，因为不确定能否将其工程化，但是该方案也更激动人心，更有前景。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东西。乔布斯一指触摸屏，那么就让我们实现它吧。这就是他所谓的拿公司一搏的时刻，风险高，但如果成功了，回报也高。鉴于黑莓手机的流行，几位团队成员主张也为其配备键盘，但乔布斯否决了这种想法。物理键盘会占用屏幕空间，而且不如触摸屏键盘灵活，适应性强。物理键盘似乎是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会有局限，乔布斯说道。如果我们能用软件把键盘功能实现在屏幕上，那你想想，我们能在这个基础上做多少创新？赌一把吧，我们会找到可行的方法。最后产品出来了，如果你想拨号，屏幕会显示数字键盘；想写东西，调出打字键盘。每种特定的活动都有对应的按钮可以满足需求。但当用户观赏视频时，这些键盘都会消失，软件取代硬件，使得界面流畅而灵活。乔布斯花了半年时间协助完善屏幕显示，这是我所拥有过最复杂的乐趣，他回忆说，就像参与到配破中式变奏曲中一样。很多现在看似简单的功能，都是当时创意头脑风暴的结果。例如，手机团队担心手机放在口袋里，不小心碰到会播放音乐或拨号，他们就会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乔布斯打心眼里讨厌开关切换，他觉得那样不优美。解决方案是移动滑块来解锁，屏幕上简单有趣的滑块用来激活处于休眠中的机器。另一个突破是，在用户打电话的时候，传感器能够做出判断，不会认为是手指在进行操作，从而避免出现耳朵意外激活某些功能的问题。当然，图标都是按照乔布斯最喜欢的形状进行设计的，这是比尔·阿特金森为第一款 Mac 电脑设计的软件形状，圆角矩形。会议一个接一个，乔布斯参与到每个细节的讨论之中。团队成员们成功想出简化手机其他复杂功能的方法。他们添加了一个大指示条，用户可以选择保持通话或进行电话会议，找到了一种浏览电子邮件的简单方法，创造了能够横向滑动的图标，用户可以选择启动不同的应用程序。这些改进使得手机更加易于使用，因为用户可以直观地在屏幕上进行操作，而无需使用物理键盘。金刚玻璃，乔布斯很喜欢在做一样东西时尝试用不同材料，就像他对待某些食物时那样。1997年他回归苹果后，开始着手制造 iMac， 用半透明和彩色塑料做出了漂亮的产品。接下来是金属，他和艾夫用光滑的钛板制作出 ProBook G4， 淘汰了塑料外壳的 ProBook G3。
2年后又用铝制材料对该款电脑进行了重新设计，似乎只为了证明他们非常喜欢尝试不同的材料。之后，阳极电镀铝板被用在了 iMac 和 iPad Nano 上。这种材料是将铝进行酸遇和电镀，使其表面氧化。乔布斯得知这种材料的产量达不到他们的需要后，就在中国建了一家工厂进行生产。非典期间，艾夫前往该厂监督流程。我在工厂宿舍里住了3个月，改进流程。他回忆道，卢比和其他人认为不可能做到，但是我想做，因为乔布斯和我都觉得阳极电镀铝能够真正让产品完美起来。再接下来是玻璃。在搞定金属材质后，我看着乔尼说，我们必须掌握玻璃材质的使用。乔布斯说道。在苹果零售店，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玻璃窗和玻璃楼梯。而对于 iPhone， 苹果公司原计划像 iPad 一样使用塑料屏幕，但是乔布斯认为玻璃屏幕会更好，感觉更优雅实在。于是他们开始寻找结实耐滑的玻璃。很自然的，他们将眼光投向了亚洲，苹果零售店的玻璃就产自那里。但是乔布斯的朋友约翰·希利布朗建议他先和温德尔·威克斯谈谈。威克斯是位于纽约北部的康宁公司的 CEO， 年轻而充满活力。布朗是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于是乔布斯拨通了康宁公司的总机，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说想要同威克斯通话。威克斯的助理接了电话，说会把电话内容转达给威克斯。不，我是史蒂夫·乔布斯，他回答说，叫他接电话。助理拒绝了。乔布斯打电话给布朗，抱怨自己遭遇了典型的东海岸那一套。威克斯听说此事以后，打到了苹果公司总机，表示要与乔布斯通话。结果总机要求他写下自己的请求传真过来。乔布斯得知后喜欢上了威克斯，并邀请他来到库比蒂诺。乔布斯向威克斯描述了自己想为 iPhone 寻找的玻璃类型。威克斯告诉他，康宁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就研发出一种化学交换过程，能够做出一种被他们称为金刚玻璃的材料。这种玻璃非常结实，但当时找不到市场，于是就停产了。乔布斯怀疑他们的玻璃不够好，开始解释玻璃是如何制成的。威克斯被逗乐了，因为在这个话题上他可比乔布斯在行得多。你能闭嘴吗？威克斯插话道，让我来给你讲讲科学好吗？乔布斯吃了一惊，陷入沉默。威克斯走到白板前，开始讲解金刚玻璃的化学原理。离子交换反应在玻璃表面产生一个压缩层。乔布斯打消了疑虑，并希望康宁公司在6个月内生产尽可能多的金刚玻璃。威克斯回答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的工厂现在都不生产这种玻璃。别害怕，乔布斯回答。这让威克斯目瞪口呆。他虽然是个幽默自信的人，但还不习惯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他努力向乔布斯解释，不切实际的信心并不能克服这一工程难题。但是乔布斯一再拒绝接受他的说法。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威克斯说，行的，你们能做到，动动脑子，你们能做到的。威克斯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摇了摇头，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我们在6个月内做到了，他说，我们生产出了从未制造过的玻璃。康宁公司在肯塔基州哈里斯堡有一家工厂，之前主要生产液晶显示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开始全面生产金刚玻璃。我们把自己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调到这个项目上，我们成功了。威克斯的办公室很通风，里面只摆放着一件纪念品画框，写着 iPhone 推出后乔布斯发来的信息，如果没有你，我们做不到。威克斯最后同乔尼·艾夫成了朋友。艾夫偶尔会前往纽约州北部造访威克斯的湖畔度假屋，我会给乔尼展示相似的玻璃材料，他仅凭感觉就能知道这些玻璃不一样。威克斯说道，只有我们公司的研究负责人能做到这一点。当你给史蒂夫展示东西的时候，他当下就会表示喜欢或讨厌，但是乔尼会摆弄它，进行思考，找到这个东西的微妙之处和潜在用途。2010年，艾夫带领自己的高层团队成员来到康宁公司，和厂里的领班一起制作玻璃。当时康宁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更为结实的玻璃，代号哥斯拉玻璃。该公司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出足够坚韧的玻璃和陶瓷材料，用于 iPhone 生产，这样 iPhone 手机就无需使用金属外框。乔布斯和苹果让我们更优秀，
维克斯说，我们所有人都对自己的产品非常狂热。设计在许多重大项目上，如《玩具总动员1》和苹果零售店，乔布斯都会在其接近尾声的时候叫停，要求做出重大修改。iPhone 的设计过程也逃不开这个命运。其最初设计是将玻璃屏幕嵌入铝合金外壳。一个周一早晨，乔布斯走到艾弗跟前说，我昨晚一夜没睡，因为我意识到我就是不喜欢这个设计。这是自第一台 Mac 问世后乔布斯最重要的产品，可他就是看不顺眼。艾弗瞬间意识到乔布斯说的没错，于是很沮丧。我记得自己当时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居然要等到他来发现这个问题。问题在于 iPhone 的重点是屏幕显示，而他们当时的设计是金属外壳和屏幕并重，整个设备感觉太男性化，太注重效能，是一款任务驱动型产品。伙计们，在过去9个月，你们为了这个设计拼死拼活，恨不得杀了自己，但是我们要改掉它。乔布斯告诉艾弗的团队，我们要没日没夜没有周末的工作，如果你们愿意，我现在就给你们发几把枪，把我们全干掉。然而团队成员并没有迟疑，同意修改。这是我在苹果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之一，乔布斯回忆说。新的设计出来了，手机的正面完全是金刚玻璃，一直延伸到边缘，与薄薄的不锈钢斜边相连接。手机的每个零件似乎都是为了屏幕而服务。新设计的外观简朴而亲切，让人忍不住想要抚摸，而这也意味着必须重新设计制作手机内部的电路板、天线和处理器。但是乔布斯认可了这种改动，其他公司做了这么长时间，可能都已经发货了，法德尔说。但是我们按下了复位键，重新来过。这款手机完全密封，这不仅体现了乔布斯的完美主义，也展现了他的控制欲。手机无法打开，也不可能更换电池，就像1984年最早的 Mac 一样，乔布斯不想让人在里面乱动。事实上，2011年发现第三方修理店能够打开 iPhone 4后，苹果公司放弃了之前使用的小螺丝，而改用一种五角形防撬螺丝，用市面上的螺丝刀无法打开。由于无法更换电池， iPhone 可以更薄。对乔布斯来说，总是越薄越好，他始终以纤薄为美。蒂姆·库克说道，从我们所有的产品上就能看出，我们有最薄的笔记本电脑，最薄的智能手机，我们的 iPad 也很薄，而且以后会更薄。iPhone 即将发布时，乔布斯决定像往常一样，让某家杂志独家参与发布会预演。他通过电话联系到时代集团总编约翰·休伊，开始了自己惯用的夸张言辞。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东西，他说道。他本来想把这个独家报道机会给时代杂志，但是时代杂志的人都不够聪明，不配写，于是我打算给别人。休伊把他介绍给列夫·格罗斯曼，时代杂志一位悟性高、精通文学的作家。格罗斯曼在其独家报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iPhone 并没有真正发明许多新功能，而只是让这些功能实用了很多。但这很重要，如果工具不顺手，我们往往会觉得是自己太傻，没有阅读使用手册，或者手指太肥。如果工具很糟，我们会觉得自己也很逊。如果有人改进了工具，我们会觉得自己也完美了点儿。2007年1月 iPhone 在旧金山 Macworld 大会亮相，乔布斯邀请了安迪·赫斯菲尔德、比尔·阿特金森、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1984年首款 Mac 的研发团队。就像之前 iMac 发布时一样，在其辉煌的产品演示生涯中，这可能是乔布斯最好的一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革命性产品，他开场说道。乔布斯举了2个较早的例子，最早的 Mac， 它改变了整个计算机行业，以及第一台 iPad 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接着经过一番小心翼翼的铺垫，他引出了自己即将推出的新产品。今天我们将推出3款这一水准的革命性产品。第一个是宽屏触摸式 iPad， 第二个是一款革命性的手机，第三个是突破性的互联网通信设备。他又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以示强调。然后他问道，你们明白了吗？这不是3台独立的设备，而是一台设备，我们称它为 iPhone。5个月后，即2007年6月底
iPhone 上市销售。乔布斯夫妇前往位于帕洛奥图的苹果零售店，感受人们的兴奋。由于乔布斯经常在新产品开始销售的第一天去店里，所以有些苹果迷已等在专卖店里期待他的到来。他们跟他打招呼，就好像他们碰到摩西去买圣经一样。赫茨菲尔德和阿特金森也出现在忠实苹果迷中间。比尔排了一晚上的队，赫茨菲尔德说。乔布斯挥了挥手臂，笑了起来。我送了他1部，赫茨菲尔德回答。他要6部。iPhone 立刻被博客写手们奉为耶稣手机。但是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强调，售价$500很难成功，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机。微软公司的史蒂夫·鲍尔默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采访时这样说道。他确实对商务人士没有吸引力，因为没有键盘。微软又一次低估了乔布斯的产品。至2010年底，苹果公司已售出9000万部 iPhone， 其利润占全球手机市场利润总额的1半以上。史蒂夫了解人的欲望，艾伦·凯说道。凯是施乐帕克的先驱，他在40年前就设想过推出一台 Dynabook 平板电脑。凯善于做出预言性的评价，于是乔布斯询问他对 iPhone 的看法。把屏幕做成5英寸宽、8英寸长，世界就是你的了，凯说。而他当时并不知道 iPhone 的设计源自平板电脑的想法，并将应用于平板电脑上。而苹果的平板电脑实现了并且实际上超越了凯所设想的 Dynabook。 第37章第2回合，癌症复发。2008战役。到2008年初，乔布斯的主治医生以及他本人都已经清楚认识到，他的癌细胞正在扩散。2004年，医生切除他的胰脏肿瘤时，他请专家对癌症基因进行了部分预测，这有助于医生确定问题出现在哪些致癌位点上，并对他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定位靶向治疗。他也在接受止痛治疗，一般都是用吗啡成分的镇痛药。2008年2月的一天，鲍威尔的好朋友凯瑟琳·史密斯在他们帕洛奥图的家里做客时，跟乔布斯一起出去散步。他告诉我，当他实在难受时，他就专注于疼痛，钻进去，似乎就能把疼痛驱散了。他回忆说，但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乔布斯疼的时候会充分表达出来，让身边每一个人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之前并未像癌症或疼痛一样引起医疗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他面临进食问题，体重不断下降，部分原因是他切除了大部分胰脏，而胰脏的功能是分泌消化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所需要的酶。另一个原因是镇痛用的吗啡让他缺乏食欲，此外还有心理原因。医生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更别说治疗了。自从10多岁起，乔布斯就沉迷于严格的节食和禁食。即使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依然保留了那些令人质疑的饮食习惯。他会连续几个星期吃同样的东西，胡萝卜沙拉加柠檬或者是苹果，然后同样突然地摒弃那种食物，宣称他不再吃了。一如他10几岁时一样，他还是会进食，而且会在饭桌上虔诚地宣讲他所遵循的饮食方法都有怎样的好处。鲍威尔和他们刚结婚时还是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但是在丈夫做手术后，她开始让家里的饮食更多样化，增加了鱼和其他蛋白质。儿子李德也曾是素食主义者，现在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杂食动物。他们知道，让乔布斯从多种来源摄取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乔布斯家聘请了一位温文尔雅又多才多艺的厨师布朗亚·布朗，他曾经在帕尼斯餐厅为爱丽丝·沃特斯工作。他每天下午都会来家里，用鲍威尔在花园里种植的香草和蔬菜做一桌丰盛的晚餐。每当乔布斯提出任何奇思怪想，胡萝卜沙拉、罗勒意大利面、香茅汤之类，布朗都会静静的、耐心的想办法做出来。乔布斯一直对食物极其挑剔，而且倾向于对任何食物都立即做出极端的评价，美极了或糟透了。一般人都觉得毫无区别的两个鳄梨，乔布斯尝一口就会宣称，一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而另一个就难以下咽。2008年初，乔布斯的饮食失调问题越来越严重，
有的晚上他会盯着地板，完全无视长桌上摆着的各种美食。其他人刚吃到一半，他会突然站起来，一句话不说就走掉。这给家人造成很大压力，他们眼看着他在2008年春天体重骤减40磅。2008年3月，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史蒂夫·乔布斯的麻烦》，这令他的健康问题再度受到公众关注。文章透露，乔布斯试图通过饮食治疗癌症已经有9个月时间。文章还调查了他与苹果股票期权日期倒签事件的瓜葛。在这篇文章的采写过程中，乔布斯把财富总编安迪·瑟沃请到库比蒂诺，与其说是请，不如说是命令，向他施压，希望他撤掉这篇文章。他逼近瑟沃的脸问道：那么你就算发现了我是个混蛋，这又有什么新鲜的呢？他从夏威夷的康纳度假村用卫星电话打给瑟沃在时代公司的老板约翰休伊，说了同样颇有自知之明的话。他提出只要财富砍掉这篇文章，他就可以召集一群 CEO 来开个座谈会，并且可以与财富讨论什么样的健康问题适合披露。然而财富还是刊登了这篇文章。2008年6月，乔布斯推介 3G 版 iPhone 时，他的销售甚至抢了产品发布的风头。在君子杂志的一篇报道中，汤姆·朱诺描述舞台上那个干瘪的人，穿着曾经象征他刀枪不入的战衣，像海盗般骨瘦如柴。苹果发表了一个声明，谎称乔布斯体重骤减是偶然微恙的结果。过了1个月，质疑声依然不绝于耳，公司就又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乔布斯的健康是私事儿。纽约时报的乔诺切拉写专栏谴责对乔布斯健康问题的处理方式，在关于其 CEO 真实情况的问题上，苹果根本不值得信任。7月末，他这样写道：在乔布斯先生的领导下，苹果创建了一种保密文化，这种文化在很多方面效果不错。猜测每年麦克沃特大会上苹果会推出什么产品，已经成了该公司最好的营销手段之一。但也正是这种文化毒害了他的公司治理。他在写这篇文章时，从苹果那里得到的所有反馈都是这纯属私事，但他出乎意料地接到了乔布斯本人打来的电话。我是史蒂夫·乔布斯，他开门见山地说，你觉得我是个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傲慢混蛋，而我觉得你是个把大部分事实都搞错了的烂人。在这段引人入胜的开场白之后，乔布斯表示可以提供一些关于他健康状况的信息，但是诺切拉不能将之公之于众。诺切拉接受了这个条件，但是他可以报道说，虽然乔布斯的健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偶然微恙，但还不足以危及生命，他的癌症也没有复发。乔布斯给诺切拉的信息已经比他给苹果董事会和股东的信息还多了，但是那不是完整的事实。部分源于对乔布斯体重骤减的忧虑。苹果的股票价格从2008年6月初的188美元下滑到了7月底的156美元。雪上加霜的是，不久彭博社误发了提前准备好的乔布斯的讣告，最后上了格拉克网。几天后，乔布斯在他的年度音乐活动上引用了马克·吐温的名句：关于我死亡的报道是严重的夸大。他在发布新的 iPad 产品系列时说，但是他那销售的外形还是让人无法安心。到10月初，股价跌到了97美元。当月按照计划，环球音乐集团的道格·莫里斯要到苹果公司跟乔布斯会面。乔布斯改变了计划，把他请到自己家里。莫里斯惊讶地看到乔布斯的病容和痛苦。莫里斯要参加在洛杉矶希望之城国家医学中心举办的一场盛会，为对抗癌症筹款。他希望乔布斯出席。乔布斯一向回避慈善活动，但是这次他决定出席，既是为了莫里斯，也是为了这个主题。活动在圣莫尼卡海滩上的大帐篷里举行。莫里斯告诉2000位来宾，是乔布斯让音乐产业重新焕发了生机。当晚的演出由史蒂维·尼克斯、莱昂内尔·里奇、埃里卡·巴杜和阿肯献唱，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乔布斯被冻坏了，吉米·约维内给了他一件戴帽子的毛衣，他整晚都把帽子套在头上。他是那么虚弱，那么冷，那么瘦，莫里斯回忆说。财富杂志的资深科技记者布伦特·施伦德那年12月就要辞职了。
他的告别作品将是同时采访乔布斯、比尔盖茨、安迪格鲁夫和迈克尔戴尔。这样一次采访很难组织，然而就在采访日的前几天，乔布斯打来电话声明要退出。如果他们问为什么，就说我是个混蛋，他说。盖茨一开始很不高兴，后来发现了乔布斯健康状况的实情。当然，他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盖茨说，他就是不想说出来。12月16日，苹果宣布乔布斯将取消出席1月份 Macworld 大会的计划，而过去11年来，他都是在这个论坛上发布重量级产品，至此他的健康状况更加明了。网络上充斥着对乔布斯健康状况的各种猜测，其中很多都接近事实。乔布斯为之愤怒，感觉自己的隐私遭到了侵犯，他也因为苹果没有更积极的反击而感到不悦。因此在2009年1月5日，他撰写并发布了一封误导公众的公开信。他宣称他不出席 Macworld 是因为想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如大家所知，2008年全年我的体重一直在下降。他补充道，我的医生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原因，是荷尔蒙失调导致我维持身体健康所需的蛋白质流失。精密的血液检测已经证实了这个诊断。这个营养问题的解决办法相对很简单。这封公开信里有一部分事实，但只是很小一部分。由胰脏分泌的荷尔蒙中有一种胰高血糖素，可使血糖升高，与胰岛素的降血糖作用相互拮抗。乔布斯的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实际上他的身体在自我毁灭，所以医生在给他用药来降低胰高血糖素水平。他确实是有荷尔蒙失调，但那是由于他的癌细胞扩散到肝脏造成的。他不但自己不肯承认这点，而且也希望公众不要这么认为。不幸的是，这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经营着一家上市公司。但是乔布斯对网络世界对待他的方式感到愤怒，而且想还击。尽管乔布斯的公开信语调乐观，但当时他非常虚弱，而且饱受疼痛的折磨。他接受了新一轮的化疗，副作用很大，皮肤开始干裂。为寻求各种治疗方法，他飞到瑞士巴塞尔，尝试了一种试验性的荷尔蒙传导的放射线疗法。他还接受了一种在鹿特丹发明的试验性疗法，叫做钛感官器放射性核素疗法。在法律顾问越来越强烈的建议下，1周后乔布斯最终决定休病假。他在2009年1月14日给苹果员工的另一封公开信中宣布了这个消息。首先，他把这个决定归咎于那些博客和媒体的窥探行为。很不幸，对我个人健康的好奇不仅持续干扰着我和我的家人，也干扰着苹果的每一位员工，他说。但是接下来他承认，他对荷尔蒙失调的治疗并非如他之前宣称的那么简单。在过去几周，我得知我的健康问题比我原来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蒂姆·库克将再次接手日常的运营工作，但是乔布斯说他仍然担任 CEO， 并继续参与重大决策，而且6月就会回来上班。乔布斯一直在向比尔·坎贝尔和亚瑟·莱文森咨询，他们既是他的个人健康顾问，又是公司的联合独立董事，但是董事会其他成员就没有获得同样充分的信息告知，而且股东最初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这引起了一些法律问题。证券交易委员会立案调查苹果公司是否向股东隐瞒了重大信息。如果公司允许错误信息传播或隐瞒了跟公司财务前景相关的真实信息，将构成证券欺诈，是一项重罪。由于舆论认为乔布斯和他的魔力跟苹果的再度崛起紧密相关，他的健康问题似乎就符合了重大信息的标准。但这是法律的灰色地带，必须要把 CEO 的隐私权考虑在内。在乔布斯这个案例中，要实现信息公开与保护隐私的平衡尤为困难，因为他既重视自己的隐私，又比大多数 CEO 都赋予了公司更多的个人风格。他还令这个任务难上加难，他变得非常情绪化，痛骂起任何建议他不应该那么神秘的人，常常又是咆哮又是流泪。坎贝尔很珍视跟乔布斯的友谊，他不想因所承担的任何诚信责任而去侵犯乔布斯的隐私，因此他提出辞去董事职务。保护他的隐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后来说，我们是100万年的朋友。律师团最终决定，坎贝尔无需辞去董事会职务，但是不应该继续担任联合首席董事。
亚方总裁钟斌贤接替了这一职位，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无果而终，董事会也齐心协力保护乔布斯免受那些让他公开更多信息的要求。媒体希望我们能透露更多个人细节，阿尔戈尔回忆说，应该由史蒂夫来决定是否需要提供超出法律要求的信息，但是他非常坚决地认为他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他的愿望应该得到尊重。我问戈尔，2009年初董事会是否应该提供更多信息？当时乔布斯的健康问题比股东们被误导去相信的状况要严重得多。他回答说，我们聘请了外部律师去研究法律规定和最佳做法，然后我们完全是按章行事。我说起来像是在辩解，但那些批评真的让我烦透了。有一位董事会成员有不同意见，前克莱斯勒和 IBM 首席财务官杰里·约克没有公开置评，但是私下却向《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吐露，当他知道公司在2008年底隐瞒了乔布斯的健康问题时，觉得很恶心。坦白地说，我真希望当时我已经辞职了。2010年约克去世时，《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他的评论，约克还向《财富》杂志提供了非公开信息。该杂志在2011年乔布斯第3次休病假时对之进行了披露。苹果公司的一些人不相信那些引述约克的话是准确的，因为约克当时没有正式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比尔·坎贝尔知道这些报道是真实的，因为约克在2009年初曾经向他抱怨过，杰里在深夜多喝了点白葡萄酒，凌晨2、3点钟打电话来说，去他妈的，我才不相信那些关于他健康的鬼话，我们得确认一下。然后等我第2天早晨给他打电话时，他会说，哦，没什么，没问题的。这样说来，在某个晚上，我敢肯定他会喝多了，然后跟记者说些什么。孟菲斯，乔布斯的肿瘤治疗团队的负责人是斯坦福大学的乔治·费希尔，他是肠胃癌和结直肠癌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已经警告了乔布斯几个月，说他可能必须要考虑肝移植，但是这种信息是乔布斯拒绝接纳的。鲍威尔很高兴费希尔能反复提出这种可能性，因为他知道她丈夫要经过反复刺激才会考虑这个建议。2009年1月，就在他宣称自己的荷尔蒙失调很容易治疗之后，乔布斯终于被说服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在加利福尼亚登记等待肝移植，但是很显然他在那儿根本来不及等到一个可移植的肝脏，跟他的血型匹配的捐献者数量很小，加上制定美国器官移植政策的机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所采用的机制是优先考虑肝硬化和肝炎病人，而非癌症病人。病人没有合法途径在排位过程中插队，即使是像乔布斯这样富有的人也不行，他也没有那样做。器官接受者是根据他们的中末期肝病模型评分结果被选中的，该模型通过实验室检测荷尔蒙水平来决定移植需求的迫切性，同时也考虑病人已经等待的时间。每一例捐献都被严格审计，公开网站上能查到相关数据，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上网查看你的排位情况。鲍威尔成了这个器官捐献网站的忠实用户，每天晚上都会去查还有多少人在排位，他们的 MELD 分数是多少，以及他们排了多久。你可以算出来，我算了一下，要等到他在加利福尼亚得到一个肝脏，时间早就过了6月，而医生们认为他的肝脏可能在4月左右就会出问题。他回忆说，因此他开始四处打听，得知同时在2个州进行排位是允许的，有 3% 等待移植的病人会这么做。尽管有批评认为这是偏向富人，但多处排位并没有政策限制，只是操作很困难。有2个主要的要求，一个是排位者必须能够在8小时内赶到选定的医院，这一点乔布斯有私人飞机可以做到。另一个是选定的医院的医生必须在把病人加入排位前对其进行当面评估。担任苹果公司外部法律顾问的旧金山律师乔治·莱利是位细心的田纳西绅士，他跟乔布斯的关系很近，他的父母都是孟菲斯卫理公会大学医院的医生，他在那里出生。他的朋友詹姆斯·伊森在那儿运营一家移植机构，伊森的机构是全美国最好的，也是最忙的。
2008年，他和他的团队做了121例肝移植手术。他不介意其他地方的人在孟菲斯重复排位，这并不是钻政策的空子，他说，这是人们在选择他们希望在哪儿看病。有些人会离开田纳西去加利福尼亚或其他地方寻求治疗，也有人像这样从加利福尼亚来我们田纳西看病。莱利安排伊森飞到帕洛奥图，对乔布斯进行所需的检查评估。到2009年2月下旬，乔布斯在田纳西排上了队，在加利福尼亚也同时排队，然后开始了焦急的等待。3月的第1周，他的情况迅速恶化，而等待的时间预计还有21天。太可怕了，鲍威尔回忆说，当时觉得我们来不及了，每一天都变得越发折磨人。到3月中旬，他在排位中上升到第3名，然后第2名，终于到了第1名。但是之后日子一天天过去，讽刺的是，即将到来的圣帕特里克节和疯狂3月，孟菲斯进入了2009全美锦标赛，而且是分赛场等活动，创造了更大的捐献可能性，因为喝酒会导致交通事故飙升。事实正是如此，在2009年3月21日，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他的器官可以移植。乔布斯和妻子立即飞往孟菲斯，他们在凌晨4点前抵达，伊森在那边等着他们，汽车在停机坪等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当即签署了一系列许可文件，之后就赶往医院。移植成功了，但是结果并不乐观。当医生们取出他的肝脏时，发现包围内脏的腹膜上有斑点，另外他的肝脏上到处都是肿瘤，意味着癌症很可能已经扩散到了其他部位。显然，癌症变异和生长的速度很快，医生们取了样本进行基因定位。几天后，他们需要施行另一项程序，乔布斯坚持拒绝把胃排空。当他们给他使用镇静剂时，他把一些镇静剂吸进了肺里，导致了肺炎。当时医生们以为他会死掉，他后来这样描述，我差点死掉，因为在这个例行程序中他们搞砸了。劳伦在那儿，他们用飞机把孩子们也接来了，因为他们认为我挺不过那个晚上。李德跟劳伦的一个兄弟在参观一些大学，他们派私人飞机到达特茅斯附近接上他，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另一架飞机把女儿们也接来了，他们以为那是最后一次机会见到清醒的我，但是我挺过来了。鲍威尔负责监控整个治疗过程，他整天待在病房里，警惕地盯着每一台监视器。劳伦就像一只美丽的雌狐保护着他，乔尼埃夫回忆说。乔布斯一能见客，他就来了。鲍威尔的妈妈和3个兄弟时常来陪他，乔布斯的妹妹莫纳辛普森也不离左右。他和乔治莱利是乔布斯唯一允许替换鲍威尔看护他的人。劳伦的家人帮我们照顾孩子们，他妈妈和兄弟们太好了。乔布斯后来说，我非常虚弱，也很不合作，但是像这样的经历会把你们深深地团结在一起。鲍威尔每天早晨7点钟来，收集相关数据，录入到一个电子报表中。因为同时进行许多监测，那些数据非常复杂。他回忆说，当詹姆斯·伊森和医生团队9点钟到达时，鲍威尔会跟他们开个会，协调乔布斯治疗的各个方面。在他晚上9点钟离开前，他会做一份报告，汇总每个关键指标和其他监测结果的走势，以及他希望第2天得到答案的一系列问题。这能让我集中注意力去想一些问题，他回忆说。伊森所做的一切，即使在斯坦福也是史无前例的。他主管了治疗过程的所有方面。鉴于他经营这家机构，他可以协调移植康复、癌症监测、疼痛治疗、营养、康复和护理等各个方面。他甚至还会去便利店买乔布斯喜欢的功能饮料。有2位护士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小镇，他们成了乔布斯的最爱。他们都是健壮的家庭妇女，不会被乔布斯吓到。伊森安排他们专门护理乔布斯。要管理史蒂夫，你必须要坚持，蒂姆·库克回忆说。伊森能管住史蒂夫，强迫他做别人无法让他做的事情，那些为他好但可能做起来并不愉快的事儿。虽然备受呵护，乔布斯有时还是几乎要发疯。他很气恼自己不能控制局面，有时他甚至会产生幻觉或者发怒。即使在他几乎失去知觉时，他那坚强的性格使他硬撑了过来。
有一次，在他进行深度麻醉时，胸科医生要往他脸上戴麻醉面罩，乔布斯把面罩扯掉，嘟囔着说他讨厌这个面罩的设计，拒绝戴它。虽然他几乎无法说话，但他还是命令医生拿来5种不同的面罩，选出一个他喜欢的。医生们看着鲍威尔非常为难，他最终成功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们才能够给他戴上面罩。他也讨厌他们安装在他手指上的氧含量监视器，他告诉他们那个东西太难看也太复杂，他还建议了可以使之设计得更简洁的种种方式。他高度关注周围环境和物体的任何一个细微差别，这让他精疲力尽。鲍威尔回忆说，一天，在他半清醒状态的时候，鲍威尔的好朋友凯瑟琳·史密斯来探望他。他跟乔布斯的关系并不是一直都很亲密，但是鲍威尔坚持让他来到乔布斯的病床边，他示意他走近些，要来纸和笔写道：“我要我的 iPhone。”史密斯从边柜上把它拿过来交给他，他手把手地教他移动滑块解锁的功能，还让他玩菜单。乔布斯跟丽萨·布伦南·乔布斯关系早已变得很紧张，那时他已从哈佛毕业，搬到了纽约，很少跟他父亲联络。但是这一期间，他2度飞到孟菲斯，这让乔布斯很是感激。他能那样做，对我意味着很多，他回忆说。可惜他当时并没有告诉他。乔布斯周围很多人发现，丽萨像他爸爸一样爱发号施令，但是鲍威尔乐于接受他，尽量让他参与进来。他希望能恢复乔布斯和丽萨的关系。随着乔布斯健康状况的好转，他那易怒的性格又回来了。他的胆管尚未切除，当他开始康复时，他迅速地从感激阶段直接返回到暴脾气和控制狂的模式。史密斯回忆说，我们都猜想他去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是不是会变得友善些？可是他没有，他吃东西也还是那么挑剔，而这比以往都更成问题。他只吃水果沙冰，还会要求把6、7种不同口味的摆在他面前，供他挑选一种满意的。他把勺子放在嘴边，尝一小口就会断言，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最后伊森反击了，你知道这不是口味问题。他教育乔布斯，别再把这个当成食物，从现在开始就把它当成药。每当有苹果的同事来探望他，乔布斯就情绪高涨。蒂姆·库克会经常过来向他汇报新产品的进展，每次话题转移到苹果，你就可以看到他神采奕奕。库克说，就像灯点亮了一样，乔布斯深深地爱着这家公司，他似乎是为了能够重返公司而活着。细节问题会让他充满力量。当库克描述新一代的 iPhone 时，乔布斯会花上1小时的时间来讨论它的命名。他们商定叫 iPhone 3GS， 以及 GS 2个字母的字号和字体，包括是否应该大写是和是否斜体否。有一天，莱利安排了一次惊喜之旅，参观 Sun 工作室，那个红砖建筑的摇滚乐圣地，猫王、约翰尼·卡什、比比金等很多摇滚乐先驱都曾在此录制唱片。乔布斯一行被单独安排参观，并由一个年轻员工介绍历史。这个年轻人跟乔布斯一起坐在杰瑞里·刘易斯曾坐过的满是烟头烫痕的长凳上。乔布斯可以说是当时音乐产业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那个年轻人没认出憔悴的他。他们走的时候，乔布斯告诉莱利，那个孩子非常聪明，我们应该录用他来做 iTunes。 莱利通知了艾迪·库埃，他安排那个男孩飞去加利福尼亚面试，最终聘用他参与建设 iTunes 商店早期节奏布鲁斯和摇滚乐曲库的工作。后来莱利回到Sun工作室看望朋友们时，他们说这件事证明，如他们的口号所说，你的梦想在Sun工作室依然可以成为现实。归来。2009年5月底，乔布斯与妻子和妹妹乘私人飞机从孟菲斯归来，蒂姆·库克和乔尼·艾夫在圣何塞机场迎接他们。飞机一落地，大家就涌上了飞机。你可以在他的眼中看到那种归来的兴奋。库克回忆说，他充满斗志，迫不及待。鲍威尔开了一瓶气泡苹果酒，提议为她丈夫干杯，大家热烈拥抱。艾夫满心的疲惫，他开车从机场回乔布斯家，一路上都在跟乔布斯讲他不在的时候让一切照常运转有多么困难。他还抱怨那些媒体文章说苹果的创新全部仰仗乔布斯，
如果乔布斯不回来，创新就会消失。我真的很伤心，艾弗告诉他，他感觉备受打击，而且卖力不讨好。乔布斯回到帕洛奥图之后，也陷入了类似的低落状态。他开始意识到，对公司来说，他可能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在他休息期间，苹果的股票走势良好，从他在2009年1月宣布病休时的82美元，涨到了5月底他回来时的140美元。乔布斯病休后不久，在一次跟分析员的电话会议上，库克一改淡定的风格，富有煽动性地宣讲了为什么即使乔布斯不在，苹果也会继续高歌猛进。我们相信，我们在地球上存在的目的就是创造伟大的产品，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们一直专注于创新，我们崇尚简约而不是复杂。我们相信我们需要拥有并控制我们制造的产品背后的重要技术，并只参与那些我们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的市场。我们相信要对成千上万的项目说不，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专注于那些对我们来说确实重要和有意义的少数项目。我们相信团队的深度合作和相互启发，这让我们用别人没有的方式进行创新。坦白地说，这一家公司的每一个团队都在不懈地追求完美。我们能诚实地对待自己，承认错误，并有勇气去改变。我认为，无论是谁在做什么工作，这些价值已经深深地扎根在这家公司。苹果将表现非凡。这听起来像是乔布斯会说的，和已经说过的。但是媒体把它命名为库克教义。乔布斯心生怨气，深感沮丧，尤其是对于最后一句。那可能是事实，乔布斯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还是伤心。坊间传言他可能不会再做 CEO， 而是退居二线做董事长。这种说法让他更加不顾一切地想起身下床，克服病痛，再次开始他那有利于康复的长时间散步。再回来几天后，苹果按计划有一次董事会，乔布斯出人意料地露面了。他缓缓地踱入会议室，并留下来参加了大部分会议。到6月初，他开始在家里主持每日例会，到月底他就回公司工作。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现在会变得更加平和成熟吗？他的同事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在回来工作的第一天，他就接二连三地发脾气，这让他的高管团队大吃一惊。他让那些6个月没见的同事狼狈不堪，撕毁了一些营销方案，训斥了几个他认为工作质量拙劣的人。但真正惊人的还是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对几个朋友说的话。我今天过得最开心，他说，我无法相信，我感觉多么富有创造力，整个团队是多么富有创造力。蒂姆·库克对这一切都泰然处之。我从没见过史蒂夫能克制住自己不表达他的观点或情感，他后来说，但这很好。朋友们注意到乔布斯保留了他易怒的特点。在他康复期间，他购买了康卡斯特公司的高清有线电视服务。有一天，他给该公司的老板布莱恩·罗伯茨打电话。我以为他打电话来是要夸奖我们的服务，罗伯茨回忆说。相反，他告诉我他烂透了。但是安迪·赫斯菲尔德注意到，在他粗鲁之下，乔布斯变得更真诚了。以前，如果你请史蒂夫帮忙，他可能会做截然相反的事情。赫斯菲尔德说，那是他的叛逆本性，而现在他实际上会尽量帮忙。他的公开回归是在9月9日，在公司例行的秋季音乐活动上，他登上了舞台，观众起立鼓掌将近1分钟，然后他做了个不太常见的个人化的开场白，提到了他接受了肝移植。没有这样的慷慨捐献，我将无法出现在这儿，他说，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同样慷慨地成为器官捐献者。一阵欢呼之后，他又说，我站起来了，我回到了苹果，我爱这里的每一天。他随后揭幕了新的 iPad Nano 产品系列，内置摄像头，抛光镀铝材质，配有9种不同的颜色。到2010年初，他已经恢复了大部分体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中。迎接乔布斯的是他，也是苹果最多产的一年。自从推出苹果的数字中枢战略以来，他已经打出了2个本垒打， iPad 和 iPhone。 现在他要再次出击。第38章 iPad 后 PC 时代。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2002年，微软一位工程师把乔布斯惹毛了，这源于他一直在吹嘘自己研发的平板电脑软件。
用户可以用手写笔在屏幕上输入信息。当年，一些制造商推出了使用该款软件的平板电脑，但并未改变世界。乔布斯一直渴望向人们展示平板电脑的正确做法，没有手写笔。但是，当看到苹果公司正在研发的多点触控技术后，他决定将其先用于 iPhone。当时，平板电脑的想法还只是在 Mac 硬件团队中酝酿。2003年5月，乔布斯接受沃尔特·莫斯伯格的采访时说：“我们没有制作平板电脑的计划，事实证明人们需要键盘。只有那些已经有了许多电脑和计算机设备的有钱人才会对平板电脑感兴趣。”是的，他这是在误导竞争对手，就像宣称自己只是荷尔蒙失调一样。事实上，在苹果公司大多年度的百节集思会上，平板电脑都被纳入未来项目的讨论之中。我们在多次集思会上都会花大量时间讨论平板电脑的想法，因为史蒂夫一直渴望制作这样一款产品。菲尔希勒回忆道，2007年，乔布斯在考虑低成本上网本计划时，意外推动了平板电脑项目。在某个周一的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艾夫说：“为什么要在屏幕边上装上键盘呢？那样又贵又笨重。”他提议利用多点触控界面，将键盘的功能纳入屏幕中。乔布斯对此表示赞同。于是，苹果公司放弃了设计上网本的想法，将资源投入平板电脑项目，令其快速运转起来。平板电脑项目伊始，乔布斯和艾夫需要研究出合适的屏幕尺寸。项目团队设计了20个模型，都是圆角矩形，但大小和长宽比略有不同。艾夫将模型排列在设计工作室的桌子上。下午大家一到，就可以揭开罩在桌子上的丝绒布，摆弄这些模型。我们就是这样确定屏幕尺寸的，艾夫说。乔布斯一如既往地主张最为纯粹的简洁设计，就是需要明确平板电脑的核心本质，答案就是显示屏。因此，平板电脑项目的指导原则即是，所有功能和设计都必须服从屏幕的需要。艾夫问道：“怎样才能不让众多功能和按钮分散对于屏幕显示的注意力？”在每一个步骤上，乔布斯都会推进删除和简化。有一次，乔布斯看着模型略有不满，他认为模型不够自然和友好，无法让人随意地拿起来。艾夫敏锐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平板电脑的形状要让人觉得有冲动去拿，而且可以随意用一只手就抓起来。边缘的底部需要再圆润一点，这样会让人觉得拿起来很舒服，而不用小心翼翼地抬起来。这意味着必须把必要的连接接口和按钮都设计在平板电脑的边缘，同时设备的边缘又很薄，薄到让人忘却它的存在。关注专利申请的人应该会注意到，2004年3月，苹果公司申请了编号为D504889的专利，并于14个月后通过。这项专利的发明者中就有乔布斯和艾夫。专利申请中附有一张圆角矩形平板电脑的草图，草图上一个男子随意地用左手拿着这部平板电脑，右手食指触碰屏幕。图上的平板电脑看上去正是后来推出的 iPad。由于 Mac 电脑当时已开始使用英特尔公司的芯片，乔布斯最初计划在 iPad 中采用灵动芯片，英特尔公司正在研发的低电压芯片。英特尔公司 CEO 保罗·欧德宁极力促成两家公司一起进行设计工作，乔布斯也比较倾向于信任他。英特尔公司的处理器速度全球最快，但是其芯片往往用在带外接电源的计算机中，从来不需考虑电池的续航时间。于是托尼·法德尔极力主张采用基于 ARM 的架构，其芯片更为简单，耗电更少。苹果公司很早就开始同 ARM 合作，最早的 iPhone 产品就使用了该架构的芯片。法德尔获得了其他工程师的支持，相信有可能挑战乔布斯，并且说服他。在一次会议上，当乔布斯坚持认为最好信任英特尔公司能做出优秀的移动设备芯片时，法德尔吼道：“错了，错了，错了！”当时法德尔甚至把自己的工牌拍在会议桌上，威胁要辞职。最终乔布斯松口了：“我听你的，我不会反对我最优秀的员工。”事实上，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苹果公司在获得 ARM 构架授权的同时，收购了帕洛奥图一家150人的微处理器设计公司 PSemi， 并让其设计一款定制的系统单芯片。这款名为 A4 的芯片基于 ARM 架构，由三星公司在韩国制造。乔布斯回忆，在高性能方面，英特尔公司最好，他们制造的芯片速度最快。如果你不在乎功耗和成本的话，但是他们的芯片上只有处理器，因此需要许多其他部件。我们的 A4 芯片将处理器、显卡、移动操作系统和内存控制都集成于一个芯片之中。我们曾想要帮助英特尔公司，但是他们不怎么听我们的。多年来，我们都跟英特尔反映，他们的图形芯片很差劲儿。每个季度，我和其他3名苹果公司高管都会跟保罗·欧德宁开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做出了很棒的东西。他们希望这个联合项目可以为今后的 iPhone 制作芯片。我们没有继续合作的原因有2：一是他们真的很慢，就像蒸汽轮船一样，不是很灵活，而我们习惯快速前进；二是我们不想把什么都交给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把我们的东西卖给竞争对手。据欧德宁说， iPad 本可以采用英特尔芯片，问题在于苹果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无法谈拢价格，没有合作主要是因为成本原因，他说道。而这也是乔布斯控制欲，确切地说是强迫症的一个表现。他想要控制产品的每一个环节，从芯片到材料。2010年1月 iPad 发布。2010年1月27日 iPad 在旧金山亮相激起的狂热，令乔布斯通常在产品发布会上所能激起的热情黯然失色。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乔布斯穿着长袍，头顶光环，手持被称为耶稣平板电脑的 iPad。华尔街日报也发表了类似的赞美报道。人类上一次对一个平板如此兴奋，是因为上面写有10届，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产品的历史意义。乔布斯邀请了苹果公司当年的许多参与者，更意味深长的是，他还请来了詹姆斯·伊森和杰弗里·诺顿。伊森1年前刚刚为他做了肝脏移植手术，诺顿则是2004年为他做了胰腺手术。iPad 发布当天，他携妻带子，与乔布斯的妹妹莫娜·辛普森一起坐在观众席中。乔布斯以一贯的大师风格为新产品的登场铺陈渲染，就像3年前发布 iPhone 时一样。这一次，屏幕上显示出一台 iPhone 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中间标着一个问号。问题是，两者之间还可能存在别的东西吗？他问道。这个东西必须能用来很好的浏览网页、电子邮件、照片、视频、音乐、游戏和电子书。他给予了上网本概念致命的一击，说道，上网本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都乏善可陈。来宾和员工欢呼起来。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东西，它叫 iPad。为了强调 iPad 的亲和性，乔布斯从容地走到一把舒适的皮革椅子和一张边桌前，拿起了一台 iPad。实际上，出于他的品味，椅子是勒科布西耶设计的，边桌则是埃罗沙里宁的作品。他热情地说，他比笔记本电脑亲和得多。接着，乔布斯开始浏览《纽约时报》的网页，给斯科特·福斯托和菲尔·席勒发送电子邮件，题目是哇，我们真的在发布 iPad。 然后他翻阅相册，使用日历在 Google 地图上放大埃菲尔铁塔的图片，观看了《星际迷航》和皮克斯《飞屋环游记》的一些视频片段，展示 iBook 书架，并播放了鲍勃·迪伦的《像一块滚石》。这首歌他曾在 iPhone 发布时播放过。这难道还不够牛吗？他问道。在最后一张幻灯片中，一个路牌上标识着科技与人文2条街的交汇口。乔布斯着重阐述了其人生的一个理念，这一理念也在 iPad 身上得到了体现。苹果之所以能够创造出 iPad 这样的产品，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融合科技和人文艺术。他总结道， iPad 是全球概览的电子化身，在这里创意与实用工具相遇。但 iPad 最初收到的反应并非颂歌。由于产品同年4月才上市，观看过乔布斯演示的一些人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增强型 iPhone。新闻周刊的丹尼尔·莱昂斯写道，自从 Snowking 和 The Situation 好上之后，我们没有如此失望过。莱昂斯曾在一个网络模仿秀中扮演假史蒂夫·乔布斯，给 The Model 网站发表了一篇撰稿人文章，题为 iPad 的8大训处，列举出 iPad 的种种缺点，没有多任务，没有摄像头，不支持 Flash 等等，甚至就连 iPad 的名字也遭到博客圈的调侃，被恶搞成女性卫生用品。当天 iTampon 这个标签在推特话题榜上排名第3，比尔盖茨也少不了冷嘲热讽一番。我仍然认为手写笔和真正的键盘，也就是上网本会是主流。他对布伦特·施伦德说，我没有当初 iPhone 发布时的那种感觉。iPhone 发布的时候，我心里想，天哪，微软的目标不够高。iPad 是个不错的阅读器，但是它没有任何地方会让我觉得，我多希望这是微软做出来的。他坚持认为微软的手写笔输入方案会成为行业标准。盖茨对我说，多年来我都一直预言今后会出现配备手写笔的平板电脑，要么我是对的，要么我就死定了。在发布会第2晚，乔布斯非常恼火和沮丧。当我们聚集在他家的开放式厨房吃晚饭时，他在餐桌旁来回踱步，用自己的 iPhone 收发电子邮件，浏览网页。在过去24小时内，我收到了约800封电子邮件，大多数都是在抱怨没有 USB 线，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有些人会说，靠，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一般不回复别人的邮件，但是这封我回了。你父母会为你这么有出息而感到骄傲的。有些人不喜欢 iPad 这个名字，等等等等。我今天有些郁闷，有点受到打击了。不过他那天也收到了一封值得高兴的贺电，发信人是奥巴马总统的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但他在晚餐时指出，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还没跟他通过电话。4月，当 iPad 开始销售，人们亲手拿到它之后，公众的挑剔情绪开始消退。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都将其做了封面报道。列夫·格罗斯曼在时代杂志撰文写道，撰写苹果公司产品文章的难题之一在于，他们常常伴随着天花乱坠的宣传。另一个难处则是，有时候炒作都是真的。他对 iPad 的唯一保留意见就是，虽然它是进行内容消费的好设备，但是对于内容创造并无多大益处。事实确实如此，电脑，尤其是 Mac， 已成为人们制作音乐、视频、网站和博客的工具，并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iPad 将重点从内容创造转移至仅仅是吸收和使用内容，它让你成为观者，把你变成被动消费者，消费其他人的杰作。乔布斯将这一批评放在心上，并着手改进，确保下一代 iPad 能够加强方便用户进行艺术创作的功能。新闻周刊的封面标题是 iPad 好在哪儿？哪儿都好。之前用 Snowking 刻薄评论 iPad 的丹尼尔·莱昂斯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观看乔布斯演示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这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写道，这是个大点的 iPad Touch， 不是吗？后来我有机会用了一下 iPad， 一下子就爱上了它。我也想要一部。莱昂斯和其他人一样，意识到这是乔布斯的得意之作，体现了他主张的所有理念。他有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创造出一些小工具。我们原先不知道自己需要它，等推出以后，我们却发现自己离不开它们。莱昂斯写道，封闭的系统可能是传达苹果知名的技术禅理的唯一途径。关于 iPad 的大部分争论都着眼于其封闭的端到端一体化系统是卓越的还是注定失败的。Google 这时开始扮演20世纪80年代微软的角色，该公司推出了移动系统安卓，这是一个开放平台，所有硬件制造商均可使用。财富杂志就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迈克尔·科普兰写道，没理由封闭。但是他的同事乔恩·福特反驳道，封闭系统的名声虽差，但是它们很好用，对用户有好处。在技术领域中，恐怕没人能比史蒂夫·乔布斯更能证明这一点。苹果公司能够通过捆绑硬件、软件和服务，并进行紧密控制，成功超越竞争对手，推出完美的产品。
二人一致认为，在 Mac 之后 iPad 将是开放还是封闭这一问题最清楚的测试。A4 芯片把所有功能都集成于一张芯片上，这表明苹果的控制匹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福特写道，现在对整个硅谷、设备、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商店和支付系统，苹果公司都具有绝对发言权。4月5日中午之前，乔布斯来到帕洛奥图的苹果零售店，这是 iPad 开始销售的日子。丹尼尔·科特基也来了，他是乔布斯在里德学院和苹果公司早期的亲密伙伴，两人曾一起服用迷幻剂。科特基对当初没有得到发起人期权的事情早已释怀。已经15年了，我想再见见他，科特基回忆道。我拉住他，说自己准备用 iPad 来写歌词。他当时心情很好，这么多年来，我们总算有了一次愉快的聊天。乔布斯的妻子鲍威尔及小女儿伊芙在商店的角落里看着他们聊天。沃兹尼亚克曾主张尽可能开放硬件和软件，他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意见。如以往一样， iPad 上市当天，他和苹果迷们彻夜排队等待苹果零售店开门。这一天，他骑着一辆赛格威2轮自平衡电动车，来到圣何塞的维利菲尔购物中心等待。一位记者向他询问苹果生态系统的封闭性，他回答说，苹果把用户引进围栏，并让他们留在里面，但是这也有一些优势。我喜欢开放式系统，但我是个黑客，而大多数人只想要简单方便易用的东西。史蒂夫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知道如何把东西变得简单，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需要控制一切。以前人们会互相询问你的 iPad 里面有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变成了你的 iPad 上有什么。连奥巴马总统的下属也在玩 iPad， 他们认为 iPad 是技术时髦的象征。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下载的应用包括彭博财经资讯、拼字游戏 Scrabble 和联邦党人文集。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下载了大量报刊应用。白宫沟通顾问比尔·伯顿的 iPad 上装有名利场的应用和一整季的美剧《迷失》。政治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下载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应用。有一个故事打动了乔布斯，他转发了给我。迈克尔内尔在福布斯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北部农场的一个奶牛场，正在自己的 iPad 上读一部科幻小说。一个打扫马厩的6岁小男孩走了过来，小男孩很好奇，内尔于是把 iPad 递给了他。在没人指导也从未见过电脑的情况下，这个小男孩开始凭自己的直觉使用 iPad。他开始用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启动应用程序，玩弹球游戏。史蒂夫·乔布斯设计出了一个强大的电脑，连目不识丁的6岁孩子都能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使用。内尔写道，如果这还不算神奇，那我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称得上神奇了。不到1个月，苹果公司就售出了100万台 iPad，iPhone 花了2倍的时间才达到这一销量。至2011年3月，即 iPad 发布9个月后，其销量已达1500万台。从一些数据来看，它已成为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消费产品。广告。乔布斯对于 iPad 原来的广告并不满意，像往常一样，他全身心投入营销工作之中。乔布斯同詹姆斯·文森特和邓肯·米尔纳一起合作，他们的广告公司现在改名为 TBWA Media Arts Lab。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里克劳也会给出一些建议。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广告场景很温馨，一名男子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运动衫，斜靠在椅子上，膝盖上放着 iPad。他在上面查看邮件、浏览相册、阅读《纽约时报》、看电子书和视频。没有文字，只有蓝色面包车乐队的《来吧，我的爱》作为背景音乐。史蒂夫批准了这个广告方案后，又发现自己很讨厌它。文森特回忆道，他觉得这片子看起来就像陶瓷谷仓家居店的广告一样。乔布斯后来告诉我，解释 iPad 是什么很容易，把1000首歌装进你的口袋。我们很快就做出了标志性的剪影广告，但是很难说清楚 iPad 是什么。我们不希望把它展示成一台电脑，也不想把它弱化成一台可爱的电视机。
第一组广告表明，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太休闲太惬意了。为了做 iPad 的广告，詹姆斯·文森特几个月都没有休息。终于 iPad 开始销售，广告也同步播出了。他开车带着家人前往棕榈泉观看科切拉音乐节，参加演出的有他最喜欢的乐队，包括缪斯乐队、信仰破灭乐队和退化乐队。他刚到那儿没一会儿，乔布斯的电话就来了。你的广告烂透了，他说。iPad 正彻底改变世界，我们需要有冲击力的东西，你这都是小把戏。好吧，那你想要什么？文森特回敬道。你一直都没能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不知道，乔布斯说。你得给我点新东西，你给我看过的东西都差得远呢。文森特开始争辩起来，乔布斯突然暴怒。文森特回忆说，他开始冲我大吼大叫。文森特也被激怒了，于是两人的争吵开始升级。文森特喊道，你得告诉我你要什么。乔布斯回喊道，你得给我展示一些东西，等我看到我想要的东西就知道是什么了。哦，太棒了，让我把这记下来，发给我的创意人员，我看到我想要的东西就知道是什么了。为此，文森特非常沮丧，一拳打在了旅馆房间的墙壁上，在上面留下了一个大凹痕。当他终于走出屋外，与家人坐在水池边时，他们都很紧张地看着他。他妻子最后开口问道，你还好吧？文森特及其团队花了2周时间，拿出了一系列新的备选方案。他要求在乔布斯家里而不是办公室中展示，希望这样的环境更放松。故事板架在茶几上，文森特和米尔纳共展出了12种方案。A 方案鼓舞人心，令人激动。B 方案采用幽默手法，让喜剧演员迈克尔·塞拉在一个假房子里针对人们使用 iPad 的方式发表有趣的评论。C 方案用名人， D 方案完全采用白色背景， E 方案演绎一个小情景喜剧， F 方案直截了当地进行产品演示，等等等等。在仔细考虑了这些方案后，乔布斯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不要幽默，不要名人，也不要产品演示。广告要发出一份声明，乔布斯说，它应该是一个宣言，告诉人们 iPad 很了不起。他曾宣布 iPad 会改变世界，他希望广告能够强化自己的宣言。乔布斯认为，在未来1年左右的时间里，其他公司会跟风推出平板电脑，而他希望人们记住 iPad 才是真正的平板电脑。我们需要这个广告能够站起来，向人们宣告我们的成就。他突然离开了自己的椅子，有些虚弱，但笑着说，我要去做按摩了，开始干活吧。于是文森特、米尔纳以及文案埃里克·格伦鲍姆开始制作乔布斯想要的广告片，他们称之为宣言。这部广告片的节奏很快，激昂的节拍，生动的画面。他宣告 iPad 是革命性的产品。他们选择的音乐是耶耶耶合唱团女主唱凯伦欧的一首名为《金狮》的副歌部分，颇具冲击力。画面展示出 iPad 神奇的功能。一个强有力的旁白宣告道， iPad 很薄， iPad 很美，它非常强大，它不可思议，它是视频，是照片，能装下你一辈子都读不完的书，它已经是一场革命，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宣言广告片完成后，广告团队又尝试了更为柔和的手法，由年轻导演杰西卡·桑德斯拍摄了一段生活纪录片。最初乔布斯挺喜欢这2个新广告，但没一会儿他就开始反对，和他讨厌之前陶瓷谷仓式广告的理由如出一辙。该死，他大喊道，这些就跟维萨卡的广告一样，典型的广告公司产品。他曾要他们做出新颖的广告，要与众不同，但最终他意识到自己不想偏离自己所谓的苹果的声音。对乔布斯来说，苹果的声音有一系列特质，简单、干净、宣告式。我们一直在探讨更生活化的广告方案，而史蒂夫似乎也慢慢产生了兴趣。结果突然他又说自己讨厌这个东西，他没有苹果的感觉。里克劳回忆道，他叫我们找回苹果的声音，一种非常简单诚实的声音。于是他们又重新采用干净的白色背景，用一系列特写镜头以及 iPad 式的短语来展示它的所有属性和功能。应用程序 iPad 广告没有介绍设备本身，而是讲述你可以用它做什么。
事实上 ，iPad 的成功不仅来自其漂亮的硬件，也来自其应用程序。用户可以借此进行各种有趣的活动。最开始只有数百种应用程序可供免费或低价下载，但很快应用程序的数量就已成千上万。你可以玩愤怒的小鸟，也可以追踪股票信息、看电影、阅读电子书和杂志，或者新闻、玩游戏，消磨大把时光。硬件、软件和应用程序商店的整合让一切都变得很简单。但是苹果公司也在对那些想要为 iPad 开发软件和内容的外部开发者有控制地开发应用程序商店。这个平台就像一个精心管理和控制的社区花园。应用程序热潮始于 iPhone。2007年初 iPhone 刚刚推出时，你无法购买苹果公司外部的开发人员开发的应用程序。乔布斯最初也拒绝向外部开发人员开放，他不想让外人为 iPhone 创建应用程序，因为这样可能会把 iPhone 搞得乱七八糟，让 iPhone 感染病毒或者破坏其完整性。董事会成员亚瑟·莱文森和一些人主张开放 iPhone 应用程序。我给他打了很多电话，游说他开放应用程序。莱文森回忆说，如果苹果不允许我不鼓励开发者制作应用程序，而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允许，那么这实际上就将竞争优势拱手相让。苹果公司营销总监菲尔·席勒赞同莱文森的说法。我无法想象我们能创造出 iPhone 这样强大的产品，却不愿意授权开发者制作应用程序。席勒回忆道，我知道消费者会喜欢。在苹果公司外部，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认为，开放应用程序平台能够催生出新型创业者，他们会创造出新的服务。乔布斯一开始拒绝就此进行讨论，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其团队没有精力解决授权第三方应用程序开发者所涉及的复杂问题，他希望团队能专注。于是他根本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希勒说。但是 iPhone 推出后不久，他又愿意听取大家就这个问题的争论。每谈论一次这个话题，史蒂夫就好像更开放了一些。莱文森表示，在4次董事会会议上，他们都就此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乔布斯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他将允许外部开发人员编写应用程序，但是他们必须遵循严格的标准，接受苹果公司的测试和批准，并且只能通过 iTunes 商店出售自己的应用。这种方法既能获得授权众多软件开发者所带来的优势，又能保持足够的控制，以保护 iPhone 的完整性和用户体验的简单性。这找到了一个好的平衡点，绝对是一个最佳解决方案，莱文森说道，能带给我们开放的好处，但同时又保留了端到端的控制。2008年7月 iPhone 应用程序商店在 iTunes 上开放，9个月后下载量就达10亿次。2010年4月 iPad 开始销售时，应用程序商店已经拥有 18.5 万个 iPhone 应用程序，大多数应用程序也能在 iPad 上使用。虽然大屏幕的优势并没有被利用到，但是不到5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出现了 2.5 万个专门为 iPad 编写的新应用程序。至2011年6月，苹果应用程序商店中的 iPhone 和 iPad 应用程序已达50万个，下载量超过150亿次。应用程序商店在一夜之间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创业者们在宿舍、车库以及主流媒体企业开发出了许多新的应用程序。约翰·杜尔的风投公司成立了 iFund 基金，提供2亿美元为最好的创意进行股权融资。杂志和报纸看到了最后的希望，他们此前一直免费发布电子内容，也许能凭借应用程序对电子内容进行收费，就像将精灵收回了魔瓶一样。富于创新的出版商专门为 iPad 创造出新的杂志、书刊和学习材料，例如曾出版过麦当娜的信以及蜘蛛小姐的茶会等作品的高端出版社卡拉威决定破釜沉舟，完全放弃印刷业，而专注于利用交互式应用程序进行书籍出版。截至2011年6月，苹果公司已向应用程序开发者支付了25亿美元。iPad 和其他基于应用程序的数码产品预示着数码世界的根本性转变。在网络发展的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
上网通常需要拨号进入一个服务商网络，如美国在线、CompuServe 公司和 Prodigy 公司。这些服务商会提供一个围墙网络花园，里面都是服务商精心挑选组织的内容。同时，这些花园会有一些出口，更为大胆的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出口访问整个网络。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浏览器开始兴起，所有人都能利用万维网超文本传输协议，通过浏览器浏览互联网上的数十亿个网站。雅虎和谷歌等搜索引擎的崛起，使用户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想要的网站。而 iPad 的发布预示着一种新的模式，应用程序就像老式的围墙花园，创作者能够为下载这些应用程序的用户提供更多功能。但是应用程序的兴起也意味着牺牲网络的开放性和连接性，应用程序之间不易建立连接，也不易搜索。由于 iPad 可以同时使用应用程序和网络浏览，因此它同网络模式并无竞争，但是它确实为内容创造者和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出版和新闻，乔布斯用 iPad 改变了音乐产业，而 iPad 及其应用程序商店的出现开始改变所有媒介，从出版到新闻，再到电视和电影。自从亚马逊的 Kindle 表明市场对于电子书有兴趣后，苹果公司也着手创建了 iBook 商店，出售电子书，就像 iTunes 商店出售音乐一样。不过 iBook 商店的模式与之有一个细微不同。在 iTunes 商店，乔布斯坚持所有歌曲都必须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最初是99美分。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也曾试图在电子书销售方面采取类似的模式，将图书最高售价限定在9.99美元。乔布斯进入电子书领域，向出版商提出了唱片公司得不到的条件，他们可以在 iBook 商店中任意设置图书价格，苹果则从销售中提成 30%。 起初，这种方式可能会让 iBook 商店里的电子书比亚马逊的贵。为什么人们要在苹果花更多钱来买书呢？沃尔特·莫斯伯格在 iPad 发布活动上向乔布斯发问，乔布斯回答道：“这不成问题，价格还是一样的。”他说的没错。iPad 发布第二天，乔布斯就向我讲述了自己对于图书的想法。亚马逊搞砸了，他用批发价买了一些书，但用低于成本价的9.99美元进行销售。出版商对此深恶痛绝，这会影响他们以28美元的价格销售精装书的能力。因此，在苹果还未进入电子书领域之前，一些书商就已经停止向亚马逊供书。于是我们跟出版商说，我们采用代理模式，你们定价，我们抽成 30%。确实，消费者会多出点钱，但是反正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不过我们也要求，如果有别的地方比我们卖得更便宜，那么我们也能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于是他们找到亚马逊说，你们得跟我们签订代理合同，否则我们就不会给你们书。乔布斯承认，在音乐和图书领域，他可以都实行两种模式。他拒绝与音乐公司建立代理模式及赋予他们自己定价的权利。为什么？因为他不必如此。但是电子书就得这样。我们不是最早进入图书业务的，他说。鉴于现有的情况，对我们最有利的策略就是借力使力，和出版商建立代理模式。我们成功了。2010年2月 iPad 发布活动之后不久，乔布斯前往纽约同新闻界的高管们会面。2天之内，他会见了鲁伯特·默多克、默多克的儿子詹姆斯、新闻集团旗下《华尔街日报》的高管、纽约时报高管小亚瑟·苏兹贝格，以及《时代》杂志、《财富》杂志和其他时代集团旗下杂志的高管。我想帮助有质量的新闻业，他后来说道。我们不能依赖于博客发布新闻，我们比以往都更需要真正的报道和编辑监督。因此，我想找到一种帮助人们创作数字产品的渠道，让他们能够真正赚到钱。鉴于自己已经让人们购买数字音乐，他希望在新闻业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然而，出版商对于他送出的救命稻草持怀疑态度。同苹果合作意味着需要将自己 30% 的收入都给苹果公司，但是这并非最大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出版商担心在苹果的系统下，他们无法再与订阅用户建立直接联系，无法获取订阅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和信用卡号，进而无法直接向用户收钱、沟通和营销新产品。相反，苹果将拥有这些消费者，向他们发送账单，将他们的信息存入自己的数据库。而且由于苹果公司的隐私政策，只有用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苹果公司才能共享用户的信息。乔布斯尤其想要和《纽约时报》达成交易，他认为《纽约时报》是一份伟大的报纸，但由于不知道如何对数字内容进行收费，而陷入衰退的危险之中。2010年初，他对我说，我已经决定今年的个人项目之一就是帮助《纽约时报》，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我认为他们搞清楚如何对数字内容进行收费，这对整个美国都很重要。纽约之行期间，他与50名时代集团高管在一家亚洲餐厅普拉纳的包房里共进晚餐。他点了一杯芒果奶昔和纯素意大利面，这2样在菜单上都没有。他在包房里展示了 iPad， 并解释为数码内容制定出消费者愿意接受的适中价格有多重要。他画了一个图表，列出可能的价格和相应的销售量。如果《纽约时报》免费，会有多少订阅量？图表上已经标明了这个极限数字。因为《纽约时报》已经通过网站免费提供电子版内容，并有约2000万定期访问者。如果他们定价非常高呢？这个数据也有。印刷版订阅者年费超过$300，约有100万订阅者。他们应该找到一个中间点，能达到1000万电子版订阅者。乔布斯对他们说，这意味着你们的电子版应该非常便宜，订阅非常简单，每月最多$5。纽约时报的一位发行主管坚持，报纸需要所有订阅用户的电子邮件和信用卡信息，即使他们是通过苹果应用程序商店订阅的。乔布斯表示，苹果公司不会公布这些信息，这激怒了那位高管。他说道，如果《纽约时报》拿不到这些信息，那么想都不要想这件事情。乔布斯说，好吧，你们可以找订阅用户要呀，但是如果他们不愿自动把这些信息给你们，那也别怪我。如果你们不喜欢这种模式，那就别用我们的平台，又不是我让你们陷入这种困境的，是你们自己过去5年都在免费发行电子版，却没有收集到任何用户的信用卡信息。乔布斯还私下会见了小亚瑟·苏兹贝格。乔布斯后来说，他是个不错的人，对《纽约时报》的新大楼非常自豪，这也是应该的。我把我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儿都告诉了他，但是没什么结果。1年后，2011年4月，《纽约时报》才开始对电子版进行收费，并遵守乔布斯设立的政策，通过苹果应用商店销售部分订阅。乔布斯曾建议他们月收费定价$5。然而，《纽约时报》最终的定价接近其建议定价的4倍。在时代生活大厦，时代杂志的编辑里克·斯坦格尔做东请来乔布斯。乔布斯喜欢斯坦格尔，因为他曾指派乔西·奎特纳带领一个精英团队，每周为时代杂志编写 iPad 版本的应用程序。但是这次，斯坦格尔还邀请了财富杂志的安迪·瑟沃。乔布斯看到他不太高兴，他不留情面地告诉瑟沃，自己仍为2年前财富杂志披露其健康细节和股票期权问题而耿耿于怀。我处于低谷的时候，你们还来踩2脚，他说。时代集团的问题和纽约时报一样，该集团不希望苹果公司拥有其订阅用户，并阻止自己直接向用户收费。时代集团希望创建的应用程序能够将读者跳转到自己的网站上完成订阅，苹果拒绝了。时代杂志和其他杂志提交过跳转订阅的应用程序，但均被苹果拒绝进入应用程序商店。乔布斯试图与时代华纳的 CEO 杰夫·比克斯亲自商谈。比克斯是一位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没有废话。几年前就 iPad Touch 视频权的问题，2人已打过交道。乔布斯想获得美国家庭影院频道的独家授权，影片只要在该频道播出后即可通过苹果设备下载观看，但未能成功说服比克斯。不过他很佩服比克斯的坦率和果断，而比克斯则钦佩乔布斯既是一位战略思想家，又能掌控最微小的细节。史蒂夫能随时从总体原则进入到细节，他说。乔布斯致电比克斯，
提出就时代集团旗下杂志载入 iPad 做一笔交易。他一开始就警告说，平媒业糟透了，没有人真的想买你们的杂志，苹果公司为他们提供一个销售电子版的绝好机会，但你们这些家伙居然不接受。比克斯完全不同意乔布斯的这些说法，他表示自己很愿意通过苹果公司销售时代集团的数字订阅产品，苹果公司 30% 的抽成也不成问题。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帮我们卖掉一份就可以拿走 30%。 比克斯告诉乔布斯。乔布斯回答说，好啊，这已经比其他人进步多了。我只有一个问题，比克斯继续说道，如果你卖掉了我的杂志订阅，我给你 30% 的抽成，那么订阅用户算谁的？你还是我？鉴于苹果公司的隐私政策，我不能给你所有的订阅者信息。乔布斯回答说，好吧，那么我们得把一些其他事儿搞明白，因为我不想自己的整个订阅群聚集到你手上，最后成为苹果商店的订阅用户。比克斯说道，今后你一旦取得了垄断，就会来找我，告诉我杂志不应该每本定价4美元，而应该是1美元。如果有人订阅了我们的杂志，我们需要知道订阅者是谁，我们需要能够建立与订阅者达成互动的网上社区，我们需要有直接向他们发送续订信息的权利。乔布斯与鲁珀特·默多克的进展要更为顺利。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拥有《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遍布全球的地方报纸，福克斯电影公司及福克斯新闻频道。乔布斯会见默多克及其团队时，他们也要求拥有通过苹果应用程序商店订阅的用户信息。但是在乔布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默多克并非一个易被说服的人，但是他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并无筹码，于是接受了乔布斯的条件。我们希望能够拥有这些订阅用户，也奋力争取了，默多克回忆道。但是史蒂夫不肯在这种条件下合作，于是我就说，好了，那就按你说的合作吧。我们觉得再继续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他不会退让，而且如果我站在他那个角度，我也不会退让，于是我就同意了。默多克甚至还推出了一份专门为 iPad 量身定做的仅有电子版的报纸《日报》。这份报纸将按照乔布斯的条件在苹果应用商店中销售，价格为每周99美分。默多克亲自带队来到库比蒂诺展示这个应用程序的设计。毫不意外，乔布斯不喜欢他们的设计。你介意让我们的设计师来帮忙吗？他问道。默多克没意见。苹果的设计师尝试设计一个新方案，默多克回忆道，我们的人也回去做了一个新设计。10天后我们再次来到苹果公司，当时我们和苹果的设计都进行了展示，而乔布斯竟然比较喜欢我们这让我们挺吃惊的。日报并非通俗小报，也不是严肃报纸，而是类似今日美国这样的终端产品。然而这份电子报并不是很成功，但他却让乔布斯和默多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默多克准备在2010年6月举行新闻集团年度管理层集思会，并请乔布斯前来发言。乔布斯的原则是从不出席这样的活动，但这次却破例接受了默多克的邀请。晚宴后，詹姆斯·默多克带他主持了一个近2小时的采访。对于报纸在技术上的表现，他非常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默多克回忆道，他对我们说，我们都很难走上正轨，因为我们在纽约，而擅长技术的人都在硅谷。时任《华尔街日报》数字网络部门总裁的戈登·麦克劳德并不能完全接受乔布斯的说法，他略微进行了反驳。最后，麦克劳德来到乔布斯跟前说，谢谢，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但是你可能会砸了我的饭碗。默多克向我描述当时的场景时轻声笑了笑。最后确实是这样，他说。采访过后不到3个月，麦克劳德就离职了。作为在新闻集团集思会上讲话的回报，默多克得洗耳恭听乔布斯对福克斯新闻网的看法。乔布斯认为福克斯新闻具有破坏性，对整个国家都有危害，并且会是默多克的一个名誉污点。福克斯新闻搞砸了，乔布斯在晚餐时对默多克说，现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是破坏性和建设性，而你们却和具有破坏性的人同流合污。福克斯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你们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再不注意，就会遗臭万年。乔布斯认为默多克对福克斯的发展并不满意。鲁珀特是一个建设者，而非破坏者。乔布斯说，我和詹姆斯见过几面，我认为他也同意我的看法，我可以这么说。默多克后来表示，自己已经习惯了乔布斯这样的人抱怨福克斯。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点左翼倾向。默多克说，乔布斯让默多克的员工把肖恩·汉尼提和格伦·贝克一周的节目做个合集，他觉得这两人比起比尔·奥莱利的节目更具破坏性。默多克也同意这么做。乔布斯后来告诉我，他也要乔恩·图斯尔特的团队做一集类似的节目给默多克看。默多克表示，我会很高兴看到这些节目，但是他没有发给我。默多克和乔布斯相处融洽，第二年他曾不止一次前往乔布斯在帕洛奥图的家共进晚餐。乔布斯开玩笑说，默多克要来的时候，他得把餐刀藏起来，怕妻子会把默多克开膛破肚。据说默多克曾打去乔布斯家的有机菜肴，在史蒂夫家吃晚饭是一个很棒的经历，只要能赶在当地餐馆打烊前出来就好。遗憾的是，当我询问默多克是否说过这句话时，他已经记不得了。2011年初，按照默多克的行程安排，他将于2月24日经过帕洛奥图，于是他发了条短信给乔布斯。他不知道那一天是乔布斯的56岁生日。乔布斯回短信邀请默多克共进晚餐时，也没提起这个特殊的日子。这是我为了防止劳伦不让他来的方法，乔布斯开玩笑说，那天是我的生日，所以他只得同意我把鲁珀特叫来。艾琳和伊夫当时也在，而李德在晚餐快结束时才从斯坦福大学慢悠悠地过来。乔布斯展示了自己的游艇设计，默多克觉得内部很漂亮，可是外部有些简单。默多克后来说，他说了很多建造这艘游艇的事情，显然他的健康状况挺乐观。晚餐时，他们谈到了在企业中注入创业精神和敏捷文化的重要性。默多克认为索尼公司未能做到这一点，乔布斯表示赞同。我曾认为一家真正的大企业不可能具有鲜明的企业文化，乔布斯说，但是现在我相信这是可能的。默多克就做到了，我觉得我在苹果公司也做到了。晚餐上大部分谈话都围绕教育展开。默多克刚刚聘请了乔尔·克莱因负责启动数字课程部门。克莱因曾担任纽约市教育局局长。默多克回忆说，对于技术能够改变教育的观点，乔布斯有些不屑一顾。但是乔布斯和默多克都认为，纸质教科书业务将会被数字学习材料淘汰。事实上，教科书领域是乔布斯的下一个变革目标。他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让数字技术摧毁这个每年80亿美元的产业了。许多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储物柜，以至于孩子们得背着沉重的书包上下学。这也令乔布斯感到震惊。iPad 会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乔布斯想要聘请优秀的教科书编写者来制作电子版教科书，并让其成为 iPad 的一个特色。此外，他还与主要教材出版商会面，如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并商议合作。国家认证教材的过程很腐败，乔布斯说，但是如果我们让教材免费，并在 iPad 上提供教材，那么就无需认证这个环节。美国糟糕的经济形势还会持续10年。我们这样做可以帮政府规避认证流程，把这部分钱省下来。第39章，新的战斗，昔日重现。谷歌开放与封闭。2010年1月 iPad 发布后几天，乔布斯在苹果园区举行了员工大会。然而他并没有为这款变革性的新产品欢欣鼓舞，反而开始痛斥谷歌，因其决定进入手机领域与苹果竞争，并开发了安卓操作系统。乔布斯对此十分愤怒。我们没有涉足搜索领域，他说，他们却进入了手机业务。没错，他们想要终结 iPhone， 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几分钟后，当会议进入别的议题时，乔布斯又转回去长篇大论地攻击谷歌的著名价值观口号。我想回到刚才开始时的话题再说一件事儿，这个不作恶的口号就是扯淡。乔布斯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在 iPhone 和 iPad 研发期间，谷歌公司 CEO 埃里克·施密特是苹果的董事会成员。
谷歌公司的2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视施密特为良师益友，乔布斯感到被利用了。安卓的触摸屏界面正在越来越多地采用苹果首创的功能，多点触控、滑动操作和应用程序图标网格。在谷歌研发安卓一事上，乔布斯曾努力劝阻。2008年，他曾前往与帕洛奥图相距不远的谷歌总部，与佩奇、布林以及安卓研发团队负责人安迪·鲁宾大吵了一架。由于施密特当时是苹果董事会成员，他回避了一切关于 iPhone 的讨论。我曾说，如果我们保持良好关系的话，苹果会保证谷歌在 iPhone 上的入口，并确保会在 iPhone 主屏幕上为谷歌放置1-2个图标。乔布斯回忆道。不过他也威胁，如果谷歌继续研发安卓系统，并使用任何 iPhone 的功能，如多点触控，他会提起诉讼。起初，谷歌避免复制某些功能，但是2010年1月，宏达电子推出了一款安卓手机，并大张旗鼓地宣扬其多点触控功能以及与 iPhone 在观感上的诸多相似之处。乔布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认为谷歌的不作恶口号就是扯淡。于是苹果起诉了宏达电子，并将安卓作为连带起诉对象，称其侵犯了苹果20项专利。被侵犯的专利包括多点触控、滑动解锁、通过双触点滑动进行缩放，以及判断手势姿态传感器。在发起诉讼当周，乔布斯坐在帕洛奥图的家中，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生气。我们的诉讼是这样说的：谷歌，你他妈的抄袭了 iPhone， 完全抄袭了我们，这是偷窃。如果有必要，就算用尽最后一口气，花光苹果账户上的400亿美元，我也要纠正这个错误。我要摧毁安卓，因为它是偷来的产品。我愿意为此发动核战争。他们怕得要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除了搜索引擎，谷歌的产品，包括安卓和 Google Docs 都是狗屎。几天后，乔布斯接到了施密特的电话。他在2009年夏天就已退出苹果董事会。施密特提议两人一起喝杯咖啡，于是他们在帕洛奥图购物中心的一个咖啡厅里会面。我们一半的时间都在聊着个人问题，剩下一半时间就是乔布斯在说谷歌偷窃苹果用户界面设计的事儿。施密特回忆说，当谈论到后面这个话题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乔布斯在说话。他说谷歌欺骗了他，言语中五味杂陈。我们把你们抓了个正着，他对施密特说。我对和解没有兴趣，我不想要你们的钱，就算你们拿出50亿美元要求和解，我也不会要的。我有的是钱，我只要你们停止在安卓上使用我们的创意，这才是我想要的。两人的谈话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一场争端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问题及令人不安的历史渊源。谷歌将安卓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各个硬件制造商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上免费使用它的源代码。乔布斯则固执地信奉苹果应该将其操作系统与硬件封闭地整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苹果没有授权他人使用 Mac 操作系统，而微软则将其操作系统授权给多个硬件制造商使用，并最终主宰了操作系统市场。在乔布斯看来，微软的操作系统剽窃了苹果的界面。将微软在20世纪80年代的所作和谷歌在2010年的努力所为放在一起比较虽不恰当，但也足以令人不安和愤怒。这体现了数字时代的大辩论：封闭还是开放？或者用乔布斯的话来说，一体化还是碎片化？是像苹果所主张的，以及乔布斯自身完美主义的控制欲所推动的那样，将硬件、软件和内容都整合在一个干净漂亮的系统中，以确保简洁的用户体验好，还是通过创造能够在不同设备上修改使用的软件系统，让用户和制造商都拥有更多选择并释放更多创新比较好呢？施密特后来对我说，史蒂夫管理苹果有其独特的方式，和20年前一样，苹果是封闭系统的优秀创新者，他们不希望别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自己的平台。封闭平台的好处就是控制，但是谷歌相信开放是更好的方式，因为这能带来更多可能性和竞争，并给予消费者更多选择。25年前，乔布斯就曾为了其封闭策略向微软宣战，现在他又向谷歌宣战。那么比尔盖茨看到此情此景会有何感想呢？
从控制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更为封闭的系统会有一些好处，当然他有时也确实从中获益，盖茨对我说。但是他补充道，苹果拒绝授权 iOS 操作系统，这一行为让竞争对手如安卓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此外，他还认为各类设备和制造商之间的竞争能够带来更多创新，同时给消费者更多选择。并非每家公司都会在中央公园附近建造金碧辉煌的门店。盖茨拿苹果在第5大道的零售店打趣道，但是为了争夺用户，他们总会有所创新。盖茨指出，个人电脑的大多数进步都是因为消费者有很多选择，而总有一天移动设备领域也会如此。我认为开放的方式最终会成功，不过这是从我的经历而言的。从长远来看，一以贯之的事物你没法一直做下去。乔布斯则相信，一以贯之的事物，即使安卓正在赢得市场份额，但他却丝毫没有动摇，仍然推崇控制和封闭的环境。当我把施密特的说法告诉乔布斯后，他指责道，谷歌说我们比他们施加了更多的控制，我们是封闭的，他们是开放的。好吧，我们来看看结果，安卓一团糟。安卓系统的手机屏幕大小和版本都不同，有上百种样子。即使谷歌的做法最终会赢得市场，乔布斯也非常排斥。我喜欢为整个用户体验负责，我们做这些不是为钱，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创造伟大的产品，而非安卓这样的垃圾。Flash 应用程序商店以及控制。乔布斯坚持端到端的控制，也表现在其他斗争中。在员工大会上，他不仅攻击了谷歌，还抨击了 Adobe 公司的网站多媒体平台 Flash， 认为它是懒人做出来的东西，漏洞多，耗电高。他表示 iPad 和 iPhone 永远不会运行 Flash 在技术上一团糟，性能差，并且有严重的安全问题。他在那周晚些时候这样对我说。乔布斯甚至封掉了那些借助 Adobe 官方提供的转码器，将 Flash 代码编译为能适用于苹果 iOS 系统的应用。他鄙视编译器，开发者只用编写一次代码，然后通过编译器就能把代码移植到多个操作系统中去。允许 Flash 跨平台移植，这意味着产品受限于所有平台都必须支持的特性，因而只能是平庸至极的。乔布斯说，我们花费了很多精力让我们的平台变得更好。如果 Adobe 只能和所有平台都有的功能兼容，那么开发者根本得不到任何好处，因为我们希望开发者利用苹果更好的性能。这样，在我们的平台上，他们的应用程序能比在其他平台上运行得更好。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正确的。如果苹果放弃了让平台与众不同的能力，允许他们像惠普和戴尔的机器一样变成大陆货，那这也意味着苹果自身的灭亡。此外，还有一个个人原因。1985年，苹果投资了 Adobe 公司，两家企业联手发起了桌面出版改革。我帮助 Adobe 公司成名，乔布斯强调。1999年重回苹果后，乔布斯让 Adobe 公司为 iMac 及其新操作系统制作视频编辑软件和其他产品，但是 Adobe 拒绝了，并专注于为 Windows 开发产品。不久之后， Adobe 公司的创始人约翰·沃诺克退休了。沃诺克离开后， Adobe 公司的灵魂也消失了。乔布斯说，他是我愿与之打交道的创新者。他走之后，留下的只是一群西装革履的家伙， Adobe 公司也变成了垃圾。博客圈的 Adobe 布道者和 Flash 支持者开始抨击乔布斯，认为他的控制欲太过火了。于是乔布斯决定撰写并发表一封公开信。他的朋友苹果董事会成员比尔·坎贝尔专程前往乔布斯家中通读这封信。是不是有种我在给 Adobe 挑刺儿的感觉？他问坎贝尔。不，你写的都是事实，就这样发表吧。坎贝尔回答道。这封公开信大多着眼于 Flash 的技术缺陷，尽管有坎贝尔的指点，但是乔布斯在公开信的结尾处还是禁不住感慨于两家公司之间的历史纠葛。他指出， Adobe 是最后一家完整采纳 Mac OS X 标准的大型的第三方软件开发商。那年晚些时候，苹果提高了对跨平台编译器的一些限制，而 Adobe 公司则推出了能够利用苹果 iOS 系统主要特性的 Flash 创作软件，
这是一场痛苦的战争，但乔布斯占据了更大主动权。最后，他推动了 Adobe 和其他编译器开发者更好地利用 iPhone 和 iPad 的界面及其特性。而当苹果意欲严格控制哪些应用程序可以下载到 iPhone 和 iPad 上时，乔布斯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防范含有病毒或侵犯用户隐私的应用程序理所当然，要求涉及订阅的应用程序必须让用户通过 iTunes 商店订阅，而不能跳转至其他网站进行订阅。这至少也有其商业上的道理。但是乔布斯及其团队更进一步，他们决定禁止任何诋毁他人的应用程序，不论是具有政治争议性的，还是被苹果审查员视为含有淫秽内容的。当一个以马克·菲奥里的政治漫画为蓝本开发的应用程序被拒时，苹果试图扮演保姆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该应用因攻击布什政府的虐囚政策而被认为违反了不许诋毁他人的禁令。2010年4月，菲奥里赢得了普利策社论漫画奖，苹果的决定也被公之于众，并遭到嘲笑。苹果不得不收回成命，乔布斯也公开致歉。我们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愧疚，他说，我们尽可能做到最好，也尽可能快地学习，但我们的确曾以为这一条规定是有道理的。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错误了。如果我们想用 iPad 或 iPhone， 那么苹果就能控制我们可以看到和下载的应用程序。乔布斯似乎有成为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的危险，而也正是他在麦克的1984广告中令人欢欣鼓舞地摧毁了老大哥。乔布斯对这个问题十分上心。有一天，他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讨论如何划定界限却又不至于落得审查者的臭名。他要弗里德曼带领一个咨询小组，帮助自己划定界限。但是与弗里德曼合作的出版商表示，这样做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因此咨询小组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色情作品禁令也带来了麻烦。我们相信苹果有道德责任让色情远离 iPhone。乔布斯在回复一位消费者的邮件中写道，需要色情的人可以用安卓。这引发了瑞安·泰特与乔布斯的电子邮件对话。泰特是科技八卦网站硅谷闲话的编辑。一天晚上，泰特喝着史汀格鸡尾酒，给乔布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谴责苹果公司严格控制用户所能下载的应用程序。如果迪伦今天是20岁的话，他会怎么评价你的公司？泰特质问道。他是否会认为 iPad 和革命根本没什么关系？革命的核心是自由。出乎意料的是，几个小时后，即午夜过后，乔布斯对泰特进行了回复。没错，他说，远离那些窃取用户私人数据程序的自由，远离那些榨干电池电量的程序的自由，远离色情的自由。是的，自由。时代在变，一些传统的个人电脑使用者觉得他们的世界正在逝去。没错。泰特在回复中提到了对于 Flash 和其他话题的看法，然后又回到了审查问题。你知道吗？我不想要远离色情的自由。色情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我妻子也会同意。乔布斯回复道，等你有了孩子，可能就会更关心色情的问题了。这与自由无关，苹果是在为用户做正确的事情。末了，他反驳道，顺便问一句，你又干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创造过什么东西没有？还是说你只会批评其他人的工作，贬低他人的动机？泰特承认这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少有 CEO 会这样跟消费者和博客写手1对1交流，他写道。乔布斯打破了一般的美国高管模式，他应该为此受到赞誉，而不仅仅因为他的企业做出了如此卓越的产品。他依照自己对于数字生活的强烈意志，创建并重建了自己的公司，而且他愿意公开辩护自己的观点，大力的直言不讳的。在周末凌晨2点这个时段，博客圈中许多人也赞同这一说法，他们给乔布斯发邮件赞扬他的争论精神。乔布斯也很自豪，他把同泰特的往来邮件和一些称赞转发给了我。尽管如此，对于苹果公司禁止用户查看富有争议的政治漫画和色情作品，人们仍然感到不安。幽默网站 sarcasm.com 发起了一项网络运动，名为是的史蒂夫，我想要色情作品。网站宣称，
我们是肮脏、痴迷色欲的恶徒，需要一天24小时接触淫秽内容。或者我们只是想要一个没有审查的开放社会，一个不由技术独裁者决定我们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的社会。当时乔布斯和苹果公司正同硅谷闲话的附属网站 Gizmodo 开战。一位倒霉的苹果工程师在酒吧落下了一部还未发布的 iPhone 4测试机， Gizmodo 拿到了它。依照苹果公司的投诉，警方搜查了该网站记者的住所。这一事件令人质疑，除了控制癖以外，苹果公司是否太过傲慢嚣张。乔恩·斯图尔特是乔布斯的朋友，也是苹果迷。2010年2月，乔布斯前往纽约会见传媒高管时，曾私下拜访斯图尔特，但这也没能阻止斯图尔特在每日秀中将矛头对准乔布斯。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微软才应该是邪恶的那个。斯图尔特半开玩笑地说道，他身后的屏幕上出现了 Apple House 的字样。哥们儿，你们曾是反叛者，是处于弱势的人，但是现在你们倒成了老大哥了。还记得1984广告吗？推翻了老大哥的牛叉广告。照照镜子啊，兄弟。同年春天的时候，董事会成员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亚瑟·莱文森在董事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在一次午餐的时候告诉我们，史蒂夫的态度有些傲慢，这是他个性使然，他会本能的反抗，并有力地摆出自己的信念。在苹果还是充满反抗意识的弱势企业时，有这种傲慢态度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苹果已经是移动市场的主导者了。我们需要转变心态，符合自己大企业的身份，并处理狂妄傲慢的问题。莱文森表示，阿尔戈尔也在董事会会议上谈到了这个问题。苹果的境况正发生巨大改变。他回忆道，他不再是像老大哥挥锤的人了。现在苹果公司做大了，人们认为他傲慢嚣张。一旦涉及这个问题时，乔布斯就变得很防备。他还在调整，戈尔说，他更善于做一个处于弱势的人，而不是谦逊的巨人。对于这类话题，乔布斯毫无耐心。他告诉我，人们之所以批评苹果，是因为谷歌和 Adobe 这样的公司在污蔑我们，企图摧毁我们。那么对于人们认为苹果有时太傲慢的看法，他怎么看呢？我对此毫不担心，他说，因为我们并不傲慢。天线门，设计与工程谁说了算？在许多消费类产品企业中，设计师和工程师之间关系紧张。设计师想要产品美观，工程师需要确保产品满足功能需求。在苹果，乔布斯将两者都推向了极致，因此设计师和工程师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1997年，他和设计总监乔尼·艾夫共同进行创意决策。他们常常认为，工程师需要克服那种觉得某事做不了的怀疑态度。iMac 和 iPad 的成功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信念。了不起的设计能够激发工程师做出超人的壮举。每当工程师表示有些事情做不了时，艾夫和乔布斯就会逼迫他们努力尝试，而且通常都会成功。但偶尔会有些小问题，例如艾夫认为涂层会削弱自己设计的纯粹性，从而让 iPad Nano 很容易被刮花，但这并没有给苹果公司造成危机。在设计 iPhone 的时候，艾夫的设计欲望撞上一个不可能被现实扭曲立场改变的物理学基本法则，金属不宜放在天线附近。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已经证实，电磁波在传播的过程中会绕过金属的表面，而无法穿过金属。因此，用金属外壳包裹手机会造成法拉第笼的现象，削弱进出的信号。起初 iPhone 的设计是在底部使用塑料壳，但是艾夫认为这会破坏设计的完整性，要求全部使用铝制材料。这样的做法成功了。于是在设计 iPhone 4时，艾夫要求使用钢圈。钢圈是机身的支撑结构，看上去圆润饱满，并部分充当手机天线。这就有个大问题，要作为天线使用，钢圈必须有一个微小的缝隙。但是如果用户的手指或汗湿的手掌遮住了这个缝隙，就会造成信号部分损失。工程师建议在钢圈外部涂上涂层，以防止该问题的出现。但是艾夫认为这会影响拉丝金属的外观。
iPhone 团队在各种会议上都向乔布斯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乔布斯认为工程师们只是在玩狼来了的把戏。他说，你们能行的。不过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解决方案近乎完美，但并非完美。iPhone 4在2010年6月发布时看起来棒极了，但是一个问题很快就浮出了水面。如果用户以某种方式拿着手机，尤其是用左手拿着手机时，手掌就会盖住钢圈上的小缝隙，于是就会出现信号丢失的问题。这种问题发生的概率大约为1%。由于乔布斯要求对未发布的产品进行严格保密，就连 Gizmodo 网站在酒吧里拿到的那台测试机也装的是假外壳。iPhone 4并没有像大多数电子设备一样进行使用测试，因此在大众抢购之前，这一缺陷并没有被人发现。问题在于，设计高于工程和对未发布产品进行高度保密的双重政策是否对苹果有益。托尼·法德尔后来表示，总的来说，这样做有好处，但是不受制约的权利是件坏事，而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手机出现一些信号丢失问题根本不会成为新闻，但这是 iPhone 4，是让所有人惊叹的产品。这一故障问题被大家称为天线门。7月初，消费者报告进行了一些严格的测试，表示鉴于天线问题，不推荐消费者购买 iPhone 4。此举将天线门事件推向高潮。就在天线门吵得沸沸扬扬之时，乔布斯正和家人在夏威夷康纳度假村度假。最开始他还在为自己和苹果公司辩护，亚瑟·莱文森接二连三地跟他通电话。乔布斯坚持认为这是谷歌和摩托罗拉在作怪，他们想要打倒苹果。他说，莱文森让他谦虚一点，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他说，当他再次提到公众认为苹果公司态度傲慢时，乔布斯很不高兴，这违背了他非黑即白、是非分明的世界观。乔布斯认为苹果是一家讲原则的公司，如果别人看不到这点，那是他们的错，而苹果没有理由放低姿态。紧接着，乔布斯觉得受到了伤害，他认为这些批评是针对他个人的，他感到很痛苦。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绝不会像某些商界的纯实用主义者那样去做一些明显错误的事情。莱文森表示，因此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么他就会往前冲，而不是质疑自己。莱文森劝他不要沮丧，但没有用。去他妈的，这事儿根本不值得费这么大功夫，他跟莱文森说。最后蒂姆·库克让他从低落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库克跟乔布斯说，有人认为苹果将成为另一个微软，自满又傲慢。第二天，乔布斯转变了态度，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说，从 AT&T 收集到信号丢失的统计数据后，乔布斯意识到，虽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舆论所声讨的那样夸张，但确实是个问题。于是他从夏威夷飞回公司，不过在回去之前，他打了几通电话，召集了几个值得信赖的老手，那些都是30年前麦克创始团队的聪明人。他首先打给了公关老手里基斯·麦肯纳，我准备从夏威夷回来处理天线问题，我需要你的意见。乔布斯对他说。他们约好次日下午1点半在苹果会议室见面。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广告人里克劳，他曾想要放弃和苹果合作，但是乔布斯欣赏他并将他留下来。克劳的同事詹姆斯·文森特也接到了乔布斯的电话。乔布斯还决定把儿子李德也带回公司一同参加会议。李德当时在读高中4年级，刚和他从夏威夷回来。我接下来2天会全天不停地开会，希望你也能来。这2天你能学到的东西比在商学院2年还多。他对李德说，你将会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共处一室，看看一切是如何运作的。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乔布斯有些热泪盈眶。我愿意再经历一次这样的事件，只要想让他有机会看看我工作时的样子。他说，他应该看看自己的父亲在做什么。到会的还有苹果公司的公关主管、沉着冷静的凯蒂·科顿以及其他7名高管。会议持续了整个下午。乔布斯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会议之一。会议一开始，他就拿出了自己收集的所有数据。事实都摆在这儿，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麦肯纳最为沉着和直接，他说，只需摆出事实和数据，不要表现得傲慢狂妄，但要坚定和自信。
其他人包括文森特在内都劝乔布斯表现得更有歉一些，但是麦肯纳不同意。他建议道，不要夹着尾巴召开新闻发布会，你应该直接跟他们说，手机不完美，我们也不完美，我们是凡人，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事，而数据在这里。麦肯纳的提议被采用了。当讨论到乔布斯的傲慢形象时，麦肯纳劝他不必多虑。我不认为让乔布斯表现得谦卑一些就能解决问题，麦肯纳后来解释道，正如史蒂夫形容自己的那样，所见即所得。周五，苹果在公司礼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乔布斯采纳了麦肯纳的建议，他没有卑躬屈膝，也没有道歉，只表示苹果理解这个问题并会尽力改正，这样他就得以平息问题。接着他话题一转，称所有手机都有些问题。后来他告诉我，自己在发布会上的语气有些太恼怒，但事实上他的表述冷静而直接。他用了4个简短的陈述句，我们不完美，手机不完美，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想要让用户满意。他表示，如果有人不满意，他们可以退货或者免费获得苹果提供的胶套。结果 iPhone 4的退货率只有 1.7%， 还不到 iPhone 3GS 和大多数其他手机退货率的1/3。在发布会上，他又接着报告了一些数据，表明其他手机也有类似问题，但这并不完全属实。苹果的天线设计让 iPhone 4比大多数手机的天线都要差一点，包括之前的 iPhone 版本。但是媒体对于 iPhone 4信号丢失的疯狂报道确实夸大其词了。这捏造出来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他说。对于乔布斯既没卑躬屈膝，又没有责令召回，大多数消费者并没有感到震惊，相反，他们认识到乔布斯是对的。iPhone 4的存货已经售罄，排在等候名单上的人们现在要等上3周时间，之前还只需要2周的时间。它成为苹果历史上销售最快的产品。乔布斯在发布会上断言，其他智能手机也有同样的天线问题。媒体遂将话题转移至他的说法是否正确。即使乔布斯所言不实，这也比讨论 iPhone 4是否是个有缺陷的无用产品要好。一些媒体观察家对此感到难以置信。Newser.com 的迈克尔·沃尔夫写道，通过一场大胆的表演，乔布斯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坚定、正义及无辜，从而成功地回避了问题，消除了批评，并将火引到了其他智能手机厂商身上。这是现代营销、企业公关和危机管理的新高度。你只能目瞪口呆，充满敬意地问他们，你们是怎么成功摆脱问题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你是如何摆脱问题的？沃尔夫将其归功于乔布斯的洗脑能力，称他是最具有魅力的人。如果换作其他 CEO 会卑微地进行道歉，并大量召回问题产品，但乔布斯不必如此。他冷酷瘦削的外表，他的专制、宗教般的影响力，神一样的地位，使他有特权决定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微不足道。漫画家呆伯特的创作者斯科特·亚当斯也同样感到难以置信，不过更多的还是欣赏。几天后，他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惊叹乔布斯占据制高点的举动，称其将会成为新的公关标准。乔布斯自豪地把这篇文章发送给很多人。苹果对 iPhone 4问题的回应并未遵循公关套路，因为乔布斯决定重新改写游戏规则。亚当斯写道，如果你想知道天才什么样，那么研究一下乔布斯的措辞吧。通过宣称手机都不完美，乔布斯用一个不争的事实改变了争论的语境。如果乔布斯没有把问题从 iPhone 4引向所有智能手机，我可能会画一幅爆笑漫画，展示一款一拿到手里就无法使用的手机。但是一旦问题变成了所有智能手机都存在问题，幽默的机会也就随之溜走了。没有什么能比一般性的枯燥事实更能扼杀幽默的了。太阳升起。在乔布斯的职业生涯完满之前，有几件事情需要解决，其中一件就是结束与他喜爱的披头士乐队之间的30年战争。2007年，苹果同苹果唱片公司就商标之争达成和解，该唱片公司是披头士的母公司。1978年，苹果唱片公司起诉刚刚起步的苹果计算机公司，称其使用自己的名字。但是商标案和解之后，披头士的音乐仍未能进入 iTunes 商店，
成为唯一遗落在外的著名乐队。这一件事的主要原因在于，苹果唱片公司还未同百代音乐公司就如何处理数字版权达成一致，而百代音乐公司拥有披头士大部分歌曲的版权。2010年夏，披头士和百代音乐公司找到了解决方案，并与苹果举行了4人峰会。乔布斯和负责 iTunes 商店的副总裁埃迪·库埃主持会议，邀请了杰夫·琼斯和罗杰·法克森。琼斯代表披头士的利益，法克森是百代音乐公司的总裁。既然披头士已经准备好进军数码市场，苹果会如何为这一里程碑添加一点传奇色彩呢？乔布斯期待这一天很久了。事实上，3年前在计划如何吸引披头士加入时，他就曾和广告团队里克劳和詹姆斯·文森特一起构思了一些广告创意。史蒂夫和我想尽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库埃回忆道，其中包括重新设计 iTunes 商店主页，购买广告牌放上披头士乐队最好的照片，以及播放一系列经典苹果风格的电视广告。顶级的方案是一套价值$149的套装产品，其中包括披头士的全部13张专辑、昔日大师2张精选集，以及能够勾起怀旧之情的1964年披头士华盛顿体育馆演唱会视频。大体原则都达成一致后，乔布斯亲自帮助挑选了广告需要的照片，每个广告结尾都是一张黑白镜照，年轻的保罗·麦卡特尼和约翰·列侬微笑着在录音棚里低头看一首乐曲，这使人想起了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一张旧照。照片上是2人一起查看苹果电路板。库埃说，让披头士进入 iTunes 是我们进入音乐业务的终极目标。第40章，飞向太空，云端飞船，宇宙无限。 iPad 2。在 iPad 开始销售之前，乔布斯就已经在考虑 iPad 2上该有什么了。他需要前置和后置摄像头，大家都知道会是这样，而且他肯定希望它更加轻薄。但是有一个他专注思考的外设问题是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人们用的保护套遮盖了 iPad 的美丽线条，也削弱了屏幕的效果。他们把本应轻薄的东西弄得太厚了，给一个原本各方面都充满魔力的电子设备披上了件大陆货的外衣。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读到一篇有关磁铁的文章，剪下来交给了乔尼埃夫。磁铁的吸引力可以被精确地聚焦在一个锥形区域里，这也许可以用于连接一个可分离的保护盖，那样保护盖就可以覆盖 iPad 的正面，而无需包裹整个设备。艾夫的团队里有个家伙研究出了如何用有磁性的荷叶连接一个可分离的保护盖。当你打开它时，屏幕会被唤醒，而且这个保护盖还可以折叠成一个支架。这不是高科技，只是纯粹的机械应用，但是它很迷人。这也是乔布斯追求端到端一体化集成的另一个例子。保护盖和 iPad 是一起设计的，因此磁铁和荷叶可以无缝连接。iPad 2会有很多改进，但是这个大多数 CEO 都会不屑一顾的小盖子却将博得最多赞许的微笑。iPad 2按计划在2011年3月2日于旧金山发布。由于乔布斯又在休病假，大家并未期待他会出席。但是等请柬发出去以后，他又让我尽量到场。现场一切照旧，苹果的最高管理层坐在第一排，蒂姆·库克吃着能量棒，音响系统大声播放着应景的披头士乐队的歌，最后是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和太阳升起。开幕前的最后1分钟，里德·乔布斯跟2个满脸稚气的大一室友赶到了现场。我们做这个产品那么久，我可不想错过今天。乔布斯缓步走上舞台时说，他瘦得吓人，却带着欢快的笑容。观众爆发出欢呼声，全场起立鼓掌。乔布斯的 iPad 2展示从新的保护盖开始，这次保护盖跟这个产品是一起设计的。他解释说，接下来他开始回应一项质疑，原来的 iPad 更擅长消费内容而不是创造内容，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此乔布斯一直为之耿耿于怀。这次苹果改编了 Mac 上2项最有创造性的应用 GarageBand 和 iMovie， 开发了适用于 iPad 的版本，功能强大。
乔布斯演示了如何在新版 iPad 上轻松地作曲和编曲，或给你的家庭录像添加音乐和特效，以及发布和分享这些创作。又一次，他用人文街和科技街交汇的画面结束了演讲。这次，他用最清晰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信条：真正的创意和简洁来自产品的一体化、硬件、软件以及内容、保护盖和销售员，而不是让这些部分都开放和各自为政。就像过去的 Windows 个人电脑和现在的安卓设备那样，苹果的基因决定了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我们笃信是科技与人文的联姻才能让我们的心灵歌唱。后 PC 时代的电子设备尤其如此，大家都在涌入这一平板电脑市场，可是他们把它看成是下一代 PC。硬件和软件要由不同的公司制造，而我们的体验以及我们身体中的每一块骨骼都在说那种方式是不对的。这些是后 PC 时代的电子设备，需要比 PC 更加直观和简单易用，其软件、硬件和应用都要比在 PC 上更加无缝的结合。我们认为我们不仅有合适的硅芯片构造，而且有合适的组织构造来制造这种产品。这种构造不仅植入了乔布斯创建的企业，而且也植入了他的灵魂。发布会结束后，乔布斯精神焕发，他到四季酒店来跟我、他夫人李德和李德的2个斯坦福同学共进午餐。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他真的是吃东西了，虽然还是有些挑剔。他点了鲜榨果汁，结果他把果汁退回去3次，每次都说是瓶装的。他还点了一份时蔬意大利面，尝了一口就说没法吃，推到一边去了。可是接下来他把我的蟹肉沙拉吃了一半，然后给自己点了一整份，并且在吃完以后又吃了一碗冰激凌。而最后，这家对客人百依百顺的酒店甚至还端上了一杯终于能达到他要求的果汁。第二天在家中，他依然情绪高涨。他计划第3天一个人飞到康纳度假村。我要求看看为了这次旅行他都在他的 iPad 2上安装了什么。有3部电影：唐人街、谍影重重3和玩具总动员3。我还发现他只下载了一本书，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这是一本冥想与灵修指南，他10几岁时第一次阅读，后来在印度再次阅读，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重读一遍。上午刚过了一半，他就想吃东西了。他仍然太虚弱，不能开车，所以我开车带他去一个购物中心的咖啡厅。咖啡厅还没开门，但是老板已经习惯了乔布斯在非营业时间敲门。他高兴地接待了我们。他承担了让我胖起来的使命。乔布斯开玩笑说，他的医生们要求他吃鸡蛋，作为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所以他点了鸡蛋卷。得了这种病，加上所有的疼痛，会时刻提醒你你是会死的，而一不小心这就会对你的大脑产生奇怪的影响。他说，你不会制定超过1年的计划，这很不好，你需要强迫自己像你要活很多年那样去制定计划。这种神奇想法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计划建造一艘豪华游艇。在他做肝脏移植手术之前，他和家人曾经租用游艇度假，去墨西哥、南太平洋或地中海。在很多次航行中，乔布斯都会厌烦或开始讨厌所乘游艇的设计，因此他们会缩短行程，然后飞到康纳度假村。但有些时候航行很成功。我最好的一次假期就是我们沿着意大利海岸线航行，然后去雅典。雅典挺没劲儿的，不过帕特农神殿非常震撼。然后到土耳其的以弗所，那里保留着那种古老的大理石的公共厕所。中间还有一个地方供音乐家演奏小夜曲。他们到达伊斯坦布尔后，乔布斯聘请了一位历史学教授做他们的导游。最后他们还洗了土耳其浴。那位教授的讲解让乔布斯对青少年文化的全球化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受到了真正的启示。我们都穿着浴袍，他们为我们制作了土耳其咖啡。教授讲解了这里的咖啡制作方法跟其他地方有多么不同。而我认识到，那又他妈的能怎么样呢？即使是在土耳其，又有哪个孩子会在乎什么土耳其咖啡呢？一整天我都在观察伊斯坦布尔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喝世界上其他孩子喝的饮料，他们穿的衣服看起来就像是从盖普买的，他们也都在用手机，他们跟别处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这让我意识到，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制造产品时，没有一种东西叫土耳其手机。土耳其的年轻人想要的音乐播放器，也不会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想要的不一样。我们现在就是同一个世界。那一次愉快的航行之后，乔布斯自娱自乐地开始设计，之后又反复地重新设计一艘他有朝一日想要建造的游艇。2009年再次病重时，他几乎取消了这个计划。我认为我活不到他造好的那个时候，他回忆说，那让我非常悲伤，但是我又觉得做这个设计是件有意思的事儿，而且也许我侥幸可以活到他造好的时候。如果我停止设计，然后我又多活了2年，那么我会气疯的，所以我就坚持了下去。在咖啡厅吃完鸡蛋卷后，我们回到他家，他给我看所有的模型和设计图。不出所料，这艘计划中的游艇是流线型的极简抽象艺术风格，柚木甲板平直完美，不加任何装饰物，如苹果零售店一样。船舱的窗子都是几乎从地面直到天花板的大块玻璃，而主要生活区设计有40英尺长、10英尺高的玻璃墙。他让苹果零售店的总工程师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可以支撑船体结构的玻璃。当时这艘船已经在由荷兰的游艇定制公司 Fineship 建造，但是乔布斯仍然在对设计改来改去。我知道有可能我会死掉，留给劳伦一艘造了一半的船，他说，但是我必须继续做下去。如果我不这么做，就是承认我快要死了。几天以后，他和鲍威尔将会庆祝他们结婚20周年。他承认，有时候他没有给予他应得的感谢。我非常幸运，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他说，你都是凭直觉，这是我做的最棒的一件事儿。因为劳伦不仅聪明漂亮，而且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谈起其他的女朋友，尤其是蒂娜莱德斯，但是说他最终做了正确的选择。他还反省了他是多么的自私和苛刻。劳伦要应付这一切，还要照顾我的病况。他说，我知道跟我生活在一起可不是件享受的事情。他种种的自私特征之一，就是他经常不记得纪念日或生日。但这一次，他决定策划一个惊喜。他们当年在优山美地的阿瓦尼酒店举行的婚礼，因此他决定在结婚纪念日时再带鲍威尔去那里。但是当乔布斯打电话去时，酒店房间已经预订满了。他请酒店联系上预定了当初他和鲍威尔结婚时住的套房的人，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放弃。我提出为他们支付另一个周末的费用。乔布斯回忆说，那人非常好，他说20年拿去吧，房间是你们的了。随后他还找出一个朋友拍摄的结婚照，然后放大印在厚厚的纸板上，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他翻看着自己的 iPhone， 找到当时他写了放在盒子里的那段话，大声读了出来。20年前我们相知不多，我们跟着感觉走，你让我着迷地飞上了天。当我们在阿瓦尼举行婚礼时，天在下雪。很多年过去了，有了孩子们，有美好的时候，有艰难的时候，但从来没有过糟糕的时候。我们的爱和尊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与日俱增。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现在我们回到20年前开始的地方，老了，也更有智慧了。我们的脸上和心上都有了皱纹。我们现在了解了很多生活的欢乐、痛苦、秘密和奇迹。我们依然在一起，我感觉依然像在天上飘着，双脚从未落回地面。读完一段，他已经不能自己，泣不成声。哭过之后，他说他给每个孩子都做了一套照片。我想他们可能愿意看到我也曾经年轻过。iCloud 2001年乔布斯就预见到，你的个人计算机将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多种电子设备，例如音乐播放器、摄像机、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的数字中枢。这正与苹果创造简单易用的端到端一体化产品的能力相契合。就这样，这家公司从一个高端小众计算机公司转变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到2008年，乔布斯已经预见到数字时代的下一个浪潮。他相信，未来你的桌上电脑将不再会是你的内容中枢，取而代之，中枢将被转移到云端，
换句话说，你的内容将被存储在你所信任的公司管理的远程服务器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设备上使用。接下来，乔布斯用了3年时间去实现这个设想。他起初走错了一步。2008年夏天，他发布了一个叫做 MobileMe 的产品，是一项昂贵的收费服务，每年$99。它允许你把通讯录、文件、图片、视频、邮件和日历存储在云端，并可以在任何设备上同步。理论上，你可以在你的 iPhone 或任何计算机上接入你的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这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用乔布斯的话说，这项服务烂透了。它非常复杂，设备同步的不好，邮件和其他数据会随机丢失。沃尔特·莫斯伯格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评论文章，大标题是苹果的 MobileMe 漏洞百出，难以信赖。乔布斯怒不可遏，他把 MobileMe 团队召集到苹果园区的礼堂，站在台上问，有没有谁能告诉我 MobileMe 是要做什么用的？在团队成员回答后，乔布斯追问道，那他妈的为什么他做不了那个？接下来的半小时，他一直在斥责他们，你们玷污了苹果的声誉，他说，你们应该相互憎恨，因为你们令彼此失望，连我们的朋友莫斯伯格都不再写赞美我们的文章了。大庭广众之下，他炒掉了 MobileMe 团队的负责人，换成了埃迪·库埃。库埃当时负责苹果所有的互联网内容，如财富杂志的亚当·拉辛斯基在对苹果企业文化的分析文章中所说，问责制得到了严格执行。到2010年，显然谷歌、亚马逊、微软等都在力争成为可以最好的存储内容和数据，并在各种设备上进行同步的公司。因此，乔布斯加倍努力。那年秋天，他向我做了如下说明：我们要成为管理你与云端之间关系的公司，从云端中流畅地播放你的音乐和视频，存储你的图片和信息，甚至包括你的医疗数据。苹果率先认识到你的计算机会成为一个数字中枢，因此我们编写了这些应用 iPhoto、iMovie、iTunes， 并将它们与我们的设备整合在一起，就像 iPad、iPhone 和 iPad 一样，效果棒极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这个中枢将从你的计算机转移到云端，因此这是同一个数字中枢策略，但是中枢的位置变了，这意味着你总是能访问你的内容，而且不必再同步。我们做这样的转型非常重要，正如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所说的，创新者的窘境，即发明了某个事物的人往往是最后一个看到它过时的，而我们当然不想落在后面。我会让 MobileMe 免费，我们会让同步内容变得简单。我们正在北卡罗来纳州建一个服务器群，我们可以提供你需要的所有同步，那样我们就可以锁定客户。乔布斯在每周一的晨会上讨论这个设想，而且他渐渐形成了一个新战略。我在凌晨2点给各团队的人发邮件，并对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他回忆说，我们对此做了很多思考，因为它不是一项工作，它是我们的生命。尽管一些董事会成员包括阿尔戈尔在内质疑让 MobileMe 免费的想法，但他们还是支持了它。这将是他们未来10年把客户圈进苹果领地的关键战略。新的服务被命名为 iCloud。2011年6月，由乔布斯在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的重要讲话上发布。他还在休病假，而且在5月还因为感染和疼痛住院数天。一些好朋友劝他不要做这个演讲，因为这需要进行很多准备和彩排。但是在数字时代开启又一次结构调整的前景似乎让他充满力量。当他在旧金山会议中心登上舞台时，他在平时常穿的三宅一生黑色高领衫外面套了件 Van Rosen 黑色羊绒衫，还在蓝色牛仔裤里穿了件保暖裤。但是他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消瘦。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非常感谢，我深受鼓舞。他说，但是几分钟内苹果的股价就下跌超过$4，到了$340。他在做着悲壮的努力，但是他看起来非常虚弱。他把舞台交给菲尔·席勒和斯科特·福斯托，他们演示了 Mac 和移动设备的新操作系统，然后乔布斯亲自展示 iCloud。 大约10年前，我们有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预见，他说，
PC 将成为你数字生活的中枢，你的视频、你的照片、你的音乐。但是在过去几年，这个预见破灭了。为什么？他不厌其烦地描述了把所有的内容同步到每一个设备上是多么困难。如果你在 iPad 上下载了一首歌，用你的 iPhone 拍了一张照片，在你的电脑上存了一段视频，你就要把 USB 数据线在各个设备上插来拔去，才能实现这些内容的共享。最后你会觉得自己像个旧时代的电话接线员。让这些设备保持同步，快把我们逼疯了。他对台下笑声越来越大的观众说，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它是我们的下一个重要预见。我们要把 PC 和 Mac 降级为仅仅是一个设备，我们要把数字中枢转移到云端。乔布斯非常清楚，这个重要预见实际上并不真的很新，他甚至还拿苹果的上一次尝试开玩笑。你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就是他们给了我 Mobile Me。 观众们忐忑不安地笑着，权且让我说，那不是我们的最佳状态吧？但是当他演示 iCloud 时，显然他要更好。邮件联系人和日历条目瞬间同步，应用照片、书籍和文件亦是如此。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乔布斯和艾迪·库埃跟多家音乐公司达成了协议，跟谷歌和亚马逊不同，苹果的云端服务器将有1800万首歌曲。如果你的任何电子设备或计算机上有这些歌曲中的任何一首，无论你是合法购买的还是盗版的，苹果将允许你在所有设备上使用这首歌的高质量版本，而无需费时费力把它上传到云端。就是这么简单，他说。这个简单的概念，一切都将无缝连接，一如既往的是苹果的竞争优势。微软已经对其云计算 Cloud Power 大肆宣传了1年多，而早在3年前，其首席软件架构师传奇的雷奥兹就曾向全公司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动员。我们的愿望是，人们只需要购买一次多媒体内容，然后就可以用他们的任何电子设备接入和享用。但是奥兹在2010年底辞职，而微软的云计算从未在消费类电子设备上实现。亚马逊和谷歌都在2011年推出了云服务，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力整合硬件、软件和各种电子设备中的内容。苹果控制了这个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并且通过设计使之全都共同工作。电子设备、计算机、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加上内容的销售和存储。当然，只有当你使用某款苹果设备，待在苹果的封闭空间里时，这一切才能无缝合作。这就为苹果带来了另一个好处，消费者被捆绑住了。一旦你开始使用 iCloud， 就会很难切换到 Kindle 或安卓设备，你的音乐和其他内容无法同步到那些设备上。事实上，他们甚至可能会无法工作。苹果30年来抵制开放系统的努力达到了高潮。我们思考了是否要为安卓做一个音乐应用。第二天吃早餐时，他告诉我，我们把 iTunes 装到 Windows 上，以便能销售更多的 iPad。但是除了让安卓的用户高兴之外，我没看到把我们的音乐应用装到安卓系统上有什么好处。而我并不想让安卓的用户高兴。新园区，乔布斯13岁时，他就从电话簿上查到了比尔·休利特的号码，并打电话索要一个自己在尝试制作频率计数器时用到的零件。结果他得到了在惠普仪器部做暑假工作的机会。也就是在那年，惠普在库比蒂诺置地扩建计算器部门，沃兹尼亚克去那儿工作。就是在那里，他利用夜里的时间设计了 Apple One 和 Apple II 电脑。惠普2010年决定启用库比蒂诺园区，而这一园区就在苹果的无线循环路1号楼总部东侧1英里处。乔布斯悄悄地安排买下了惠普的园区和毗邻的物业。他欣赏休利特和帕卡德打造一家传世公司的方式，也很自豪自己在苹果做了同样的事情。现在他想要一个能展示苹果形象的总部，这在西海岸的科技公司中是前所未有的。他最终聚集了150英亩土地，其中大部分在他少年时代还是杏树园。他投身到新园区的设计建设中，这将是一个传世的项目，融入了他对设计的激情和他对创建一家传世公司的热情。我想留下一个标志性的园区，可以体现这家公司的价值观，代代相传，他说。
他聘请了他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公司诺曼·福斯特爵士的公司。他曾经修建了很多设计精美的建筑，如复原柏林的国会大厦以及伦敦的圣玛丽府街30号。不出所料，乔布斯深度参与到建筑规划中，事无巨细，一切都要过问，以至于几乎无法形成最终的设计方案。这将是他的传世之作，他力求完美。福斯特的公司派出了50名建筑师。2010年全年，他们每隔3个星期都要给乔布斯看改进过的模型和各种选择方案。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新的概念，有时甚至是全新的形状，让这些建筑师从头再来，并提供更多的备选方案。当他第一次在他的起居室向我展示那些模型和规划时，这个建筑的形状就像一条蜿蜒的巨型跑道，它由3个相连的半圆组成，并环绕着一个巨大的中心庭院。墙壁是落地窗，内部是一排排的办公室，阳光可以直射在过道上，这样大家会面的空间就随处可见，方便灵活。他说，而且每个人都能够晒到太阳。下一次他在给我看规划时，已是1个月之后。我们在他办公室对面的大会议室里，桌子上放着建筑模型。他已经做了一个重要改动，所有的办公室都会跟落地窗有一段距离，这样长长的走廊就会沐浴着阳光，还可以作为公共空间。他跟一些建筑师有一个争论，建筑师希望这些窗子可以打开，而乔布斯从来不喜欢让人们拥有能够打开东西的想法，那只会让人们把东西搞砸。他宣称，在这一点上，如在其他细节上一样，他赢了。当晚他回家后，在餐桌上展示了设计图。李德开玩笑说，那个建筑从空中看去，让他想到男性生殖器。乔布斯把这个评论当作李德青春期的心理反应而不屑一顾。然而第2天，他向建筑师们提起了这个说法。很不幸，一旦有人这样跟你说了，你就永远无法把那个形象从你头脑中抹去。他说，等到我下次见他时，建筑的形状已经被改成了一个简单的环形。新的设计意味着在整个建筑中将没有一块平直的玻璃，一切都是弧形的，并加以无缝连接。乔布斯长久以来一直迷恋玻璃，而他为苹果零售店定制巨型落地窗的经验使他非常自信地认为，量产巨大的弧形玻璃是可能的。规划中的中心庭院直径有800英尺，要比3个典型的城市街区还长，或几乎相当于3个足球场的长度。他通过重叠幻灯片向我展示，他可以将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围绕进来。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之一就是曾经覆盖这里大部分区域的果园，因此他从斯坦福聘请了一位资深园艺师，要求园区80%的区域都是自然风貌，有6000株树木。我让他要确保有一片新的杏树园。乔布斯说，以前你在那儿都能见到杏树园，甚至在街角上，它们是硅谷遗产的一部分。到2011年6月，这座共4层300万平方英尺，可以容纳12000多名员工的建筑终于规划完成，准备公布于众。乔布斯决定在全球开发者大会发布 iCloud 的第2天，低调而非公开地向库比蒂诺市议会报告这件事。尽管他精力有限，但他那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罗恩·约翰逊创建了苹果零售店，并经营了10多年，现在决定要去 GC 彭尼公司做 CEO。那天早晨，他来乔布斯家讨论他辞职的相关事宜。之后，乔布斯和我去帕洛奥图一个叫 Fridge 的卖酸奶和燕麦粥的小咖啡厅，在那儿他兴致勃勃地谈论起苹果产品的前景。当天晚些时候，司机送他去圣克拉拉市参加苹果和英特尔最高管理层的季度例会，讨论未来把英特尔芯片用到移动设备上的可能性。当晚，U2 在奥克兰大体育场举行演唱会，乔布斯本来考虑去看，但是后来他决定用这个晚上向库比蒂诺市议会展示他的园区规划。乔布斯轻车简从来到市议会，他穿着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的那件黑色毛衣，看起来很放松。他站在讲台前，手里拿着遥控器，用20多分钟的时间向议员们展示了园区设计的幻灯片。当那简洁的未来主义的正圆形的建筑的透明图出现在屏幕上时，乔布斯停下来微笑着。
他就像一艘飞船降落了。他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我想我们搞不好会造出一座世界上最棒的写字楼。之后的周五，乔布斯给一位很久以前的同事安·鲍尔斯发了封邮件。他是英特尔联合创始人诺伊斯的遗孀，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担任苹果的人力资源总监和女训导，负责在乔布斯发脾气以后训斥他并安慰受伤的同事们。乔布斯问他第二天是否可以来看他。鲍尔斯刚巧在纽约，但他回来后周日就去了乔布斯家。当时他又已经很虚弱了，疼痛发作，没什么精神，但却迫不及待地向鲍尔斯展示新总部大楼的透视图。你应该为苹果而骄傲，他说，你应该为我们所创造的东西而骄傲。然后他看着他，专注地问了一个几乎让他站立不稳的问题，告诉我，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鲍尔斯尽量诚实地回答了他，你那时非常冲动，非常难以相处，他说，但是你的视野让人折服。你告诉我们，过程就是奖励，结果表明你说的没错。是的，乔布斯回答，我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过了几分钟，他又重复了一遍，像是在让鲍尔斯和自己安心。我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真的。第41章第3回合，暮色下的抗争。家庭纽带。乔布斯一直热切盼望着参加2010年6月儿子的高中毕业典礼。当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我跟上帝做了笔交易，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看到李德毕业。这个信念支撑我挺过了2009年。他说，已经读高中4年级的李德跟他父亲18岁的时候惊人的相似，那洞察一切又略带叛逆的微笑，那专注的眼神，还有那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但李德也从母亲那儿继承了对人友善和极富同情心的特质，而这却是他父亲所不具备的。他感情丰富，愿意与人为善。每当乔布斯身体不适时，常常闷闷不乐地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盯着地板发呆。这时唯一能让他眼前一亮的就是看见李德走进来。李德深爱着他的父亲。就在我开始写作本书不久，他来到我的住处，像他父亲经常做的那样，提议我们出去散步。他热切地告诉我，他父亲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冷酷商人，他的动力来源于他对事业的热爱和对苹果产品的自豪。在乔布斯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后，李德开始去斯坦福的肿瘤学实验室做暑期实习，通过 DNA 测序去寻找结肠癌的基因标志。在一次实验中，他追踪到了基因变异如何在家庭成员间传播。我病了以后，能让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极少事情之一，就是李德可以有很多时间跟一些优秀的医生一起做研究。乔布斯说，他对此表现出的热情，正像我在他这个年龄时对计算机的那种热情。我认为21世纪最大的创新将是生物学与技术的结合，一个新的时代正拉开序幕，就像我在他的年龄时数字时代正拉开序幕一样。李德以他的癌症研究为基础，在他水晶泉高地中学的班级做了毕业报告。当他描述着如何用离心机和染色法做肿瘤的 DNA 测序时，他的父亲和其他家人一起坐在观众席中，面带微笑。我幻想着将来李德和他的家人住在帕洛奥图这儿的一栋房子里，他在斯坦福做医生，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乔布斯后来说，2009年，当乔布斯看似不久于人世时，李德迅速成熟起来。父母在孟菲斯时，他照顾着2个妹妹，已经颇具家长风范。不过等到2010年春天，他父亲的健康状况稳定下来后，他就又恢复了爱打趣调侃的个性。一天吃晚饭时，他跟家人讨论带女朋友去哪儿共进晚餐。他父亲建议去伊尔弗纳奥餐厅，那是帕洛奥图高级餐厅的代表，但是李德说他没订到位子。你想让我试试吗？他父亲问。李德拒绝了，他想自己解决。生性有点羞涩，在家排行老2的埃琳建议说，他可以在家里花园中搭一个帐篷，他和妹妹伊芙可以在那儿为他们奉上一顿浪漫的晚餐。李德站起来拥抱了他，承诺说改天一定要享用一下。
一个周六，李德作为学校神童团队的4名选手之一，参加了一家当地电视台举行的比赛。除了去参加马术表演的伊芙，全家人都来给他加油。在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乱糟糟地做准备时，他父亲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耐烦的情绪，坐在摆着一排排折叠椅的家长席中，尽量不引人注意。但是他穿着标志性的牛仔裤和黑色高领衫，很容易被认出来。一个女人直接拉了把椅子坐到他旁边，开始给他拍照。乔布斯没有看他，站起身挪到了那排座位的另一端。当李德上场时，他的姓名牌上写的名字是李德·鲍威尔。主持人问他们长大以后想做什么，癌症研究者，李德回答说。比赛结束后，乔布斯开着他的双人座奔驰 SL55， 带着李德，妻子鲍威尔开着自己的车，带着埃琳紧随其后。在回家路上，鲍威尔问埃琳对爸爸拒绝给他自己的车挂牌照怎么想。叛逆呗，埃琳回答说。后来我问了乔布斯这个问题，因为人们有时候会跟踪我，如果我有牌照，他们会跟到我家来，他回答说。但现在有了谷歌地图，这种说法也就不成立了。所以我想，实际上只是因为我没有牌照。在李德的高中毕业典礼上，乔布斯用 iPhone 给我写了一封邮件，得意地说，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李德就要高中毕业了，就是现在。我把一切杂物都抛开了，我就在现场。当晚，一些好朋友和家人在他家举行了派对，李德跟每个家庭成员都跳了舞，包括他父亲。之后，乔布斯把儿子带到仓库，让儿子从他的2辆自行车里挑一辆。他觉得自己不会再骑了。李德开玩笑说，那辆意大利的看起来有点颜色太鲜艳，所以乔布斯让他选旁边那辆结实的8速自行车。当李德说他很感激时，乔布斯回答说，你不用感激，因为你有我的 DNA。 不久以后，玩具总动员3公映。对于皮克斯的这一3部曲，乔布斯从一开始就精心培育，而最后这一部是围绕着安迪离开家去上大学的种种感情故事。我真希望我能永远和你在一起，安迪的妈妈说。你永远都在，安迪回答。乔布斯跟他2个小女儿的关系就稍显疏远，他对艾琳的关注更少。艾琳比较安静内向，似乎不知该怎么跟他相处，尤其是当他语出伤人的时候。她是个淡定而有魅力的少女，有种比她父亲更成熟的敏感。她认为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师，也许是因为她父亲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使然，而且她对设计有很好的感觉。但是当她父亲给李德看新苹果园区的设计图时，她就坐在厨房的另一边，似乎她父亲并没有想到要叫她过去一起看。2010年春天，他最大的愿望是让父亲带自己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他热爱电影，不仅如此，他还想跟父亲一道乘他的私人飞机去，而且跟他一起走红地毯。鲍威尔自己愿意放弃这次奥斯卡之旅，并试图说服乔布斯带艾琳去，但是他否决了这个想法。就在我的写作快要完成的时候，鲍威尔告诉我，艾琳想让我对他进行采访。我本来自己是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因为他那时刚满16岁，但是我同意了。艾琳强调的观点是，他理解为什么他父亲不能经常给予他关注，而且他也能接受他既要做父亲，又要做苹果公司的 CEO， 已经尽了全力，而且还兼顾得不错。他说，有时候我也希望能得到他更多的关注，但是我知道他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那很酷，所以我没问题，我也不太需要更多的关心。乔布斯曾许诺，在每个孩子13岁以后都会带他们去他们自己选择的地方旅行一次。李德选择了京都，他知道他父亲对那座美丽的城市散发出来的禅意有多么迷恋。在艾琳2008年满13岁时，他同样选择了京都。然而乔布斯的病情迫使他取消了那次旅行，他答应等他好一些，2010年再带他去。但是等到2010年6月，他又不想去了。艾琳为此垂头丧气，但并没有抗议。取而代之的是，他母亲带他跟一些朋友一起去了法国，把京都的旅行改到了7月。鲍威尔担心丈夫会再次取消，
所以当全家在7月初飞到夏威夷康纳度假村时，他激动不已，因为这是去京都旅行的第一步。可是在夏威夷，乔布斯患上严重的牙痛，他没在意，就好像他单凭意志就能让龋齿消失一样。结果那颗牙坏掉了，必须要补。在之后就发生了 iPhone 4的天线危机，他决定带着李德赶回库比蒂诺，鲍威尔和埃琳留在了夏威夷，希望乔布斯能回来继续按计划带他们去京都。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又略为惊讶的是，乔布斯在新闻发布会后真的回到了夏威夷，接上他们一起去了日本。这真是个奇迹，鲍威尔跟一个朋友说。李德在帕洛奥图家里照顾伊芙，艾琳跟父母一起住在表屋旅馆。乔布斯喜欢这家酒店的极简风格，那儿真是美妙极了，艾琳回忆说。20年前，乔布斯曾带着艾琳同父异母的姐姐丽萨·布伦南·乔布斯来到日本，当时他差不多就是艾琳这个年龄。最让丽萨难忘的就是跟父亲一起分享美食，看着这个以往对食物那么挑剔的人品尝鳗鱼寿司和其他佳肴，看到他吃得那么快乐，丽萨第一次感觉到跟他在一起很放松。艾琳也回忆了类似的经历，爸爸确切地知道他每天中午想去哪儿吃午饭。他告诉我他知道一家超级美味的荞麦面馆，他带我去那儿，真是太好吃了。结果后来就很难再吃荞麦面，因为其他地方都做不出那种味道。他们还发现附近有一家小小的寿司店，乔布斯在他的 iPhone 上给他加的标签是我吃过的最棒的寿司。艾琳也有同感。他们还参观了京都有名的佛教禅宗寺庙，艾琳最喜欢的是西方寺，也被称为台寺，因为在它金色池塘周围的花园里生长着100多种苔藓。艾琳真的非常高兴，这让人倍感欣慰，也帮助改善了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关系。鲍威尔回忆说，那是他应得的。他们的小女儿伊芙则有着不同的个性，她有勇气，有自信，绝不会被她父亲吓倒。她热爱骑马，而且决心要骑到奥运会上去。当一个教练告诉他那将需要很多努力时，他回答说，准确地告诉我我需要做些什么，我会去做。教练告诉了他后，他就开始勤奋地遵照课程去训练。要搞定他父亲很难，但伊芙精于此道。他常常给他的助理直接打电话，确保把某件事记入他的日程。他还是个相当不错的谈判专家。2010年的一个周末，一家人正在规划一次旅行。艾琳希望推迟半天出发，但又不敢跟父亲讲。当时只有12岁的伊芙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晚餐时，他有条有理地向父亲提出这个请求，俨然一位正在最高法院陈词申辩的律师。乔布斯打断了他说，不行，我不想那样。但是很显然，他更多是觉得好玩而不是厌烦。晚上伊芙还跟妈妈一起分析了多种可以促成他的提案的方法。乔布斯开始欣赏伊芙的这种精神，而且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他是个炮筒子，比我见过的任何孩子都要倔强，他说，像是报应一样。他非常理解他的个性，可能因为跟他自己很相像。伊芙要比很多人想象的敏感得多，他解释说，他太聪明了，他比别人强，不知不觉中就会疏远别人，结果发现自己没什么朋友。他还在学习怎样做他自己，但同时也需要磨磨棱角，这样才能得到他需要的朋友。乔布斯跟妻子的关系有时很复杂，但彼此忠诚。劳伦·鲍威尔是个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乔布斯而言，他是一个稳定的力量。这也说明乔布斯可以通过在自己周围集结一些意志坚定、通情达理的人来弥补他的自私冲动。他静静地参与公事，坚定地照顾家事，犀利地处理医疗事务。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和别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全国性的校外项目——直通大学，帮助家境困难的孩子读完高中考入大学。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教育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乔布斯很欣赏妻子的工作，他在直通大学做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但他总体上还是不太看得上慈善事业，也从未去过他的校外活动中心。2010年2月，
乔布斯跟家人一起庆祝了55岁生日，厨房装饰了彩带和气球，孩子们给了他一顶红丝绒的玩具王冠，他真的戴上了。既然他已经从折磨了他1年的病痛中康复了，鲍威尔希望他能对家庭更加关心，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又恢复了对工作的关注。我觉得那对家人来说，尤其是对女儿们来说，很难以接受。他告诉我，病了2年之后，他终于好了一点，孩子们期待他能够更关注他们，但是他没有。他说他希望他性格的2方面都能够在本书中得以反映，而且不能断章取义。跟很多有非凡天赋的人一样，他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同样优秀。他说他没有社交风度，不会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但是他高度关注如何发挥人性的作用，让人们获得力量，如何使人类进步，并给人类创造正确的工具去追求进步。奥巴马总统2010年初秋，在去华盛顿的一次旅行中，鲍威尔见到了白宫的一些朋友，他们告诉他，奥巴马总统将于10月访问硅谷。鲍威尔建议总统或许愿意跟她丈夫见上一面。奥巴马的助手们喜欢这个想法，认为这种安排也跟总统新近对竞争力的关注很契合。另外，风险投资家乔布斯的好朋友约翰·杜尔之前曾经在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乔布斯关于为什么美国在失去竞争优势的观点。他也建议奥巴马应该跟乔布斯会面，所以总统的行程上被留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并安排2人在旧金山机场的威斯汀酒店见面。然而问题是，当鲍威尔告诉丈夫这个安排时，她却说不想去。乔布斯对他背着他安排了这件事感到不悦。我不想被安插进一个象征性的会谈，就为了他能在行程表上记录他见了一个 CEO。 他告诉他，鲍威尔坚持说奥巴马真的很想见到你。乔布斯回答说，如果真是那样，奥巴马应该亲自打电话来提出邀请。这个僵局持续了5天，他把在斯坦福上学的李德叫回家来吃饭，试图让他劝说父亲。乔布斯最后态度软了下来。这一次会谈实际上持续了45分钟，乔布斯说话丝毫不留情面。看你的架势，你就想当1届总统吧。一开场，乔布斯就这样对奥巴马说。否则，他说，奥巴马政府应该对企业更友好一些。他描述了在中国建一家工厂有多么容易，而这在现在的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主要是由于监管和不必要的成本。乔布斯还抨击了美国的教育体系，说它陈旧的毫无希望，而且被工会制度掣肘。在教师工会瓦解前，几乎没有希望进行教育改革。他说，教师应该被当作专业人员对待，而不是工厂组装生产线上的工人。校长应该有权利根据教师的水平决定聘用或解雇他们。学校每天应该至少开放到下午6点，1年的开课时间应为11个月。他还说，他非常奇怪美国的教室里依然是老师站在讲台上用教科书讲课，所有的书、学习资料和测试都应该是数字化的，而且是互动的，为每个学生专门定制，并提供实时反馈。乔布斯主动提出要组织一个会议，找6、7个真正能解读美国所面临的创新挑战的 CEO 来。总统接受了这个建议，因此乔布斯起草了一份名单，计划12月在华盛顿开会。不巧，在瓦莱利、贾勒特和总统的其他助理添加了一些人名后，这个名单就扩充到了20多人。这些人以通用电气总裁杰弗里·伊梅尔特为首。乔布斯给贾勒特发了封邮件说，这个名单过于冗长，他不打算去了。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那时又突然出现问题了，因此他当然也无法参加。杜尔也私下里向总统做出了解释。2011年2月，杜尔开始筹备在硅谷为奥巴马总统举行一个小型晚宴。他跟乔布斯以及夫人们一起去帕洛奥图一家希腊餐厅埃维亚吃饭，并为这场晚宴拟定了一个小范围的来宾名单。被选中的科技巨头包括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雅虎的卡罗尔·巴茨、Facebook 的马克·扎克伯格、思科的约翰·钱伯斯、甲骨文的拉里·埃利森、基因泰克的亚瑟·莱文森和网飞公司的里德·哈斯廷斯。乔布斯对这次晚宴细节的关注延伸到了食物。
杜尔给他发了建议的菜单，他回复说，餐厅建议的几道菜虾、鳕鱼、扁豆沙拉太过花哨，而且不是你的风格呀，约翰。他尤其反对菜单中的甜点，用松露巧克力装饰的奶油派，但是白宫的先遣人员驳回了他的意见，告诉餐厅总统喜欢奶油派。由于乔布斯过于消瘦，很怕冷，杜尔把室温调得很高，以致扎克伯格大汗淋漓。乔布斯坐在总统旁边，做了如下开场白：无论我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我希望你了解，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做任何你要求的事情，来帮助我们的国家。尽管如此，晚宴从一开始就变成 CEO 们没完没了地建议总统可以为他们的企业做些什么。比如钱伯斯就强烈建议推行海外报税优惠政策，大型企业如果在某个时期内把在海外获取的利润拿回美国投资，就可以免税。总统听得很烦，扎克伯格也是，他转身跟坐在他右边的瓦莱利·贾勒特小声说，我们应该讨论什么对国家是重要的，为什么他只是说什么对他有利。杜尔把讨论拉回到主题，让每人都建议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轮到乔布斯时，他强调需要有更多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建议对任何在美国拿到工程学位的外国留学生都应该颁发签证，让他们留在美国。奥巴马说，那只有在梦想法案的范围内才会实现。该法案允许小时候非法移民到美国的外国人在高中毕业后成为合法居民，这曾经是共和党政府禁止的。乔布斯觉得这正体现了政治是如何导致社会瘫痪的。总统是个聪明人，可是他一直在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事情做不成。他回忆说，把我气坏了。乔布斯继续敦促要找到一种方式培养更多的美国工程师。他说，苹果在中国的工厂雇佣了70万名工人，这就是为什么需要3万名工程师去支持这些工人。你在美国雇不到那么多工程师，他说，这些工厂的工程师不必是博士或天才，他们只需要掌握基本的制造业工程技术，技术学校、社区大学或贸易学校都可以培养。如果你能培养出这些工程师，他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制造厂搬回来。这个观点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的1个月里，总统跟助手们提到了2、3次，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把乔布斯告诉我们的那3万名制造工程师培养出来。乔布斯很高兴奥巴马在跟进这个想法。那次会后，他们还通过几次电话，他还主动提出帮奥巴马做2012年总统竞选的政治广告。他2008年就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但后来奥巴马的策略师戴维·阿克塞尔罗德不够听话，他就烦了。我认为政治广告糟糕透了，我愿意请里克劳重新出山，我们可以给他做出非常棒的广告。那次晚宴后过了几周，乔布斯这样告诉我。乔布斯一直在跟疼痛奋战，但是关于政治的讨论让他兴奋不已。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真正的广告大师参与进来，就像哈尔赖尼在1984年为里根竞选连任制作的美国的早餐，那正是我想为奥巴马做的。2011年第3次病休，癌症复发时总会发出些信号，乔布斯对此已了然于心，他会失去食欲，并开始全身疼痛。他的医生们会给他做一些检查，但什么都查不到，就让他安心，说他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是他心里清楚，癌症有它的信号通路，在他感觉到那些迹象几个月以后，医生们就会发现癌症果然复发了。2010年11月初，这样的身体不适状态又开始了。他浑身疼痛，吃不了东西，只能靠一个护士来家里给他静脉注射补充营养。医生们没发现有更多肿瘤的迹象，他们以为这只是另一次周期性的对抗感染和消化不良的反应。乔布斯从来都不是一个能默默忍受疼痛的人，所以他的医生们和家人对他的抱怨早已习以为常。他和家人一起去康纳度假村过感恩节，但是进食情况并未改善。在那里，客人们是在同一个房间进餐的，其他客人都假装没有注意到消瘦憔悴的乔布斯在吃饭时坐立不安，抱怨不止，对他的食物碰都不碰一下。他的健康状况丝毫没有泄露，
也算是该度假村及其客人们品质的一个有力证明。回到帕洛奥图以后，乔布斯变得越发情绪化和难以相处。他认为自己快要死了。他告诉孩子们，一想到他可能再也不能为他们庆祝生日了，他就会哽咽。到圣诞节时，他的体重下降到115磅，比正常时的体重低了50多磅。莫纳·辛普森随前夫、电视喜剧作家理查德·阿佩尔以及孩子们一起来帕洛奥图度假，气氛活跃了一些。两家人会一起在室内玩游戏，例如 Novel。游戏中，参与者中看谁能炮制出一本书中最让人信服的第一句话，以此互相愚弄。乔布斯低落的情况一度似乎有了转机。圣诞节后几天，他甚至能跟鲍威尔一起出去吃晚饭。新年假期时，孩子们去滑雪度假，鲍威尔和莫纳·辛普森轮班在帕洛奥图的家里陪着乔布斯。然而到了2011年初，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已经不再是另一个简单的不适状态了。医生们查出了新肿瘤的证据，癌症加剧了他的食欲不振。医生们要努力确定，在他目前的瘦弱状态下，他的身体能承受多少药物治疗。他有时候疼得弯下腰，呻吟着告诉朋友们，他身体的每一寸都像挨了打一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癌症的早期症状会引起疼痛，而吗啡和其他止痛药又让他食欲不振。他的一部分胰脏被切除了，并移植了新的肝脏，所以他的消化系统有缺陷，不能很好地吸收蛋白质。体重下降使得积极的药物治疗更加困难。他的虚弱以及有时要用免疫抑制剂来防止身体排斥移植的肝脏，都使他更容易受到感染。体重下降也导致疼痛感觉神经周围的油脂层变薄，加剧了他的疼痛感。而且他会有极端的情绪波动，生气和抑郁的回合都被拉长，进一步抑制他的食欲。多年来，乔布斯对食物的态度使得他的进食问题更加严重。年轻时，他学到可以通过进食获得一种快感和愉悦，因此尽管他知道应该吃东西，他的医生们请求他摄入高质量的蛋白质，但他承认在他潜意识里仍然本能地想要进食，想要像他10几岁时就学到的阿诺德·埃雷特水果养生法那样节食。鲍威尔一直告诉他，那是种疯狂的举动，甚至指出埃雷特56岁时绊了一跤，撞到了头就死了。当看到乔布斯在饭桌前沉默地低着头发呆时，鲍威尔会非常愤怒。我想让他逼着自己吃东西，他说，家里的气氛真是太紧张了。他们的兼职厨师布里亚·布朗还是每天下午来家里做一桌健康美食，但是乔布斯会用舌尖尝1、2种，就说所有的都没法吃。有一天晚上，他宣布说，我也许能吃一点南瓜派。好脾气的布朗居然1个小时就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派。虽然乔布斯只吃了一小口，但布朗还是备受鼓舞。鲍威尔咨询了很多研究进食失调问题的专家和精神病学家，但是乔布斯却一直回避他们。他拒绝为他的消沉接受任何药物或其他方式的治疗。当你有某种感受时，他说，例如对你的癌症或困境感到悲伤或愤怒，试图掩盖这些感受就是在虚伪地过日子。事实上，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变得难以相处，爱哭，激动地向身边所有人哀叹他快要死了。消沉的情绪让他更不爱吃东西，这也成了恶性循环的一部分。网上开始出现乔布斯形容枯槁的照片和视频。很快，关于他病重的传言四起。鲍威尔意识到，问题在于那些传言是真的，而且不会散去。乔布斯2年前肝脏出问题时，就是犹豫再三才休了病假。这次他同样抗拒这个休病假的想法，这就像要离开他的故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2011年1月，当他最后不得不接受这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时，董事会成员都已有心理准备。在电话中，他告诉他们，自己希望再次休病假。会议只开了3分钟。以前他经常跟董事会讨论，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他认为谁可以替代他，还提供了短期和长期的各种选择。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毋庸置疑，蒂姆·库克要再次接管日常的运营工作。接下来一个周六的下午，乔布斯让妻子召集他的医生们开会。
他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从不允许在苹果发生的问题。他的治疗是零零散散的，而不是综合全面的。他有多种多样的疾病，每一种都是由不同的专家治疗的。肿瘤学家、疼痛专家、营养学家、肝脏病学家和血液学家，但是他们并没有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被紧密地协调起来，就像詹姆斯·伊森在孟菲斯所做的那样。医疗行业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缺少个案服务专员或协调人，他们的作用就像是橄榄球队里的四分卫一样。鲍威尔说，在斯坦福尤其如此，似乎没有人负责研究营养跟止痛以及肿瘤学之间的关系。因此，鲍威尔把斯坦福的各种专家请到家里开会，也从其他地方请来一些治疗理念更前卫或更综合的医生，例如南加州大学的戴维·阿古斯。他们一起拟定了对付疼痛并协调其他治疗的新方案。有赖于尖端科学的发展，医生们得以让乔布斯总是比癌症的蔓延快上一步。他是世界上最早接受癌症肿瘤基因和正常基因做测序治疗的20个人之一。当时这一项治疗耗资超过10万美元。基因测序和分析由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和哈佛麻省理工伯德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合作完成。了解乔布斯体内肿瘤的特殊基因和分子特性后，他的医生们就可以挑选特定的药品，直接针对导致他的癌细胞异常生长、有缺陷的分子位点进行治疗。这种方法称为定位靶向治疗法，比传统的化疗方法更为有效。化疗会破坏身体里所有细胞的分裂过程，无论是癌细胞还是健康细胞。这种定位靶向治疗并非药到病除，但时常效果显著。它使医生可以筛选大量的药品，常见或不常见的，已经上市的或还在研制的，从中选出3-4种可能最有效的。当他的癌细胞变异，一种药物不再有效时，医生们就可以换下一种药物继续治疗。虽然鲍威尔谨慎地监管着丈夫的医护手段，但乔布斯是对每种新的治疗方案最后拍板的人。2011年5月发生了典型的一幕。乔布斯跟乔治·费希尔和其他斯坦福的医生、伯德研究所的基因测序分析师以及他的外部顾问戴维·阿古斯一起开了个会。他们都聚集在帕洛奥图4季酒店的一个套间里。鲍威尔没有来，但是儿子李德在场。在3个小时的会议中，斯坦福和伯德的研究人员介绍了他们发现的他体内癌症基因特征的新信息。乔布斯如往常一样情绪不安。伯德研究所的一个分析师误用了 PowerPoint 幻灯片做介绍，他训斥了他，并解释为什么苹果的 Keynote 演示软件更好，甚至说要教他怎么用。会议结束时，乔布斯和他的团队已经了解了所有的分子数据，评估了每种潜在治疗方案的原理，并列出了要确定每种治疗方案优先级所需要做的测试。他的一位医生告诉他，有可能他的癌症和其他相似的癌症很快会被归为可控制的慢性疾病，可以一直被遏制，直到他死于其他问题。我要么就是最先这样跑赢癌症的人之一，要么就是最后死于这种癌症的人之一。一次乔布斯在跟医生们开会后这样告诉我，不是最先上岸的，就是最后被淹死的。来访者在乔布斯2011年宣布病休时，情况看起来很紧急，连1年多没有联系的丽萨·布伦南·乔布斯都安排1周后从纽约飞了回来。他跟父亲的关系建立在层层叠叠的怨恨之上。在他人生前10年，乔布斯基本上对他弃之不顾，可以理解这带给他怎样的创伤。雪上加霜的是，他还继承了父亲浑身是刺儿的性格，以及在他看来他母亲的愤世嫉俗。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在他5岁的时候，我曾是个更好的爸爸。但是现在他应该放下过去，而不是一辈子都记恨在心。就在丽萨回来前，乔布斯这样回忆说，丽萨的这次来访很顺利，乔布斯开始感觉好一些，他有心情去弥补伤害，并对周围的人表达他的感情。32岁的丽萨平生第一次在认真地谈恋爱，
她的男朋友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正在打拼的年轻的电影制作人，而乔布斯居然心情好到建议他结婚后搬回帕洛奥图来。你瞧，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个世上活多久，他告诉他。医生们也无法告诉我，如果你想更多时间见到我，你就得搬到这边来，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虽然丽萨没有搬到西海岸来，但是乔布斯还是为与女儿的和解感到高兴。我原来并不肯定我想让她来，因为我病着，不想再有更多复杂的事情，但是我很高兴她来了，这帮我解决了压在心底的很多问题。乔布斯那个月还接待了另一个想要修缮关系的来访者，住在不到3个街区外的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当时他刚刚宣布计划从埃里克·施密特手里接管公司的控制权。他知道如何取悦乔布斯，他询问是否可以过来请教一下做一个好 CEO 有什么秘诀。乔布斯仍然对谷歌感到气愤。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去你妈的，他回忆说。但是后来我想了想，意识到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帮助过我，从比尔·休利特到在惠普工作的邻居，所以我给他回电话说没问题。佩奇来到他家，在乔布斯的客厅里听他讲如何创造伟大的产品和生命力持久的公司。乔布斯回忆道，关于专注和人的选择，我们谈了很多，如何知道应该信任谁，以及他如何打造一支可以依赖的团队。我给他讲了阻碍以及必须采用什么样的拦截战术去防止公司变得松散或充斥着二流选手。我强调的主要事项就是专注，要想清楚谷歌成熟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公司。现在摊子铺的到处都是，那么你想专注去做的5个产品又是什么？把其他的都扔掉吧，因为他们会拖你的后腿，他们会把你变成微软，导致你生产的产品虽符合要求但不伟大。我尽量做了我能做的，我会继续与像马克·扎克伯格一样的人做这样的事儿。我余生的一部分时间会用来做这个。我可以帮助下一代记住当下伟大企业的血统，以及如何把这些传统发扬光大。硅谷一直非常支持我，我应该尽我所能做出回报。乔布斯2011年病休的公告也引发了其他人到帕洛奥图的朝圣之旅。例如比尔·克林顿就曾登门拜访，讨论从中东到美国政治的所有事情。但最令人感动的来访者是另一位生于1955年的天才，那个30多年来作为乔布斯的对手和伙伴，共同定义了个人电脑时代的人——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对乔布斯的痴迷从未消减过。2011年春天，我跟盖茨在华盛顿共进晚餐。他到华盛顿是为了谈他的基金会的全球健康项目。他惊讶于 iPad 的成功，以及乔布斯即使在生病期间都那么专注于寻找方法去加以改进。我现在只不过是在把全世界的人从疟疾这类灾病中解救出来，而史蒂夫仍然在创造惊人的新产品。他有些伤感地说，也许我应该留在那场游戏里。他冲我微笑，以确认我感觉到他在开玩笑，或至少是半开玩笑。通过2人共同的朋友麦克斯莱德，盖茨安排了5月来看乔布斯。在原计划的前一天，乔布斯的助理打电话说乔布斯的状态不够好，于是他们重新定了日程。一天下午，盖茨开车来到了乔布斯家。他从后门走到敞开的厨房门口，看到伊芙正在餐桌上学习。史蒂夫在吗？他问。伊芙指向了客厅。他们在一起待了3个多小时，追忆过去，只有他们2个。我们就像这个行业里的2个老家伙在回首过去，乔布斯回忆说。他比以往我看到的任何时候都开心。我一直在想，他看起来真健康。盖茨也同样惊讶于乔布斯虽然瘦得吓人，但还是比他预想的要精力充沛。乔布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毫不避讳，至少在那一天感觉他很乐观。他告诉盖茨，他的一系列靶向药物治疗方法就像从一片荷叶跳到另一片，试图总是比癌症快上一步。乔布斯问了些关于教育的问题，盖茨描述了他对未来学校的设想。学生们自己观看讲座和视频课程，
而课堂时间用来讨论和解决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迄今为止，计算机对学校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比对诸如媒体、医药和法律等其他社会领域的影响小得多。盖茨说，要改变这一点，计算机和移动设备必须致力于提供更多个性化的课程，并提供有启发性的反馈。他们也谈了很多关于家庭乐趣的话题，包括他们多么幸运，娶了适合的女人，也有了很好的孩子。我们大笑着说，他能遇到劳伦是多么的幸运，是劳伦让他保持了一半的心智健全，而我能遇到梅琳达，让我保持一半的心智健全，也很幸运。盖茨回忆说，我们也讨论了做我们的孩子是多么富有挑战的事情，以及我们如何能减轻他们的压力。这次谈话比较私密，期间伊芙晃到了客厅，他跟盖茨的女儿詹妮弗一起参加过马术表演。盖茨向他询问了他的马术训练情况。在谈话接近尾声时，盖茨称赞乔布斯创造了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末从那些差点毁了苹果的家伙手里把他拯救了出来。他甚至还做了个有趣的让步。纵观他们的职业生涯，彼此对于数字世界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都抱有对立的理念：硬件和软件应该紧密整合，还是应该更加开放？我曾经相信那种开放的横向的模式会胜出，盖茨告诉他，但是你证明了一体化的垂直的模式同样也可以很出色。乔布斯也承认说，你的模式也成功了。他们都是正确的，他们各自的模式都在个人电脑领域取得了成功。麦克跟多种使用 Windows 系统的机器同时存在，可能在移动设备领域也会是如此。但是在跟我追溯完他们的讨论后，盖茨补充了一条警告性的说明：一体化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史蒂夫在掌舵，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将在未来的多个回合中获胜。在描述了他们的会面后，乔布斯也感觉有必要加上一句对盖茨的警告。当然，他的分散模式可行，但并没有制造出真正伟大的产品。这是问题的所在，并是最大问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一天来了，乔布斯还有很多想法和项目要付诸实践。他想颠覆教科书产业，通过为 iPad 开发电子教材和课程资料，拯救那些背着沉重的书包蹒跚而行的学生们的脊柱。他还想跟最早的麦克团队的朋友比尔·阿特金森合作，设计新的数码技术，改善像素水平，让人们即使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用 iPhone 拍摄出出色的照片。他还想把自己的电脑、音乐播放器和电话方面所做的创新也应用到电视机上，让它们变得简洁高雅。我想发明一种非常简单易用的一体化电视机，他告诉我。它将可以跟你所有的电子设备以及 iCloud 无缝同步，用户将无需再摆弄复杂的 DVD 和有线电视的遥控器。它将具有你能想象到的最简单的用户界面。我终于开始着手做这件事儿了。但是到2011年7月，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骼和身体的其他部位，而医生们难以找到对症的药物进行治疗。他很疼，睡眠不规律，精疲力尽，不得不停下工作。他和鲍威尔之前还预定了一艘帆船，准备那个月底全家去航海，但是这些计划都搁浅了。那段时间他已经基本上不能吃固体食物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室看电视。8月，我接到消息说他希望我去一下。我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来到他家，他还在睡觉。我跟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坐在满是黄玫瑰和各种雏菊的花园里，直到他派人来叫我进去。我看到他蜷缩在床上，穿着卡其色的短裤和白色套头衫。他的腿瘦骨嶙峋，但是笑容很轻松，思路依然敏捷。咱们得抓紧，我只有一点力气了，他说。他想给我看一些私人照片，让我选几张用在这本书里，因为他太虚弱了，下不了床，所以指点我去房间的各个抽屉里找。我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拿给他。我坐在床边，一张一张地举起来给他看。有些照片会让他讲出许多故事，而有些他只是嘟囔一声或是微微一笑。我从未见过他养父
保罗·乔布斯的照片，所以当看到一张照片上一个帅气而贫穷的20世纪50年代的父亲抱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时，我非常惊讶。没错，那是他，乔布斯说，你可以用这张。然后他指示我打开窗边的一个盒子，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他父亲在他的婚礼上慈爱地望着他。他是个伟大的人，乔布斯静静地说。我低声嘀咕了一句，他应该为你感到骄傲之类的话。乔布斯纠正我说，他确实为我感到骄傲。有那么一会儿，这些照片似乎让他精神为之一振。我们谈到了他一生中很多人对他的看法，从蒂娜·莱德斯到麦克马库拉，再到比尔·盖茨。我想起盖茨上次来看乔布斯之后说的话，就是关于苹果虽然证明了一体化的策略可行，但前提是因为有史蒂夫在掌舵。乔布斯认为这么说很愚蠢，任何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创造出更好的产品，不只是我，他说。于是我问他能不能说出另一家公司，他们也因坚持端到端一体化的策略而做出了伟大的产品。他思索了一会儿，努力想找出个例子来。那些汽车公司，他最后说，但是又加了一句，或者至少他们曾经是。当我们的讨论转移到当前经济和政治的糟糕局面时，他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观点，说全世界都缺少强有力的领导。我对奥巴马感到失望，他说，他的领导力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不愿意得罪别人或让那些人滚蛋。他猜到了我在想什么，会心地笑着说，是的，我就从来没有这种问题。2个小时以后，他话少了，所以我站起身准备告辞。等等，他又示意我坐下。过了1-2分钟，他才有足够的力气讲话。当初我对这个项目有很多恐惧，他最后说，他指的是决定跟我合作写这本书的事。我真的很忧虑。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问。我想让我的孩子们了解我，他说。我不经常在他们身边，我希望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并理解我做的事情。另外，在我生病以后，我意识到如果我死了，其他人肯定会写我，而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他们会全都搞错，所以我想确保有人能听到我想说的话。2年以来，他从未问过我在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或我得出了哪些结论。但是此时此刻，他看着我说，我知道在你的书里会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内容。这句话更多的是提问而不是陈述。他盯着我，等待一个答复。我笑着点了点头，说肯定会是那样。很好，他说，这样他就不会看起来像是本内部著作。我一时半会儿不会读它，因为我不想被气疯。可能我1年后会读，如果我还活着的话。说到这儿，他闭上了眼睛，已经没有力气了。于是我悄悄地离开了。整个夏天，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乔布斯开始慢慢地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他不会再回苹果做 CEO 了。他辞职的时间到了。他为这个决定斟酌了几个星期，期间跟他妻子比尔·坎贝尔、乔尼·艾夫和乔治·莱利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期望为苹果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如何正确地移交权力做出一个榜样。他告诉我，他拿公司过去35年间历次艰难的过渡开着玩笑。这一切充满了戏剧性，像是在第3世界国家一样。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把苹果建设成全球最好的公司，而一个有序的过渡对此非常关键。他决定做出这一过渡的最佳时机，就是8月24日公司董事会的例会。他非常想亲自到场宣布，而不是发封电子邮件或电话接入会议。所以之前他一直强迫自己吃东西以恢复体力。会议前一天，他决定可以参加，但是需要轮椅的帮助。公司做好安排，把他接到总部，然后尽量秘密地用轮椅把他推到董事会的会议室。他在11点前到达，董事会正在对各种委员会报告和其他例行事宜进行收尾。大多数人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大家并没有直入主题，而是由蒂姆·库克和首席财务官彼得·奥本海默先介绍了本季度业绩和未来1年的展望。之后乔布斯平静地说，他有些个人的事情要宣布。库克问自己和其他高管是否应该离开。
乔布斯停顿了30多秒钟，最后决定让他们离开。会议室里只剩下6位外部董事，他开始大声朗读由他口授写并反复修改了几星期的一封信。我总是说，假如某天自己无法继续履行苹果 CEO 的义务，无法满足大家对这一职位的期待，我会第一个告诉你们。信是这样开头，不幸的是，这一天来了。这一封信的内容简单直接，只有8句。信中他建议由库克接替他，并提出自己继续担任董事长。我相信苹果最灿烂、最有创造力的日子还在前方。我期待着以一个新的角色注视着他的成功，并为之做出贡献。现场长时间的沉默，阿尔戈尔第一个讲话，他历数了乔布斯在任期间的种种成就。米基·德雷克斯勒补充说，看着乔布斯对苹果的变革，是我在商界看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亚瑟·莱文森称赞了乔布斯为平稳过渡做出的努力。坎贝尔什么都没说，但在移交权力的正式决议通过后，他眼睛里闪着泪光。吃午饭，斯科特·福斯托和菲尔·席勒进来展示一些正在开发中的产品的模型。乔布斯不断提出问题和想法，质疑他们，尤其是关于第4代无线网络的容量以及未来的电话需要有什么功能。期间，福斯托展示了一个语音识别软件，正如他所担心的，乔布斯在演示过程中抓过手机，开始试验他能不能把它搞晕。帕洛奥图是什么天气？他问道。软件回答正确。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乔布斯突然挑战他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令人惊奇的是，那个软件用他的机器人声音回答说，他们没有给我分配性别。现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但话题转到平板电脑时，有人以胜利的口吻说，惠普突然放弃了这个领域，因为无法跟 iPad 竞争。但是乔布斯却神情严肃，说这其实是个悲伤的时刻。休利特和帕卡德创建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他们以为把它交到了可靠的人手里。他说，可是现在这家公司正处于分裂和毁灭之中，太悲哀了，真希望我能留下更强大的遗产。这样的话，那样的事就永远不会发生在苹果身上。他准备离开时，董事会成员都聚过来跟他拥抱告别。在跟高管团队开会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乔布斯跟乔治·莱利一起乘车回家。他们到家时，鲍威尔正在后院的蜂房采集蜂蜜，伊芙在帮他。他们脱掉防护服，把蜂蜜罐拿进厨房。利德和埃琳也都在那儿，大家要一起庆祝这次优雅的交接。乔布斯尝了一勺蜂蜜，夸赞说甜美无比。那晚他向我强调说，他希望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继续积极工作。我会参与新产品的开发和营销，以及我喜欢做的事情，他说。但是当我问到放弃他亲手创建的公司的控制权感觉如何时，他的语气充满留恋，开始使用过去时。我有过很幸运的事业，有过很幸运的人生，他回答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第42章，遗产，无比辉煌的创新天堂。火线，乔布斯的个性体现在他创造的产品里，正如苹果的核心理念。从1984年最初的 Mac 到整整一代人以后的 iPad， 一直都是端到端的软硬件结合。乔布斯本人也是如此，他的激情、完美主义、阴暗面、欲望、艺术气质、残酷以及控制欲，这一切都跟他的商业理念和最终的创新产品交织在一起。这种融合在其个性和产品中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极致。他的沉默跟他的咆哮一样骇人，他训练自己可以一直盯着人看而不眨眼。有时候这种极致是迷人的，那种鬼才式的迷人。比如在他热切地解释鲍勃迪伦音乐之深刻的时候，或是在揭幕产品时，无论什么在他口中都能变成苹果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产品。然而有时他的极致又很恐怖，例如当他厉声谴责谷歌或微软对苹果进行剽窃的时候，这种极致促成了他对世界的二元论观点。苹果的同事们称其为乔布斯的天才白痴二分法，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有时候一个人同一天就能得到这两种评价。
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他对产品、对想法，甚至对食物的看法。不是史上最棒，就是差劲儿、脑残、没法吃。因此，发现任何瑕疵都可能引发乔布斯一顿咆哮。一道金属涂层，一颗螺丝钉的曲线，一个机箱上蓝色的深浅，一款导航屏幕的直观性，他会一直骂他们烂透了，直到某个时刻，他突然称赞他们完美至极。他把自己看作一个艺术家，他也确实是，所以他纵容自己具有艺术家的性情。他对完美的追求使得他要求苹果对每一款产品都要有端到端的控制。如果看到伟大的苹果软件在其他公司的蹩脚硬件上运行，他就会浑身难受，甚至更糟。同样，一想到让未经审核的应用或内容污染苹果设备的完美，他也会有过敏反应。这种把硬件、软件和内容整合成统一系统的能力，使他可以贯彻简洁的理念。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曾说过，自然喜欢简洁与统一，史蒂夫·乔布斯也这么说。数字世界最根本的分歧是开放与封闭的对立，而对一体化系统的本能热爱让乔布斯坚定地站在了封闭一边。从佳酿计算机俱乐部传承下来的黑客精神倾向于开放的方式，几乎没有中央控制，人们可以自由地修改硬件和软件，共享代码，用开放的标准写程序，避开专利系统，有跟多种设备和操作系统兼容的内容和应用。年轻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就曾在那个阵营，他设计的 Apple II 就很容易拆开，而且预留了很多插槽和端口，可以让人随心所欲地使用。而从 Mac 开始，乔布斯成了另一个阵营的开创者。Mac 就像是一部电器，硬件和软件紧密结合，无法修改。这牺牲了黑客精神，却创造出一种无缝而简单的用户体验。之后，乔布斯下令 Mac 的操作系统不会供其他任何公司的硬件使用，微软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策略，允许 Windows 操作系统在各种机器上授权使用。这虽然没有催生出最优雅的计算机，但是却帮助微软统治了操作系统世界。当苹果的市场份额缩小到 5% 以下时，微软的策略被视为个人电脑领域的胜利者。然而从长期看，乔布斯的模式证明是有一些优势的。当其他计算机制造商都在商品化时，苹果即使以很小的市场份额，都能保持极高的利润率。例如在2010年，苹果的收入只占个人电脑市场的 7%， 但是却获得了营业利润的 35%。更重要的是，在21世纪初，乔布斯对于端到端一体化的坚持，使苹果获得了发展数字中枢策略的优势，让用户可以将桌上电脑跟各种便携设备无缝连接。例如 iPad 就是这个紧密结合的封闭系统的一部分。要使用它，你就必须使用苹果的 iTunes 软件，并从 iTunes 商店下载内容，其结果就是 iPad 高雅而令人愉悦，正如后来的 iPhone 和 iPad 一样，跟那些不提供端到端无缝体验的杂牌竞争产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策略行之有效，在2000年5月，苹果的市值是微软的1/20。到2010年5月，苹果超过微软，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到2011年9月，苹果的价值高出微软 70%。2011年第一季度 ，Windows 个人电脑的市场份额缩水 1%， 而 Mac 的市场份额增长了 28%。彼时彼刻，移动设备领域烽烟再起，谷歌采取了开放策略，其安卓操作系统可供任何平板电脑或手机制造商使用。到2011年，谷歌的移动市场份额与苹果持平。安卓系统开放策略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导致的分裂状态，不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制造商把安卓系统修改成了几十种不同的版本和风格，难以开发一致的应用程序或充分利用其特性。两种策略都有其价值。有些人希望拥有使用更开放系统的自由，并有更多的硬件选择。其他人显然更偏爱苹果紧密的整体性和可控性，这使得产品界面更简单，电池寿命更长，更易于操作，内容处理更容易。乔布斯理念的缺陷是，他那想愉悦用户的欲望导致了他不愿意对用户授权。对开放环境最有思想的倡导者之一是哈佛的乔纳森·齐特林，在他的著作《互联网的未来：光荣毁灭与救赎的未来》中，
开篇就是乔布斯介绍 iPhone 的场景，他警示世人，用被一个控制网所束缚的无菌器材来代替个人电脑会有怎样的不良后果。反应更强烈的还有科里多克托罗，他在波音网站撰写了一篇宣言，题目叫我为什么不会买 iPad。 它的设计中融入了很多周到的想法和精巧的元素，但是也有对其主人显而易见的轻蔑。他写道，给你的孩子们买一部 iPad 并不会使他们认识到世界是要你们去剖析与重组的，他会告诉你的后代，即使是换电池这样的事情，你也必须要留给专业人员去做。对于乔布斯来说，一体化的理念事关正义。我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控制狂，他解释说，我们做这些是因为我们想创造伟大的产品，因为我们关心用户，因为我们愿意为全部的体验负责，而不是去做别人做的那些垃圾。他相信他是在为人们提供服务，人们在忙着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他们希望我们去做我们最擅长的。他们的生活很繁忙，他们有其他事情要做，而不是去想怎样整合他们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这种理念有时会跟苹果的短期商业利益发生冲突，但是在一个充斥着低劣设备、难以预测的错误信息和恼人的用户界面的世界里，这种理念带来了以诱人的用户体验为特征的非凡产品。使用一款苹果产品，就好像走在乔布斯喜爱的京都禅意花园里一样，让人肃然起敬。而这两种体验都不是通过崇尚开放或百花齐放来实现的，落在一个控制狂手里的感觉有时候也不错。乔布斯的极致还表现在他的专注力上，他会设定优先级，把他激光般的注意力对准目标，并把分散精力的事情都过滤掉。如果他开始做某件事，Mac 早期的用户界面、iPad 和 iPhone 的设计，把音乐公司引进 iTunes 商店，他就会非常专注。但是如果他不想处理某件事，法律纠纷、业务事项、他的癌症诊断、某件家事，则会坚决地忽视它。那种专注使他能够说不，他只保留几个核心产品，砍掉一切其他业务，让苹果回到正轨。他剔除按键，让电子设备简单化；剔除功能，让软件简单化；剔除选项，让界面简单化。他把这种专注的能力和对简洁的热爱归功于他的禅修。禅修增强了他对直觉的信赖，教他如何过滤掉任何分散精力或不必要的事情，在他身上培养出了一种基于质简主义的审美观。遗憾的是，禅修未能使他产生一种禅意的平静或内心的平和，而这一缺憾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他常常深深的纠结和不耐烦，这一些个性他也无意掩饰。大部分人在大脑与嘴巴之间都有个调节器，可以调节他们粗野的想法和易怒的冲动。乔布斯可不是，他很看重自己残酷诚实的一面。我的责任是当事情搞砸了的时候说实话，而不是粉饰太平，他说。这一点使他富有魅力，又能鼓舞人心，但也使他有时候用技术词汇来说像个混蛋。安迪·赫斯菲尔德有一次告诉我，我真的特别想让史蒂夫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有时候要那么刻薄呢？甚至乔布斯的家人都奇怪，他到底是先天缺少能避免乱箭伤人的过滤机能呢，还是有意回避了那个技能？乔布斯称是前一种。我就是我，你不能期待我成为另外一个人。在我问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但我认为如果他想的话，其实可以控制自己。当他伤害别人时，并不是因为他感情上意识不到，正相反，他可以把人看透，明白他们内心的想法，知道如何随心所欲地结交他们，诱惑他们，伤害他们。其实乔布斯人格中令人不快的一面并非必要，那对他的阻碍大于帮助，但有时候那确实能达到某种目的。礼貌圆滑、会小心不去伤害别人的领导者，在推动变革时一般都没那么有效。数十名被乔布斯辱骂的最厉害的同事，在讲述他们冗长的悲惨故事时，最后都会说，他使他们做到了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他创建了一支都是一流员工的团队。乔布斯的传奇是硅谷创新神话的典型代表，在父母的车库里开创一家企业，并把它打造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
他没有直接发明很多东西，但是他用大师级的手法把理念、艺术和科技融合在一起，就创造了未来。他欣赏图形界面的威力，就以施乐公司无法做到的方式设计了 Mac。他领会了把1000首歌装进口袋的快乐，就以索尼尽其全部资产和传承都无法成就的方式创造了 iPad。有些领导者通过统揽全局去推进创新，有些是通过把握细节。乔布斯两者兼顾，并且不懈努力。正因如此，30年间他推出的一系列产品改变了所有产业。Apple II 采用沃兹尼亚克的电路板，并把它变成第一台不再仅供业余爱好者使用的个人计算机。Mac 引发了家用电脑革命，并普及了图形用户界面。玩具总动员和其他皮克斯大片开创了数字影像的奇迹。苹果零售店重新塑造了商店在品牌定义中的角色。iPad 改变了我们消费音乐的方式。iTunes 商店让音乐产业重获新生。iPhone 把移动电话变成了音乐、照片、视频、邮件和网络设备。应用商店生成新的内容创造产业。iPad 推出平板计算技术，为数字报纸、杂志、书籍和视频提供了平台。iCloud 使计算机不再担任管理我们内容的中心角色，并让我们的电子设备无缝同步。苹果公司本身，乔布斯认为这是他最伟大的创作。在这里，想象力被培育、应用和执行的方式极具创造力，这使苹果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他很聪明吗？不是格外聪明，相反，应该说他是个天才。他的奇思妙想都是本能的、不可预见的，有时是充满魔力的。他真是数学家马克·卡克所说的那种魔术师天才。他的洞见会不期而至，更多的要求直觉而非大脑的处理能力。他像个探路者一样，可以吸收信息，嗅到风中的气味，并对前路先知先觉。史蒂夫·乔布斯就这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企业管理者。1个世纪以后，他一定还会被人们铭记。在历史的万神殿里，他的位置就在爱迪生和福特的身旁。在他的时代，他超越众人，创造了极具创新性的产品，把诗歌和处理器的力量完美结合。他的粗暴使得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们既让人不安又令人振奋，而他借此打造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公司。他能够在苹果的 DNA 中融入设计的敏感、完美主义和想象力，使之很可能甚至此后几十年都是在艺术与科技的交汇处成长的最茁壮的公司。还有一件事，传记作者理应是为传记做结语的人，但这是史蒂夫·乔布斯的传记。尽管他没有把他那传奇般的控制欲强加于这个项目，但我如果不让他最后说几句话，就这样把他推上历史的舞台，我怀疑自己无法准确地传达出他的那种感觉。他在任何情况下展现自我的那种方式。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屡次谈到他希望自己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以下就是那些想法，是他的原话。我的激情所在是打造一家可以传世的公司。这家公司里的人动力十足地创造伟大的产品，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当然，能赚钱很棒，因为那样你才能够制造伟大的产品。但是动力来自产品而不是利润。斯卡利本末倒置，把赚钱当成了目标。这种差别很微妙，但它却会影响每一件事。你聘用谁，提拔谁，会议上讨论什么事情。有些人说，消费者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但那不是我的方式。我们的责任是提前一步搞清楚他们将来想要什么。我记得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人们不知道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正因如此，我从不依靠市场研究，我的任务是读懂还没落到纸面上的东西。宝利来的埃德温·兰德曾谈过人文与科学的交集，我喜欢那个交集，那里有种魔力。有很多人在创新，但创新并不是我事业最主要的与众不同之处。
苹果之所以能与人们产生共鸣，是因为在我们的创新中深藏着一种人文精神。我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工程师是相似的，他们都有自我表达的欲望。事实上，在最早做麦克的最优秀的人里，有些人同时也是诗人和音乐家。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成为人们表现创造力的一种方式。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像利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他们同时也是精通科学的人。米开朗基罗懂得很多关于采石的知识，他不是只知道如何雕塑。人们付钱让我们为他们整合东西，因为他们不能7天24小时的去想这些。如果你对生产伟大的产品有极大的激情，它会推着你去追求一体化，去把你的硬件、软件以及内容管理都整合在一起。你想开辟新的领域，那就必须自己来做。如果你想让产品对其他硬件或软件开放，你就只能放弃一些愿景。过去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公司成为硅谷的典范，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惠普，后来在半导体时代是仙童和英特尔。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是苹果，后来没落了。而今天，我认为是苹果和谷歌，苹果更多一些。我想苹果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它曾有过起起伏伏，但如今仍然走在时代的前沿。要指出微软的不足很容易，他们显然已经丧失了统治地位，已经变得基本上无关紧要。但是我欣赏他们所做的，也了解那有多么困难。他们很擅长商业方面的事物，他们在产品方面从未有过应有的野心。比尔喜欢把自己说成是做产品的人，但他真的不是，他是个商人。赢得业务比做出伟大的产品更重要，他最后成了最富有的人。如果这就是他的目标，那么他实现了。但那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而且我怀疑那最终是否是他的目标。我欣赏他，欣赏他创建的公司很出色，我也喜欢跟他合作，他很聪明，实际上也很有幽默感。但是微软的基因里从来都没有人文精神和艺术气质，即使在看到Mac以后，他们都模仿不好，他们完全没搞懂它是怎么回事。像 IBM 或微软这样的公司为什么会衰落？我有我自己的见解。这样的公司干得很好，他们进行创新，成为或接近成为某个领域的垄断者，然后产品的质量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公司开始重视优秀的销售人员，因为是他们在推动销售，改写收入数字，而不是产品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因此销售人员最后成为公司的经营者。IBM 的约翰·艾克斯是聪明善变非常棒的销售人员，但是对产品一无所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施乐公司，做销售的人经营公司，做产品的人就不再那么重要，其中很多人就失去了创造的激情。斯卡利加入后，苹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是我的失误。鲍默尔接管微软后也是这样，苹果很幸运能够东山再起，但我认为只要鲍尔默还在掌舵，微软就不会有什么起色。我讨厌一种人，他们把自己称为企业家，实际上真正想做的却是创建一家企业，然后把它卖掉或上市，他们就可以将其变现，一走了之。他们不愿意费力气打造一家真正的公司，而这正是商业领域里最艰难的工作。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能真正有所贡献，才能为前人留下的遗产添砖加瓦。你要打造一家再过1-2代人仍然屹立不倒的公司，那就是沃尔特·迪士尼、休利特和帕卡德，还有创建英特尔的人所做的。他们创造了传世的公司，而不仅仅是赚了钱。这正是我对苹果的期望。我不认为我对别人很苛刻，但如果谁把什么事情搞砸了，我会当面跟他说。诚实是我的责任，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事实证明通常我是对的。那是我试图创建的文化，我们相互间诚实到残酷的地步。任何人都可以跟我说，他们认为我就是一堆狗屎，我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我们有过一些激烈的争吵，互相吼叫，但那可以说是我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我在别人面前说，罗恩，那个商店看起来像坨屎的时候，没什么不良感觉。或者我会说，天哪，我们真他妈把这个公益搞砸了，就当着负责人的面。这就是我们的规矩，你就得超级诚实，
也许有更好的方式，像个绅士俱乐部一样，大家都带着领带，说着上等人的敬语，满嘴华丽委婉的词汇，但是我对此不太在行，因为我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中产阶级。我有时候对别人很严厉，不过可能没有必要那么严厉。我还记得李德6岁时，他回到家，而我那天刚解雇了一个人。我当时就在想，一个人要怎样告诉他的家人和幼子他失业了，很不好受，但是必须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我认为确保团队的优秀始终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儿，没有人会去做。你必须不断地去推动创新。迪伦本来可以一直唱抗议歌曲，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必须向前走。1965年在民谣中融入电子音乐元素时，他疏远了很多人。1966年的欧洲巡演是他的巅峰，他会先上台演奏原声吉他，观众非常喜欢，然后他会带出 The Band 的乐队，他们都演奏电子乐器，观众有时候就会喝倒彩。有一次他正要唱像一块滚石，观众中有人高喊叛徒，迪伦说搞他妈个震耳欲聋，他们真那样做了。披头士乐队也一样，他们一直演变前行，改进他们的艺术，那就是我一直试图做的事情，不断前进。否则就如迪伦所说，如果你不忙着求生，你就在忙着求死。我的动力是什么？我觉得大多数创造者都想为我们能够得益于前人取得的成就而表达感激。我并没有发明我用的语言或数学，我的食物基本都不是我自己做的，衣服更是一件都没做过。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赖于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的贡献和成就。我们很多人都想回馈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再添一笔。我们只能用这种大多数人都掌握的方式去表达，因为我们不会写鲍勃·迪伦的歌或汤姆·斯托帕德的戏剧。我们试图用我们仅有的天分去表达我们深层的感受，去表达我们对前人所有贡献的感激，去为历史长河加上一点什么，那就是推动我的力量。尾声，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乔布斯感觉不太舒服。他坐在屋后的花园里思考死亡。他谈到将近40年前他在印度的经历，他对佛法的研习，以及他对转世和精神超越的看法。我对上帝的信仰是半信半疑，他说，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认为一定有超出我们所见的存在。他承认，当他面临死亡时，他可能更愿相信存在来世。我愿意认为，在一个人死后，有些什么东西依然存在，他说，如果你积累了所有这些经验，可能还有一点智慧，然后这些就这么消失了，会有些怪怪的。所以我真的愿意相信会有些什么东西留存下来，也许你的意识会不朽。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但是另一方面，也许就像个开关一样，他说，啪，然后你就没了。再度沉默了片刻之后，他淡然一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喜欢给苹果产品加上开关吧。后记，2011年夏天，在史蒂夫·乔布斯还感觉他能够再次战胜癌症时，他建议我以他要辞去苹果 CEO 职务来结束本书，而他正打算在8月底公布这一消息。我已经将缺少结尾部分的原稿方案交给了出版社。就在我交上最终修订版之前，我和乔布斯一起讨论了书中使用过的许多故事，包括一些我认为他或许不怎么喜欢的事儿。他曾坚持让我叙述的真实一些，所以出现了很多关于他一些小毛病的花边新闻。我向他保证，我已尽力把它们放进上下文中，作为个性复杂、充满激情的性格的一个方面。而正是这种个性，坚信普通规则并不适合于他，让他得以改变世界。乔布斯很乐观，他知道他不会被作为礼貌文雅的典范而载入史册。他曾谏言道，这本书读起来最好不要像一本内部书籍。他告诉我，他还要等上一阵子再来读这本书，比如1年之后。他的自信或者说现实扭曲立场还如此强大，我感到非常高兴。在那一刻，我相信他还可以再活上1年，还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看起来他对自己可以重获健康以及在苹果重现活力如此自信，
以至于我问他是否想要延迟这本书的出版，是否要看看情况再说。不，他回答说，如果我做出了其他让人惊叹的事情，那你就可以再写一卷。他对自己的想法报之一笑，然后补充说，或者你至少可以写一篇很长的后记。遗憾的是，眼下的这段后记很短。2011年10月3日星期一，史蒂夫·乔布斯意识到他最后的日子到了。在他抗击癌症的努力中，他不再说进入人生下一阶段，取而代之，他的思想转变到他任何时候改变焦点都是这样突然，自己即将面对的死亡。他之前没有提到过关于自己葬礼的安排。劳伦曾经以为他希望火葬，这些年来他们也随意讨论过骨灰撒向何处的问题。但周一上午，乔布斯宣布他不希望被火化，他想挨着自己的父母葬在他们所在的公墓。那个上午，苹果正在发布带有 Siri 声音识别软件的新 iPhone 4S。乔布斯在最后一次参加董事会议时把玩过这款手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苹果总部不大的市政会议厅里举办的发布会气氛稍显肃穆。史蒂夫最亲密的同事都知道他现在情况十分糟糕。发布会一结束，乔尼·艾夫、埃迪·克尤、蒂姆·库克和其他几位都接到电话，并在周一下午依次与乔布斯道了别。第二天早上，乔布斯给妹妹莫娜·辛普森打电话，告诉她赶快来帕洛奥图。莫娜在悼词中深情回忆，她的声音满怀深情，可爱，让人喜欢，但感觉就像一个行李已经放在了车上的即将启程之人。对于离我们而去，他感到很抱歉，真的十分抱歉。他开始与他告别，但他说他已经坐上了去机场的出租车，很快就到。亲爱的，我现在告诉你，是因为我担心你可能赶不上了。乔布斯回答道。他的女儿丽萨从纽约飞回来了，尽管这些年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复无常，但他一直在试着做一个好女儿，他也确实做到了。乔布斯的另一个妹妹帕蒂也来到他的身边。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乔布斯与深爱的家人们在一起。他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居家好男人，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对一个人的评价总应该考虑到方方面面。作为一个商业领袖，他可能严苛挑剔，喜怒无常，但他打造了一个狂热而忠诚的团队，这个团队深爱着他。作为一个有家之人，他可能很粗暴，还经常心烦意乱，但在他的婚姻中，他和女强人妻子之间有着完全的伙伴关系，非常浪漫。他还拥有4个孩子，他们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都陪伴着他，让他感受到爱。那个周二，他一直盯着孩子们的眼睛看，他一度长久地注视帕蒂和他的孩子们，然后看向劳伦，最后目光越过他们看向远方。欧啊，他说，欧啊，欧啊。这是他遁入无意识状态前最后的话语。大约是下午2点钟，他的呼吸变得沉重。即使是现在，他依然有着坚毅的英俊的轮廓，一个专制者的轮廓，浪漫者的轮廓。莫娜回忆道，他的呼吸表明他就要开始一段艰辛的旅程，一段极具升降的路程。莫娜和劳伦整晚都陪在他身边。第二天，2011年10月5日星期三，史蒂夫·乔布斯走了，他的家人都在他的身边，亲抚着他。乔布斯的死引起了全世界的真情表露，几百个城市和乡村都搭建起了临时祭坛，甚至包括祖科蒂公园。占领华尔街的积极分子正在那里抗议巨富商人的罪恶行为，这完全可以理解。那些醉生梦死的摇滚歌手和苦恼忧郁的公主王妃们死时，人们情感的表露通常都未能因此而得到释放。好不容易有一位企业家，尽管他可能也是一位巨富商人，但他是通过设计精美产品以让生命更加神奇而成为巨富的。乔布斯逝世那天，劳伦和莫娜去了乔布斯挑选的公墓，并乘坐高尔夫球车绕公墓转了转。
保罗和克拉拉·乔布斯的墓碑旁边没有空地了。劳伦又不喜欢那里的人带他看的其他地方，那里一个墓碑紧紧挨着另一个墓碑，一排排并列在普通的平地上。但劳伦和她丈夫一样，充满想象力而又固执己见。她指着一片宁静的山脊，山脊顶部是这片区域保留下来的最后一片杏园。乔布斯从小就很喜欢这样的果园。这里不行，公墓的人告诉劳伦，杏园不允许安置墓地，但这并没能制止劳伦。一再坚持之后，她让公墓的负责人深信，她的丈夫终将长眠于这片果园之中，乔布斯会以他为豪。劳伦总是能够把乔布斯的原始喜好与他自己的高雅审美相结合。他定做的棺材工艺精巧，没用一枚钉子或螺丝钉，纯粹简单。在非公开的葬礼仪式上，这尊棺材被放置在从苹果总部的设计工作室搬来的工业桌上。乔布斯在那张桌子边度过了无数个下午时光。乔恩·艾夫安排将这张桌子搬到了坟墓边。出席葬礼的约有50人，包括家人和朋友，他们都分享了乔布斯的故事。比如迪士尼的鲍勃·艾格说，就在与迪士尼之间的交易宣布之前，他与乔布斯在皮克斯工作室附近散步30分钟。乔布斯告诉艾格，自己的癌症复发了，只有劳伦和医生知道，但乔布斯觉得他有责任让艾格知晓，因为艾格可能会因此而退出交易。站在乔布斯的角度，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姿态。艾格说，10月16日的晚上，一场庄重的追悼会在斯坦福的纪念教堂举行，整个教堂都沐浴在一片烛光之中。劳伦和乔尼一起尽力把现场布置得更漂亮一些。有大约100名宾客出席，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艾尔·戈尔、比尔·盖茨和拉里·佩奇。早期苹果团队的成员包括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安迪·赫茨菲尔德也来了。家庭成员包括有乔布斯的4个孩子和2个妹妹，帕蒂·乔布斯和莫娜·辛普森。史蒂夫希望我在他的葬礼上演奏大提琴。马友友在追悼会开始时说，我说我更希望他按照我的方式，通常他都是随心所欲。然后马友友表演了巴赫小组曲，其他2个朋友也表演了节目。伯诺唱了《美丽微莎》，这是乔布斯最喜欢的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在愤怒的当下，我能看见造物主之手，在每片颤动的夜里，在美丽微莎之中。年轻而又深情的民谣歌手琼贝兹唱了一首悲伤却又令人精神振奋的低度摇摆甜蜜战车。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详细叙述了一些故事，还朗读了诗歌。他的思想从不受现实的束缚，劳伦说，他对可能性充满了史诗般的感觉。他看待事情是从完美主义的立场出发。擅长写小说的莫娜·辛普森制作了一首精美的颂文。他感情强烈，他回忆道，即使是生病的时候，他的鉴赏力、辨别力和判断力依然保持不变。他找了27名护士之后，才发现一个满意的。莫娜谈到乔布斯对工作的热爱，说道，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1年，他还在做他的项目，并让苹果的朋友们承诺要完成这些项目。他还以更为人性化的方式强调了乔布斯对劳伦和4个孩子的爱。尽管他实现了活着看到李德毕业的愿望，但却不能参加自己女儿们的婚礼了。他希望领着他们走上教堂的走廊，就像我结婚的时候他领着我走过一样。他说，这些阶段都没法记载了。我们每个人最后都会在中途死去，在一个故事的中途，在许多故事的中途。3天后，公司追悼会在苹果总部举行。蒂姆·库克、艾尔·戈尔、比尔·坎贝尔都发言了，但乔尼·艾夫的宋词最抢风头，有趣且动情。他重述了在斯坦福纪念教堂讲起的事儿。因为乔布斯太过挑剔，所以任何时候他们订了什么酒店，艾夫都会坐在电话旁等待那通必然会来的电话。乔布斯会在电话中说，这个酒店太差劲了，我们走。但当艾夫描述他的老板在会议上发表意见时，
他能捕获到乔布斯一柄天才中随意流露出的思想光辉。有时候很愚蠢，有时候实在糟糕透顶，但有时候他们走出房间去户外散步，就会产生一些大胆而又疯狂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或者一些简单的不起眼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在微妙处细节处都非常深刻。活动中最用心的设置还是来自乔布斯自己，他的声音就像是盘旋于阳光庭院上方的幽灵一般。库克介绍乔布斯，描述他在1997年重回苹果之时如何帮助设计非同凡响的商业广告。乔布斯未被公开的自己配音的版本，而不是理查德·德莱福斯配音的版本，首次公之于世了。麦克风里传出他那辨识度很高的声音，在人群上空飘动，让人感觉心酸而又刺耳。致疯狂的人，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感觉就像乔布斯正和大家一起坐在后面，诚挚而又激动不已地描述自己。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认同他们，反对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乔布斯的声音在这时稍微加强了语气，带着兴奋，就好像他正坐在人群的前方，眼睛里还闪耀着光辉。人们不禁回想起他年轻时候说话的声音，以及在他最喜欢的贝兹或迪伦的音乐中，他如何永葆年轻。他们推动了人类向前迈进，那是乔布斯亲自写下的一句话。他接着发表了著名的总结词，这句总结词很适合那天，也很适合这本书。或许他们是别人眼中的疯子，但他们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沃尔特·艾萨克森。